前面的人速速让开！远远望去，正瞧见一辆战车和好几个士兵正向着自己这边飞驰而来。秦凤舞本就是随性而为的人，管你是10万火急还是什么，搅了他的好心情，想要自己乖乖让开，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一拉缰绳，骏马吁一声就横在了路上。可恶！穿着蓝色盔甲的男子一拍马背，腾空而起，飞身来到秦凤舞的跟前，一落地，一杆银枪就直抵在秦凤舞的咽喉。如果你想他死得更快些，就尽管赶路，越是快马加鞭上路的越快。闻言，蓝燕一立马收了银枪，握拳恭敬地说道：姑娘知道此毒，可有解法？求姑娘救救王爷！唉，怎么办？最受不了古人百中心了。此刻秦凤舞如果知道自己救的人就是他才被赐婚的未婚夫即墨战天，打死他都不救了。秦凤舞从怀里掏出一颗解毒丸，喂进即墨战天的嘴里，又转身拿出一副银针替即墨战天针灸。片刻之后，秦凤舞拔了针，即墨战天猛地吐出一口黑血。没多久，即墨战天便悠悠转醒。秦凤舞拔了针，即墨战天猛地吐出一口黑血。没多久，即墨战天便悠悠转醒。迷糊之间，听见一声犹如天籁一般的声音传进耳中。他中的是曼陀伤，我已经替他解了毒，回去用绛珠草煮上一锅药浴，泡上1个时辰，便能去除余毒。多谢姑娘相救，可否告知姓名，将来必有重谢。不必，有缘自会相见。即墨战天努力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只见一身白衣随风飘扬，轻盈利落的上了马背，缰绳一拉，马儿一声长长的嘶鸣，侧身回眸，一双清澈的眼睛映入他眼帘。青丝纷飞，骏马奔驰而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即墨战天的视线。燕一，本王要退婚。即墨战天当初在接下圣旨的时候没有拒绝，是因为觉得此生不会遇到令自己心动的人，那么要娶就娶吧。和现在他觉得他碰上了，那么他就要遵循自己的心，娶自己在意的人。时间转眼就过了1年，他派出去的人整整找了1年都未果。燕一，本王等不及了。1年前圣旨下达之时，即墨战天的父皇即墨成就说过，大圣回来就大婚。王爷，属下一定在3月内找到白衣女子。明天一早，本王请旨退婚。3日之后，即墨战天大殿之上不要任何封赏，只换得一个请求，请旨退婚。战王好计谋啊！1年出征之前，皇上指婚，战王你不拒绝，今日何故悔婚？你置我女儿于何地？置我忠勇豪府于何地？高坐在皇位上的即墨成面露难色。唉，战天，父皇，儿臣我意已决。朝堂之上气氛压抑，文武百官拒不出声，无人敢言。即墨战天，莫国年轻有为的少年战将，被百姓奉为战神。秦浩明跨上前一步，重重地跪在地上。皇上，如果战王这般无由退婚，这叫小女如何自处？秦浩明其实也不愿意女儿嫁入皇室。要说理由，本王有3点。其一，嚣张跋扈。秦凤舞常往于墨都街道，百姓但凡有人看见秦小姐出门，都唯恐避之不及，称她为小魔女。其二，目不识丁。我听闻秦小姐从小不识诗词，不闻女工，只知惹是生非。这其三嘛，目无尊长。听闻秦小姐对老夫人常常出言不逊。侯爷，这3点，本王说的可对啊？秦浩明被即墨战天这些话气得全身发抖，只差没有昏过去了。作为父亲，怎么能随便让人侮辱自己的女儿呢？更何况这事情绝非他所说的那般。嚣张跋扈，五儿从来只对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目不识丁更是胡扯。女儿能文能武，医术超群。目无尊长，世人又知道些什么？那个所谓的尊长的老夫人，只不过是老父亲的小妾。战王，你休要！父皇，这样的女子何德何能能成为战王妃？别说父皇只为报恩，要知道臣子就应当舍身救驾，而父皇你又何来报恩一说？人活着不争馒头还争口气呢。人家战王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秦浩明怎么也要争了这口气。秦浩明走至即墨战天的跟前。好一个战王！好，退婚就退婚，
本侯就不相信我女儿非你不可，望王爷将来可不要后悔。说罢，秦浩明一甩衣袖，转身头也不回地出了金銮殿。此刻，远在香寒山上的秦凤舞正百无聊赖地躺在竹椅上吃着茶点，悠悠地看着素兰素白二人忙前忙后地收拾东西。凤丫头，这回去就要成亲了，外婆可要想死你了，别忘了我老人家，记得常回来看我。站在秦凤舞面前笑颜如花的女子，就是秦凤舞的外婆凤喜云。哎呦，我的美人外婆，你放心，我儿即使嫁了人，也会常来看你的。我儿陪你的时间可比爹娘都多了。他除了爹娘，最喜欢就是和外婆在一块儿。江湖上肆意潇洒的生活，别提多快活了。现在心里只盼望着战王把自己娶回去当摆设就好。他此刻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家退了婚呢。外婆，我舍不得你，要不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凤丫头是知道外婆的，外婆在那高门府邸可待不住。我呀，就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放心，外婆想你会来看你的。还有，回去跟你娘说，有了相公忘了娘的没良心丫头，也不知道来看看老娘，想我死了才来不成。外婆又在胡说，我娘可想你了，要不然怎么会允许我一年到头都陪着你也不多说呢？我家那个苏姨奶啊，外婆你是知道的，要是娘不在爹身边，说不定回去就给爹塞了几房小妾了。也是，叫她别客气，那老太婆我看着也烦。小姐，都好了，该启程了。好了，知道了。一路颠簸，经了10日，终于是回到了墨都。坐在马车上的秦凤舞一进入墨都就跳下了马车，懒洋洋地伸了一个懒腰，看着街道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我秦凤舞回来了。街上的人们愣了一会儿，哎呦，小魔女回来了，快回家。小霸王回来了。不消一会儿，原本热闹的街道瞬间只剩下了一半。秦凤舞点点头，很满意这现状。若说为什么逃了一半，留下了一半是有原因的。逃走的一半基本上都被秦凤舞欺负过，不对，是教训过。留下来的嘛，是接受秦凤舞帮助的。小姐，想不到过了1年还有人怕你。那是，走，我们一路逛回家。逛着逛着，秦凤舞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怎么今日街上的人看着自己都一副怪怪的模样？有的幸灾乐祸，有的甚为可惜，还有的居然有同情之色。真是奇了怪了。是啊，今天人都怪怪的啊。当下秦凤舞就逮了个路人问话，听着路人的说道。秦凤舞的脸上一会儿释怀，一会儿气愤，到最后咬牙切齿：好你个战王，简直不想活了！本姑娘都没有退婚，你倒先甩脸子了。秦凤舞带着满满怒意，快速回了中永侯府，冲进了秦浩明的书房。正在书房里看书的秦浩明看见自己女儿回来了，立马起身，笑脸盈盈地迎了上去。爹，听说你女儿我被那老实的战王给退了婚了。这下可麻烦了，依着女儿的脾气非闹事不可。前几天才哄下了自己的夫人，这会儿又要哄自己的女儿，也不知道哄不哄得住。虎儿啊，是爹无能，让你受委屈了。没事儿，你放心，爹在朝堂上没给那战王好脸色，爹很硬气的，退了就退了。爹的宝贝女儿，难道还怕嫁不出去吗？虎儿放心，爹一定给你找一个比战王好100倍的男人，让你风光的嫁出去。哦，不是让他做上门女婿，你爹我可舍不得你嫁人啊。爹，退婚倒也没什么，女儿本就不想嫁人，不过那战王居然摆出那3个理由来诋毁我，就火。说的倒是没错，却变成了他变着法退婚的理由，真正是小人一个没气度。我和他梁子结定了，退婚倒也没什么，女儿本就不想嫁人，不过那战王居然摆出那3个理由来诋毁我，就火。说的倒是没错，却变成了他变着法退婚的理由，真正是小人一个没气度。我和他梁子结定了。对，没错，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娘亲，风清兰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美人娘亲，咱们不委屈，那战王我们不稀罕。再说自己也不是委屈，而是气愤，深深地把即墨战天拉入了没品男的境地。我的五儿，没人敢说一个不字。要找战王评理，娘第一个支持你。娘，倒也不是，怎么着我也是受害者，找他要点赔偿也不为过吧。话说分手了还有分手费呢，
这退婚可好比离婚，要你吐点血，总没错吧？赔偿？怎么赔偿啊？就是跟他要银子。要是女儿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这不有银子傍身，日子也好过些吗？就这么简单？秦浩明可不这么认为。秦凤舞的性格，做爹的还是了解。怎么，你还不相信女儿啊？没。小姐，老太太房里的秋菊叫你过去给她请安呢。小姐，老太太房里的秋菊叫你过去给她请安呢。屋外传来素白闷闷不乐的声音，打断了这一家子的其乐融融。老太太就是秦浩明父亲的小妾，老爷子临终之时才抬了继妻。那老太太又想干啥呀？爹，我没在的这段时间，那老太太没少花心思想给你塞小妾吧？看着秦浩明面露难色，秦凤舞就知道自己说对了。舞儿，爹放心，女儿绝不会把那老太太气死的，我才不背上可惜的名呢。爹娘，我去了，你们俩好好的那个啥。说罢，一溜烟就跑了出去，溜得贼快。出了书房的秦凤舞便领着素兰、素白二人去了老太太的慈恩堂。三人在半道上遇上了二房的三位小姐。哟，妹妹回来了。说话的是走在最前头穿紫衣的秦雨晴。秦雨晴，我爹娘就生了我哪来的姐姐啊？你，堂姐也是姐姐啊。我呀是心疼妹妹，这赐了婚又被退了婚的，妹妹可真是可怜劲儿的。堂姐也是姐姐啊。我呀是心疼妹妹，这赐了婚又被退了婚的，妹妹可真是可怜劲儿的。哼，好歹皇上还知道我是忠永侯府嫡女秦凤舞，而堂姐你只怕在皇上面前蹦跶，皇上也不认得你。堂姐，好好歇了你的心思，不要想那些不该想的，想攀龙附凤也要看看自己的身份。一个庶出儿子生出的嫡女，再优秀也抵不过正经嫡出家的女儿，而秦雨晴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身份。堂姐，姐姐她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你抱不平罢了。如说秦雨晴是一只高傲的孔雀，头脑简单好对付，那么这个秦雨燕就是最会伪装的白莲花。你别整天一副我欺负你的样子，看着真叫人恶心。堂姐，你秦凤舞，你不要太嚣张，你好日子过不了几年，风水轮流转，指不定日后谁依仗谁。风水轮流转，哼，可笑！想要袭侯位，白日做梦。即使父亲没有儿子，也轮不到你们头上。我就是嚣张，我墨都小魔女的称号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姐姐是不是想尝尝我手上鞭子的味道？妹妹，我们走。三个人有说有笑的就来了慈恩堂，也不等外头的进去禀报，就直接撩帘子走了进去。哎呦，娘，凤舞来了。秦凤舞，还不跪下！在外面惹了那么多是非，如今还叫战王退了婚，还嫌不够丢人吗？苏姨奶奶，父母亲都不曾说我，你掺和什么劲儿啊？老太太狠狠的一巴掌拍在茶几上，响声倒没多大，自己先痛得嗷嗷直叫。秦凤舞眉眼间笑得更欢了。娘，冷静冷静，别被气着，小心伤了身子。一旁柳香河见状，忙上前给老太太顺气。秦凤舞，你太不像话了！老夫人是你奶奶，还不赶紧给你奶奶跪下道歉？二婶，叫你是客气，这里是侯府，当家的是我爹，主母是我娘。苏姨奶奶只生了我二叔，可没生我爹，这家还没人能叫我跪的。我现在还能和气的唤你们一声，那是我有教养。秦凤舞的话可是摆明了，你们这一家子是寄人篱下，最好安安分分的待着，别想着越剧。贱丫头，你爷爷临终之时抬了我做继妻的，我就是你奶奶。贱丫头，你爷爷临终之时抬了我做继妻的，我就是你奶奶。如此对我不敬，来人，还不动用家法？一会儿就有几个老婆子上来，就要抓秦凤舞。秦凤舞怎么可能给他们近身的机会？一脚一个，直接踹倒在地上，直接晕了过去。好了，老太太，别折腾了，你不累我还累呢，每次都用这招不嫌烦啊？哪次你嫁得过我？省省力气吧啊！你忘了人家退婚时说的那3点理由了，有一条可是目无尊长啊！如今被退了婚，还不收敛着点儿，小心这辈子都嫁不出去，老了剃了头发到庙里当姑子。他说的没错啊，而且你又不是正儿八经的长辈。还有，嫁不出去不是更好？我要嫁出去了，可就没人来挤兑你了，那不无聊啊？苏姨奶奶，您老放心，您没死前呢，我呀还就不嫁了，天天跟您逗乐子。
要是再让我听见有人拿退婚的事说事，下场就是这桌子。说罢，手一挥鞭子，直接抽在老太太身侧的茶几，茶几瞬间变成两半。老太太睁大着眼睛，本就被气到了，现在经这么一下，直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秦凤舞一路驾车驰骋来到离皇宫最近的战王府，帅气跳下马背，一个箭步打伤了守门的侍卫，一脚踹了战王府的大门，直冲入战王府，破开嗓门大喊道：你个杀千刀的鸡魔战天，给本姑娘出来！不给个说法，看本姑娘揭了战王府的瓦！侍卫蜂拥而至，围堵秦凤舞。秦凤舞手持的长鞭一鞭子撂倒一个，不消一会儿，战王府前厅的院子里躺满了被抽晕的侍卫。待秦凤舞撩完了这帮人，转头就迎上了即墨战天渗人的双眸。秦凤舞丝毫不畏惧，与即墨战天对视，越仔细看就觉得面前的人越眼熟，但是他的眼神瞄到即墨战天身旁的蓝燕衣时，心中顿时了然了。那个人不就是苦苦哀求自己救他家王爷的小将军吗？那么这个人就是当日救下的王爷了。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秦小姐，本王已经退婚，此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变，秦小姐就不要再强人所难。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秦小姐，本王已经退婚，此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变，秦小姐就不要再强人所难。呸！你丫的自恋狂！你当天下所有的女子都要嫁给你啊？本姑娘还偏不稀罕你。战王，你觉得你这么退婚实在是非君子所为吗？诋毁一个弱女子的名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一声弱女子把蓝燕衣差点憋成内伤。秦小姐，本王没觉得自己做的不妥，秦小姐这么直爽的人，难不成还不敢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怎么不敢？战王这是不敢承认自己是小人了。我且问你3个问题，你可答否？愿闻其详。其一，战王你就那么自信我非你不嫁？其二，不管我本性如何，拿出那3点就非君子所为。其三，你试都没有试过，怎知我不愿意退婚？你就从来没有想过退婚会给一个女子造成怎样的伤害？你从来自私自利，专制武断，我行我素。我告诉你，我秦凤舞就不屑嫁你战王，从来没有。好，就当本王错了。我告诉你，我秦凤舞就不屑嫁你战王，从来没有。好，就当本王错了。什么就当？明明就是你的错。你什么？战王敢做敢当才是真男人。你想如何？不要得寸进尺，忍你是本王有气度，不要引火上身。不想如何？赔偿总是要点的。说多少？秦凤舞缓缓地伸出手，一个手指头。燕衣，去拿1万两银票给秦小姐。不是1万，是10万。什么10万？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黄金？什么黄金？你咋不去抢啊？燕衣，和本王一起将秦小姐送出去。话音刚落，秦凤舞就被即墨战天如同拎小鸡一般，瞬间就被丢到了大街上。好你个战王，本姑奶奶饶不了你！气得一鞭子挥在大门的石狮子上，石狮子的脑袋立刻就掉了下来。秦小姐打坏石狮一座，价值5万两黄金，赔偿从10万两黄金中扣除，剩下5万两黄金，本王5日后奉上。你好样的！秦凤舞的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弧度，双眼皎洁地盯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一脸坏的痞痞的样子。牵过刚才留在大门口的烈云居，一个爽利的上马去了西凤楼。斗败而归的秦凤舞第一次沮丧的如同一只斗败的小兽。不行，不能那么便宜了他。这梁子我决定了，先去七凤楼叫以红打听打听那战王的底。爷，我看那丫头绝对不会罢休的，要不要再给她点教训？不用，让她闹，不觉得让一个平时嚣张惯了的人吃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爷，什么时候有这种恶趣味了？燕衣，你弄脏了本王的衣袍，你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去换洗坊帮本王洗1个月的衣服。见着蓝燕衣一动不动要死不活的样子，即墨战天冷喝一声，还不快去！是。蓝燕衣只能哭丧着脸跑去换洗坊。暗夜盯着他，免得他偷懒。是。刚才跑出去没几步的蓝燕衣听到这话，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没摔着。收拾了蓝燕衣，即墨战天觉得心情好了不少，突然觉得身上酥酥麻麻的，不由自主地扭了一下脖子，接着整个人都难受了。即墨战天整个俊脸都黑成了一片。
该死的，这丫头什么时候下的毒？秦凤舞的专用包厢被人给用了。其实这西凤楼的主人就是秦凤舞，表面上是一家比较独特的酒楼，而实际上是秦凤舞专门收集情报的一个据点。以红不在，今天代管酒楼的是侄子，他不知道3楼的倚凤阁是不向外开设的。秦凤舞一脚踹开了倚凤阁的门，砰！喂，你难道不知道这个雅间是专门为我开设的吗？这么多雅间不去，你偏偏来这间，你真是钱多的没地方花呀！还真是叫姑娘说对了，顾某确实钱多。那是我们少主其他都不说，就是钱多，遍地的钱。姑娘失礼了，敢问姑娘芳名？我们家小姐是中永侯府嫡女秦凤舞。幸会幸会，不知是秦姑娘，在下失礼了。态度不错。不过我不管你是谁，这是本姑娘的地盘，还请你一驾。秦小姐，在下顾少卿，相见即是有缘，何不一起坐下用膳？再者，在下付了银两，没有理由让我走啊。什么？顾少卿？如果说他真的是顾少卿，那么银子自然是少不了的。顾少卿，顾家宝少主，顾家世代经商，钱财多的更加无法计量，各国都有所忌惮。但是他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顾少卿，顾家宝少主，顾家世代经商，钱财多的更加无法计量，各国都有所忌惮。但是他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双腿不能站立。对面的顾少卿，在秦凤舞的眼里，那就是一座金佛啊。顾少卿，秦小姐，但说无妨。你想不想站起来？什么？站起来？主仆两人期盼地看着面前的秦凤舞。可以，你相信吗？子乌激动地跪在秦凤舞的面前。求秦小姐，一定要为我家少主之腿啊！子乌做牛做马，也报答你。你给我起来！你个大男人丢不丢人啊？子乌，起来。子乌方才颤颤巍巍地起身，惊恐地看着秦凤舞。秦小姐，在下相信，请秦小姐为我医治。不难治，只是要吃些苦头。还请秦小姐出手相助，在下感激不尽。不用那么客气，叫我凤舞就成。秦小姐的，听着别扭。是秦凤舞，没问题。只是这药费嘛。凤舞，尽管说，药费不成问题。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我嘛，要10万两银子和蛟龙神鞭。秦凤舞打开拜帖看了一眼，原来3日之后是五公主的寿辰，在公主府内设了寿宴。这么无聊的宴会，我去。秦凤舞思索了一会儿，朝素兰说道：素兰，你马上跑一趟七凤楼，叫以红去探查一下那个战王有没有收到五公主的帖子，并且打探一下他去不去。小姐，打听战王去不去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小姐还能做什么？当然是想着算计人啊。小姐，我这就去。没错，素兰就是聪明。小姐，我想什么你都知道，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这下一边的素白可不干了。小姐，你和素兰什么意思吗？是我很笨吗？你呀，不是笨，是脑子不会拐弯。你们就知道欺负我，哼！躺在床上闭目的秦凤舞忽然闻到空气中有一股陌生的味道，恬静的小脸上浮出了了然的表情。夜深人静，府上的人都已经安睡，此刻中永侯府安静的有些诡异。秦凤舞的房间响起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秦凤舞羞得猛地睁开眼睛，在黑暗里静静的观察，掀开被子，轻踮脚尖，灵动的飞梭于房间内。不一会儿，秦凤舞便轻轻地落在了桌上，清澈的双眸一瞬不瞬地盯着窗户，手中突然多出3根银针，咻的一声透过窗户射向了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只闻得闷哼一声。告诉你家王爷，这些个毒物正好抵我那被扣下的5万两黄金，告诉他是毒他玩不过我，姑奶奶我是毒祖宗。男子的手臂上刺着3根银针，脸上已成紫黑色，一瞧便是中毒，不多做逗留，直接消失在黑暗中。小姐，素白推门进来，秦凤舞满意的看着小瓦罐里的东西，里面全是毒蝎子、毒蛤蟆、毒蜘蛛之类。也真是难为了战王，这深更半夜的还差遣手下给我送东西。说好了，过几日小姐我拿这些制毒。素白笑盈盈的收起了瓦罐，这些可是小姐的宝贝。素白，我睡了，早点休息吧。即墨战天阴沉着脸看着下手的中毒的男子。燕一，一会儿找人给星辰解毒。爷，属下无能，自愿领罚。下去歇着。是本王低估了那丫头，白日就应该想到那丫头能够悄无声息的下毒，就不是那么简单能对付呢。那白日里的瘙痒害得自己泡了3个时辰的冷水，想他战王何时受过这样的气，于是便吩咐了星辰抓些毒物去吓秦凤舞，不成想倒成了秦凤舞的囊中之物。爷，
还要去对付他们，属下一定竭尽全力。算了，如此看来，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日后找机会，本王亲自收拾他。爷，您白日为什么要答应给那秦凤舞5万两黄金？那么嚣张，就该给他教训。这次是本王先考虑，全当给钟永豪派不是了。至于那丫头骨子里使坏，我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爷，那白衣女子下落打探的如何了？爷，属下无能，那女子就好像是消失了一般，查不到，属下该死。听闻这话，即墨战天心中的期待又失落了一分。起身走出了房门，即墨战天抬手看着天上皎洁的明月，那一轮圆月在他眼中仿佛映射出了当日救自己的女子的模样，只不过一瞬间又变成了那一身红衣无比张扬的秦凤舞。该死的！因着秦凤舞这一闹，即墨战天一夜无眠。小姐，二房家的五小姐过来找你，有事。秦凤舞绕过秦洛蝶，坐在了软榻上。堂姐，有什么尽管说，别支支吾吾的。那五公主的宴会，可否带上我和姐姐们？他们的消息可真是够灵通的。昨天母亲拿到了拜帖，可是跟谁都没有提起过，连爹都不知道。看样子，这侯府有不少人被收买了。怎么，妹妹很想去吗？不是，没有。堂姐如果不愿意是常情，怕什么？我又不能吃了你。行吧，带上也不是不行，不过一次带3个好像不太好。你们我只能带2个，你回去说说，看谁跟着我去吧。没关系，堂姐带姐姐们去就好。我本来就是庶女，去不得这大场面。那就没什么事，你回去吧。小姐，以你的性子，直接拒绝了就是，何必要带上他们？再者，带3个带2个不是一样吗？以你的性子，也没人敢说什么呀。秦洛蝶不像表面那么安分，我这只是探探他的底。以你的性子，直接拒绝了就是，何必要带上他们？再者，带3个带2个不是一样吗？以你的性子，也没人敢说什么呀。秦洛蝶不像表面那么安分，我这只是探探他的底，看他是不是个安分的主。小姐是瞧出了些什么，才会做这决定吧？刚我进来看见他眼睛里有妒意，就想试他一试。对了，以后那边来消息了吗？倒是探到了战王会去五公主的寿宴，但是至于战王退婚的原因，却一时探查不到。这事儿也急不得，你一会儿出去，将竹叶叫过来盯着秦洛蝶。七凤楼那边暂时叫了下臣上来帮衬追风。是。素白，你去把梧桐院的下人全部给我集齐到院子里。小姐，有什么事吗？我不在这1年，估计有不少人被收买，先收拾了自个儿院子里的，其余的下人就交给母亲，一会儿过去知会一声。听着要揪叛徒，素白的心思一下子活泛了，忙不迭地跑去叫人，收拾人什么的最爽了。一群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低着头不发声。站在台阶上的秦凤舞手中拿着长鞭来回走动。堂姐，若是妹妹真心悔过，你会不会护我？我知道你会的，因为你从未想要害我。如果能重来一次，我秦洛蝶再也不要争，不要抢。手重重地落在地上，靠着床沿没了声息。次日一早，韩王府便派人送来了秦洛蝶没了的消息。何姨娘在听到消息之后就哭成了泪人，踌躇之下就晕了过去。而即墨昊天却在私下跟秦浩宇这般说道：本王昨日来请西安郡主为洛蝶诊治，他却是不肯，还说洛蝶害他在先。若是他出手，洛蝶他必然有救啊！秦浩宇满腔的怒火全部都撒到了秦凤舞的头上。若不是他见死不救，自己怎么会与荣华富贵的日子擦肩而过呢？岳父，切爱呀！这一声岳父彻底将秦浩宇拉到了自己的这一方。王爷，有需要下官的，我定当效犬马之劳。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失了一个无用之人，又俘获一个。秦洛蝶死得不亏。秦凤舞手中拿着长鞭来回走动。小姐，人都齐了，老婆子1个，2等丫鬟2个，3等丫鬟2个，小厮3人。秦凤舞走下台阶，一个个从他们身边经过。经过一个叫小敏的丫鬟身边时，秦凤舞明显的察觉到了她用的胭脂与其他丫鬟用的不同，还有那头上戴着的发钗也很精致，一般丫鬟根本用不起。不会的，不会的，小姐一定不会发现的。小敏这样想着。素兰，
去找鸭婆子来，将小敏打发卖了。不要，小姐！素兰，还不快去！是，小姐，小敏是做了什么？你要将我打发了？你想死得更明白些吗？你身上的胭脂香味儿是玉兰庄特制的梅花凝脂膏，这种胭脂一盒价值50两，你一个2等丫鬟，月钱走不过5两银子，怎么可能买得起？还有你头上的银钗，虽然看上不值什么钱，但是细看就会发现它极为精致，做工打磨属上乘。最重要的是，钗尾处刻一个灵字，这可是银鳞坊的特有标志。在去五公主府的前一天晚上，竹月来回禀了监视秦洛蝶的消息。果然，秦洛蝶为了去宴会，还是忍不住出手了。下完了巴豆粉的秦洛蝶也是有些后怕，急急忙忙的去了何姨娘的院子。蝶儿，怎么了？姨娘，我在大姐姐的燕窝里下了巴豆粉。什么？你这是找死吗？向来软弱的何姨娘被自己的女儿吓得不轻，不可思议的看着平常受欺负也不会还手的女儿。姨娘，难道你想一辈子这样活在别人的阴影下吗？你肯，女儿不肯。女儿要想尽办法出人头地。女儿是女儿神，成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女儿知道，只要自己嫁得好就能翻身。明日是五公主的寿宴，那秦凤舞只能带我和姐姐们3人中的2个，我一个庶出，想想都知道没有这个机会。可是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甘心，怎么能错过？我只是下了点巴豆粉，拉几次就没事，要不了大姐姐的命。也许就是这一次，你女儿我就能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哪怕是成为哪位王爷世子的小妾，也比在这侯府受人欺凌的好。看着女儿如此坚定的眼神，何姨娘心下有些害怕自己的女儿走上歧途。何姨娘知道自己多说无益，只能暗暗的祈祷。第2日，秦雨燕和秦洛蝶早就已经在等候了。小姐，那3小姐果然是不安分的，今日里把平日里最好的穿戴都打扮上了。是啊，是个心大的，不过这样也好啊，二房自个儿起内讧，我就省事儿了，要不然该多累啊。那是了，小姐最不爱这些勾心斗角了。银鳞坊最下乘一件首饰都要100两，你说你买得起吗？谁给你的这些你自己心里清楚。听完这些，小敏已经瘫软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秦凤舞冷冷掠过一众丫鬟的身边。素白，你说说，你昨天看见了什么？昨天小姐你去玉堂时，小敏曾到过房间里翻读过文案上的拜帖。接下来的事不用我多说了吧，小敏。小姐，饶了我不敢了。别磕了，磕死叫我为难。你也不用说是谁收买了你，我都知道。我这梧桐院是留不得的，这侯府也留不得你。下去吧。打发了小敏，秦凤舞对着留下的一众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的丫鬟们说道：小姐，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你们跟了我几年了，都是知道我性子的。我要的是绝对的忠诚，你们可明白？明白。还有，今日的事不准对梧桐院外头的人说，要是被我知道了，后果你们自己掂量。还有，有人问起小敏，只说是老家有事，回老家去了。是，奴婢明白。五公主极目诺言，下嫁不过2年，驸马便染恶疾去了，只给五公主留下一个小郡主。方满庭里已经来了不少贵女，秦凤舞轻轻地瞟了一眼，大抵上都是不喜欢自己的，也懒得和他们客套，正欲远远的躲到一边躲清静，迎面便碰上了那第一美人安婉婷。秦小姐，听说前些日子你被战王扔出了战王府，没伤着吧？是扔了，没办法，我把他战王府的瓦都给掀了。秦小姐也真是爽快，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出门了呢。发生这种事，如果是我，只怕没脸出门了。没什么丢不丢人，我从小闯祸闯到大的，没什么呀。难道你不知道我脸皮比城墙还厚吗？说完，直接撂下了脸色，便出了方满庭。秦凤舞一个人来到了荷花池边上的八宝亭，要不是为了那个劳什子善王，他还真不愿意来。美眸一闭，闭目养神起来。荷花池的对面，秦凤舞这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正好落入了站在池边的寂寞战天眼中。想不到这个粗鲁的丫头也有这一副恬静的样子。战王是在看秦小姐吗？转头只瞧见顾少卿坐在轮椅上。战王，你退了秦小姐的亲，不会觉得可惜吗？寂寞战天疑惑地看着顾少卿，如果自己没有感觉错的话，面前这个男人是看上了秦凤舞。不会啊，是凤舞啊！没有想到凤舞也来了，我得去找她。说话的是武昌侯府的小侯爷赵廷。战王，原来你也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没想到自己退了婚的那个野丫头，居然也有那么多人喜欢啊！小侯爷，怎么你好像很喜欢本王的前未婚妻啊？你丫都退了人家的婚，还把人家扔在大街，现在摆出一副我抢你女人的样子，算怎么回事啊？
是了，我就是喜欢了，改明儿啊，我就上门提亲去。哼，我现在就去找他去。你要是不想让秦凤舞再说到，就别过去。你把话说清楚了，这里是女兵区。嗨，自己怎么这么笨呀？要是自己公然跑到女兵区去找秦凤舞，只怕他又要被人说到了。姐姐，姐姐！秦凤舞被一道软糯糯的童声唤醒，悠悠地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约莫5、6岁的小女孩，小脸儿白白嫩嫩，说不出的可爱。小丫头真漂亮，你是谁啊？姐姐不认识嫣儿了吗？嫣儿好伤心啊。嫣儿？难道是五公主的女儿司马嫣吗？嫣儿不哭，姐姐当然认识你了。你是小郡主吗？真的吗？真的。我就知道姐姐气的嫣儿。司马嫣喜欢捉迷藏，秦凤舞自然乐意了。姐姐，眼睛闭好了，我要藏起来了。闭着眼睛的秦凤舞也感觉到了司马嫣的声音渐行渐远。突然耳边传来一声扑通入水的声音，秦凤舞猛地睁开眼睛，飞快地跑到荷花池边上，四下寻找，终于在假山边上的那方池水里发现了司马嫣的身影。只瞧着那里浮着一个小小的粉红色身影，还在那里扑腾着，上上下下的浮动着。当下什么也顾不得，跳下了荷花池，朝司马嫣游去。来人呐！小郡主落水的声音！当秦凤舞将司马嫣小小的身子拖放到岸边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围住了。秦凤舞将司马嫣小小的身子拖放到岸边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围住了。秦凤舞一半的身子在水里，如果自己就这么冲出了水面，到时候定会惹人非议。那个前未婚夫就做回好人，帮我一把。当下一飞身，快步移至到他身边，一个手快扯下他的腰带，就扒下了他的衣服，披在了自己身上。秦凤舞，你们给我让开！是想闷死小郡主吗？说完就蹲下身子，将司马嫣平放在地上，双手叠加用力的按司马嫣的肚子，直到她吐出一口水，才微微放松了心神。秦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身上的衣服是……安婉婷很想就此嘲笑一番秦凤舞，但是待她看清楚她身边的衣物，又看见了只穿细衣的即墨战天时，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嫣儿，我的嫣儿，是谁喊你掉到湖里的？这个人就是司马嫣的母亲，五公主即墨诺言。多谢小姐救了我家嫣儿，敢问小姐是哪家千金？公主殿下，你怎么还对着她这般客气？就是因为秦凤舞，小郡主才会失足掉进水里的。眼下小郡主未醒，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不过小郡主漏水，她秦凤舞定然是有着推脱不了的责任。我刚才可瞧见，当时只有秦凤舞和小郡主两人在一起。出生的是一个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女子。叶禅，你这是几个意思呀？叶禅，你这是几个意思呀？你是不是想要说是凤舞推的呀？凤舞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呢。秦凤舞看向叶禅的眼神明显带着寒意。你丫的，他不喜欢你，关我什么事？给我一边去！再胡说，小心撕了你的嘴。就算我和小郡主一起了，你有哪只眼睛看到我推她了？这里是公主府，五公主都没有发话，你插什么嘴啊？叶禅被喊的顿时哑口无言。凤舞，我相信不是你，别怕，我保护你。用不着，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别给我惹麻烦。原来是中永侯府的秦小姐，多谢你救了小郡主。就在这个时候，司马嫣咳了2声，已经悠悠转醒。嫣儿是怎么回事？怎么掉水里了？娘亲，对不起，叫你担心了。夹着那边滑，嫣儿不小心的，嫣儿好怕。哭了一会儿的司马嫣软软的出声：娘亲，我找到救我的姐姐了。娘亲也看见了，而且她今天又救了你哦。都看着我干嘛？公主殿下，小郡主，别耽搁了，赶紧去换衣服吧。秦凤舞身上实在冷得不行了，开口说道：好，秦小姐随我来。秦凤舞跟着五公主去了专门为客人准备的客房，一路上才想起来，原来自己真的救过五公主。秦小姐，你今日要是还不来参加我的寿宴，只怕这辈子我们都很难相见。秦凤舞尴尬地笑了笑，我能说其实我不想来吗？我还不是因为家里头那2个不是妹妹的妹妹和你七皇帝即墨战天吗？五公主看着面前娉婷袅袅俏丽动人的秦凤舞，心里头直为自己的七皇帝可惜。姐姐真好看，小燕儿比姐姐漂亮。别别扭扭的出了房门，迎头碰上了一脸阴沉冷得渗人的即墨战天。只见他此时已经换上了另一件蟒袍。秦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给本王解释一番？从被扒了衣服到现在，这个罪魁祸首一点犯罪意识都没有，怎么不叫他生气？先是狮子大开口，后是下毒，今日又扒了本王的衣服，真是好样儿的呀！战王，你不是那么小气，连一件衣服都要计较吧？我可是为你毁了名声的。
要不是那么多人，偏偏就你和我有点仇，你以为我想扒你的衣服啊？倒贴我都不要。秦凤舞，你的名声本王没毁，只怕也好不到哪里吧？我的名声如何是我的事儿，由不得你来诋毁。我真是活该救了你，就应该让你死在那半道上，也省得现在我这么多事。你死了，本姑娘顶多点上个克夫的名头；救了你，反倒给自己惹了一身骚。不给你教训，我还真不叫秦凤舞。我真是活该救了你，就应该让你死在那半道上，也省得现在我这么多事。你死了，本姑娘顶多点上个克夫的名头；救了你，反倒给自己惹了一身骚。不给你教训，我还真不叫秦凤舞。而即墨战天哪里想得到，秦凤舞这般仇视自己的原因，不仅仅是自己退了婚的关系，两人各有各的想法，当下就动起手来。秦凤舞惯使长鞭，而今天出门没有带，没有顺手的武器在手，很快就落了下风。就在即墨战天迎面就要打上秦凤舞肩头的时候，一个石头打在了他手臂上，秦凤舞由此躲开了即墨战天这一掌。转头看去，原来是顾少卿救了自己。少卿你也在这儿啊？顾家果然到哪儿都受到皇家的优待啊。凤舞，说笑了，今日承蒙五公主相邀罢了。战王此举好像有失君子风范吧？哼，顾少主和秦小姐似乎关系不错呢。不过本王和秦小姐的事儿，好像还由不得顾少主来插手吧？刚才可是秦小姐先动的手，说简单点儿，本王只是自保罢了。战王你放心，你的衣服改日奉还，定当洗得干干净净。少卿我们走，战王他可是战神，哪里是我等小民惹得起的？闹腾了一会儿，也差不多到了开宴的时候。一身罗裙的秦凤舞纷纷引来众人的侧目。当看到一起进来的顾少卿，一道道嫉妒的目光射向了秦凤舞。少卿，你我有缘，难得来墨都，改日请你去游湖。嫉妒姐，姐叫你们嫉妒个够。承蒙凤舞相邀，在下定当赴约。那好，说定了。说完，秦凤舞特别高傲的一路走向自己的位置。在座的都是同龄人，也没有什么长辈，不必拘礼。酒过三巡，便有小姐奉上贺礼。秦凤舞顿时窘迫，她根本就没有想起过制茶，心里暗暗祈祷不要有人想起来才好，就这么接过吧。可是天不随人愿，秦小姐，你的贺礼呢？即墨战天突然出声道：公主殿下，凤舞未曾参加过寿宴，今日也是第一次，却是忘记了准备贺礼，是凤舞的疏忽。凤舞表演一个节目为公主助兴，全当贺礼，不知可否？秦凤舞不是扭捏作态的人，忘记了就是忘记了。秦小姐甚好，凤舞表演一个节目为公主助兴，全当贺礼，不知可否？秦凤舞不是扭捏作态的人，忘记了就是忘记了。秦小姐甚好。秦凤舞轻咳了2声，缓缓出声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亲朋好友祝你生日快乐，朋友来庆贺，围住来歌唱，齐声祝你快乐，公主生日快乐，朋友来庆贺，围住来歌唱，齐声祝你快乐，公主生日快乐。衷心祝寿星永远幸福快乐。一曲唱毕，在座的人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所见到的人。这是什么歌曲？闻所未闻，真是太好了，这是本宫收到的最好的贺礼。姐姐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听。秦凤舞踏出了公主府，只觉得全身都放松了，正要上马车。秦小姐啊，请留步。回头却瞧见即墨昊天笑着朝自己走来。韩王，有事？秦小姐啊，本王只是想跟秦小姐认识认识罢了。本王很喜欢秦小姐这性子，想和秦小姐交个朋友。不必了，韩王，我一介平民，高攀不上你们皇室。再者，我先前被战王退了婚，对于你们皇室中人没有什么好印象，实在不愿有过多交往。告辞。即墨昊天堂堂一个王爷，何时吃过这种瘪？当下脸就黑了几分。王爷，堂姐性子鲁莽，还请你多多见谅才是。后头才出来的秦洛蝶看见即墨昊天吃了瘪，连忙上前说道：即墨昊天风流成性，怎么会看不出秦洛蝶此时是什么意思呢？还是做妹妹的懂事啊。小姐是府上哪位啊？回禀王爷，民女只是中永侯府2房的一个庶女，承蒙王爷能与我一言，已感激不尽。原来是浩林院侍郎的千金啊！你是秦小姐的好姐妹，
还望小姐你劝劝你姐姐，不要将皇室的全想得那么不堪。皇室中也有好人的，还望小姐你劝劝你姐姐，不要将皇室的全想得那么不堪。皇室中也有好人的。是的，王爷。即墨昊天点点头，转身离去。妹妹真是好手段，这么快就勾搭上了韩王。秦洛蝶被这突然的出声吓了一跳，连忙转身说道：没有三姐，我只是为堂姐说几句话而已。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今日的表现算是看透你了，回府再好好收拾你。2日后，即墨战天果然依言奉上了5万两黄金，送来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蓝燕衣。上座的秦凤舞冷冷地看着蓝燕衣，还要他把箱子打开，一箱一箱的清点。蓝燕衣哭丧着脸，一锭金子一锭金子的拿出来数过，心里就直喊苦。小姑奶奶，不是我退你的婚呀，是我家爷，你要整我家爷，你别整我呀。而秦凤舞想的则是，就是要整死你。要不是你，我会救那战王吗？经过了这半天的捣鼓，终于是清点完了。秦小姐，5万两黄金尽数在此，我们现在就走。战天，你这是劫狱，做不得的。那你要本王怎么做呀？战天，我信你，你一定会找到证据证明我爹是冤枉的。我信你，难道你不信你自个儿吗？即墨战天艰难的点点头。这就行了，你赶紧去找证据证明我爹的清白。要知道，即墨昊天他算不得聪明，总会有些漏洞的。秦凤舞宽慰道。其实他连自己都不敢确定即墨昊天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他唯一恨的就是自己怎么不继续多留一颗心眼呢？好，木儿，你等着本王。秦凤舞抿嘴一笑，点点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视线越发的模糊。木儿啊，都是爹不好，是爹太心软了。不关爹的事，都是二房一家贪得无厌惹的祸。大哥，你也别怪弟弟无情，谁叫你当初不救民政，不救民身的？还有弟弟的女儿，全是被秦凤舞给害的，你让弟弟怎能不气？小姐，5万两黄金尽数在此。秦凤舞眯着眼睛，轻轻的点头，嗯了一声，唤过素白，在他耳边交代了什么。素白领命去了梧桐院，不一会儿便拿着一个蓝色锦布包裹好的衣物出来，交到了蓝燕衣的手上。给，拿去交给你家王爷。这是什么？问那么多做什么？要你给就给啊。蓝燕衣看着凶巴巴的素白，小声的嘀咕道：真是有什么样子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丫头。什么？没。拿着包袱回去复命去了。当即墨战天看见那个蓝色包袱时，有种杀人的冲动。拿下去扔了。是，爷。蓝燕衣领了命，就要拿下去丢掉。突然，即墨战天喊住了他，说道：把这衣服先挂起来。爷，怎么？本王要拿它提醒自己，那丫头是怎么无视本王权威的。蓝燕衣汗颜，总觉得从某种方面来看，秦凤舞和即墨战天有那么点相似，谁也不肯先服软，谁也不肯先服输。小姐，二房的大少爷、二小姐、三小姐过来拜访了。这3个月来做什么？小姐，他们定是来要钱的。素兰一语道破，秦凤舞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素兰。让他们进来吧。刚刚吩咐下去，人就进来了。景敏正一脸怒气，进来就朝着秦凤舞发了好一通脾气。秦凤舞，你什么意思呀？这整个中永侯府上下所有的下人都有银两打赏，怎么就没有我们几个的？就是秦凤舞，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几个哥哥姐姐没有，反倒是下人们有。秦雨晴也出声说道。秦凤舞心中暗笑，这兄妹几个都是傻瓜吗？凭什么我的银两要分给你们？你们跟我有几毛钱关系啊？秦敏正，不是我要说你，人不要脸，树还要皮呢。这是我被退了婚上门闹了才得来的银子，凭什么要给你们啊？我爱赏谁就赏谁，你管得着吗？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你这样不是打我们的脸子吗？这叫外人听了说我们内宅不和。相比之下，这个秦雨燕还是个有脑子的。你笑什么？现在说是一家人了，当初我被退婚时，是谁冷嘲热讽的来挤兑我？现在还有脸说是一家人了？我们何时是一家人了？你们二房吃着我侯府的，住着我侯府的，如今还在我面前甩脸子，你们又是什么东西？真叫我恶心！在外头编排我的时候不说一家人，常常来招惹我的时候不说一家人，这会儿子有了银子，倒是说一家人了。你们想的倒是挺美的。
秦敏正，你一个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在我这丢人就算了，别跑出去丢人现眼。秦雨晴，你个没脑子的，别被别人怂恿了2句就来找我的茬。你不知道你的好妹妹秦雨燕的心思可跟你一样呢。几个人知道在秦凤舞这儿讨不到，心里想着去让自个儿爹给大伯说去。秦凤舞，你不要太嚣张，等我。秦敏正特别想说，等我袭了红位有你好看。哎呦，等你什么？见着没有讨到好处，还被训了一顿，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甩袖子愤然离去。因着被二房那3兄妹闹腾了一会儿，秦凤舞心情不好，用了晚膳，便在院子挥鞭练舞，神情认真的小脸别有一番风情，红衣摇曳，青丝飞扬，犹如精灵一般跳跃灵动。而神情专注的秦凤舞完完全全没有注意到院子一角的角落里，一个槐树上，一双深邃而又明亮的双眸紧紧地盯着秦凤舞。这个人赫然就是即墨战天。他本来想过来给秦凤舞好好一个教训，让他知道得罪他的下场，却不料自己被他练武时的模样给吸引住了。回到战王府的即墨战天被蓝燕一问及去了哪里，他的回答令蓝燕一疑惑不解。这个反常的行为不得不让蓝燕一怀疑自己的主子是不是对秦凤舞有别的心思。不过他不敢说罢了，如果说了，他可以想象自己的下场有多惨。2日之后，4个人围坐在矮茶几上喝着茶，欣赏着湖边的风景。坐在靠里边的秦凤舞，从抿紧的唇可以看出他有一丝不悦。2日之后，4个人围坐在矮茶几上喝着茶，欣赏着湖边的风景。坐在靠里边的秦凤舞，从抿紧的唇可以看出他有一丝不悦。船上的气氛实在是尴尬，而安婉婷眸光看向秦凤舞，尽显得意之色。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翠竹，将我早前准备好的点心拿出来。顾少主，尝尝这个糯米糍，这可是七凤楼特有的糕点，每日只卖20分。今日一早特意命人排了队去买的，软软糯糯的，很是香甜。确实不错。秦小姐，不尝尝吗？吃腻了。也是，秦小姐是那里的常客，就是不知道秦小姐每每这么花销，中永侯府可承受得起？不劳安小姐费心，总之没花你的。出来游玩，尽兴就好。安婉婷正欲在说什么，外头飘来一道冷冷的声音：“顾少主好雅兴啊！”就在离他们不远处的船上，船上站着一个俊美无私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即墨战天。飘来一道冷冷的声音：“顾少主好雅兴啊！”就在离他们不远处的船上，船上站着一个俊美无私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即墨战天。站在身侧的蓝燕一看着即墨战天冷若冰霜的脸，就深深的鄙视：“你个腹黑货，明明就是故意的，搞得跟偶遇似的。”战王，今日竟有这般雅兴出来赏玩，如今没有战事，本王出来放松一下。太久没有出来走动，都快要不记得这墨都是什么样子了。一直躺在蒲团上的秦凤舞听着即墨战天的话，胃都直抽抽。原来如此，那么顾某就不打扰战王雅兴。等等，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不邀请本王一起吗？即墨战天被顾少卿的一句话给弄愣了，怎么不是按着计划走啊？顾少主，不如邀战王一起啊，人多也热闹。安婉婷见自己再不出声，即墨战天可能就真的走了。就这样，在安婉婷的帮助下，即墨战天进入了船舱。少卿，我们回去吧，我饿了。也好，本王也腹中空空，不如一起。既然如此，不如一起去七凤楼用膳吧。秦小姐是那里的常客，既然今天秦小姐做东，不如我们去那里，如何？如此再好不过了。太饿了，七凤楼太远了，就点吧。少卿，如何？还不错，环境清幽，景色宜人。虽然是少了点儿，但很风情惬意啊。秦凤舞觉得这货就是上天派来压制自己的。战王，我们也进去吧。滚！犹如雷霆贯耳一般冲击着安婉婷的神经，委屈地看着冷漠的即墨战天，愤然离去。战王，没有想到你堂堂一个王爷，倒也不介意来这小酒馆用饭啊，真是刮目相看啊。秦凤舞将自己面前的一碟豆芽菜推到即墨战天的面前，还特别客气地说道：“战王多吃点，不用客气。就是这小酒馆也没有什么好的菜式，只能委屈你了。”而蓝燕一看着秦凤舞，是额头直冒冷汗。姑奶奶，
你这是在找死吗？我们爷从来都不吃豆芽菜这种东西的。本以为会暴怒的即墨战天，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错呀，这让本王想起了在战场上的日子，真是艰苦多了。本王想起了在战场上的日子，真是艰苦多了。你这是在炫耀你的丰功伟绩吗？可恶！父母，快吃菜，这个鸡腿好香啊！臭蹄，你想死吗？这么多，你当我是猪啊？不是，父母，你太瘦了，得多吃点。父母，你确实得多吃点。我知道你身体很好，但是太瘦让人觉得柔弱。女孩子胖点也好看，不用太在意外表。顾少卿轻声说道。是吗？说得对。这丫头不会是喜欢上顾少卿了吧？哼，到时候可不要太伤心，顾家是绝对不会允许你进门的。一顿饭用得极不畅快，在两个人的明迭暗悔之下草草结束。出了酒家，一行人就在路上闲逛。爷，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没有等来回应，倒是等到了即墨战天一记冰寒的目光，吓得蓝燕一不敢再多说半句。前方突然传来秦凤舞的尖叫，看到原来是路上一个小男孩撞到了秦凤舞的腰际。凤舞，你没事吧？凤舞，你没事吧？是红衣姐姐。姐姐，我是小天。姐姐，求求你救救我娘！你娘怎么了？马上带我去。在去的路上，经这小天的描述，秦凤舞得知自己不在的这一年，那个姓李的土霸王又出来惹是生非了。这次是小天娘真的拿不出银子了。那李天霸砸了小天的面瘫，还打断了他的腿，由小天领着，一行人进了一间小院儿。姐姐，快点！小天娘，你忍着疼啊，实在疼得厉害，就拿块布咬着。的即墨战天和顾少卿一直在细细地观察着秦凤舞的动作，只见他神情专注，手法精准无比。好了，这2-3个月不要乱动，以免2次伤害。这里就小天我也不放心，明天我让人过来照顾小天，你不用担心。姑娘，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一次次的帮助我们，我真是无以为报，还是我做牛做马的报答你。小天娘，你别这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自己好生注意着。再说了，你还不知道我吗？最要不得煽情了。这天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姑娘，真是太谢谢你了，你一次次的帮助我们，我真是无以为报，还是我做牛做马的报答你。小天娘，你别这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自己好生注意着。再说了，你还不知道我吗？最要不得煽情了。这天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回去的路上，赵婷埋怨秦凤舞。凤舞，这西柳街是墨都最差的一条街啊，这里这么脏这么乱，你怎么能够来这种地方呢？这些都是下等人贱民啊！赵婷，别再叫我听见下等人贱民这些话，否则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连朋友都没得做。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生来就是平民的，你只不过是抬头的好而已。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生活，并不比你这个小侯爷差，差的不过是这所谓的高贵身份罢了。不要用你所谓的权力去践踏他们的尊严。说完，正准备掉头就走的秦凤舞瞥见了即墨战天脸上惊异的表情，以为他和赵婷的心思是一样的。战王是不认同吗？哼，你以为你战神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贱民，你哪里来的士兵去对抗外敌？没有兵哪来的将？是他们用他们的血肉铸就了你的荣耀。秦凤舞的眼眸淡淡的扫过众人，转身离开，轻轻的留下一句话：如果你们觉得和一个平民打交道的人在一起降低了你们的身份，那么以后不要来找我。哟，小娘子长得真标致啊，跟着大爷我走吧。正到处寻找李天霸的秦凤舞，突然听到东巷街街尾有人在调戏良家妇女，远远望去，乌压压一众人围聚在那里。该死的，我不在的这一年，怎么那么多人出来作恶？素白上前，一手一个拨开了人群，只瞧见一个5大3粗、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正拉着一个15、16小姑娘的手，凑近一瞧，不就是李天霸吗？李天霸，你胆子肥了，又出来作恶！哎呀哈，是哪个不要命干坏老子的事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常坏我好事的黄毛丫头！本大爷可不怕你，兄弟们，给我上，狠狠的教训！别打坏了人家的脸，那小脸可标志着呢。抓来给本大爷尝尝鲜！你简直就是在找死！素白，上，给我撂翻了这些杂碎！素白已经好久没有动武了，能教训人，心中那股热血劲儿一下就窜了上来，3下5除2就撂翻了那4个小喽啰，拍拍手回到秦凤舞身边。小姐，真是不经打，3下2下就趴下了。小姐，真是不经打，3下2下就趴下了。
我还没有打够呢。大哥，那小娘们儿厉害的很呀！你想干什么？老子可不怕你！说罢，朝着秦凤舞冲了过来。秦凤舞一脚踢在了他那滚圆的肚子，一下子滚出了老远，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秦小姐当众斗殴可真是了得呀！这位公子，就是那丫头打的我，小人可是经常受到她的迫害呢。安公子，这么强，你想要多管闲事？对面那个脸上始终挂着笑意的人，就是安婉婷的哥哥安世成。秦小姐，不是本公子要管闲事儿，而是你有违法纪。哼，有违法纪，那么这李天霸就更应该被关进大牢。强抢民女作奸犯科，不是更该？既如此，那更应该与官府来判。秦小姐怎可动用私刑呢？既然如此，那就交与大理寺审理。秦小姐，这墨都下有知府，这等小事何劳动大理寺呢？带去知府衙门不就行了吗？莫不是想越级办案？这可使不得。那知府是这李天霸的妹夫，看来这安世成是要保下这李天霸了。好啊，就去衙门。好啊，就去衙门。随着威严而嘹亮的威武声响起，那满面油光的前知府总算是出来升堂办案了。堂下何人？回禀大人，我乃中永侯府的秦凤舞，今日出门正好碰上李天霸强抢民女，遂出手相救，现交由大人处决。李天霸可有此事？大人，绝无此事呀！小人只是见那姑娘人生地不熟，想要上前帮助她，却被秦小姐误会，还被秦小姐和她的丫鬟给打了一顿。你简直就是颠倒黑白，满口胡说！大胆！本官还未问，怎可喧哗？那女子李天霸说的可是实情？大人，小女子名木荷，是苏州人士，来墨都是来寻亲戚的。那人说的不是实情，他见小女子孤身一人，想要调戏民女，是这位小姐救了民女。大人，绝对不是那样子的呀！可有人证？我和我的丫鬟便是人证。可有人证？我和我的丫鬟便是人证。秦小姐，你是当事人，怎么作证？小姐，这下可怎么办？秦凤舞一时间已无从对策。他们三人是同一条船上的，而那木荷早已吓得不住的哭泣，已然是不成器了。今日没有教训到李天霸，还被人坑，怎么能不气？秦凤舞心中懊恼，都怪自己大意，上了安世伯的当。我是中永侯府的嫡女，有必要去坑害一个小民吗？这墨都谁人不知你秦小姐嚣张跋扈，滋事扰民，常常作恶呢？像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不出来？小姐，这下我们该怎么办？看样子这里都是安世成的人，他们黑的都能说成白的，对我们很不利。秦小姐，下官实在是很难呢。你是中永侯府的嫡女，理应交由大理寺查办，但是以你的身份进这大理寺是实在有碍你的名声啊。可是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实在是有些难办呀。钱大人，你又想如何？钱大人，你又想如何？安公子这一切恐怕都是你布置好的吧？非也，安某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是你自己倒霉被我撞上了罢了。秦小姐，你这话就说的不是了。下官不想如何，只是秦小姐，你到底是打了人的，而你身边的丫鬟也是你的帮手，这百姓可都是看见你先动的手啊。这扰民生事的罪责肯定是要担的呀。只是你看你的身份，实在叫下官为难，要不就由你的丫鬟代为受罚。好，就罚我。素白，你先退下，我来。现在这里都是他们的人，一切证据都在向着他们那边，我又被扣了当街行凶、扰民生事的罪责，这刑罚肯定是免不了了。你替我只会白白被他们打，而我不一样，我是中永侯府的嫡女，他们不会下死手的。安世成爽快些，你想如何？安世成朝钱知府使了个眼色，钱知府当下就会意了，判了秦凤舞10大板子，以示惩戒。行，安世成钱平环，好大的胆子！世成钱平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乱用职权，官官相护，颠倒黑白！你要证人，本王就是证人。秦凤舞闻声望去，赫然就是即墨战天。见过战王。钱知府，你说秦小姐没有人证证明是李天霸强抢民女在先，那么本王来做这个人证。
王爷，下官自然是相信王爷的话的，只不过就凭王爷一人之词，恐怕让人难以信服呀。不多时，蓝燕一便匆匆赶到，还带了不少民众，而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场的人。安世成一看就知道这回完了，3个人已经是瘫软在了地上，不死定然受罚。好了，李天霸等人关入大牢，暂且收押。钱平环暂且革职查办，安世成暂且回安国侯府。你的事儿由皇上做主。秦凤舞见着已经没有什么事了，领着素白就要回去。秦小姐未免也太忘恩负义了，本王救了你，你不感恩戴德，反而视而不见。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是欠了我的人情？我就是忘恩负义，怎么了？难道你不是？我会这样有你一半责任。你以为安世成会无缘无故就来对付我吗？要不是你昨天惹哭了安婉婷，安婉婷把你的错赖在我头上，我今日会受这罪吗？饶是如此，今日没有我，你可就遭殃了。我宁可遭殃。战王，我真佩服你，恐怕你一早就在衙门了吧？天要等到我快行刑的时候出来，哼，还指望我感激你，门都没有。素白，我们走。即墨战天心里窝火，没处发泄了，心中郁结难消。该死的，我的爷，你不就是想要秦凤舞唤你一声好吗？只要你不那么跟他对着干不就行了吗？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就成冤家了，不做成一对儿真可惜了。即墨战天走出来，浑身带着煞气。爷爷，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本王要去中永侯府，不教训他，本王郁结难消。冷冷地抛下这句话，咻的一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一时三更，秦凤舞早已入睡，梧桐院里寂静的连掉落树叶的声音都听得见。月光之下，一身白袍的即墨战天悄无声息地靠近秦凤舞的房间，缓步走到秦凤舞的床边。只见他睡着，原本以为他的睡相应该是难看到了极点，想不到却是这般可人。原本想要给他点颜色瞧瞧的即墨战天，突然就下不了手了。在屋子里逗留了片刻，便决定离去。还不等自己走到门口，突然头晕的厉害，浑身发软，脚下一个踉跄踢倒了烛台。咻的一下，秦凤舞陡然睁开了眼睛。咻的一下，秦凤舞陡然睁开了眼睛，迅速起身，却见手支撑着门的即墨战天。哟，战王什么时候也做起了强行入室的勾当？秦凤舞，你真是好样的，居然敢下迷药！战王，你敢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我又怎么不敢下迷药？只不过是自保罢了，不是吗？秦凤舞，本王不明白，本王只是退了婚，并以重金赔偿，为何每每跟我作对？战王，跟你作对，你又何尝不是在跟我作对？我还想问问你是哪里看我不爽？因为你挑衅了本王的权威，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般胆大，敢擅闯本王的战王府，敢扒了本王的衣服，敢不识好歹，不感恩戴德，敢和其他人卿卿我我，却对本王怒目相视。最后一个敢字再也没有说出口，心下有些乱，身子也越来越无力。就凭无视本王，藐视皇权，这还不够？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本王的底线，本王才看他不爽。苏兰，送客。第二天一早，即墨战天昏昏沉沉的醒来，早早候在门口的蓝燕一听到了屋子里头的动静，忙朝里头喊道：贤王回来了，六皇兄回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爷，是昨天晚上进的城，今天一早进了宫，回来就找你了，等了好一会儿了，现在即是已经不是了。居然已经这么晚了，没想到那迷药居然这么厉害。即墨允天远远瞧见即墨战天过来。七皇帝啊，您什么时候这么懒惰，起得这么晚了呀？即墨战天脸色刷了一下铁青，一言不发，直径走到主位之上坐了下来。七皇帝，看样子你最近也风流了呀，是不是屋中藏了美娇娘呢？蓝燕一觉得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七皇帝，你没事吧？六皇兄，没事。先王立刻摆正了自己的态度，不再吊儿郎当打趣即墨战天了，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再过一点，一定会引火上身。七皇帝，听说你动了安国侯的人，安国侯被父亲罚俸3个月。是的，六皇兄。七皇帝，你这次鲁莽，正面和韩王起了冲突，他绝不会罢休的。七皇帝，你这次鲁莽，正面和韩王起了冲突，他绝不会罢休的。六皇兄无妨，以后多盯着二皇兄便是。
即墨战天是不会告诉即墨允天自己为了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自己不要的女人，才和韩王作对的。这样说出去多丢人啊！即皇帝多加小心才是啊。我明白的。送走了贤王，即墨战天揉着还有点发胀的脑袋回到了书房。到蓝燕依急冲冲地冲进书房。爷，不好了，八公主和钱小姐在街上打起来了。什么？这个丫头就不能够消停一会儿吗？尽是闯祸！你这刁民，快放开本公主，要不然我叫我七皇兄把你抓起来。我七皇兄可是战神。不提即墨战天还好，一提起即墨战天，秦凤舞的火气就蹭蹭的上来了。即墨战天来照样打，七皇兄治不了你，本公主让父皇治你。公主，此事可是你有错在先，也是你先动的手。即使上了金銮殿，我秦凤舞也不怕。即墨怒语一惊，秦凤舞不就是被七皇兄退婚了的那个吗？怪不得连七皇兄都不怕，原来两个人本就有仇。这下可怎么办呢？到时候被父皇知道，一定又会说自己无理取闹、刁蛮任性了。当即墨战天赶到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妹妹被秦凤舞钳制在了马车上。住手！七哥，快救我！当下秦凤舞就松开了他的手，得了自由的即墨怒语欢快地朝着即墨战天飞奔过去。秦小姐，公主有错在先，可说到底也是堂堂公主，怎由得你当街辱骂，肆意动手？战王此言差矣。第一，是八公主街头奔驰不是我；其二，是八公主差点伤人在先；其三，是八公主先骂的人；其四，是八公主先动的手。我充其量只不过自保而已。怎么，难不成是公主就可以胡来？阿妹，此事到此为止，先回去。七哥将来一定会后悔的，这两个人不在一块儿，天理难容呀。这公主是哪根筋不对劲吗？怎么一个劲的傻笑？七嫂，即墨怒语嬉皮笑脸地唤着秦凤舞。原本好好走路的秦凤舞被他那一声七嫂吓得生生顿住了脚步。公主殿下，我已经被战王退了婚，不是你的妻嫂。还有，我见到他就忍不住想抽他。七嫂，没想到你也来了。公主殿下，我再说一遍，我跟你那七哥没有关系。哎，别嘛，相信我，你一定会是本公主七嫂的。先叫着，改明儿等你驯服了本公主的七哥，一定要帮着本公主啊！本公主每次都被七哥训斥，这可不行。你可是本公主的帮手。凤舞，你来了。即墨怒语看着顾少卿这般客气地对着秦凤舞，心中大呼不妙啊！顾少主，你得离本公主的七嫂远点，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凤舞，这位是谁？她怎么唤你七嫂？她是八公主即墨诺语。本公主告诉你，七嫂是本公主的，啊，不是本公主七哥的，你想都不要想。公主殿下，我再说一遍，我和你那七哥已经退婚了，而且是死敌，是死敌，这辈子都和解不了。即墨诺语被秦凤舞喊得一愣一愣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缺根弦，没有被秦凤舞给喊跑，反而更加黏糊了。七嫂，你瞧着，将来七哥肯定会后悔，所以本公主得把你看牢了。将来七哥肯定会后悔，所以本公主得把你看牢了。秦凤舞和顾少卿心头是纷纷无奈呀，这叫什么事儿啊？直接不接即墨怒语的话，转头对顾少卿说道：少卿，我准备了贺礼，祝贺你乔迁之喜。秦凤舞连忙就要拿，双手一伸，顿时停住了。啊，那个少卿，我忘记了。七嫂原来和本公主一样是个粗心的。少卿，10日之后我为你治腿。什么？秦小姐，是真的吗？那是了，我说话算话。不过你得给我20万两，我可是神医，很贪财的。好，一切都好。子乌更是激动的忙抹眼泪，被秦凤舞一顿嫌弃。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呀，丢人。谢谢秦小姐。谢啥？我跟你家少主是好朋友，朋友之间不言谢。再说了，你们还要付诊金呢。原来只是朋友。顾少卿一想到只要能站起来，自己和秦凤舞关系一定会更进一步的。秦小姐好兴致呀，已然入秋的时节出来游玩。秦小姐好兴致呀，已然入秋的时节出来游玩。闻声望去，不远处的即墨战天正骑着白马看着这边。战王怎会在此？不会是偏偏那么巧路过吧？父皇派本王去围城，恰巧路过此地。爷，你的脾气能不能先收收？我真的饿啊。那战王好走不送。无碍，不着急。秦小姐这是在做什么？说话间就下了马，
朝着秦凤舞的方向走来。哥哥，你也是姐姐救下来的吗？在孩子们眼里看来，只要是和秦凤舞认识，都是被秦凤舞救过的。哥哥，给，这是姐姐亲自烤的，姐姐做的烤鱼可好吃了。即墨战天想都不想就直接接了过来，咬了一口，真的很好吃。哥哥，好吃吗？即墨战天点点头。这即墨战天是吃得欢快了，可蓝燕依旧苦了，于是硬着头皮走上前。那个能不能给我一条啊？真是香呢，想吃啊？哼，不给。我说你这丫头怎么这么小气啊？哼，我就是小气。战王，我警告你，不管你是刻意跟踪还是无意路过，都不要把今天看到的事说出去。我警告你，不管你是刻意跟踪还是无意路过，都不要把今天看到的事说出去。为什么？你要说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的。秦小姐是糊涂了吧？你的名声本就不好，这是义举，只会提高你的声望，怎么会坏了名声？你是笨蛋吗？啊！要是被墨都的人知道了，被皇上知道了，你那父皇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又来给我指婚了，怎么办啊？啊！我可不想嫁给你们皇室的人，这不是害我，这是什么？墨都之中，多少名门贵女是想着法的，盼望着能够嫁进皇室。她倒好，对皇室却是趋之若鹜。为何？没有什么不好，最无奈的是皇家无情，更重要的是后宫佳丽无数，争奇斗艳，为了一个男人拼尽全力勾心斗角，身为王爷当然也不例外，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这不是我秦凤舞想要的生活。我的父亲只娶一妻，那么我的夫君也只能有我一个。宁嫁清贫户，一生一世一双人，恩爱两不疑；不嫁皇室贵族，高门府邸三妻四妾，争奇斗艳为夫君。并且我相信真正喜欢我的、爱我的，不管我如何嚣张跋扈、野蛮任性，他也能看到我的好。好，秦凤舞，本王与你和解，如何？不和解。为何？第一，你忘恩负义；第二，退婚在后；第三，小气无比，看我笑话。本王何时忘恩负义了？你又何时有恩于本王了？秦凤舞，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本王的忍耐力是有限的。看吧，还不承认？哼，想和解门都没有，想和解门都没有。秦凤舞，秦凤舞一仰头直接走掉了，留下了一个人生闷气的即墨战天。两人又一次不欢而散。刚刚回到庄子的秦凤舞，以红就立刻迎了上来。到了房间，一身黑衣的竹月恭恭敬敬地跪在下手。主子，什么事啊？主子，秦洛蝶今日下午去了韩王府中，约莫待了1个时辰。哼，那秦洛蝶是自己想找死吗？那韩王是什么人？阴险狡诈，风流成性，跟着他只怕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他难道奢望韩王能给他夫人名分吗？主子，不只是秦洛蝶，秦敏慎也去了。看来秦洛蝶不是只想着嫁给皇宫贵族那么简单。小姐，如果二房真的傍上了韩王，将来韩王当上了皇帝，只怕对老爷不利。秦凤舞认同的点点头，素兰分析的是一点都没有错。那小姐，我们该怎么办啊？急也是无用，现在也只是猜测罢了。楚月，你把追风唤来，你们俩一起盯着秦洛蝶和秦敏慎两人，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来告诉我。唤来，你们俩一起盯着秦洛蝶和秦敏慎两人，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来告诉我。要是真的阻止不了韩王成为皇帝的话，我们也好早做打算。不过依着韩王的性子，对他无力的人是根本入不了他的眼的。而秦敏慎两人只是庶子，却得到了韩王的接待，恐怕韩王是想通过他们二人来拉拢中永侯府吧。也不知道是不是命中注定要和即墨战天成为死对头，两个人竟不约而同地相遇在了城门口。巧的是，今日城门口正在排查逃犯，想来也是无聊，下了马跑到告示区那边去看看那个通缉犯长什么样，压根就没有理会一脸傲气的即墨战天。林天魁看着就像是坏人，不要被我抓到，否则有你好看。你以为他有那么好抓吗？原本想要就此进城的即墨战天心里就是过不去他无视自己这个坎儿。怎么，我还抓不到他吗？不是本王小瞧你，你知道他是谁吗？是谁？他是有名的采花贼。小瞧你，你知道他是谁吗？是谁？他是有名的采花贼，以前常在雍城、护城等地犯案，想不到现在跑到天子脚下犯事儿了。我说你能说重点吗？他犯的事和他是谁有关吗？他是毒王谷的毒王百木生的师弟，最善用毒。他亲自调制的千人醉比任何迷药都要厉害，据说只要一点就能够迷倒一个府的人，不睡上3天3夜是醒不过来的。你如何能对付？且不说没有抓到他，说不定就被他采了花。秦凤舞的眉头深锁，毒王百木生他是知道的，
自己还和他有些交情。那个百木生一直喜欢自己的外婆凤启云，而自己的毒术也有一半是他教的。原来这个林天魁就是百木生口中那个被逐出师门的师弟。再难又如何？不尽快将其捉拿归案，只怕有更多女子会受到伤害。我必须抓住他。此刻的即墨战天已经不知道是该佩服他的勇气，还是担心他的愚蠢。不可鲁莽行事。可偏偏秦凤舞有时候也是个拗脾气，决定了的事就不会改。骑上马就冲进了城。小姐，老夫人身子大好，知道你昨天回来了，就派了人来请你过去。夫人也被叫了去，一早上又跟夫人提起了给侯爷纳妾的事。小姐已经这么劳累，那老夫人还不省心，估计又要给你添堵了。没事，娘估计心里头也有气，我去帮帮她。缓步来到老夫人的慈恩堂，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凤青兰正和老夫人犟嘴。老夫人，夫君纳不纳妾我做不得主，这事我说过多次，你与我说也是无用。如今浩敏没有嫡子，你自己不能生儿子，再这般悍度不让浩敏纳妾，你是要断了他的香火不成？为了妻者，就是要为夫君开枝散叶，自己不能生，理当为夫君寻美纳妾才是。苏姨奶奶可真是够操心的，不劳你老费心。我娘要是答应了，我也是第一个不答应的。老夫人闻声望向门外，看见秦凤舞正满面笑容的朝里头走进来，明明是笑着，可却叫人看得瘆得慌。娘，舞儿过来了。秦凤舞，你个不孝孙女，我病重在床，你不但不来看我，反而去了郊外游玩，你有没有良心啊？哈，是啊，我是没有良心，但是总比良心被狗叼了去的你们要好多了。我们侯府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你们竟然还痴心妄想消散我爹爹的侯位。我们侯府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侯府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没把你们赶出去就已经是仁慈了，还想指着我进孝道。苏姨奶奶，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点儿？你，苏姨奶奶，我还没说完，你急什么？这侯位不是爷爷传下来的，是爹娘拼了命换来的，本就没有你们什么事，却老想着别人的东西，你就不知羞吗？都说穿了，就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别给我惹事，要不然爹爹也阻止不了我把你们赶出去。老夫人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半天都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而柳香河也是气得脸色铁青，恨恨地盯着秦凤舞。这事浩明早就先过，休要再提。先过就先过，不过你别指望我来孝敬你，别指望我侍奉在你榻前。娘，咱们回去吧，以后没事就不要过来了，免得苏姨奶奶气上心头，万一哪天背过气去了就不好了。等等，你爹膝下无子，你就不着急吗？难道你真的要让你爹无子养老吗？这点用不着您老操心，我爹有我呢。再者，谁跟你说我爹不纳妾就没有儿子啊？娘，回去了，一早就过来了，肯定累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凤青兰自然也是不愿再留的，也没有跟老夫人告辞，头也不回的出了慈恩堂。儿啊，那侯位看样子真是为娘肖想了。老夫人浑浊的双眸透着悲凉的无奈，秦浩宇心下也是恨的，自己是日盼夜盼的，盼了多久啊？娘，先养好身子再说。爹，你不必忧心，我与五妹也有对策。秦敏慎说道。秦浩宇不可思议地打量着这双儿女。什么对策？五公主宴会过后，女儿曾与韩王有过接触，前些日子我与四哥一起去拜访了韩王，韩王很是客气。不可能，韩王这个人对他没有用处，根本是不会理会的。秦敏慎笑道。爹，我们是对他无用，可是钟永侯确实对他有用。你知道，当今皇上属意战王，而战王没有母族撑腰，所以皇上才会赐婚战王和秦凤舞。如今婚事作罢，钟永侯靠向谁，谁就更有利。爹，我们是大伯的亲侄子呀。你的意思是，爹，只要我们帮着韩王得到秦凤舞，钟永侯府必然会相助韩王，到时候韩王自然是少不了我们的好处。三人相视而笑，他们的举动丝毫不差的落进了竹月和追风的眼中。小姐，顾少主来访。少卿怎么突然过来了？小姐，顾少主是来赴诊金的，你该不会忘了明日要给顾少主医腿吧？啪嗒一声，原本好好拿在手中的医书掉在了地上。看着秦凤舞呆愣的模样，素兰就知道他真的忘了。当秦凤舞整理好自己的仪容出来见顾少卿时，他已经等候多时了。少卿你来了。凤舞，是不是因为我的腿，所以你才这么劳累的？啊，不是，没有的事。我能跟你说，我压根儿就忘记了要给你治腿吗？那是为何？顾少主，还不是为了抓那个林天魁？小姐这几日没日没夜的研究那千人罪的解药，可是就是没有什么起色，把小姐给累的。千人罪？顾少卿喃喃了一句，想了一会儿，随即说道：我知道那千人罪。什么？那你有吗？
家父曾在轩辕国见过林天魁，那时林天魁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恰巧遇上了家父，用千人罪跟家父换了100两银子。少卿，那你手头上有吗？顾少卿想了一会儿，有点想不起自己到底带了没有，随即问到子乌：少卿，那你手头上有吗？子乌，你可记得？少主，那千人罪就在府里啊，家主出门时让我们带着，以防不测，现如今就在少主你的书房里放着。真的是太好了，少卿，能给我点吗？自然没有问题的。小姐，这下可好了。可不是吗？少卿，那现在就去你府上去，今日我就为你一腿。秦风武正高兴，做什么他都愿意，顾少卿自然是乐意的。七嫂，等等我。公主殿下，你怎么过来了？人家想你了，就想来找你啊。你是嘴馋了？哎呀，被识破了。今日我有事不方便，改日你再过来。什么事？公主殿下，今日凤舞确实不方便，凤舞她要为在下一腿。哇，七嫂，你好厉害啊，还会医术，我要看。竹片、纱布、药油，为医腿所要用的东西一应准备好了之后，秦凤舞让顾少卿就坐在轮椅上不要动，自己则坐在一边，将他的腿架在自己的腿上。仔细观察之下，发现顾少卿的腿有一些错位，必须进行骨头矫正。少卿，忍着，会很痛。少卿，忍着，会很痛。忍着。话音刚落下，只听见咔嚓2声，脚踝和小腿处已经红肿，不敢有所怠慢，立刻给顾少卿敷上自己特制的接骨膏药。过了一会儿，总算是全部弄好了。七嫂，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太崇拜你了，我以后要天天跟着你。要是我是男的就好了，一定要把你娶进门。你又会医术，又会做饭，还会武功，这世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唉，只可惜我是女的。少卿，这3个月你要好生休息，不要随意走动。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给你换药，时间不多，快把千人罪给我。好。子乌将千人罪交到秦凤舞的手中，秦凤舞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太好了，这下定能治出解药。这千人罪干什么的？林天魁，我秦凤舞一定要抓到你。林天魁，轰的一声，这3个字儿如雷贯耳一般的冲刺着吉木诺雨的大脑。这个人莫都还有谁不知？七嫂不能去，太危险了。诺雨不用担心，我厉害着呢，看好了，一定会被我抓住的。哼，你不要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的哄着，我可不上当。你得给我保证自己不能出事，否则我就把自己和你拴一起。还说不是小孩，小孩哪会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七哥，七哥！诺雨这么毛躁，哪还有一点公主的样子？七哥，你有时间教训我，怎么不去管管七嫂啊？他与本王无关，又有提做什么？七哥，不要后悔。说完转身离开，那一声不要后悔深深地敲击着吉木战天的心房。他已不得不承认，秦凤舞走进了自己的心，可是他的心里明明还有另一个人。从什么时候自己变成了见一个喜欢一个的人？他讨厌这样的自己，深邃的眼中仿佛又看见自己的母妃。善儿，若你为帝，一定要薄情寡心，不要爱上任何一个人。如果要爱，就不要为帝。此生只取利器，不要让爱的人空等到天明，不要让他在这后宫深宅之中盼着夫君了此残生。我不会后悔爱上你父皇，但是若可重来一次，我绝不进宫，因为爱是自私的，我忍受不了与人共享夫君之苦。兰妃临终前的话犹如在耳，这也是即墨战天为什么一定要退婚的原因。他认为他爱着那白衣女子，可是如今自己却动摇了。难不成自己天性是寡情薄幸之人？即墨战天痛苦而纠结着。秦凤舞，本王助你一臂之力，从今以后便再无瓜葛。秦凤舞所求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自己亦是如此。既然注定无法在一起，那么就该舍弃，绝不能同时爱上2个人，那么注定要负一个人。入夜之后，即墨战天就悄悄地来到中永侯府，一心一意在研制解药的秦凤舞压根就没有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身后。是在制作解药吗？情况如何？突然听到有声音在身后响起，过于专注的秦凤舞着实被吓得不轻。善王就这么喜欢夜闯深宅？本王没有这嗜好，你一个小小的贵女都为民设想要抓林天魁，本王身为王爷又怎能屈居人后呢？秦凤舞有点不相信地看着即墨战天，先前还叫自己不要涉险，现在怎么又转了性了？秦凤舞有点不相信地看着即墨战天，大概是秦凤舞打量得太久了。即墨战天的脸上浮上一层温怒，
本王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来助你，你居然还敢不相信？那么多谢战王相助了。需要什么尽管说。那感情好啊，战王你就出力吧。你打算如何？我听闻那林天魁多喜长相有几分姿色的，不如我们来个引蛇出洞。如何行事？你派几个高手隐在暗中，就由我以身犯险，引出那林天魁。不行。怎么？你又有什么好想法？说出来听听哦。不是不同意你说的，只是那诱饵人选还需斟酌。原来他是不同意自己犯险。原来是这样。那你说说，有比我更好的人选吗？你与我交过手，是知道我身手的。再者，只要研制出解药，那林天魁就没什么好怕的。再说了，有隐卫在暗中保护，那林天魁想伤害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再强的人也敌不过人多势众啊！只要他出现，定能擒获。既然你已经有了完全之策，本王定当配合。秦凤舞很满意的点点头，两人算是达成了共识。3日之后，秦凤舞总算是有所成就，虽然不能100%的抵消那千人醉的药性，但是可以延迟半个时辰发作。半个时辰足够行事了。晚间时分，秦凤舞他们就出发了。今天的秦凤舞褪去了红衣，特意穿上了一身鹅黄色的广袖流仙裙。她故意慢悠悠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小姐，隐在暗处的素白看着黑夜中的秦凤舞，忍不住的担忧出声：嘘，别出声。哼，你家王爷怎么不来？太可恶了！现在不是闹矛盾的时候，还是看紧着点，小姐。难道你想让小姐出事？而在黑夜中的另一处，还隐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顾少卿身边的护卫子夜。街道上静的只有秦凤舞略显害怕的脚步声和偶尔发出的野猫叫声。小美人儿，半夜一个人要去哪里啊？不如我护送你回去啊。温声望去，在黑暗之中，只看到一抹黑影渐渐地靠近自己。秦凤舞心中冷笑，大色魔终于来了吗？这位壮士，小女来墨都寻亲戚，一时寻不到，身上盘缠用尽，无处落脚。壮士，你可知道城北府临街林家怎么走吗？壮士，你可知道城北府临街林家怎么走吗？好啊，我带你去找。忍不住一阵恶寒，强忍着心中的恶心，缓缓走向林天魁。走近一瞧，秦凤舞真是差点就吐了，满脸黝黑，胡子拉碴，那一条14字形的疤痕很是狰狞。小姐，秦凤舞心中自然知晓，那林天魁已然对自己下了千人罪，微眯着双眸，朝着林天魁冷冷地笑着。林天魁心中大惊，怎么会无用呢？你是谁？哼，姑奶奶是来要你的命的。秦凤舞冷笑出声，话落，伸手朝他撒去一把白色的粉末。林天魁连忙掩面后退，饶是这样，还是吸进去了一些，顿时觉得浑身无力，使不上力气。你个小娘们儿，竟然敢使毒！对付的就是你，想不到百魔爷爷这么光明磊落，竟有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师弟，今天非要了你的命不可！都给我出来！秦凤舞一声令下，蓝燕一率领众影卫从屋檐上飞身而下，团团将林天魁围住。都给我出来！秦凤舞一声令下，蓝燕一率领众影卫从屋檐上飞身而下，团团将林天魁围住。小丫头，我是毒王的亲传弟子，对于毒的精通比百木生强上了不知道多少倍。若不是我帮着盗匪毒杀了整个村子，被师傅知道了，赶出了师门，今日毒王谷的谷主就是我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你以为你这小小的把戏能奈我何？话落，林天魁连忙从衣袖中取出一颗药丸，塞进嘴里，再一把将千人醉撒向众人。你们现在是没事，但是不出半个时辰必定会倒。不用惊讶，解药之中没有我亲自栽种的铃兰草，是算不上真正的解药的。不过小小年纪有这等造诣也算了得了。大家小心，我们都中了千人罪，必须速战速决，赶紧将他拿下。是。众人领命，一拥上前。那些影卫功夫都不差，可是面对林天魁却是不堪一击。面前的林天魁仿佛有使不完的内力。你以为这么多年我每每逃脱仅仅是靠着千人罪吗？官府那么多人，再多的千人罪也会使用完的。我刚刚吃的是精进内力的逆天丸，不仅能够解毒，还可以让内力在1个时辰之内提升50年的修为。小丫头，今晚你必是我的。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发狠地朝着林天魁攻去，一下一下精准无比，但每每都被轻易躲开。正当秦凤舞觉得浑身开始无力之际，子夜适时出现，迎头抵住林天魁攻上来的掌力，拼死抵抗。
再看蓝叶一和素白他们都已瘫软在地，很显然仙人罪已经发挥了功效。我来了，小美人儿。秦凤舞绝望地闭上眼睛，躺在地上无力动弹，思维越来越模糊，却久不见林天魁动手，努力撑开眼皮，只看见林天魁被一白衣男子擒住了双手，跪在了地上。太好了！咔咔两声，即墨战天暴怒地折断林天魁的手，因为逆天丸的功效已过，受不住疼痛的林天魁当下就昏死了过去。收拾完林天魁，即墨战天立刻跑到秦凤舞身边，抱起他。还好，我来了。秦凤舞，你没事吧？即墨战天，算你有良心。说完这一句，再也扛不住药力而昏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很深沉，醒来之时已经是第2日傍晚时分。娘，舞儿，以后万不可这么鲁莽，知道了？要是你出了什么事，你让娘我怎么办啊？娘，我没事，放心，女儿我以后会有分寸的。娘别哭了，哭都老了。当年那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军都不见了。你这丫头片子，就这么说你娘了？娘真的很老了吗？哼，娘不老，娘你永远这么年轻漂亮，要不然怎么生出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女儿呢？你呀，夸了娘还不忘夸自个儿。两个人有说有笑了好一会儿，秦凤舞也是松了一口气，好在是有惊无险，好在那即墨战天及时出现了。这个时候顾少卿过来了。少卿，腿还没好就不要到处走动啊。无事，就想来看看，见你安好我就放心了，只是没有帮上什么忙，心头愧疚。说什么呢？你不是派了子夜过来吗？要是没有他，我恐怕就被那大色魔给打伤，哪能好好的在这跟你说话呢？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呢。安好就好，能说的也就是这句吧。安好就好，你无事就好。二房那边来消息说老夫人病得厉害，一家子都过去了，就差秦凤舞了。一撩帘子进去，屋子里是站满了人，里3层外3层的。秦凤舞无力地翻了个白眼，这么围堵着，也不怕那老夫人透不过气给背过去。爹娘，舞儿，老夫人多半是被你前几日给气的，要是真的这么去了，恐怕外头又要起事，要不你去给看看。秦凤舞别别扭扭的，就是不肯去。堂妹，虽然奶奶不是你亲奶奶，但好歹是长辈，你怎么可以在她病重的时候这般无礼？玉清说的没错，老夫人如今这样就是被凤舞给气的，她不来侍奉也罢了，来了还不消停，这不是纯粹来给老夫人气手的吗？我舞儿来这里是做了什么吗？就在这什么都没有做，是哪里碍着你们的眼了？夫君你看看，你好心想叫舞儿给老夫人看看，到了别人眼里都是舞儿的不是。凤舞她从小就是个闯祸精，谁人不知她根本就是不学无术，不说习医，就是大字都不识几个。秦凤舞看着他们几个的嘴脸，就摇头叹息。凤舞看着他们几个的嘴脸，就摇头叹息，又朝老夫人看了看，嘴角微微上扬，清冷地说道：“五内郁结，急火攻心。先是忧心思虑，后是急火攻心。心病还是心要疑，放不下解不开，就别想好。人呐，有时候放平了心态才好，别净想些自己无福消享的。”二房那一家子自然是听出这话里的意思的。这一刻，二房的人彻底明白了，只要有秦凤舞在，他们就不用肖想后位。秦凤舞看着天色还早，就决定去趟战王府谢谢人家。秦凤舞向来是恩怨分明的人，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加倍还你。战王府大门紧闭，只有几个侍卫守在门口。几位大哥，我是中永侯府的秦凤舞，要见你家王爷。其中一个推门进去，禀报了一声，不多时便出来了，朝着秦凤舞客气地说道：“秦小姐，王爷说你是来答谢的，就不必了，只是举手之劳，往后两人互不相欠，就不用再来往了，免得徒惹是非。”什么？秦凤舞惊恐地看着那侍卫。往后两人互不相欠，就不用再来往了，免得徒惹是非。什么？秦凤舞惊恐地看着那侍卫，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刚刚燃起的好感瞬间被浇没了。好啊好啊，果然是战王，我等小民高攀不上，是我妄想。姑奶奶我原谅了你，还特地跑来感谢你，你倒给我摆谱了。告诉你，以后见我绕道走，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一次。骂骂咧咧的喊完，秦凤舞这才带着一肚子火气回去。他不知道的是，即墨战天就站在大门的后面。本王曾对母妃发誓，今生只爱一人，只给一人幸福。如果注定只能爱一人，只能给一人幸福，那么本王选择那日的女子，因为她毕竟救过本王。不和你见面，是怕动摇本王的心，对不起。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落进了悄悄靠近的蓝叶一的耳中。爷，你这样子真的对吗？
只怕秦小姐会更加恨你。那就恨吧。即墨战天自己退的婚，结果还没多久就被人家吸引了，这不是妥妥的打自己的脸吗？既然两个都喜欢，两相之下定是选择救自己的人。小姐，小姐赶紧起来，出事了！什么事啊？这么着急，还敢来掀你家小姐的被子？武昌侯府的赵廷赵公子过来了，老爷正在大厅招呼着呢。他来就来呗，那么紧张做什么？又不是什么大事，他又不是没来过。爹也真是的，他有什么好招待的？小姐啊，这次跟平常都不一样呢，赶紧去吧。小姐，你怎么还这么闲情逸致？不知道那赵廷今日过来是来提亲的吗？什么？那赵廷抽什么风啊？怎么好端端的就跑来提亲了？素兰，你跟我来。吩咐完就疾步奔向大厅，这一路走去，下人们头也不敢抬。不过却真是有这么不怕死的，敢撞枪口上来。堂妹真是好福气，前脚被战王退了婚，后脚这武昌侯的小侯爷就上门提亲了。姐姐我在这里先恭喜妹妹了。既然你要嫉妒，就让你嫉妒个够。人家烦着呢，我不喜欢那赵廷，不想嫁他。哎，怎么办啊？素兰，我们还是赶紧前去拒绝了他，要不然爹爹应了就麻烦了。就饶过秦雨晴，快步走向大厅。还没走到大厅呢，就听到媒婆一个劲儿地说着赵廷怎么好，是怎么的喜欢自己。父母，你可算来了！你知道吗？我求了爹娘好久，才答应我上门提亲的。你放心，虽然我侯府少夫人比不上王妃，但是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该有的都会有，我会一直对你好的。秦凤舞心中呐喊，好聒噪啊！绕过赵廷，理也不理他的，直接走到凤青兰跟前。爹娘，五儿过来了。哟，这就是秦小姐吧？秦小姐好福气啊！赵小侯爷向秦小姐您提亲呢，两人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好，那你倒说说，怎么个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呢？媒婆尴尬地笑了笑，顿了一会儿就开始瞎扯。秦小姐，你看你长得这么标致，赵小侯爷又是这么英俊，能不郎才女貌吗？再者，你们两家都是侯府，门当户对，绝对是天作之合。是吗？凤舞，你看看，媒婆都这么说了，我们的事儿是天注定的。秦凤舞也不理会众人是怎么想的，走到赵廷面前，神情凝重地看着他。赵廷，我不喜欢你。赵廷，我不喜欢你。我知道，可我喜欢你啊。好，既然如此，如果你能做到3点，我便嫁你。好啊，只要你肯嫁给我，别说是3点，就是300点，我也答应。今生只娶一妻，永不纳妾，你可做到？凤舞，男人都是3妻4妾的，只要我对你一个人好，只喜欢你一个人不就行了吗？这么说，你是做不到了？我答应，我做得到。我嫁过去之后，就得由我掌家。还有，不要叫我随便给人请安，你知道我不喜欢。凤青兰听着女儿这般说辞，忍不住抿嘴眼笑。原来是想赵廷知难而退啊，而赵廷的脸是黑了又白，白了又黑。他可知道自己的母亲在侯府向来是一把手，这要他交出掌家之权，铁定是不肯的。第3点，必须要有天外来物为凭。秦凤舞知道，说些俗物，只要有人力物力，迟早有一日都是会寻到的。而这天外来物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就这么不想嫁我？必须要有天外来物为凭。秦凤舞知道，说些俗物，只要有人力物力，迟早有一日都是会寻到的。而这天外来物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就这么不想嫁我，或者不想嫁任何人吗？是的，不想嫁人，除非我爱他，他亦此生只爱我一人，彼此相爱的人在一起才最幸福的。好，既然如此，我就努力让你爱上我。赵廷，你真的是一根筋啊！放着那一心一意为你的叶禅不要，一定要有这个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人吗？赵廷，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所以你还是放弃吧。难道你就没有听出来我是在为难你吗？听出来了，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做不到放弃你。好，既然好话你不听，那我只能你来一次便打你一次，直到你放弃为止。秦凤舞对着赵廷这份感情的执着还是很感动的，但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果断拒绝只会让人徒增念想。这般想着，立刻伸掌攻向赵廷。赵廷是连滚带爬的跑到大院里。小爷我是打不跑的，改明儿我再来。蓝少将在叹什么气啊？正在为自家主子唉声叹气的蓝燕一闻声望去，只瞧见贤王即墨允天正漫不经心地朝自己走来。贤王。即墨允天靠近蓝燕一，四周瞄了一眼，附耳说道：你家王爷怎么样？我七弟他听到了那赵廷向秦小姐提亲，有没有怎么样？
回禀贤王，我家王爷没事，就是窝在书房里一个人发脾气。这个时候去唤他，不会被冻死吧？感情这贤王胆子也太小了吧。蓝燕一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正欲开口说话，却被推门声给打断了。两人同时望向书房门口，看见即墨战天面无表情的样子。六哥，有什么事？那个七弟啊，父皇叫你进宫，你已经很久没有进宫了，父皇怪想念的。本以为即墨战天会拒绝，没想到他只是想了一会儿便答应了。即墨城见到自己的儿子特别激动。战儿，你也来了。面对即墨城的激动，即墨战天还是一贯的冷漠，只是执行立誓一般下跪喊了一声父皇，就起身不再多言。即墨允天见状，连忙上前调停。父皇，不知您唤儿臣进宫是为何事啊？父皇，不知您唤儿臣进宫是为何事啊？对，允儿、战儿，你们如今一个20有2，一个也21了，都还没有正妃，朕打算为你们指婚。父皇，二哥都没有正妃，他如今25，你怎么不先赐婚给二哥呢？昊天他虽然没有正妃，但是府上已经有2名侧妃，小妾也不少，再者已经有2个儿子，他若不娶，没什么打紧的。但是你2人至今孤身一人，这叫朕怎么不着急呢？父皇，儿臣不着急。六哥不急，本王又何必着急呢？即墨城看着这俩兄弟一个个事不关己的模样，气得不行，尤其是对着即墨战天，又气又无奈。此事没得商量，9月16在宫里举办一场琼花宴，你们自己挑，是不来也得来，否则别怪朕派人来压。两人听完，虽然面上不显，但是心里都计较着，只要他敢赐婚，自己就有办法退婚。乖乖应下，就退了出去。拿着手中的帖子，秦凤舞冷冷一笑，这么早送帖子，也不知道干嘛。七嫂，我知道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说来听听。这是父皇专门给六哥、七哥举办的相亲宴，父皇怕他们到时候反悔，所以早早就定下了日子，派人把帖子递来。这样一来呢，六哥和七哥就没有法子阻止了。原来是这样啊！刚才燃起点想去的苗头，又被浇灭了。那相亲宴什么的，最是无聊了。七嫂怎么好像不感兴趣啊？是啊，能不想着不去吗？我现在见到战王就膈应，生怕见到他就会打起来，到时候毁了他的好事可就糟了。七嫂，那更要去了，好好的膈应膈应七哥，不要给他好果子吃了。秦凤舞有点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兄妹啊？怎么帮着外人整自己的哥哥呢？即墨怒语，就想哄骗了秦凤舞去参加了才行，好给自家哥哥一个机会。我跟你说，七哥就是欠揍，我最讨厌他老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所以你更得去，得好好教训教训才是。七嫂，听我的没错，这天下就你能治得了他了。七嫂，听我的没错，这天下就你能治得了他了。这话秦凤舞听着喜欢，谁不喜欢被人夸呢？自己比那战神王爷都厉害，听着都喜欢。七嫂，去吧。秦凤舞轻嗯了一声，随即便反应过来了。好你个糯鱼，给我下套呢！哎，别痒！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里闹呢？怎么了，素白？出什么事了？小姐，你不知道赵公子在门外叫嚣，说要趁着这次的什么琼花宴向皇上请求赐婚，这会儿下人们正按照小姐你的吩咐把人打出去呢。他这是疯了吗？撂下这话就赶去了大门口。八公主见状，抬脚就跟了上去。所谓的打出去，可也不敢真打呀，老远就看见门口围了一众人，拦在门口不让赵婷进来。赵婷，你疯了吗？听着秦凤舞的声音，赵婷抬起头来，看着高高站在台阶上的秦凤舞，依旧是那一身红衣，身上还渗着冷意。是我疯了，从小到大有什么我得不到的，我一定要娶到你。是我疯了，从小到大有什么我得不到的，我一定要娶到你。赵婷，我不想与你为敌，事情总需要有个决断，不狠心又怎么了断？赵婷，我们不合适。父！赵婷撕心裂肺的呐喊声也没能换回秦凤舞的一丝回眸，而面前只有他狠绝的背影和重重的关门声。赵婷呆呆地看着那扇紧锁的大门，她想不通，自己那么喜欢秦凤舞，为什么他却不喜欢自己？自己只喜欢他一个，这还不够吗？小姐，那赵公子看上去挺可怜的。世界上可怜的人太多了，我看赵婷未必就是真的喜欢七嫂。秦凤舞看着极目怒语，淡淡一笑。这八公主年纪不大，没有想到对感情的事儿看得还是很透彻的嘛。正如你所言，赵婷与我可能只是一件求而不得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的喜欢。
还是赵婷她没有发现罢了？何以见得啊？素白追着问道。七嫂，你那两丫头真是够笨的，没听见刚才赵婷说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我得不到的吗？素白听完顿时了然了。书房之内灯火通明，即墨战天还在执笔疾书，神情专注。王爷，暗影回禀，有人在探查韩王府。即墨战天一听并未抬头，有探子监视王爷皇子也是常事。这有什么？要查他的多了。爷，您还真是一点都不紧张。你知道那两人是谁的属下吗？是谁啊？是秦小姐。说，怎么回事？终于是上心了吗？爷，暗夜去盯韩王的时候，看到秦小姐的堂妹秦洛蝶从韩王府的角门进了韩王府，而后碰上了秦小姐的人。秦小姐的人不慎被发现，其中一人受了伤。暗夜在暗中观察，看到他们躲进了七凤楼。进去不久，就见到七凤楼的老板以红面色匆匆的去了中药侯府，而秦小姐不久之后就随着以红来到了七凤楼，所以暗夜才敢断定他们是秦小姐的人。秦凤舞是在找死吗？好端端的去查什么韩王啊？爷啊，您忘了，那秦洛蝶是秦小姐的堂妹，她查的未必是韩王，可能只是想要确保侯府宁静。再者，秦洛蝶一个庶女也敢搭上韩王，恐怕韩王是存了利用之心。看样子这二哥是想通过秦洛蝶拿下秦凤舞，从而控制钟永侯。小暗夜继续盯着韩王，再发现秦凤舞的人立刻给打回去，不要再让他们插手。下去吧。舞儿啊，你说他们什么时候和韩王交好的？又是怎么攀上韩王的？他们有本事呗。舞儿啊，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只知道五公主寿宴那次，秦洛蝶跟韩王搭过话。话说的不多，只透露了一点，但是也足够引起秦浩明的警觉。想不到此柔弱的秦洛蝶竟有这般能耐。啊，娘，我先回去了。风清兰目送了秦凤舞离去，立刻转过身看向面色凝重的秦浩明。怎么了？没什么，希望只是我想多了。秦凤舞俨然是顾府的常客了，都不需要通报就能直接进入顾府。进入庭院，就看到顾少卿愁眉不展地坐在轮椅上。少卿，凤舞，我给你过来换药，重新固定一下。顾少卿点点头，心里很是安慰。秦凤舞专心致志、小心翼翼地为顾少卿医治，一直都没有顾及其他。小姐，你看那是谁？为什么表少爷看的眼神那么不一样啊？绿衣女子那一双醉人的丹凤眼瞬间红了，心中的不甘驱使着自己走上前去。表哥，这位姑娘是谁啊？表妹回来了。少卿，这大美人是你表妹啊？是的。哇，少卿你可真有福气啊，竟然有这么漂亮的表妹。表哥，这位姑娘是谁啊？怎么随随便便就到男子府中，还卷起你的裤腿，多不文雅。陡然听到这句，顾少卿面色已经有些不悦，望着绿衣女子也不说话。道士子乌见状，连忙说道：表小姐啊，这就是中永侯府的秦凤舞秦小姐，她就是能够治好瘦猪腿的人。这位姑娘，来者是客，用不着这么言辞犀利吧？你知道我们小姐是谁吗？是谁啊？我家小姐是轩辕国护国将军府花家的嫡小姐花雨熙。原来是轩辕国的第一美人啊，怪不得那么漂亮。肤浅。小丫鬟鄙视地看着一脸傻笑的秦凤舞。雨熙，看好你的丫鬟。秦小姐是秀儿鲁莽，望你不要见怪。秦凤舞见状连忙摆摆手，可是心头总萦绕着一股不对劲儿。小姐是秀儿鲁莽，望你不要见怪。秦凤舞见状连忙摆摆手，可是心头总萦绕着一股不对劲儿，直觉告诉秦凤舞，这个花雨熙可能不喜欢自己，当下就觉得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匆匆跟顾少卿告了辞，就出了顾府。而一出了顾府，秦凤舞就喃喃自语起来：我跟花雨熙是第一次见面啊，我没做什么不得体的事儿，他怎么好像非常讨厌我啊？小姐，你有的时候还挺笨的。素来我是瞧出来了，顾少主是喜欢你，那花雨熙自是喜欢顾少主的。这样一来，想要人家喜欢你，又怎么可能呢？秦凤舞心头猛地一怔，什么？顾少卿喜欢自己？小姐，你刚才为顾少主医腿时，顾少主看你的眼神分明是爱慕的。对呢，小姐，我也感受到了，怪不得总觉得那顾少主今天怪怪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为什么不是好事？我不喜欢顾少卿，顾家也不会接受我，徒增伤悲罢了。回去吧，累得慌。秦洛蝶再一次悄悄地去了韩王府，含羞带俏地扑进韩王的怀中，含情脉脉地看着韩王。男人向来对投怀送抱者都是来者不拒的。王爷，待蝶儿及笄，王爷就抬我进门，
王爷说的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好好和你堂姐搞好关系，利用你的软弱在她面前示弱，降低她的警惕，在宴会上将这药找机会下在秦凤舞酒中，你可明白？秦洛蝶伸手接过韩王递过来的一包药粉，抬头迷醉地看着他，点点头。不枉我在皇后面前说道，让你参加这宴会。说话间将秦洛蝶拥入怀中，屋子里暧昧四起。到侯府的时候，迎头碰上了脸色有些绯红的秦洛蝶。秦洛蝶，你这是打哪儿回来啊？堂姐，姐姐们不带我去采办事务，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可是手头上没有银两，就没有买。秦凤舞故意摆出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笑笑不再说话，转身领着素兰素白进了门。鱼眼探寻之间，总觉得她身上还有另一种味道。小姐，那五小姐有点不对劲呢，已经爬上了韩王的床，能不一样吗？表面无所谓的秦凤舞心底已经泛起波澜，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啊！我今晚要亲自探一探韩王府。小姐，太危险了，不如我和素白两人去。不行，你们去只会白白牺牲。上次打伤竹月那个人，你们对付不了。你们放心，我不会轻举妄动，真的查不到什么，我也不会莽撞行事的。入夜时分，秦凤舞换上一身黑衣，蹭着夜色没入黑暗之中。秦凤舞一踏进韩王府，就被一直守在韩王的暗夜和星辰发现了。他们本欲按照即墨战天的吩咐将他打回去，但是他们又深知自己不是秦凤舞的对手。两人商议之下，一人留下继续看守，一人则火速赶回战王府去回禀即墨战天。爷，秦小姐亲自到韩王府中刺探了。什么？秦凤舞，你疯了吗？话落间，暗夜的眼前划过一道虚影，再回神，哪还有即墨战天的影子？蓝燕一摇头叹息：爷，一念爱变成魔，还说要彻底决断，看样子难。即墨战天很快就来到了韩王府，一直守在那里的星辰看到即墨战天，立刻向他指明了秦凤舞所在的方向。这里危险，快回去。战王多虑了。两个人同时飞下了屋檐，一同远离韩王府。直到走到安全之处，即墨战天再也忍不住了。你不知道你的手下就是被韩王的人打伤的吗？那么危险，为什么还要自己过来？我的事不用你管。秦洛蝶身上那股异香，总叫我心神难安。既然在秦洛蝶身上，怎么不去他身上找？即墨战天一语就点破了问题所在，也真是给骑糊涂了。明明有简单的路子，自己非要偏偏挑难的走，也真是醉醉的。很晚了，早些回去吧。你一人之力未必是韩王的对手，不要再去韩王府，一切小心为是。知道了。秦凤舞回到中永侯府，直接去了秦洛蝶的房间，轻轻地翻腾了一会儿，终于在秦洛蝶的梳妆盒里找到了一包黄纸包好的粉末。秦凤舞打开，秦凤舞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因为那粉末就是千人醉。那么想嫁韩王，姐姐我就帮你一把，且看看你能不能如愿。而秦洛蝶在夜里却睡得深沉，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容，做着美梦。七嫂，我真羡慕你。羡慕什么？你做什么事都率性而为，都不需要顾忌什么，多好啊！你身为公主，能有什么不能做的？好用羡慕我。秦凤舞说到这儿，即墨诺雨的脸色愁色更甚了。见此，他也不再多问。啊，对了，七嫂，你今天去教舞坊做什么？让我一通好找。我去看他们跳舞，啥也不会，但也不能太丢人不是？原来是这样，那有什么难？明日你来皇宫，我带你到山乐司去看，保管你在琼花宴之上绝对出彩。收起你那歪歪心思，我绝不是为什么出彩请旨赐婚什么的。还有，再声明一下，不要再叫我七嫂了，我和你那七皇兄这辈子都不会有瓜葛的。七嫂，我不想嫁皇室，而且将来你的七嫂也不止一个。七嫂是怕七皇兄娶侧妃吧？你放心，我拍着胸脯保证，就我那七皇兄能喜欢一人就不容易，叫他娶侧妃是不用想都知道不会的。秦凤舞三人忍不住叹息扶额，要怎么说才明白呢？只能随他去了。茶厅之内，即墨战天和即墨允天对面而坐。今日诺雨之事，七皇帝你可曾听闻？即墨战天点点头，这么大的动静，如何不知？今日即墨诺雨被皇上即墨成叫到了承前殿，挑明了要他来年开春及笄之时就做好和亲的准备。即墨诺雨哪肯乖乖就范，当下就甩了脸子，负气立功。诺雨，本王会保护好的，定不叫他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莲姨，如何？八公主出了宫，去了哪里？爷，先王，回爷，八公主出了宫，就直奔中永侯府。只不过不巧秦小姐不在府上，得知她去了教武坊，又赶去了教武坊。爷，巧的是安国侯府的安小姐也在。后来如何？回先王，安小姐与秦小姐言语不合，被欺晕了过去。
安小姐的丫鬟正好求赶过去的八公主去做主，不想倒是被好生的训斥了一番。我估摸着那安小姐是装晕，要不然八公主一说找家丁过来抬回去就行了。只不过待八公主等人离开之后，与秦小姐一同去的侯府二房五小姐却派安小姐在教武坊坐了好一会儿。七皇帝，看样子我们的二皇兄已有谋略，那小小庶女野心不小啊，谁说不是呢？这蓝燕衣支支吾吾欲说不说的样子，引起即墨战天的烦躁。还有什么？快说！还有什么？快说！爷，属下还打听到秦小姐好像准备在宴会上表演，并与八公主约好了明日进宫到善月寺习武。即墨战天如同一座冰雕一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要献艺，献艺做什么？难不成是有了喜欢的人，要皇上赐婚？即墨允天看着一动不动的即墨战天，小心翼翼地起身，走到蓝燕衣跟前。你家王爷怎么了？我家王爷入魔障了，那本王先回去了，看他这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回不过神来。话落，就一撩袍子溜之大吉了。而即墨战天的思绪还在那里千回百转，直到脑子里闪过白衣女子的身影，才回过神来。爷，东升他们可有传来那白衣女子的消息？爷，确实有些消息，有人曾在香坛山附近见过似是那白衣女子的人，只是属下们去得太晚，人已经不在了，也不确定是不是她。即墨战天不由抬眸，眼前仿佛闪过他清澈如泉水、灵动无比且满是自信的眼神。蓦然间，有那么一刹那，秦凤舞的眼睛竟与之重合在了一起。他害怕是同一个人，又期盼着是同一个人。去查，一定要查到那女子离去的是何方向。秦凤舞，本王希望你是，又希望你不是。如果你是，能不能原谅本王的愚蠢，再给本王一次机会？16那日，秦凤舞特意选了一身紫红色的衣裙，琼花台已有不少人已经入座。倒是秦凤舞一落座，秦洛蝶就挨了过来。堂姐，我能和你一起吗？看了看秦洛蝶委屈的小脸，淡淡的点点头。谈笑话语间，两道身影缓缓而来。秦凤舞嗤之以鼻间，抬头望去，只见即墨战天一身紫红色蟒袍，衬得他更加贵气无比。跟谁撞衫不好，偏偏跟他撞上了。倒是紧跟在后头的即墨诺雨见到秦凤舞，就立刻跑了过去。七嫂和七皇兄就是有默契，穿衣服都是同一个色，两个人绝配。秦凤舞眼角抽泣地看着一派天真的即墨诺雨，心中苦笑：你能不给我添乱吗？七弟，如今怎么不反驳了？六皇兄还是先管好自己再说吧。今日即墨城可是下了死令，即墨允天必须在这琼花宴上择一女子为贤王妃，否则就指婚魏宰相的妖女为妃。要知道魏宰相这女儿胖得跟头母猪似的，即墨允天想想就头疼。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随着大太监高声喊道：皇上驾到，皇后驾到。今日不过是普通宴饮，看着你们年轻一辈如此出众，朕甚欣慰。大家不必拘礼，随意畅谈便是。凤舞一想到一会儿要是赵廷先提出来要求赐婚的话，自己再拒绝岂不是麻烦，必须先下手为强。皇上，臣女可听说了，今日实则是相亲宴呢，各家小姐可都等着一展才艺，就用不着那些虚礼了吧？你是哪位大臣的女儿啊？回皇上，臣女是中永侯府秦浩敏之女。如你所说，你可有准备？准备了，皇上。要是臣女表演的令你满意，可否答应臣女一个请求？即墨城思虑了一会儿，到底也有些亏欠。可以。得到了应允，秦凤舞便下去做准备了。秦凤舞一袭白色舞裙飞身而下，只见她纯白色衣裙腰间高高竖起，一派利落干净，犹如仙子一般飞身掠下，在台中轻盈旋转数圈，妖娆的身姿美轮美奂。最后一圈静止，一手抬起，一手轻捏住一边水袖，半遮住脸的瞬间，深深地定格在即墨战天眼中。此时他的眼中只有秦凤舞半遮面的模样，那双露出的眼睛，自信中且带张扬的眸光，何曾相识？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原来自己自始至终喜欢的从来就是同一个，没有多情一说。七弟，怎么了？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皇上，不知臣女的才艺可入你的眼？这等别具一格、匠心独具的才艺，怎么不能入眼了？那么皇上说话算话？朕说话算话，一言九鼎，岂会妄语？说吧，你有何请求？臣女唯有遗愿，望皇上成全，请皇上赐臣女婚姻自由。一时激起千层浪，没有一个人会料到秦凤舞什么都不求，只求这一世。即墨战天看着神情认真的秦凤舞，
捂着胸口，只觉得一阵阵的抽痛。完了，七哥无望了，个人的心思千回百转，场上屏息以待，静静的等待着吉木城的决断。皇上，绝不能答应，开了先例，以后怕是有更多人要提此要求了。众人闻声望去，只见赵婷瞪着眼睛，气恼地说道。秦凤舞陡然间心沉的厉害，愤恨地看着赵婷。父皇，儿臣也觉得是这个理。吉木战天知道此话一出，秦凤舞定会气恼自己。皇上，臣女这不是被退婚退判了吗？要是今儿个你再指婚，改明我又被退了，那我这辈子还嫁不嫁人了？皇上，臣请求赐婚于臣和秦小姐，且绝不会退婚。臣与秦小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绝不负她。这个赵婷什么时候这么会见缝插针了？草民可听说了，秦小姐并不喜欢赵小侯爷。赵小侯爷这样一来，岂不是强人所难了？再者，如若真的是两小无猜，那么秦小姐前些日子又怎会去婚？顾少卿淡淡出声，表面上冷静的不行，实际上心急的不比吉木战天少。皇上，你是不知道，赵小侯爷从小被我打到大，何来青梅竹马之说？臣女只求得一有情郎，说有赐婚，可否征得臣女的心思？臣女真的是怕了。皇上，你都不知道这冒都城说的是有多难听。我秦凤舞虽然嚣张跋扈，这点我承认，可到底是女儿家，这种毁人清誉的事，受这一次就够了。这下吉木城倒是有些佩服秦凤舞了，不卑不亢，能屈能伸，心中有些替吉木战天可惜。想到这儿，不由得朝吉木战天看去，看着自己轻微的摇头。这下他总算是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可是自己毕竟是95至尊，一言九鼎，如此也好，就让他吃苦头。苏眉一扬，大手一挥，决断道：准了。来到内阁，在素兰的帮助下换下了舞衣。秦凤舞皱着眉头看了一眼那紫红色的烟罗裙，真心不想穿。可有什么异常或发现的？小姐，外头有2个太监，总时不时的在琼花台附近张望呢。今日自己就是故意留出这么一个空档，让秦洛蝶下手的。他不过刚刚换好衣服，出了偏殿，正要去琼花台，那秦洛蝶笑盈盈的走了上来。堂姐，你这是要回席上吗？秦凤舞淡淡的嗯了一下。堂姐，席上太闷，不如在皇宫转转，一会儿再回去。难得来皇宫，不看看岂不可惜？好啊。两人逛了一会儿，秦洛蝶突然就拿出一方汗巾，要为秦凤舞擦汗。秦凤舞一把夺过秦洛蝶手中的丝巾，笑着说道：蝶儿妹妹，我不热，你瞧，你出汗了，堂姐帮你擦擦。秦凤舞一把就抚上了秦洛蝶秀气的脸庞，她来不及反应，就晕了过去。小姐，办妥了。素兰这时候出现，他就知道素兰已经解决了躲在暗处的太监。不得不说，吉莫昊天太自大了，以为派几个小喽啰就能对付自己吗？升去偏殿，想必韩文早就已经等候多时了。说完，又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小瓷瓶，交给素兰，在房间里撒上这个，也让那2个太监闻闻，催眠一下。小姐，我明白。秦凤舞嘴里哼着小曲调，慢吞吞地走在回去的路上。寻遍了琼花台的吉莫战天，迎头就看见了朝自己走来的秦凤舞。身着同样紫红色的2人，在花海之间静静凝望对方。只可惜秦凤舞很快就从吉莫战天柔和的笑容中反应了过来，冷嗤一声，迎面就要擦身而过。在秦凤舞就要走过自己身边的时候，一把抓住了秦凤舞娇嫩的小手。松手！他这辈子镇定了他秦凤舞，绝不松手。战王，你可真不要脸！我都被你退了婚了，还来调戏我！我告诉你，最好武功一直比我高，否则总有一日我要把你打趴下。看样子要求得到他的原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舞儿，本王等着你来打败本王。居然还叫起了舞儿，丫的，这是爹娘才能叫的，你压根没资格。寂寞战天，我秦凤舞到底是哪里招你惹你了？告诉你，我不会忍，我秦凤舞睚眦必报，你给我等着。话落就准备转身离去，背后却突然传来寂寞战天忧伤的声音。舞儿，你还记得1年前你曾救过一个人吗？舞儿，你还记得1年前你曾救过一个人吗？他是什么意思？现在才说这个，是想要还恩了吗？切，我秦凤舞不稀罕。救过，1年前我救过很多人，得罪的人也不少。怎么，有问题吗？平谷沙场寒门关外，一白衣轻纱遮面的少女曾救下了从沙场负伤而回的王爷。对，是我救的，那又如何？难不成因为我救了你，所以你打算以身相许了吗？对，没错，本王就是这个心思。我不稀罕。战王，你不觉得可笑至极吗？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退婚，就凭那3点我是不相信的，而现在我也不想知道。那样得来的只是恩情，不是爱，我才不要。战王不必为此劳神，我秦凤舞不是那小气的人，而是非常小气的人。
你丫的最好以后见到我绕道走，否则别怪我不给你王爷面子。既如此，天天缠着你便是，只要不是无视自己便好。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走进了琼花台。进来的时候，正巧就听到即墨城在追问即墨允天喜欢哪家姑娘。月儿啊，你如何看？月儿啊，你如何看？看样子，今日不选一个贤王妃出来，父王是不会罢休的。父皇，儿臣相中了安国侯府的三小姐。听到他点到自己的名字，安陆云紧张的发不出一个字儿，我命不由己的无力感浮上心头。秦凤舞他看得出即墨允天不喜欢安陆云，安陆云也没有那份心思，这就是皇室中人的作风。他嗤之以鼻，他对皇室的厌恶和不喜更甚了一分。安陆云狠狠抹去眼角的泪水，上前跪谢隆恩。外头闯进来一个慌慌张张的太监。皇上，偏殿那边宫宇里出事儿了。说，发生何事？偏殿的角楼里像是有人在行污秽之事。什么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赶快临阵去瞧瞧。太监连忙起身在前头带路，众人见状纷纷欲要跟上前，就被皇后给拦了下来。各家小姐公子，里头的人不管是谁，都事关皇家颜面。各位，本宫让人在倚兰殿备上茶点，暂且歇息一下。众人面面相觑，即使内心特别想去一探究竟，也只能是作罢。此事是不是与你有关？是啊，他要陷害我，那我只能回击啊。这会子那韩王还在洛蝶妹妹的温柔相中吧。即墨城与皇后等人赶到偏殿内，声声不堪入耳。门外的即墨城脸色越来越黑。来人，给朕把里头的人给救出来！皇后上前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皇上，切勿激动，小心龙体。哼，大门应声而开，屋子里大床之上滚落一个衣不蔽体的男子。这人就是即墨昊天，表面上害怕的紧，心里却正得意。殊不知那床上的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人。床上的秦洛蝶已经转醒，惊愕地发现自己光洁的身子竟只有一条薄被遮体，双腿之间的酸软令自己很清楚地明白发生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秦洛蝶他不傻，即墨昊天有几分真情，自己再清楚不过了。他不过是看在自己有几分利用价值的份上，才会与自己接近。不待即墨城开口，即墨昊天就扑地跪在了地上，开始认错，满脸愧疚。父皇，饶了儿臣吧。即墨城这才看清了跪在地上的男子，气急攻心，一脚踢在了即墨昊天健硕的胸膛，咚的一声应声倒地。孽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等龌龊之事！你是皇子，是王爷，怎么能够做出辱没皇室颜面之事？皇上，事已至此，且看看那姑娘是谁，纳入王府便是了。即墨昊天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意，自己要的就是这句话。求父皇原谅，儿臣与秦小姐两厢情愿，情不自禁。秦小姐？哪个秦小姐？秦小姐自然是……即墨昊天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撩开纱帐。撩开纱帐的那一刻，惊讶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不可能，怎么可能啊？你真是要气死朕呀！事已至此，就娶了人家姑娘，你马上穿上衣服滚出来见朕。又转向秦洛蝶问道：你是哪家姑娘？回皇上，臣女翰林院侍郎秦浩宇之女秦洛蝶。朕派人送你出宫，回府之后不要出府，待你及笄，便让韩王抬你过府，此事不可声张。是。云贵妃听闻此事也是担心，正要派人去请，恰巧就看见即墨昊天朝昭禄宫过来。浩儿，这天下女子哪个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何苦在这宴会之上搞出这一出啊？母妃莫担忧，儿臣无事。你说说，你这是在做些什么糊涂事啊？母妃，儿臣本来想上那秦凤舞的。未免云贵妃担忧，她只得从实道来。云贵妃甚是疑惑，自然是为了皇位。浩儿，有你舅舅一家，何故需要钟永侯啊？母妃，难道你还不了解自个儿的兄长吗？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母妃难道不知？这个安培怀向来多变，想当初自己的婚事也是他这个做哥哥的在后头出谋划策的。可是浩儿，那么多贵族，为何一定要那秦凤舞啊？母妃，钟永侯夫妇曾是大帅，救过父皇，手下旧部不少，为人又忠心，父皇对他很是倚重。只要他响应于本王，
那些朝臣十有八九都是会附和。即墨昊天知道云贵妃心中疑惑，一一解答。待即墨昊天讲完，云贵妃气得一拍桌子：“真是给脸不要脸！一个被退了婚的，还要摆什么谱？竟敢陷害我儿！”母妃，你不觉得秦凤舞其实聪明至极吗？那又如何？如果儿臣能够得到秦凤舞驾着钟永侯，母妃不觉得那皇位就近在眼前了吗？如今情形不明朗，安陆云又被赐婚6弟，想必舅舅心中更加摇摆不定。6弟7弟已经出招，我们更不能坐以待毙。那秦凤舞就是上乘之策。哼，浩儿，他日登上皇位，你一定要将秦凤舞打入冷宫赐死，以泄心头之恨。母妃放心，自然。小姐，那武小姐一回来就被关进了柴房，只怕会更加记恨小姐你了。谁说不是呢？可是那又如何？我秦凤舞向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要是没有害我之心，我又岂会害他？他只是自食其果罢了。小姐，可是他好像也没事啊，表面而已。秦凤舞来到秦浩明的书房，神情凝重地看着他。舞儿啊，出什么事情了？爹，你认为如今谁当皇上会比较好？这是秦凤舞头一次关心朝堂之事，秦浩明知道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否则以他的性子，又怎么会多过问呢？皱着眉头说道：“除了韩王，别看谁都可当。为何？韩王他骨子里生性残暴，刚愎自用，又贪恋美色，又岂是天子之资？”听到这个答案，秦凤舞便放心了许多。就知道爹是聪明人。你这丫头，今儿个是怎么回事啊？奇奇怪怪的。爹，哪有？秦浩明打从一开始就觉得他不对劲儿，逼问了许久才吐出原委。当然，把即墨昊天要加害自己的事儿给跳过了，免得担心。了解了始末，秦浩明也知道事情的大概，心下有了计较。看来是过不了多久，即墨昊天就会上门了。可人家到底是王爷，也只能虚以威慑，搪塞过去。琼花宴后的第3天，皇上就下了旨意，即墨允天和安陆云的婚事定于10月18。小姐，你听说了吗？二房的武小姐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不是迟早的吗？单单只放出来也就罢了，想不到那二老爷还责罚了那2小姐和3小姐，2人被关进了祠堂了。也是狗急了跳墙，逼急了兔子还咬人呢。眼下他已经是韩王的人了，不管他现在对韩王来说有多少价值，此刻他比那2个拎不清的姐妹要金贵。可是不知道那武小姐会不会再来害小姐你呢？这次被他给逃过了，自然是不会放过我的，小心提防就是了，切莫掉以轻心。素兰点点头应道。出了屋子，抬头看看天，天气甚好。这么好的天气，最适合就是出去走走了。真舒服，每天这样多好啊，再不要那烦心事才好。今个儿他准备上街去转转，顺道去趟西凤楼，可每计划赶不上变化。出了梧桐院，迎头撞上火急火燎的素白。素白，这么急出什么事了？哎，小姐，那战王来府上了，正在前厅和老爷说话呢，他还跟老爷说要见你呢，真是气人。见到秦凤舞过来，即墨战天心头一派欢喜。看到即墨战天一副冷冷的样子，秦凤舞走到他跟前，冷冷一笑：“素白、素兰，给我将战王扔出去！”震惊、错愕、不敢置信，这些情绪一下子都浮上了即墨战天俊美的脸庞。他想过秦凤舞很可能会不见自己，但从未想过一开口就要将自己扔出去的。秦浩明连忙起身缓和道：“我儿不得无礼。”这时的秦凤舞哪里听得进去啊？满脑子都在想着他把自己扔出去的那一次，自己是丢了多大的面子啊！还不快点！话落，就一把解下腰间的鞭子攻了过去，大厅顿时一片混乱。我儿住手！前厅的混乱顿时惊动了在后院的凤青兰，问及之下才知道原委。我儿的事咱们不插手，你忘了我儿曾经被扔出战王府，他这是在报仇呢。你还不知道我儿的性子吗？如此一来，秦浩明还能怎么说呢？只能盼着即墨战天不要受伤了才好。我儿为何要将本王扔出去？为什么？把你扔出去你就明白了。语毕，又是一个飞身攻向即墨战天。今日前来，本欲好好坐下跟他谈谈，向他道歉，表示自己的诚意，却不想今日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要被轰出去，只能先小心应付着。一个越是退让，一个越是逼得紧。几经较量之下，
很快，即墨战天就被逼至了大门口。即墨战天一个分神，秦凤舞就趁着这个空档，一脚踹上了他的胸口，跌出了大门外。未等他站稳，秦凤舞一个眼疾手快，狠狠地关上了大门。气得即墨战天心想，这丫头果然不能惯，还得寸进尺了。抬脚正要破了那扇大门，就听见大门内传来一道声音：战王，不凑巧，本姑娘没有5万两黄金给你。这一道挑衅的声音入耳，他顿时就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儿，苦笑一声，无奈地摇摇头，都是自己种下的恶果啊。很快，即墨战天被丢出中永侯府的事情，不消一刻钟就传遍了墨都的大街小巷。堂姐真是好本事，连战王都敢惹的，只怕这世间没有什么能令你害怕的人了吧？再好的本事也没有妹妹你的本事好，想必过不了多久，韩王府的轿子就会来了吧？秦凤舞，你不要得意，你的好日子一定就快到头了。秦洛蝶，你知道吗？原本二叔一家我最不舍得伤的是你，可是你嫉妒心重，利欲熏心，为了攀龙附凤想要伤害他人，如今只是你自食其果。我秦凤舞从不想害你，是你想害我在先。愿妹妹有个好将来吧。话落，转身离开。怎么样，七哥？我就说你要后悔了吧。一得到消息的即墨诺雨马不停蹄的就赶来战王府，好好的将即墨战天给讽刺了一脸。哼，就你这样，七嫂几百年不见的会原谅你，活该要被扔出去。谁叫你当初得罪了人家？七嫂干的就是漂亮，就应该好好的灭灭你的威风，治治你的脾气。我得好好跟七嫂说说，让她不要那么快原谅你。哼！哦对了，还要七嫂不给你做好吃的，只给我做，七嫂不嫁给你才好。说着还时不时的偷瞄即墨战天，看着他的脸从白变黑再到铁青，心里头就暗爽，七嫂不嫁给你才好。说着还时不时的偷瞄即墨战天，不准我儿给你做吃的。哎呀，凭什么呀？七嫂可喜欢我了，我跟她说说，她准听我的。当下即墨战天脸黑的不行，却是自己妹妹是一个突破口，如果他能为自己说上几句，可能事情就会简单的多。诺雨啊，你如果还想要七嫂，就在我儿面前替本王说说。为什么呀？我有啥好处？即墨诺雨，你不要得寸进尺。那以后七嫂做的东西得分我一份。你说呢？哼，小气鬼！即墨诺雨拔腿就跑，不愿再搭理他。这么一闹，蓝眼一终于知道自家也想通了，不再纠结于那白衣女子了。可是这跟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您老自己退的婚，跟自己可没啥关系呀。一脸幽怨地看着端坐在书桌前的即墨战天，伤神地说道：爷，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扫庭院啊？想减罚，先知道错在哪里再说。中永侯府梧桐树上，一道月牙白身影隐于树上，站在树上的即墨战天看不到屋子里的情况，决定到房顶上去瞧瞧。刚刚爬上屋子，就听到里头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素白，学好了吗？小姐，好了，可以洗了。轰！一股热血上头，顿时红了双颊。他是在洗澡吗？此时此刻的即墨战天才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陷得那么深了。仅仅一句话就引得自己失态。小姐，那五小姐好像有人保护，这一天我和苏兰都没什么头绪，这只能说明秦洛蝶还有点本事。小姐今儿个一下午都在屋子里，外面的传闻可听说了吗？什么传闻？小姐，你是不知道，外头都在传闻战王他后悔了，喜欢上小姐你了，这是打算吃回头草呢。说什么呢？你家小姐我是草吗？那是，我家小姐哪能是草啊？我家小姐是宝，无价之宝呢。那战王先前就是个有眼无珠的。哎呀，就是那匹马，好马怎么可能会吃回头草呢？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谣言，估计又是他想出来的新招，要我难堪。说自己是马，还冤枉自己是要他难堪，这丫头简直就是软硬不吃，硬上直接跟你硬拼，讨好他照收不误，过会儿就翻脸了。这丫头，本王饶你一次。他一个人在屋檐上吃着冷风，自言自语地说着，殊不知这一句轻轻的呢喃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屋子里的秦凤舞听到了屋顶上的动静，眸光瞬间变得犀利，快速从浴桶里起身，转过衣袍就套在了自己还湿漉漉的身子上，夺过素白手中的水瓢，一个精准无误的投掷，直直地打在了即墨战天所在的屋檐下方，屋顶瞬间破了一个大洞。就这样，即墨战天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掉进了屋子。战王你个登徒子，色狼流氓不要脸！一边谩骂一边快速攻向即墨战天，不等自己开口，
那双纤细白嫩的小手就已经攻了过来。即墨战天只是稍稍一个侧身，就轻轻地躲避了过去，还顺势搂住了他的细腰。被他环抱着的秦凤舞又羞又恼。舞儿，你听本王解释。解释？解释什么？你不要脸！你都已经退了婚了，还来缠着我做什么？不是。不是什么？你到底存着什么心思？你说呀！秦凤舞越说越气恼，攻击的越发狠辣。他就是想不通了，仅仅是因为自己救了他，所以才来缠着自己吗？自己可不要这种报恩方式，他不稀罕。即墨战天见自己根本就没有开口的机会，在一个眼疾手快点住了秦凤舞的穴道，并把他抱在怀里。你个……不等秦凤舞说完，即墨战天就封了他的哑穴。舞儿，本王错了。舞儿，你或许觉得是因为本王知道了你就是当年在战场上救自己的人，所以本王才喜欢。本王承认，从第一眼本王就喜欢了你，那个穿着一身白衣轻纱遮面的你，从此不能自拔。可那时本王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所以才会这么鲁莽的退婚，是本王错了，本王后悔了。可你知不知道，我自从见到你就痛苦挣扎了很久，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被你吸引了，我一度觉得自己背叛了那个女子的感情，我纠结无奈，所以才会做出那些个伤害你的事。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我吗？听到他的话，秦凤舞心里头忍不住吐槽，难不成自己会受这罪，还是自己的错不成？哼哼了两声，示意自己要说话。即墨战天立刻会意过来，解开了他的哑穴。说得很好听。舞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知道我在得知你们就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有多欢喜吗？那种喜悦不亚于登上皇位。倘若当初救你的不是我，即使你心中有我，你依然会退婚不是吗？舞儿，没有那个倘若，但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舞儿，出了什么事啊？动静怎么那么大？在众人静默之中，屋外头传来一道温柔的声音，众人只觉得完了两字飘在头上，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心里头着急的凤青兰和秦浩明就推门进来了。爹娘，舞儿你……凤青兰瞪大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王爷，你这样做恐怕不妥，这要是传出去，影响我女儿的清誉，还请你立刻离府。即墨战天一时无话，今夜只能先这样了，飞身离去。天蒙蒙亮，就直奔中永侯府。素白他得了令，早早地堵在梧桐院的月亮门前，一脸正色地说道：上王得罪了，我家小姐不见客。被拦在外头的即墨战天火气顿时就上来了。爷，忍忍吧，你要是把这丫头给打了，小心这辈子就休想得到秦小姐的原谅了。本王是担心舞儿的身子，你让本王进去。素白一挑眉，将秦凤舞说的原话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谁来探望都能进来，唯独战王不行。为何？本小姐吃了一次闭门羹，我要她吃7次闭门羹，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爷，我就知道秦小姐不好惹。此刻的即墨战天从来就没觉得蓝燕一像今天这么聒噪过，他知道这点，用不着别人来提醒。既然进不去，那就好好让他出出气。吩咐了蓝燕一去搬张椅子，他是今个儿打算坐在这梧桐院门口不走了。素白惊得眼睛抽搐的不行，黑着脸回禀秦凤舞去了。悄悄躲在一边观望的秦浩明心中急呀，用手推推身侧的凤青兰，焦急地说道：你也不管管舞儿，万一惹恼了战王，他硬来可怎么办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她是有仇不报非女子。你瞧好了，那战王绝不会轻易发火的。我可瞧出来，他对咱们舞儿是真情实意呢。冲着他左盖儿那紧张兮兮的模样，我就看好他。你呀，舞儿的性子就随你。素白却回禀了秦凤舞，他也觉得意外，不成想他耐心还挺足，这可不行。皱着秀眉想了一会儿，又吩咐素兰出去。素兰匆匆出了梧桐院，脸色很是焦急。即墨战天见状，连忙起身拦下了素兰。这么焦急，你家小姐怎么了？战王你让开，我家小姐说嘴里还是有些发苦，想吃北街街尾干果铺里的桂花糖。素兰脸上是很着急，可心里头使劲憋着笑呢。想想自家小姐可真是能折腾。即墨战天俊眉一拧，连忙转头朝蓝燕一吩咐道：没听见吗？还不快去啊！这么焦急，你家小姐怎么了？战王你让开，我家小姐说嘴里还是有些发苦，想吃北街街尾干果铺里的桂花糖。没听见吗？还不快去啊！
燕一脚程快，上他去。说他脚程快，战王你不是更快？说到这份上，要是再不懂秦凤舞的意思，那可真就是傻瓜了。黑着脸看着梧桐院内，蓝燕一冷汗连连地瞄着即墨战天。上你家小姐等着，本王去就回。话落间，风一般的消失在了素兰眼前。小姐，战王真的不错，你就不考虑一下？素白，今天不给素兰饭吃，瞧瞧就这么点事儿，他就被人家收买了。素白躲在一边偷笑，素兰是一脸的委屈啊，也不知道即墨战天是不是飞去的。原本来回要1个时辰，他只去了1刻钟便回来了。秦凤舞眼角直抽抽地盯着那一颗颗桂花糖，心里头盘算其他的心思。直到晚间，即墨战天才起身回去。翌日一早，不出所料的，即墨战天又来了。今个的天气甚好，阳光明媚，最适合晒太阳了。这么好的天不晒太阳那就可惜了，这么好的天不晒太阳那就可惜了。在外头翘首以盼的蓝叶一头一个发现秦凤舞出了院子，朝着即墨战天说道：爷，你看秦小姐也没什么大病，这会儿正在院子里头晒太阳呢。即墨战天立马起身朝院子张望，果然瞧见秦凤舞盖着一张棉被躺在躺椅上假寐，心头安心了不少。爷，这秦小姐分明就是故意整你呢。即墨战天冷冷地转向蓝燕一，眼神之中责怪他多嘴。七哥，你也来看七嫂吗？那怎么不进去啊？秦慕诺雨踏着轻快的步子往这边来，不等两人做个招呼，素白就急忙忙地出来。八公主，赶紧的，我家小姐早等着你呢。哎呀，战王，不是奴婢妨碍着你和八公主说话，实在是小姐想念着八公主，着急的紧。原本豁朗的脸一下子变得黑暗抑郁，嫉妒地看着秦慕诺雨的背影。素白，你家小姐太过分了，一看就知道她是来找八公主存心刺激我们家爷的。没错，就是故意的。这梧桐院谁都能进，独战王不能进。说罢，扭头就进了门。嗨，还真是有什么样子的主子，就有什么样子的丫鬟。爷，你说是吧？多嘴，还真是有什么样子的主子，就有什么样子的丫鬟。爷，你说是吧？多嘴。蓝燕一只能悻悻然地闭紧了嘴巴，而即墨战天天天来，又天天吃闭门羹。躲在一边的秦雨晴早就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手拎着裙摆，一手提着食盒，微笑着走向即墨战天。战王，这是我亲手熬的燕窝，你尝尝，暖暖身子。燕一，将他打发出去，不许再靠近。王爷饶命啊！即墨战天厌恶地看了一眼跪在脚边的秦雨晴，拖下去，打10大板。王爷饶命，王爷！他哭喊着拉扯着即墨战天的衣袍。即墨战天看着他的手，没有任何犹豫的一脚将他踢开。秦雨晴毕竟是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就仅仅这么一下，就痛得晕了过去。小姐，战王将人踢晕了，给扔回了西院。素白一直就在暗处观察着，出了事儿，忙不迭就来回禀了。七嫂，你瞧瞧，我七哥多忠心啊，那么不懂得怜香惜玉，还把人给弄晕了，可见他对你多在意啊。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将来我要是真惹毛了他，不是更惨？哪能啊，七哥最疼你。看样子得好好教教七哥怎么哄七嫂开心才是。被踢晕了过去的秦雨晴捂着自己的胸口，悠悠地醒过来，痛苦地撑着自己的身子。为什么那个贱人有那么多人喜欢？明明什么都不会，只会闯祸。为什么我不是中原侯府的嫡女？我明明就比他知书达理多了。战王顾少主，就连那赵婷都喜欢他，他凭什么那么受欢迎？满腔的怒火早就磨灭了他的心神，他的眼中只剩下了恨意。要是有人能帮我除掉秦凤舞该有多好，怎么可能呢？有谁能帮我呢？我这是在白日做梦罢了。怎么这么没希望吗？我可以帮你。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道低沉的男声，吓得秦雨晴连忙跳起来，惊恐地盯着房梁。是谁？别装神弄鬼的，给本小姐出来！咻的一声，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你是谁？来人优雅地转身，他的脸上罩着一个银色面具，根本就看不到他的样子。你不是要杀死秦凤舞吗？我可以帮你。秦雨晴吞咽了一口口水，茫然地点头。你不是要杀死秦凤舞吗？我可以帮你。男子从衣襟处掏出一个瓷瓶，拿着，下到他的吃食里，他必死无疑。这是毒药？明知故问。不行，别说我靠近不了梧桐院，就是能下到秦凤舞的吃食里，以他的医术必能识破的。你笑什么？笑你笨呢。既然不能下到吃食里，那么就下到水井里，应该是再简单不过了吧？不行。
他虽然嫉妒也恨着秦凤舞，但心思到底没有那么歹毒。他害怕自己夜不能寐，天天会有冤魂向自己索命。哼，看样子你是不想他死了。不，我要他死。我有法子了，我要你的帮助。起身走到男子跟前，在他耳边轻声地说着。男子悠悠地回头，饶有兴趣地看着秦雨晴。好，你放心，这毒药不是没过的，他未必能识破。话落，接过瓷瓶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秦凤舞，你死定了。梧桐院的小厨房之内，卢子长正熬着给秦凤舞治风寒的汤药，素兰亲自看管着。外头突然传来秦雨晴骂骂咧咧的声音，素兰朝门口望了望，就看见秦雨晴和秦雨燕正带着人闯进来。秦凤舞，你给我出来！你个贱人，说是不是你挑唆的战王？堂姐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闻声望去，秦凤舞正朝这边走来。秦凤舞，你终于肯出来了，我看你气色好得很，是不是装病博战王的怜悯啊？不要脸！秦凤舞轻睨了一眼他的手指，眉眼一挑，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指，只轻轻用力，就痛得秦雨晴冷汗连连。秦凤舞，你个贱人，松手！妹妹，好痛！秦雨燕见状，连忙上前阻止。堂姐，你快松手，姐姐要被折断了。小姐，发生什么事了？素兰，你不熬药呢吗？没事儿，这有我和小姐呢。药快好了，我出来看看。秦凤舞回头看了一眼素兰，身形刚刚站稳的秦雨晴也下意识地朝素兰看去，视线又朝着院内的小厨房方向看去，神色之间露出了一丝欣慰。素白、素兰，将他们给我扔出去。是。闹腾了好一会儿，素兰、素白两人在一起架着秦雨晴给扔回了西院。今儿个那个唐二小姐是不是失心疯了？回了梧桐院，素白就开始满腹牢骚。她可能真的受刺激了。秦凤舞一边说着，一边接过素兰递过来的药碗，放在鼻尖嗅了嗅，一股刺鼻的中药味儿刺激着自己的嗅觉。吃药闻着就苦，真不想喝。小姐又想耍赖，良药苦口啊。好吧，忍一忍。秦凤舞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将药靠近自己的唇，轻抿了一口，噗的一声，还没有入口就立刻吐了出来，啪一声砸了药碗。小姐，素白，快去拿解毒丸来。素白被吓坏了，连忙跑去药房拿解毒丸。扑通一声，素兰重重地跪在地上。小姐，不是我没有背叛你。秦凤舞捂着胸口，深深凝视了一眼素兰。对于素兰，他是绝对信任的。这是轩辕国特有的毒药，唤名无畏香，只要一点就能让人毙命，且不容易察觉。这是轩辕国特有的毒药，唤名无畏香。秦凤舞望向地上打翻的药碗，无比的庆幸自己跟百木生学过制毒，又十分熟悉药理，只尝了一口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否则自己今日真的要当场毙命。起来，不关你事。素兰拼命的摇头，就是不肯起来。小姐，都是素兰不好，素兰不应该离开小厨房，都是素兰的错。小姐，解毒丸拿来了。素白快步冲了进来。快呀，快给小姐服下。素白颤抖地将解毒丸塞进秦凤舞的口中，又给他猛灌了好几口茶水，直到确定那解毒丸被灌了下去，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是轩辕国的毒药无畏香，这解毒丸治标不治本，我身上余毒未消。那怎么办？15日？什么15日？小姐你快说。解毒丸只能遏制毒性15日，15日之后我还是会毒发身亡的。这毒我不是不能解，只是少了一种轩辕国特有的一种花，叫幽兰草。这毒我不是不能解，只是少了一种轩辕国特有的一种花，叫幽兰草。来回一趟，岂不说时间不够，未必能找到。所以，素白，小姐的命交给你了，你马上出发去毒王谷，问百木生要解药。好，小姐，我马上去。素白一抹眼泪，就立刻出了房门。素兰，你留下来，我这还需要你的照顾，就让素白一个人去，我放心的。小姐，都是我，害小姐吃苦。好了，不哭了。看样子，不止秦洛迪身后有韩王，就连秦雨晴身后都有高手。今日就觉得他怪怪的，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下手。我们都低估他了，还一直以为他是最笨的，却不想他才是险些要了我命的那个。素兰，
你留下，给我好好盯着他。好，小姐。苏兰，我累了，睡一会儿。小姐睡吧，苏兰守着你。忠永侯府门内的前厅大院里，两个俊美无双的人彼此看着对方，气氛异常低雅。蓝燕依和子乌都不敢出声，默默地退到一边，看着自家的主子。空气中的火药味十足，有种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的感觉。顾少主多有不便，不知来忠永侯府做什么？我与凤舞是朋友，且他与我有至腿之恩，他病了，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过来看看。听到此处，即墨战天心里头串起了一股恨不得再次打断他的腿的念头。如果他恢复了，以他的身份和样貌，只怕会难保武儿不对他动情。这是个强劲的对手，相对于他的仇视，顾少卿选择微微一笑。这时，一声刺耳的长唤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众人纷纷看向声音的来源，只见素白在府内策马奔驰，神色焦急。即墨战天朝蓝燕依使了一个眼色，他立刻会意，快步上前拉住缰绳。素白，何事这么着急？小姐她中毒了，我要去寻解药。小姐她中毒了，我要去寻解药。什么？你再说一遍。素白心里头着急，又见着他不肯让自己离开，只能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即墨战天的脸色越来越黑。燕依，你和素白一起去，务必在10日之内给本王回来。撂下这句话，直接撩袍子闯进了梧桐院。他此刻只想知道他的武儿好不好。顾少卿看着他飞快离开的背影，多么希望自己的腿已经好了。子乌，你还不赶快推我过去！武儿，他怎么样？小姐她暂时不会有事，由于毒性，现在睡下了。武儿，你会没事的，本王会叫那些人不得好死的。因着刚才一闹，原本还不知道自己女儿中毒的秦浩明夫妇也赶了过来。进屋就看见即墨战天静静地守在一边，一动不动。武儿，兰儿，放心，咱们武儿会没事的。你忘了，武儿的医术可了不得。再说了，素白不是去寻解药了吗？一定会好的。没多时，秦凤舞便悠悠地醒来，睁眼看到的第一人居然是即墨战天，俊美的脸上写满了心疼。扑哧一声，秦凤舞一下子就笑了出来。想不到堂堂战王还有这么胆小害怕的时候，这么个冷清的人会这样表现，可真是少见。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不等秦凤舞开口回答，凤青兰凑到跟前。武儿，你怎么样？娘亲，我没事，只不过有些虚弱，没什么的。还说没事，吓死娘了。你打小就鼓捣这些，娘从来就没想过你会中毒。到底是谁要害你啊？老爷，你可要查清楚这事儿，不能让我儿白白吃着苦头。秦浩明望着憔悴的秦凤舞，又看了看从始至终都凝视着自己女儿的即墨战天，脑海里突然回想起了朕对不住你，朕本来想让你女儿成为皇后呢。当时他以为只是一句戏言，现在想来可能并非戏言，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被旁人知道了，而这人必定是皇室中人。他的目的是为了给即墨战天在继位上平添阻拦吗？浩明，你怎么不说话？是，定要揪出那人。秦浩明能有这反应，秦凤舞他一点也不奇怪。朝他看去，彼此心照不宣。余眼又瞄到了坐在轮椅上的顾少卿。少卿，你也在啊？凤舞，你……顾少卿的话没说半句，一道人影就挡在了自己的视线面前。即墨战天轻睨着双眸，眼神之中渗透着浓浓的警告。秦凤舞满头黑线地看着即墨战天的背影，要不是现在没力气，真想上去抽他一顿。少卿，谢谢您，不过我现在不方便。娘，你去帮我招呼一下战王和少卿，我跟爹爹有话说。娘放心，我没事，去吧。好，娘一会儿来看你。本王也有事要跟武儿商量，怎么能让本王跟他混为一谈呢？即墨战天，你闹够了啊！我真的有事要跟我爹商量。武儿，本王知道你要说什么，恐怕这次中毒与本王二哥有关。侯爷，你也知道，你的忠心和耿正不阿已经在朝堂上有了不小的影响力了吧？皇上他曾说过，武儿做不成皇后了，将来他有意属立王爷你为太子。爹，我想说的大抵就是这个意思。爹，我们凡事要万事小心啊。
此刻的秦浩明深深的觉得自己还不如不要这个后位，家里头又不省心，现在居然还牵扯到了皇室。我儿，要本王做什么？爹，我跟战王单独聊一会儿，你先出去。秦浩明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瞒着自己，但他知道自己的女儿一定是为了自己好，点点头退出了房门。我儿，你怎么样？我中的是轩辕国特有的毒药无味香，在没有服用解药之前，我会一直这么虚弱，而且很可能会发烧。不过我需要你帮助是真的。你说只有我能做到？说到底，估摸着和你们皇位之争有关。我此次中毒跟秦雨晴必有关联，只是没有证据罢了，所以我要你派人监视他们。好，只要你说的，我都能办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想让他们跟朝廷扯上瓜葛，也不想让你爹为难，所以我会帮你，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诚意。他闪烁着双眸，对上他深情的视线，那双深邃的双眸一下子就将他吸了进去。原来我的我儿也会为我痴迷。果然给点好脸色就开染坊，不要以为你帮我了就指望我原谅你。我儿，你怎么了？我错了，真错了。好不容易才有点动容，结果自己一傲娇又得意忘形了。即墨战天心头那个后悔啊！过了一会儿，他已经闭上眼眸睡着了。梧桐院的花厅里，众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看见即墨战天出来，连忙上前问道：战王，我儿怎么样了？他有些累了，现在已经睡了。而一直等着的顾少卿听见秦凤舞已经睡下，心里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却也没有其他办法。顾少主，我儿他已经深陷泥潭，你要真当他是朋友，就不要有那样子的念头，毕竟你的家族也不简单，难道你想让他身陷两难？大王记得你内定的少夫人就是那日琼花宴上你身侧的花雨熙。即墨战天在顾少卿离开之前说了这么一番话，这话敲打着他的心门，可是要叫自己放弃太难了，自己是真的喜欢他呀。子午，我们回去吧。说，是不是你下的毒？即墨昊天极尽狰狞的脸显示着他的愤怒。王爷，不是我，真的不是。你以为我会信吗？他恨极了，这一切都是拜秦凤舞所赐。王爷，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而且秦凤舞他会医，一般毒药根本毒不到他的。再者，我根本进不去梧桐院，就连东院都未曾踏入。即墨战天想了一会儿，狭长的双眸危险地凝望着秦洛蝶，突然冷笑起来。是了，这么一个无用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呢？看来是自己心急多想了，想到这儿，脸上立马和颜悦色起来。乖，没事了，你好好休息，本王改日来看你。夜深至半夜，素兰睡意朦胧地守在秦凤舞的床边，以红和追风逐月因为实在担心的紧，趁着午夜悄悄地来看望秦凤舞。素兰，主子怎么样了？这毒霸道，其实服了解毒丸抑制住了毒性，可是却虚弱得很，这会儿有点发烧，不要让我知道是谁干的，否则我定要叫他生不如死。对，绝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本就有些晕晕沉沉，睡得不是很熟的秦凤舞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努力地睁开了眼皮子。主子，你醒了，让你们担心了。主子，你说是谁？我去杀了他们。杀了倒不必，不如去吓吓他。秦凤舞觉得不管怎么样，总要给他点教训才是。怎么吓唬？几个人在屋子谈了好一会儿，没过多久，秦雨晴的房中就发出了阵阵的惨叫声，惊动了二房一大家子。结果推门进去一看，秦雨晴站在桌子上，哭得泣不成声，而地上爬满了蜘蛛、蝎子、蜈蚣之类的毒物。吩咐了下人捉了半宿，这才完事儿。惊得这么一下，秦雨晴整个人就跟失了魂一般，呆呆愣愣的坐着一动不动，连喝水都要人撬开了嘴巴，喂一口再合上才行。柳香河是气不打一处来，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就这么像傻了一般，自己还指望她嫁给高门望族，给自己添光，却不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秦浩宇到底不傻，秦凤舞才中了毒，而自己的女儿又出了事，这两者必有联系。一连几日都诡异安静得很，除了每每醒来看见的不是凤青兰，而是俊美无双、冷情高傲、一身白衣的即墨战天。几日下来，他倒是发现了一件稀罕的事儿，一个堂堂王爷好像没有衣服穿似的，天天就这一身衣服套在身上。
秦凤舞忍不住打趣道：“你战王府是不是穷的连衣服都买不起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本王的钱财不可估量，就上次被你讹去的5万两黄金，也只是本王府的冰山一角。那你当时还这么小气巴拉的？本王要是知道一开始就是你，就是整座王府都给你，本王也愿意啊。怎么不说了？果然你对自己都小气得很。不是，这衣服我儿你披过的那件。秦凤舞睁着双眼愣在那里。你当时不是很嫌弃的吗？怎么没有扔掉？我那个时候是生气，也确实有想要扔掉的冲动，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没有那么做，甚至好长一段时间都摆放在了书房里。时常的想起你当时的模样，心慌意乱，想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喜欢上你了。所以内心里舍不得扔掉关于你的一切，甚至在那次下定决心不与你往来那次，也从未想过。秦凤舞背过身，脸上扬起幸福的笑意。即墨战天看不见他的表情，以为自己又哪里做错了。我儿，怎么了？不怎么，天天穿这一身衣服，你不嫌臭吗？不会啊，每日回去都叫下人连夜清洗烘干了，还特意熏上了上次你给熏的香料，不信你闻闻。你这是在讨好我吗？是，我是在讨好你，今生认定了你，你就休想逃掉。可我那……即墨战天知道他要说什么，当即打断说道：“本王定能做到。”给你加10分。什么10分？什么意思？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服侍本小姐的份上，给你加10分。等你拿到100分，我就原谅你。大概是太过激动了，即墨战天竟一时无话。不想就算了。不是，本王是太高兴了。让苏兰过来，扶我去晒晒太阳。再躺下去我快发霉了。不行，万一你四处乱动，加速毒发怎么好啊？不会，这点我比你清楚。苏兰过来，扶我去晒晒太阳。再躺下去我快发霉了。不行，万一你四处乱动，加速毒发怎么好啊？不会，这点我比你清楚。即墨战天知道没法，一把抱起他就往外头走。你个流氓，放我下来！不！即墨战天一口回绝，这么好的机会，自己怎么可能放过呢？你们太过分了，男女授受不亲，你们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做出这事！一道刺耳的女声贯刺入耳。安婉婷听到了秦凤舞中毒的消息，专门赶来办好心探望，实则就是来看看他死了没有，却没有想到深受打击的会是自己。秦凤舞，你真是太不要脸了！是本王要缠着五儿，如果你敢说半句五儿的不是，本王定当不饶。王爷，你是知道我的心的，我到底哪里不好？我比她漂亮，我是墨都第一美人，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她是如市井草莽一般，为什么？不为什么，本王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王爷，你曾经亲自退的婚。王爷，你曾经亲自退的婚。本王后悔了。简单的几个字震慑到了秦凤舞，而安婉婷却被敲击得如同碎掉的瓷瓶一般，木讷地走出梧桐院。回到安国侯府的安婉婷如同疯妇一般狂笑不止，眼睛淬了毒一般。秦凤舞，我恨你，我要你死！妹妹，你的愿望会实现的。一身紫色蟒袍的即墨战天自己换了一身新衣，连夜就跑来。当他正要推门进去的时候，却敏锐地察觉到有生人的气息，迅速地飞上屋檐，紧盯着夜幕中的梧桐院。不过一会儿，院落里飞进3个黑衣人，即墨战天瞬间迸发出危险的气息。这些人一瞧就知道是来暗杀秦凤舞的，他怎么能允许？秦凤舞敏锐地感觉到外头有异样，连忙对素兰说道：“素兰，外面好像有些不对，你去瞧瞧。”素兰连忙起身出去。不消一会儿，即墨战天沉着脸走了进来。怎么了？刚刚在外头擒获了3个杀手。素兰，有没有惊动院子其他人？王爷身手了得，只2、3下就将人制服了，没有惊动其他人。那3个杀手大概怎么也想不到王爷会突然过来吧？那就好。你怎么又来了？还好本王来了，要不然以你现在的状况怎么对付得了啊？不行，太危险了，本王决定留下来。什么？你不能留在这儿。但即墨战天仿若没有听见一般，挪了一张椅子过来，紧挨着秦凤舞的床沿，不紧不慢地坐下。今日的杀手不知是不是和给你下毒的人是同一个幕后黑手？尚未可知。不管是谁，如今我树敌太多，这中间必与你有联系，所以我的安全你有责任。对，就是这样，都是因为他，自己才会那么多灾多难的。他这样保护自己是他的责任，
没什么不好意思，也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现在他是我的保镖，这么想着，顿时觉得好受多了。好，本王保护你一生一世。一夜好眠的秦凤舞缓缓地张开了眼，想起寂寞战天昨天守了一夜，连忙撑起身子转向床外，可是环视一周，却没有半个人影。骗子，还说要保护我一生一世呢。小姐，瞧把你急的，已经喜欢人家还嘴硬不承认。不得不说，我只是觉得他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王爷确实守了一夜，这会儿才刚走。今日是贤王大婚，王爷他去参加婚礼了。10月初2了，距离15日期限已经过去12日了。秦凤舞的视线朝着门口望去，好不容易重活一世，他不想就这么死去。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渴望生命。素白，你快回来。秦凤舞苍白而忧愁的脸落进素兰的眼中，他怎么不知他心中所思所想。小姐，你会没事的。小姐，昨日的杀手是安世成派来的，看来是安婉婷兄妹的杰作。若是让他知道救我的就是他爱的死去活来的战王，你说他会不会气死？那小姐要不要散播一下？现在不是好时候，等我好了再给他下点猛料。凤舞，今日可好些了吗？顾少卿进门第一句就是问秦凤舞的身子。秦凤舞虚弱地笑了笑，近几日的胃口也急剧下降，整个人一下子瘦了不少。顾少卿满眼的心疼，就不敢表现得太过，想要再上前一步，耳边却时不时回想起花雨熙的话。表哥，难道你要令姑母伤心难过不成？你要负我这10多年的情深意重，你要为他与整个顾家为敌不成？一声声质问深深敲痛着他的心，然而却怎么也唤不住他前来探望秦凤舞的脚步。还好，秦凤舞不是看不出顾少卿眼中的反常，只不过不想问而已。他知道不喜欢就应该保持距离。谢谢你少卿，你多有不便还每日过来，我这边没事，想来再过2日素白就该回来了。素白，你可得早点回来，你家小姐我还有好多人没有对付呢。那就好。少卿，我们是朋友吧？顾少卿陡然听见，抬头对视着秦凤舞清澈的双眸，那眸光里仿佛在诉说着只能是朋友。他苦笑一声，点了点头。是的，你好生休息，差不多我也该去参加贤王的婚礼了。红烛摇曳，一派喜气的婚房之内到处张贴着喜字。安陆云一身红色绣鸳鸯锦的嫁衣，安静地坐在床沿上，不敢动弹。鸳鸯盖头之下，一张精致的小脸却未见喜色。云儿，如今你成了贤王妃，将来你姐姐也嫁进皇室，那么我安国侯府就多了一层保障。你一定要好好的讨好贤王，不管日后谁当了皇帝，我安家定要出一个皇后，好光耀门楣。耳边一直回荡着安国侯安培怀的话，自己只不过是他往上爬的棋子。到现在他还记得那日圣旨下来之后，自己的父亲两眼放光贪婪的模样。突然门咯吱一声打开了，随着他慢慢的靠近，安陆云屏住了呼吸，不敢动弹。寂寞云天慢慢走近，安静地坐在床沿上的人儿。寂寞云天皱着眉头，一把捏住安陆云的下巴，让他面对自己。一张精致的小脸呈现在寂寞云天的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安国侯的庶女，今日这么一打扮，模样也算得上上乘。心突然有些不忍自己居然利用这么一个无辜的女子，猛地缩回了手，转过身背对着安陆云。寂寞云天挥去脑海中这一丝不忍，她不过就是一个庶女，要怪就怪她是安国侯的女儿，生来就是被人利用的。安生的待在府里，不要妄想本王会对你有多好。本王明白的告诉你，本王绝对不会喜欢上你。我明白的，绝不会在府中生事，王爷放心。他知道自己嫁过来会是这样的处境，也明白寂寞云天不会真心的待自己，但是自己却从未想过他的夫君在这洞房花烛夜之中将话说得这般明白。他不想听到自己在他眼里连下人都不如，自己好歹是他的妻子。蓦地听到这一句，寂寞云天来不及生气，惊讶的是他的安静和如此的自知之明。转过身面对安陆云，如此最好。砰的一声，房门被重重的关上，缓缓转向那一对龙凤花烛。安陆云仿佛在那烛火之中看到自己萧条的一生，自己向往的自由，向往的幸福，通通都随着火焰不复存在。等待自己的是安静的在这贤王府中了死残生。六哥，他很安分。寂寞云天简简单单的说了一句，寂寞战天也已经明了。七弟，六哥这边无事，
倒是你心心念念的秦凤舞，如今可好？也不知道蓝燕依他们如今到了哪里。今日已经是第12日了，他比之秦凤舞更加的紧张焦躁。才等解忧，有希望总比没有好。眼下你可要盯紧了钟永侯府，也不知道躲在暗处的是谁。如果是二哥，那至少大家都在明处；如果另有其人，那么这个人藏得也太深了。会不会是三哥？不会，三哥原本无心皇位，加之发生大哥那件事情之后，三哥就更加无心朝政。如今已有2年未归，绝不会是他。即墨战天恨不得现在就查出背后之人，好替秦凤舞报仇。该死的，启帝急不得，小心为上。在两人犯难之际，天际突然出现一道蓝光，看似很远，又仿若不远。一直跟随即墨战天隐于暗处的星辰突然出现，跪在即墨战天面前。王爷，那是蓝少将的信号，呈东郊外方向。皇上还在大牢之中，不从皇后口中得知自己想要的答案，他是怎么都不会甘心的。皇上，饶了臣妾，臣妾知错了，饶了臣妾。朕身为一国之君，尚且能够做到只你一人，你为何要背叛朕？你死10000次也不足惜。不是啊，不是，是林公公他勾引臣妾。楚威霆，不管谁错在先，你必死无疑。说，林雨她是不是朕的女儿？不是，不是，皇上，林雨是你的女儿啊。真的吗？半刻犹豫之后，点了一下头。而就这半刻犹豫，皇上他并不完全相信。几番询问下来，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随即下令彻查当年轩辕灵玉降生时候的情景。太子表哥，凤舞，起早，如何？皇后松口了吗？没有，眼下父皇正在彻查当年的事。太子表哥，这是护心草。王爷，那是蓝少将的信号，呈东郊外方向。听闻这事，即墨战天立马传想到蓝燕依在路途上定是受到了阻拦。六哥，看样子有人不想燕依拿到解药进城，本王要去救他。话音刚落，未等他反应过来，即墨战天的身形已经消失在了黑夜之中。当即墨战天和暗卫们赶到时，蓝燕依和素白正在和一群黑衣人交手激战，两人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看着那一群来路不明的黑衣人，一股怒火油然而生。想要伤害五儿，要他的性命，那也得看看本王同不同意。话音一落，就飞身加入了激战。王爷，蓝燕依和素白纷纷侧手看向即墨战天，眼睛里同时迸发着希望的光芒。由于即墨战天突然的加入战局，加上星辰等隐卫的助力，趋势逐渐好转，对付起黑衣人越发顺手了。蓝燕依和素白已经激战许久，都有一些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不力敌。素白一个走神，脚下一个打滑，愣是没有接住接下来的一招。小心！就在素白不远处的蓝燕依大喊一声，拉过素白，并徒手挡了一刀，胳膊上被划开了一个深深的口子。燕依看着素白因为自己受伤而愧疚紧张的小脸，蓝燕依强忍着痛意，温柔地笑道：我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素白姑娘不用在意，她在战场上受的伤众多了，不打紧。星辰打完之后实在看不过眼，出声说道：真的？素白低着头，又从衣裙上撕下一条，轻轻地帮蓝燕依包扎。现在什么都没有，只能暂时这样，先止血。素白温柔的话语和她极其温柔的手法，都引得蓝燕依的心砰砰直跳。若不是黑夜，只怕早就被人看见已经红成猴子屁股的脸了。解药可拿到了？素白抬头看着即墨战天，点点头。即墨战天听到后松了一口气，把解药给本王，本王先行一步，你们处理完了以后再过来。燕依，你受了伤，赶紧回去处理。素白从衣襟里掏出一个瓷瓶，递给即墨战天。即墨战天飞快地接受，一下子飞身在了黑夜之中。即墨战天一刻不敢停留，直奔中永侯府。王爷，素兰看见急匆匆冲进门的即墨战天，紧张的连忙站起身来。你家小姐呢？小姐睡着呢。即墨战天稳了稳呼吸，抬脚走到秦凤舞的床边，轻轻地推醒了秦凤舞。你干什么？想吓死我？赶紧将解药服下。即墨战天拿出瓷瓶说道：解药？燕依和素白也回来了，素白一会儿就回来，赶紧服下吧。太好了。刚刚服下不久，即墨战天就急切地问道：五儿，怎么样？好了吗？想一下子活蹦乱跳哪有那么快啊？不过毒是解了。毒解了就好。这些日子压在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下了。抬眸看着他俊美无双的脸和深邃眼眸中的深情，
秦凤舞淡淡说道：“再给你加10分。”真的？秦凤舞瞧他一脸急切，眼中闪光的样子，笑着点点头。太好了。对了，你不是参加贤王的婚宴，怎么知道素白他们回来了？是不是他们遇上了危险？极目战天脸上浮现了担忧，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看到他的反应，秦凤舞就知道，正如自己猜测，想不透到底是谁非要置自己于死地，同时也知道这个人绝不会是安婉婷、安世成那样的小角色。放心，有本王在。放心，有本王在。王爷，那素白有没有受伤？对，素白如何？放心，他只受了一些皮外伤，倒是燕一护他受了重伤，想来让我等燕一包扎好了才会过来。无事就好。秦凤舞余言瞟到极目战天衣服的一角，疑惑的抬眸看着他。怎么了？你真的是没有衣服穿不成？你不是说本王穿这个好看吗？本王能跟你说，我是故意穿好看来勾引你的吗？听得秦凤舞是满头黑线，真是一个不懂变通的家伙。难道衣服款式不能换换吗？挺好看。两个人相谈甚欢，但在黑暗之中，一个阴面男子对窗俯首而立，周遭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跪在下手的黑衣人却像截杀素白的那伙黑衣人的头目。主子，属下无能，未能杀死蓝燕一和秦凤舞手下的丫鬟，恐怕此刻秦凤舞已经解了毒。属下事情本尊已经明了了，可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战王发现？有，属下早就准备好了韩王的玉佩，到时候战王一定会怀疑到韩王头上的。做得好，两人相残，本尊才能坐收渔翁之利。次日一早，素白才匆匆回来，神神秘秘地对秦凤舞说道：“小姐，一会儿战王过来，你可不要被吓到啊！”听得秦凤舞莫名其妙的，不等他拦下素白细问，素白就已经冲了出去。这秦凤舞已经解毒的事儿，一早上就传遍了整个中庸后府。丁浩明和凤青兰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你这丫头，这次真的是吓着我了。秦浩明看着母女俩，思索着什么时候寻个由头去辞官。他只想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如今却发生了诸多变化，很多事都不得不提上日程。夫人，五儿无事便好啊。不过五儿，你得随我去上香才行，得好好求求菩萨保佑才行。美人娘亲，不去行不行啊？不行，再过几日就是你生辰，吉期之日，上香势在必行。哦，五儿就要吉期了，可得好好的隆重操办一下。抬头朝门口望去，秦凤舞白嫩的小脸上划过无数黑线，自己见到的是什么鬼？只看见即墨战天一身红衣缓步走来，那一时间，秦凤舞竟有些挪不开眼。待回过神来，他人已经在自己身前，脸对着脸，只差分毫，惊得秦浩明夫妇愣是被吓得退了出去。啪，毫不客气的一巴掌甩在他脸上。即墨战天一个愣神，就刚才还以为自己已经把他的魂给勾了，却不想被他甩手一巴掌。做什么？没事，长那么好看，想勾起谁啊？就刚才还以为自己已经把他的魂给勾了，却不想被他甩手一巴掌。做什么？没事，长那么好看，想勾起谁啊？即墨战天呆住了，除了你，本王还能勾引谁啊？本王这是为了跟你相配啊。想起自己怎么穿都不能令他满意，好容易才想出这个要和他穿同一色衣服，怎么就这么不招他待见啊？你丫的，本小姐不要和你穿情侣装，本小姐还不想这么早死呢，你个祸害！苏兰，赶紧差人跟本小姐做身白色的衣裳来。即墨战天双眸微眯，好，你有种。干嘛？不是，本王来告诉你，昨日星辰他们收拾残局时发现了韩王的玉佩。闹腾了这么一会儿，也该说正事了。秦凤舞微愣，如此一来，他真搞不懂即墨昊天是什么想法了。瞧他先前的举动和之后殷勤的来探望自己来看，不像是要置自己于死地啊，反倒是有意讨好一样。不准烦忧，本王说过，为护你一生，不准你皱眉，不准你苦恼，不准你忧心，你只需要在一辈子开开心心的，嚣张如何，跋扈如何，野蛮如何，任性如何都好，那些伤神的事情就交给本王，本王替你除去，本王要你一生无后顾之忧。这一番话听得秦凤舞想哭，曾几何时自己也希望有这么一个事事以自己为先的人守在身边，可那也是曾经了。如今有这么一个人在自己眼前，自己却害怕相信了。抬头凝视着他真挚的双眸，
心中暗暗幻想：如果你不是皇室中人该多好，让我任性些时候，给我鼓起勇气，完全接受你的世界。好，那样最好了，本来就是你们惹出来的事，当然得你解决了。总算瞧见他没心没肺的样子，寂寞战天心里别提有多舒爽了。怎么了？还生气啊？你个妖孽，马上离开我的视线，本小姐要土崩瓦解了。看来美男计似乎很管用啊。凤舞，无缘无故的来二房做什么？婶婶，哪说的话呀？我不是知道二堂姐病了才来看看吗？哎呀，说来也是不巧，前些日子我也病了，要不我早来了。用不着，雨晴她好着呢，我偏要。说完朝着素兰使了个眼色，素兰会意，立刻上前拉开了刘香河。秦凤舞，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打起长辈来了。老太太拄着拐杖正急匆匆地赶来。素姨奶奶，多日不见，莫不是忘了我秦凤舞向来如此。好啊，反了，真是反了，这个家还是你说了算了。多谢夸奖，本就如此。你什么？总之，不许你去打扰雨晴。雨晴病着，受不了吵闹。病着？老夫人你也知道，病着的人最忌吵闹了吗？我倒想问问，当日我病着，他秦雨晴有什么资格在我院子大吵大闹扰我清静？今日我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我可要好好看看我的好姐姐。素兰，给我好好守着门口。今日我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我可要好好看看我的好姐姐。素兰，给我好好守着门口，别叫人进来打扰我跟二堂姐叙旧。是。哎呀，我苦命的女儿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姐妹啊？老夫人气急，冲着一直躲在后头的秦雨燕和秦洛蝶喊道：这个家还有家规吗？还不请你们爹爹和大伯过来？走进房门，秦雨晴的房间让人觉得昏暗无比，她整个人蜷缩在床上，目光呆滞，眼窝深陷，整个人看上去消瘦又恍恍惚惚的，嘴巴里还神神叨叨地喊着不要不要。救命啊，有蛇，有蛇！秦凤舞缓缓走到秦雨晴床前，俯身靠近秦雨晴，轻唤了一声：二堂姐。秦凤舞的声音在秦雨晴听来就仿佛是地狱恶魔一般，情绪瞬间崩溃。够了，别喊了。秦雨晴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看着秦凤舞。秦雨晴，别装了，你只是被吓着了，但不是傻了。你知道我是谁？舞儿，准备好了吗？该出发了。今日是去法华寺进香的日子。来了。秦凤舞一边往外头走，一边应道：娘，走吧。刚踏出府外，外头却不见自家的马车，有2辆华贵的马车停在街道上。七嫂，你身子大好，今日进香我陪你去。本王也去。秦凤舞瘪瘪嘴，抬头望去，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想晕过去。他穿着一身白色长袍，负手而立，站在马车之上，看得人有些恍惚。这腹黑货打着保护我的幌子，感情就每日刺探我穿什么了。今日七哥七嫂真是太有默契了，又穿一样色的衣服，你们就是天生一对。显然寂寞战天很满意寂寞诺雨的表现。娘，时辰不早了，我们还是早点出发吧。凤青兰也是被搞得有点莫名其妙，点头应道：好。可是找了半天却不见自家的马车。秦夫人，今日就坐八公主和本王的马车去吧。秦夫人，今日就坐八公主和本王的马车去吧。说完，不由分说地飞下马车，伸手环住秦凤舞的细腰，往怀里一带，又飞快地掠进了马车。众人瞬间傻眼了，寂寞诺雨讪讪地对着有些不怒的凤青兰说道：秦夫人不要生气，上来做我的。自家七哥就会给自己找麻烦，害得我还得讨好人家。马车之内，秦凤舞瞪着眼：你们2人上路，本王不放心。借口？是借口。本王就想和你待着，时时刻刻。堂堂一个杀伐果断、冷傲不驯的战神王爷，怎么如今变成了一个调戏良家妇女的痞子了？要是本王不死皮赖脸，本王怎么能够娶到王妃呢？为了求得你的原谅，本王甘愿放下属于王爷的一切自尊和自傲，只为守在你的身边。你别过来啊，保持距离，要不然减分。寂寞战天面上一顿，好吧，再忍忍，惹怒了这小丫头，到时候又不好办了。经过了2个时辰的颠簸，一行人终于是来到了法华寺的山门口。云雾环绕的山门将整个寺庙仿佛浸身于仙境之中，跪在蒲团之上，双手合十，
秦凤舞微微一笑，抬头看着高大肃穆的菩萨，心里只有一个念想：愿父亲母亲一世安乐。七嫂，过去求支签吧。好。摇晃着手中的签筒，心头突然觉得有些沉重和慌乱，这感觉很是难受。随着啪嗒一下的落地声，竹签掉落在了地上，快速拾起地上的竹签，将手中的签递给了解签的老和尚。老和尚拿过签道：阿弥陀佛，施主求问什么？师傅，这还用问？当然是姻缘啊。12金牌速召回，千雄社稷几时归？可怜一旦功劳散，老少扶车不断嗨。老和尚抬头仰望了一眼秦凤舞，姑娘一心广结善缘，这下之签日后也定能化解。一生一世愿得一人心，千山万水总相逢，苦尽甘来常相伴。情途不顺，但定能长相厮守。听罢，秦凤舞倒是没有什么反应，极目怒语先是不肯了。老和尚胡说些什么？难不成我七哥还能虐待我七嫂不成？我七哥宝贝着呢。非也，非也。外人外力而为之，姑娘的真心人定是一心一意待之，这是小人作祟。老衲也说了，好在姑娘行善乐施，广结善缘，这下之签早就化去了大半。望以后还需多行善事才好。求神问卜，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必较真。走吧，去后山散散心。两个人出了正殿，凤青兰早就在外头等候了，且告知他们今日在寺中留宿，明日再启程下山。即墨战天则更加没有意义了，三人无事，便在寺院之中随处走走。不过有个碍眼的人在，即墨战天的心里就不那么舒心了，冷冷的出声说道：诺雨，你走的也累了，回厢房休息去吧。我不累，我就要跟着七嫂。气得即墨战天真想一把拎着他的衣服给扔一边去。战王爷、八公主、秦小姐，你们也来上香。闻声望去，花雨熙面带微笑的微微施礼。花小姐，我儿，走吧。对于眼里只有秦凤舞的即墨战天来说，有一个即墨诺雨就已经够烦了，如今又冒出来一个，心头不爽，连带着语气也有些不好，甚至有些不耐烦。秦小姐，能不能和你单独聊聊？好，快去快回，老王就在附近。好。两个人穿过松林，来到后山的溪泉边。秦小姐，你心里的人是谁？你可有喜欢之人？是战王，还是我？我不喜欢顾少卿，从来只是朋友。秦小姐，你可否答应我一个不情之请？秦小姐，你可否答应我一个不情之请？什么？请你以后不要和我表哥来往。秦凤舞勾唇冷笑一声，他不喜欢别人命令他做事。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让他爱上你？花雨熙闻言面色一怔。怎么？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吗？不，我一定可以。他一定会让顾少卿爱上自己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此生绝不会爱上顾少卿。但是我当他是朋友，若说要不见面，那也是困难的。我只能做到这点。他不认为不见面就会断了他的念想，看样子有必要和顾少卿好好谈谈了。语毕，秦凤舞不再言语，转身离去，徒留花雨熙一人暗自伤神。走出没有多远，秦凤舞迎面就看见站在小道之上一动不动朝这边看的即墨战天。若真要让他在即墨战天和顾少卿之间做选择的话，应该会选择即墨战天。即墨战天看见秦凤舞过来，就立刻迎了上去，担忧地问道：没事吧？能有什么事？我可不是弱女子，你知道我武功不差的。即墨战天面上一怔，果然是个没良心的丫头。这不是担心你吗？居然还敢嘲笑本王，想着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小气鬼！即墨战天很自然地拉过他的小手，紧紧握在手中。这里是寺院，你这样做可不好吧？为你与世俗为敌，又何妨？我的3个条件你可记得？等我回去就给你。小姐，来日你见了花小姐，她跟你说了什么？没什么，她叫我不要见顾少卿罢了。什么？害怕秦凤舞真的不再见顾少卿了，那么自己又有什么理由去见他呢？小姐，你是怎么说的？秦凤舞抬头定神地看着素兰，在他的眼中
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期盼，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道：你是不是喜欢顾少卿？那种心思一下子被看穿的感觉，震得素兰有些头晕。扑通，她重重地跪在地上。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我喜欢他。你可知道，以你的身份，为妾都是高抬。听到这句话，素兰愣了一下，艰难地点了一下头。是了，自己不过是一个丫鬟。素兰，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人要给别人做妾，我有多心疼你可知道？我只问你，你有多喜欢顾少卿，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应当是很喜欢，甚至每天都在盼望他来侯府或者去顾府。要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我想大概是那次你让我单独去顾府为他换药那次吧。他很温柔，甚至对我也很体贴。素兰，如果小姐要你从今日起不能再喜欢顾少卿，你可做得到？秦风武明白自己这个要求很残忍，但是他没有其他办法。他不想他在乎的人有朝一日受到感情的伤害，毕竟顾少卿不是他的良人。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将沉醉在幻境之中的素兰给拉回了现实。秦凤舞看着他哆嗦的唇和痛苦的脸，就知道要他做到这个很难。他沉痛地吸了一口气，对素兰说道：我知道了，我不阻拦，只一点你要知道，我不希望你受伤。还有，我要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没有答应，即使答应，谁又能保证偶遇？这种事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你放心，你还可以见到他。你也放心，我不喜欢顾少卿。小姐，我……起来吧，地上多冷。你要病了，谁来照顾我啊？素白那丫头可是被蓝燕衣那小子给拐跑了呢。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无法入眠，他该怎么为素兰铺路？顾少卿是愿意接受的人吗？如果那样，他又和那种三妻四妾的人有何区别？还有那花雨熙，用情比之素兰更加之深。这两人知道彼此都喜欢顾少卿，以素兰的身份，拿什么和人家比？我儿，你刚才在担心什么？为何不睡？顾少卿。什么？你干什么？凶什么凶？说，你是不是喜欢顾少卿？本王不允许。说是这样，本王直接搬进中永侯府，看到什么顾家少主怎么亲近你，本王就知道他不是个东西。秦凤舞瞧着他那满身的醋劲儿，忍不住捂着嘴巴使劲的憋笑，憋得他身体都一颤一颤的。寂寞战天看着他那一副使劲憋笑的模样，火气更深了。回去，本王立马收拾行装，住进你的梧桐院。什么？你要搬进来？休想我这辈子原谅你！如果不搬进来，你还不被他抢了去，本就他占尽了先机，本王本就落人一筹。你急什么？我只当他是朋友，又不是喜欢他。当真不喜欢？是。那你为何忧心顾少卿？当真不喜欢？是。那你为何忧心顾少卿？寂寞战天死不罢休，非要知晓事情原委。可是这事事关素兰，又岂是随意能与他人说的？为难之下，秦凤舞居然向寂寞战天打起了保票。我不喜欢顾少卿，若喜欢，又怎么给你机会？言下之意已经说得清楚明白，我更喜欢你。寂寞战天心中欣喜，如此一来，只要自己好好表现，再努力一把，那个所谓的100分很快就能到达。他很快就能忘记过去，接受自己了，不是？也不再纠结他为何为顾少卿苦恼了，只要他不喜欢他就好。又坐下身来，甚至躺在床上，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对秦凤舞说道：我儿，夜深了，早点休息吧。你再死皮赖脸的待在这儿，回去就别想进我中永侯府的门。说话间，一脚就将人踹下来床。寂寞战天第一次这么狼狈不堪，第一次在女的面前摔得四脚朝天。优雅的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面不改色的走出了房门。回到府上，秦浩明迎头就告诉了秦凤舞一个坏消息：韩王寂寞昊天派人送来了给他贺奇迹之礼的镂空金丝的发簪。送簪子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分明就是做定情之礼。无奈之下，秦凤舞派人将金簪给送了回去，并告知寂寞昊天要辜负他的心意了。我儿啊，你跟为父说，你心里是不是中意战王？父亲，我不想自己的女儿将来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深宫之中。倘若当初的赐婚是圣意难违，那么如今婚约不在，能阻挡一分是一分了。
木讷地从秦浩明的房间里出来。秦凤舞的脑子很乱，即墨战天已经被确定为储君人选，只是现在还没有公布罢了。若有朝一日他成为皇帝，他能否为自己排除万难，独宠自己一人？这一切都是个未知数。而这送簪一事也带来不小的连锁反应。顾少卿一身宝蓝色的袍子坐在轮椅上，不管花雨熙是有意为之还是因爱成魔，那是在法华寺中与秦凤舞对话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讲给了他。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顾少卿整个人垮了一般松软在椅子上，足足半日未动。表哥，说你不甘心，那你去试一试。如果你们能成好事，我愿退出。表哥，我有多不甘心你可知道？但是看着你心痛，比我自己心痛还要难受。那么你去吧，亲自问问，他喜欢的可是你。到时候你可死心，你可愿与我一起？等你亲自从他那里尝到了苦果，你就知道我的好了。所以他来了，带着一只暖玉雕成梅花的簪子来了。凤舞，你瞧，这簪子正好配你一身白衣，如同雪中傲梅一般。少卿，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少卿，我不想骗你，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的感觉，我不想伤你。可是我不能给你希望再来害你，你知道吗？秦凤舞是真心实意当他是朋友的。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只要你一日当我是朋友，我便不弃。除非你要与我绝交，请你不要刻意回避我，可好？好，那是自然的。我秦凤舞就是麻烦精，以后估计还有很多麻烦要找你帮忙解决呢。只要能帮上忙，我一定竭尽所能。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梧桐院内灯火嘹亮，秦凤舞正捧着医书在烛火下细细研读。舞儿，见他不理自己，还撇过脑袋，即墨战天一下子慌了。舞儿，怎么了？没事，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未来的皇上，能否保证排除万难独宠一人？若做不到，何苦来纠缠于我？是谁说的？无论是谁，事实还不是摆在那里。那本王明确的告诉，那皇位比之于你微不足道。若那皇位这般叫你诚惶诚恐，本王宁可弃之。本王不会让爱的人孤老在深宫之中，不会像他像母妃一样。秦凤舞乱了，真的乱了，自己也不明白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他。即墨战天看着一直处于呆愣之中的秦凤舞，一下子将他拥入怀中。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舞儿，我绝不会让你失望，求你，求你给我一次机会，不要连机会都不给我，就将我的真心抹杀了。秦凤舞在他怀中突然觉得很安心，世事难料，不拼怎知道结果呢？好，我们的约定不变。好，我们的约定不变。待你满100分，我就原谅你，嫁给你。秦凤舞在心里头悄悄补了一句，他不否认他喜欢他呀。真的？真的。谁叫你说的那般信誓旦旦？是我小心眼了？本王就爱你的小心眼。墨雨说，女人越小心眼越是喜欢。舞儿，你是不是喜欢本王？谁说我喜欢你来着？还差那么点呢。我被你退了婚不恨你，还喜欢上了你，被人知道还不看我笑话，怎么也要让我骄傲一下。即墨战天知道他要面子，也不拆穿，只要知道他心里有自己就行。那什么顾少卿、二哥赵廷，通通给本王滚一边去。好了，回去吧，免得叫人知道你战王天天跟个登徒子似的，叫人笑话。舞儿是在担心本王的名声吗？不要脸，鬼才担心你，我是担心我名声被你搞臭了。本王正经事还没有办呢，怎么能这么走了呢？再者，你刚才把本王吓坏了，你得赔偿本王。赔偿你个大头鬼！若不是你是王爷，我能这般？对不起，都是本王的身份让你这么担惊受怕。好了，时间不早了，早些回去吧。等等，本王此来的目的还没有说明，怎么能回去？本王此来的目的还没有说明，怎么能回去？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里头是一只簪子。好生奇怪，这簪子的簪柄怎么跟块铁似的，但又好像不是铁。自然，你不是说要天外来物为聘吗？那东西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听他说完，秦凤舞不得不怀疑，他这辈子重生是不是就是为了撞见他？不过随口一说，这个古人还真就碰上了。也许是上天注定，否则本王怎么就偏偏的就留下了这东西？喜欢吗？本王亲自构想的，
我儿就像是一团火一样，这簪子是专门为你一人打造。即墨战天说完，就从秦凤舞手中拿过簪子，正欲往他头上戴，秦凤舞瞬间就给躲开了。你想干嘛？我有说要收下吗？怎么不收本王？难不成你还想收别人的？赵婷还是顾少卿啊？说什么胡话！我娘亲已经帮我准备好了簪子，不能戴你的。再说了，你100分到了吗？这么霸道的想要一锤定音啊！再说了，你有心思搞这些东西，还不如帮我去盯着你二哥，也不知道他搞什么鬼。即墨昊天的这些举动实在是太过反常了。好，本王会盯着他。吾儿，本王这么尽力，能不能加分呢？想得美，还不是你惹出来的幺蛾子，偏偏就把我扯上了。好好的给我解决就不错了，还想加分，门都没有。一连数日都见不到秦凤舞的踪影，秦洛蝶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天未亮就堵在了梧桐院的门口。秦凤舞一身红衣，迎面就看见了小脸被冻得通红的秦洛蝶。不过秦凤舞可不会因为他可怜而同情他，他突然出现，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别有用心，就这么轻轻一瞥，连正眼都没有瞧，就绕过了他。突然，秦洛蝶咚的一下就跪倒在了秦凤舞的跟前。堂姐，求你原谅我，我错了。哦，错哪里了？姐姐怎么不知道啊？堂姐，我不敢痴心妄想的，求你看在我不懂事的份上原谅我，让我在府上日子好过些。堂姐你是知道的，上次我已经失身给了韩王，但是韩王他表面上答应了皇上带我吉吉就让我过门，可是这几日他却变着法儿的折磨我，他就是个变态，还说只要我一过门就弄死我。我真的怕了，我不敢了，堂姐，让我跟着你，我心甘情愿的伺候你。伺候我？哼，要你一个小姐伺候我，我秦凤舞可消受不起。堂姐是不相信我吗？你看，你看！秦洛蝶急得马上拉起衣袖，那雪白的手臂满是淤青。秦凤舞双眸微眯，看样子确实在即墨昊天那里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这苦头也是你自己活该承受的。秦洛蝶也不是傻的，他怎么会看不出秦凤舞眼中的鄙夷？为了逼真，手臂上的淤青可是实打实的掐出来的。还有堂姐，你知道我从小就被姐姐们欺负，如今二姐姐被关，三姐姐她心情不好，经常拿我出气，这种日子我是真的受不了了，只要不再被欺负，我就心满意足了。秦凤舞蹲下身，对视着他的双眸。堂姐，求你了，我秦凤舞在你手上差点吃亏了，你说我能信你？堂姐，行了，收起你那一套，若你真的知错，就好好待在自己房里，不要出来。我想必还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苏兰，你说你家小姐是那样的人吗？自然不是，我家小姐是顶好的人，只要不惹她，万事好商量，惹了她就叫你脱层皮。吴小姐，该知足了，你寻错庇护的地方了。堂姐，求你救救我！秦凤舞俯下身，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却在搭住他手腕的那一刻惊住了，她怀孕了，有意思。一把甩开他的手。行了，你自有保命的法子，何苦来求我？玉璧领着素兰就转身离开，不再理会秦洛蝶。这日的天气极好，冬日里的暖阳洒在身上，暖洋洋的。许久不见出来闹腾的老夫人来到招待宾客的翠文轩。我可怜的晴儿啊，同样是侯府的小姐，怎么待遇就差这么多呀？你伯母就是这么苛待你的。正巧就被正在指挥着下人们的凤青兰给听见了。老夫人，侯府的小姐只有我儿一人，雨晴只不过是堂小姐，又怎么能比的？又如何比的？凤青兰一想到秦雨晴及笄时自己添了不少礼，那次及笄礼真是比四品大员家的嫡女还要风光，她还有什么不满的？我儿可是正经的嫡女，又怎么比的？这会子来到这里添晦气，想想就不痛快。哎呦，胆子大了呀，竟敢顶撞我！我好歹还是这府里的长辈，这忠永侯府的老夫人。老夫人，既是长辈，那也该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为何你又在这里倚老卖老，给原本喜气的日子添晦气？怎么的？你想赶我回慈恩堂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赶！我今儿个就站在这里了，让宾客看看我这个儿媳妇是怎么对待她婆婆的。我今儿个就站在这里了，让宾客看看我这个儿媳妇是怎么对待她婆婆的。你……正当自己没有法子的时候，就看见秦浩明往这边走过来。老爷，你去摆平你家老夫人吧，我可不敢针对她怎么样，免得说我欺负她一个老人家，被人说不是。我可不是怕了她，就怕你难做。老夫人，今日是吾儿的及笄之礼，就不要闹了。你也知道这是及笄之礼吗？去年晴儿及笄之礼的时候，哪有这么大的排场？
他简直就是不把银子当银子，随意挥霍还苛待晴儿，叫他难堪。老夫赶紧差人来扶老夫人回慈恩堂，她不舒服，今日就在屋子里好好休息。是。秦浩明，你这个不孝子，居然这么对待我，你对得起你皇权之下的爹吗？说出去不怕叫人笑话吗？我还以为老夫人该收敛了，想不到还是这样不知好歹。你说我爹不孝，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让我爹尽孝？你是生了他还是养了他？秦凤舞一身红衣缓步走来。他生母早亡，我是他姨娘，老太爷去世之前将我扶正，自然是他母亲，孝敬我又有何不妥？哼，这样吗？我倒要问问，我奶奶在我爹10岁之时去世，好像苏姨奶奶你早已进门，二叔当时也已经8岁了吧？然而我爹10岁就出府游历不在府中，14就上了战场，征战8年才与我娘回府，22早就不需要你的照顾，一未生二未养，为何孝敬？将你一个早该分出府的姨奶奶当老夫人供着，以示仁至义尽。扶正了又如何？你们二房一家吃住侯府还有什么不满？秦雨晴是你们二房的小姐，她那次及笄你没有出过什么力，左不过拉扯拜托着爹爹多请些达官贵人，我们尽心尽力做了，他们不来还倒成了我们的不是。如今我及笄你又倚老卖老叫我敬你，那你可得有一点长辈的样子，就是一泼妇。我娘不敬你又怎么了？你儿媳妇不是我娘，你也不是她婆婆，你的儿媳妇是柳香河，别给我乱认儿媳妇乱认儿子。爹，有些人就是让不得，前些日子的事这么快就忘了，真是不长教训，非要真正将人给赶了出去才知道悔吗？老夫人这才想起来，今时不同往日，不是自己该乱来的时候，要是真惹怒了秦凤舞，这大家子被赶了出去，到时候儿子还不得怨怪自己，在下人们的半推半就下才出了翠文轩。爹，未免苏姨奶奶老了犯糊涂，不如就先让她在慈恩堂暂时不要出来了。也好。老夫人脚下一颤，她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了。眼见着宾客越来越多了，原本欢快的笑脸，这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淡，真是该来的一个不落，不该来的也全来了。见着安国侯安培怀领着安婉婷和安世成进来，秦凤舞一脸的不待见。秦小姐，这是不欢迎我们来给你敬及笄之礼吗？是啊，不欢迎。秦小姐真是太爽直了，不过今日你及笄，我们是来祝贺的。再者，你和世成之间的过节不早就过去了吗？秦小姐向来大度，想来是不会把宾客给赶出去吧？爹，你招呼吧，接待贵宾这么细致的活我可干不来，免得随便来个人就意会我要将人赶出去。咱们侯府地方还是很大的，容得下人的。秦凤舞，你什么？安小姐，招待不周，还请见谅啊。安婉婷狠毒地看着秦凤舞远去的背影，那股恨意憋在胸口难受的紧的。老爷小姐，这是顾少主命人送来的贺礼，也是斩金足足100万两黄金。五儿，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斩金啊？秦凤舞眉头一拧，顾少卿不是已经付过斩金了吗？我也不知道。满堂宾客议论纷纷。那顾少主莫不是疯了？秦小姐哪来的医术呀？又什么时候给顾少主医过呀？正当众人疑惑不解时，一道白色的身影缓步走了进来。他走得很慢，也很不稳，看上去非常的艰难，即使如此也不减他的风采。来人正是顾少卿。秦凤舞更是惊喜的不得了，想不到才短短2月他就能行走了。来人正是顾少卿。少卿，你的腿……正如你所见，在你的医治之下，断了整整5年的腿终于好了，我由衷感谢你。这100万黄金不成敬意，望请收下。这点钱财远远比不得你将我治好来的珍贵。少卿，你不用刻意这样。不一定要，我要让世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有眼无珠的人，那些说你一无是处的人眼都是瞎的。这一刻秦凤舞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是在给自己扬名的。面对这一群说是来贺及笄之礼，实则是来嘲笑的人，给他们狠狠甩上一脸子。那些隔3差5就说自己是废物大字不识的人纷纷涨红了脸。秦凤舞是得意的，也是感激的。少卿上座。我秦凤舞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花雨熙紧紧护在顾少卿的身边，不让秦凤舞靠近半分。他看着秦凤舞有敌意，他恨秦凤舞为什么不拒绝的果断一些，居然还要以朋友的借口拖着顾少卿。
堂姐，出事了，你快跟我来。秦凤舞一阵错愕，平日里秦敏慎和自己素无往来，今日怎么会找上门呢？出了什么事？堂姐，我妹妹她在荷花池那边，说你不原谅她，她就跳下去。哦，若说刚才他还是有几分被他的演技给骗到了，可是就在刚才他收到秦洛蝶，秦凤舞一下子笃定他们是在联合起来诓骗自己。堂姐，你快去看看，这喜庆的日子，这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就不好了。也是啊，走吧，过去瞧瞧，别怪扫兴的。七嫂，我也去。多谢八公主好意，但是妹妹脸皮薄，说不定看见你过去就直接跳湖里了。别说是可能死不成，但这大冷天的也容易把人给冻着，还是不要过去刺激他了。在这等你七哥回来。走前还不忘朝他眨下眼睛。原本还有些茫然的齐木诺雨看见秦凤舞调皮的朝自己眨眼睛，顿时就明白了。来到荷花池，就看到秦洛蝶一个人在荷花池的亭边哭哭啼啼的。堂姐，我真的错了，求你原谅我，救救我。怎么救？我秦凤舞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从海王的手里把你救下来。堂姐要是不原谅我，我今日就跳进这荷花池不活了。我妹妹，你想死就死，没人拦着你，我恕不奉陪。秦洛蝶见状，立刻上前想要推他一把，不料秦凤舞一个闪身，他整个人扑了空，由于惯性跌进了湖里。救我，救我！而就在一边等着当英雄的齐墨昊天，眼看着计划泡汤，气得紧咬着牙根。没用的废物！秦凤舞心底直狂笑，不过一想到他这么死了，比他在寒王底下折磨不是更好？飞快地从干枯的柳树上扯下一根柳条，一个用力就将人给带了上来。就在这时，即墨震天他们也赶了过来。五儿，出什么事了？秦浩明他们也闻声赶来。还不快扶着五小姐回房去，冻坏了可怎么得了啊？飘哥，怎么回事？安婉婷在即墨昊天身侧轻声问道。可恶，就被秦凤舞给躲过的。什么？不过没关系，本王会让秦洛蝶兄妹反口咬定是秦凤舞将她推下去的，不能为其所用，把她搞成残害手足的恶人也好。下人们合力将人送回了房间，而秦洛蝶早就冻得晕了过去。爹，我妹妹晕了，我替她看看。秦小姐，不要再假好心了，这五小姐会落水，难道秦小姐会不知？韩王，你这是什么意思？本王没什么意思，唯一看见秦洛蝶落水的除了你，就是四少爷了。我妹妹是找堂姐认错的，却不想堂姐这般的心狠手辣，将人推进了荷花池。闻言，秦凤舞冷冷一笑，感情在这里堵着自己。你胡说！就你刚才还说那秦洛蝶自个儿要寻死，叫七嫂过去看看，怎么就变成人是七嫂推的？依本公主看，分明是自己跳下水，要嫁祸给本公主的七嫂。大伯，慎儿并未撒谎呀，确确实实是堂姐推的。再者，婆母，堂姐她在外头做的伤天害理的事儿还少吗？此话一出，秦凤舞都忍不住笑了，而在场大部分人都有些明了。你说凤舞常做伤天害理的事，那我的腿又是谁给治的？悬壶救世的是谁？堂姐是为了钱。那为民除害、恶惩恶霸李天霸的又是谁？想当初，秦凤舞还因为这件事受过皇上的褒奖，如今他却说他伤天害理，不是在反驳圣上吗？眼见即墨昊天都帮不上自己，秦敏慎只能硬着头皮坚称就是秦凤舞推秦洛蝶下水的。既然认定了我，那我倒要问问，我是怎么推的五妹妹？五妹确实想要轻生来着，不过见到堂姐之后就已经没有了念头。结果堂姐说她想死就死，无人拦着，五妹有些恼怒，和堂姐争执了起来。推搡之下，堂姐故意一个用力将人推进了荷花池呀。那我是从正面推的还是从背面推的？你们两人之间推搡自然是正面。三位王爷去池边一探五妹妹落水地方的脚印，便知真伪。不过一会儿的功夫，三人纷纷冷着脸回来，即墨昊天的脸色更是黑得不像话。大胆秦敏慎，竟敢撒谎冤枉好人！王爷，你何故要冤枉我？我说的都是实话。池边五小姐的脚印方向是朝着池水的，若是秦小姐推下水，方向应与池边相背。在场的众人一下子就了然了，原来如此。而秦敏慎的心一下子跌倒在了谷底，整个人瘫软在地。完了！谢谢三位王爷为我取证。现在我要说的是，五妹妹她是因为未婚先孕而想不开，才要跳湖自尽的。五妹妹她是因为未婚先孕而想不开，才要跳湖自尽的。什么？你胡说！我的蝶儿怎么可能未婚先孕呢？凤舞，你不要胡说，不要冤枉人！
是不是乱说？请个大夫来瞧瞧不就知道了。我估摸着这个孩子也就月余，算起来也就上月琼花宴前后怀上的。吉莫昊天心头沉得厉害，四周议论声渐起。当日这事被瞒下了，众人并不知道那日出事的是谁。这还需要证据吗？本公主的七嫂医术了得，连顾少主的腿都能医好，更何况只是探探喜脉，七嫂只需一眼就能瞧出怀没怀。眼见这局势越来越不利于自己，吉莫昊天再也忍不住说道：秦小姐，与武小姐本是同根，又何苦苦苦相逼呢？二哥，说到苦苦相逼，那该是这位四少爷和武小姐吧？吉莫战天冷冷出身：韩王，我相信我的女儿不会冤枉任何人。就如战王所言，若不是他二人苦苦相逼，陷害我武儿，我武儿又何至于如此的不讲情面？凡事都是有因才有果。不是，大伯，侄儿是眼花了，没有看清，不是故意的。来人，将秦敏神拉下去，关进祠堂。不管是冤枉还是被冤枉，都在祠堂受够吧。这对于秦敏慎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多说无益，来人，去请大夫。不，战王不要！不管蝶儿她到底有没有怀孕，这事已经有损她清誉了，你要她以后怎么活？何姨娘死活也不肯让人来给把脉。凤舞，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她是你妹妹，你怎么这么歹毒啊？给你妹妹留点活路吧！吉莫战天眉头一蹙，一脚踢开了何姨娘。谁也不能说秦凤舞半句不是。很快下人就请来了大夫，细细把脉之后，回禀各位王爷大人，屋内小姐落水有些受凉，并无大碍，只是胎中妇儿月份尚浅，受了惊吓，胎下有些不稳，需要好生调理。吉莫昊天彻底慌了，到底该不该认？大夫，我姐问你，可探出了月份？大夫，我姐问你，可探出了月份？有差不多月余。爹，这件事不好弄，现如今估摸着连皇上都知道了。若是我妹妹真是那日的人，圣上定是知道的，可不能随意打杀了。韩王，到如今认是不认？若不认，看你如何向皇上交代。若是认，皇室的颜面也丢定了，两种你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确实难办呀，不如去禀明皇上。慢着，武小姐腹中的胎儿是本王的，秦小姐好本事。好本事，不过自保，人要害我，我必害人。吉莫昊天一甩衣袖，愤然离去。今日他丢了这么大一个面子，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跟吉莫城交代呢。七嫂，怎么回事啊？怎么怪怪的？先不管别人的，管好你自己。吉莫战天冷冷出声，他不想这个最小的妹妹知道他们几个人之间明争暗斗，他太单纯了。你这脑瓜子说多了你也不懂。诺雨，有什么事不要瞒着几个，尽管跟七哥开口。你若不想，谁也不能逼迫你。就在刚才，吉莫战天从吉莫允天那里大概了解了吉莫诺雨近日迟到的缘由。七哥最好了。三个人来到翠文轩，本该开席了，却未见宾客。秦凤舞环顾四周，就见凤金兰和顾少卿几个零星的客人在。娘，发生什么事了？虎儿，真是扫兴。宫里来人，皇上让你爹和几位王爷即刻进宫，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好生生的宴席就叫人给毁了。洛爹也真是的，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挑这个日子，这不诚心添堵吗？娘，既是有事，那肯定是急事。好在不是在女儿行礼的时候来打断就成了，左不过一顿饭，吃不成就吃不成吧。王爷，你也去看看，我不放心。好。吉莫战天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当下就应了下来，便匆匆离去。七嫂，是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只希望不是跟今日的事有关。诺云，你想回就先回吧。不，七嫂，我能在你这里住几天吗？我不想回宫，你陪我正好。少卿，让你见笑了。不是。少卿，你的腿刚好，不宜走动太远，还需要好好休息。好。这一去皇宫，直到晚间才匆匆回来。秦浩明面上满是愁色，一脸的愁眉不展。爹，发生什么事了？登州发生水患，还下了冻雨，如今那里天气异常糟糕，已经十分险峻。原本战事刚过不久，国库空虚，今日又逢天灾，朝廷这一下子真的是捉襟见肘了。说难听点，连秦凤舞的小金库都比不上。也不知道墨都是不是受到了登州的影响，隔着这么远，墨都这边也连日飘起了冷雨，寒风刺骨。小姐，人抬走了。
素兰直到见秦洛蝶上了轿子，才来回禀。这下那秦洛蝶该高兴了吧？真是没了她。小姐，你当初就不该戳穿她有孕的，白白帮了她。你都不知道，别说她得意了，就是二老爷的尾巴也翘上了天。笨蛋素白，我二哥因为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那么大一个人，你以为他进了韩王府能有什么好日子啊？素白经这么一提醒，才仿佛有那么些懂了。瞧着屋外头绵绵冬雨，秦凤舞说道：这雨不知何时能停，也不知道登州是个什么情况。七嫂可真是忧国忧民，放心，有七哥在，保管没事。你呀，你七哥难不成还是神了，天灾都能挡？这是还有你父皇呢，估摸着战王他出不上什么力。一提到即墨城，原本开心的笑脸一下子耷拉了下来。诺雨，等晴了一起去郊外走走，我想你也一定喜欢那些孩子。能出去玩是最开心的。即墨诺雨一下子就把不高兴给抛之脑后了。你们俩出去走走也好，省得为了这些不该操心的瞎操心。发生什么事了？秦凤舞瞧着不对劲儿，立马问道。登州那边现在不仅是水患，还发生了瘟疫，眼下情况危急。秦凤舞总觉得这里头有些不对劲儿。地方官员是怎么禀报的？说是被淹死冻死的人太多，老鼠横行，发生了鼠疫。不可能，老鼠怕水。据说老鼠已经变异，有些不对劲，这个鼠疫不好解决，如今已经下令封城了。秦凤舞见他这么说，也没有多做深想。要知道在现代，变种的东西多了去了，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瘟疫一日不控制住，就一日不能心安。长此以往下去，一场小小的瘟疫能毁了一国也说不定。少卿，可否请你帮个忙？见着顾少卿，秦凤舞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不行，表哥帮不了你。还不等顾少卿作答，花雨熙就立马回绝了。雨熙多嘴。显然顾少卿很不满意他替自己擅作主张。凤舞，请直说，只要能够帮上忙，我一定竭尽全力。你也知道登州发生了瘟疫，我要你帮我准备一些草药，艾草越多越好。你要去登州？秦凤舞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好，那我一起。少卿，很感谢你，但是你的腿刚好，登州太冷，不利于你的恢复，到时候我就白费功夫，想再治好你只怕难了。他已经要求他利用顾家的财力帮自己的忙，怎么能再多做要求呢？好，我明白了。谢谢。朋友之间何必言谢，还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开口。花雨熙对秦凤舞的不喜达到了另一个高度。回到府内，秦凤舞吩咐素白二人简单收拾一下行装。七嫂，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嫂，你这是要去哪里啊？诺雨，我要去登州。什么？不行，那里瘟疫横行，太危险了。诺雨，如果不去看看，不去瞧瞧，我心不安。这瘟疫不简单，你想看到莫国被这瘟疫带来的恐惧所笼罩吗？他摇摇头。放心，我会没事的。我上次不就大难不死吗？那你小心一点。还有七哥他知道吗？不知道。我要先走，如果他来，你帮我告诉他，好吗？好。齐莫诺雨木讷的点点头，他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他。临行前，秦凤舞让齐莫诺雨进宫给皇上带句话。诺雨，跟皇上说，我秦凤舞带了100万两黄金去赈灾，回头让他补给我。齐莫诺雨一阵错愕，果然是七嫂。秦凤舞前脚刚走，那边齐莫诺雨就急急忙忙地回了宫，也不怕齐莫成责怪，打开守门的太监就冲进了御书房。一进去，这阵仗就把齐莫诺雨给吓着了，几乎朝廷重臣全在御书房里议事。齐莫成本就因为登州一事苦恼不已，这怒火一下子就冲上了心头。来人，把八公主给朕关起来，从今往后不得出宫。齐莫诺雨顿时觉得委屈极了。你们倒是商量出个所以然了吗？七嫂竟然一早就前往赈灾了。什么？即墨占天和秦浩明同时惊呼了一声。诺雨，你再说清楚点。七嫂她觉得这瘟疫不简单，一早就决定去登州，这会儿子估计已经出城了。胡闹，他去又有何用啊？他拿什么赈灾呀？即墨成急糊涂了，都忘记了秦凤舞在及笄之礼上得到的那100万黄金了。皇上，我相信我的五儿有这能力，他的医术不是你们道听途说看到的那般简单。秦爱卿，她是你的爱女，你就这么放心她去这么危险的地方？且不说眼下登州情形如何，就是朕派去的太医有几个顶用的？五儿，他定可以。即墨占天看着登州的方向，悠悠出声。此刻他的心早已经飞到了秦凤舞的身边。皇上，臣虽然担心，但是他已经去了，不如就信小女一次，为臣
相信他定能做到。也罢，再派去一些太医和官兵前去助他。诺雨，你太鲁莽，没有一点公主的样子，朕还是要将你关起来。父皇不要！当即墨城再次提到要将即墨诺雨关起来的时候，即墨战天整个人阴沉着。你觉得关押一个人比登州更加急迫吗？面对他的质问，即墨城呼吸一顿，他知道自己面对即墨诺雨又带了不喜的情绪。在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心爱的儿子离自己又疏远了一分。行了，诺雨，下去吧。觉得自己不光做皇帝失败，做父亲更是失败。谢父皇饶恕。七哥，七嫂说他拿了自个儿的银子去赈灾，回头得叫父皇补给他。话落一溜烟儿就跑没了影。皇上，小女无状，请皇上恕罪。爱卿的爱女，真当特别呀。转眼想看看即墨战天的反应，抬头却早已不见了他的踪影。站住！全城戒严，所有人不得出入。2个穿着蓑衣的官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让开！不是不让你们进去，而是这里发生了瘟疫，你们若是要进去，就出不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来赈灾的。官兵不自觉地让开了道，让他们进去。却在这时，百姓们逮着机会就要逃离出去。严一素白素兰，把他们拦下。他知道这样有些残忍，但是他也知道，在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感染瘟疫的前提下，是不能放他们出去的，否则后患无穷。那些百姓被拦了下来，哭天喊地的骂着秦凤舞：你们这群恶魔，为什么要断我们的生路？你们这是要活活逼死我们呀！你们确定你们没有染上瘟疫吗？知不知道不放你们出去不是逼你们死，而是让更多人生？你们知不知道放你们出去也许会祸害更多的人？你们的良心能安吗？谁要敢出去，我秦凤舞头一个就打死他，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人。姑娘说的是啊，可是我们真的怕死呀！你不知道这瘟疫有多可怕，我不像我可怜的孙女和她的爹娘一样，被那样子惨无人道的烧了，连个全尸，连个墓也没有啊！可怜的孙女和她的爹娘一样，被那样子惨无人道的烧了，连个全尸，连个墓也没有啊！大家放心，赈灾的银两、物资和药材已经在来的路上，很快就到了。我秦凤舞向大家保证，和你们一起共同进退，对抗这场瘟疫。你们两手空空，又叫我们怎么相信呢？本王在此，谁敢不信？王爷！即墨战天掏出了代表他身份的印章。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朝廷还没有放弃他们，他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高呼道：王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呀！姐姐，你能救我们吗？能。秦凤舞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而他心里不是害怕，更多的是震撼和悲凉。这里的知府都是吃干饭的吗？这位姑娘，不是本官不管，而是城里没有粮食了，城外的粮食还没有送来，没有办法呀。本官没有脸面面对百姓，唯有躲起来呀。怎么可能没有粮食？修书的书城呢？知府看着面前2尊煞符，缓缓地跪了下来。从他口中才了解到，本来该是收获的季节，却连连下雨，稻谷都被雨水下得没了不少。今年是颗粒无收，水患未停，又下了冻雨，之后就发生了瘟疫，外头的人进不来，里头的出不去，朝廷上面派发的粮食和物资根本就不够用。那些个朝廷派来的太医呢？在哪里？在驿站呢。城里的大夫也都在那里，不过这瘟疫来得汹涌，太医他们也都病的病，死的死了。王爷，我们去驿站，当务之急就是要控制瘟疫的蔓延。我儿，怎么了？真是奇怪的很，病人的症状就是肺鼠疫的症状，丝毫不差。药方所用的药材都没有什么差错，但是却不见有所好转，真是奇怪的很。那还有什么法子？秦凤舞放下手中的药材，缓缓抬头看着他。他至始至终对自己深信不疑，默默地守着自己的身边，给予支持，从不阻挠。我儿，怎么了？真是奇怪的很，病人的症状就是肺鼠疫的症状，丝毫不差。药方所用的药材都没有什么差错，但是却不见有所好转，真是奇怪的很。那还有什么法子？秦凤舞放下手中的药材，缓缓抬头看着他。他至始至终对自己深信不疑，默默地守着自己的身边，给予支持，从不阻挠。战天，谢谢你。本王不要你谢。即墨战天上前，一把搂住秦凤舞，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我儿，
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秦风武细细地看着连着3日都未曾好眠，脸上已经有些疲惫的寂寞战天，第一次主动靠近了他的怀里。此刻也只有他的怀抱才能给自己安慰和力量。看着互相簇拥在一起的2个人，徘徊在外头的蓝燕一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进去打扰了。燕一，你干什么呢？我在想要不要进去禀报啊，粮食和药材都到了。当然要去了，磨磨蹭蹭的做什么？正想大声喊秦凤舞，就瞧见里头两个人正抱在了一起，这下连他自己都愣住了。你看吧，这能进去不？当然得进去，对小姐来说人命才重要。推开蓝燕一就冲了进去，在得知之后立马就和即墨战天赶去了城门口。看着这一车车的粮食和药材，多日没有笑容的秦凤舞终于有了一丝笑颜。太好了，太好了，少卿果然是好样的，这事办得漂亮。而他全然不知，身边的某只已经气得脸色发黑。战天，他不理。王爷还是不理。这下秦凤舞彻底火了，一脚踢在即墨战天的小腿肚上，喊道：寂寞战天，你找死吗？本王没有找死，本王是看顾少卿在找死。跟少卿有什么关系？少卿，你瞧你喊得多好听啊，你跟他是有多熟啊？秦凤舞面对他这么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感情这家伙是醋了。哎呦，原来王爷这么小气啊！秦凤舞，说你是不是喜欢顾少卿啊？叫他帮忙不叫本王帮忙，先跟他说来登州，也不知道先来通知本王。我不是让诺雨告诉你了吗？那不一样，不是你亲自说的。有什么不一样？你还是一样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本王不跟来他就来了？你心里就是在意他，不在意本王，还跟本王说不喜欢他，分明就是唬本王。蓝燕一他们一下子就被这阵仗给吓到了，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的不知所措，都不知道该不该劝了。寂寞战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大坏蛋，亏本小姐喜欢你，你还怀疑我，以后别指望我给你好脸色看。在那一瞬间，寂寞战天愣住了，他刚才好像听见他说喜欢自己。五儿，你说喜欢本王，你喜欢的是本王？你个大白痴，本小姐要是不喜欢你，就凭你退了婚，早就没那机会了。真是可恶，你这么霸道蛮横不讲理，早知道如此，还不如喜欢顾少卿。不准，本王不准。说着霸道的将人禁锢在自己的怀里。启帝，一道许久未曾听见的声音传进了耳朵，打断了他此刻的甜蜜。一个身穿黑色蟒袍的男子，那人骑在马背上高高的俯视自己。穿黑色蟒袍的男子，那人骑在马背上高高的俯视自己。三哥，那个一直在卖游历的闲散王爷，宣王即墨佑天。启帝啊，想不到这么久不见，你还是一样的生冷啊，一点也不跟哥哥亲近啊。三哥，你不是在东陵国吗？怎么回来了？本王在东陵听闻登州发生瘟疫，情况危急，正巧在路上认识了这位陆大夫，他医术高明，将来定能够帮上忙，就和他一起过来了。经他这么一说，众人才注意到一直跟在他身侧的那个陆大夫。只见他一件布衣，一个药箱，一副明显是行游大夫的装扮。秦凤舞细细打量着他，总觉得这人怪怪的。启帝啊，你又何故在此呢？我儿也是忧心登州百姓，所以就过来赈灾，眼下正是想法子解决这瘟疫。三哥来得正好。我儿，即墨佑天看向秦凤舞，是，我儿是钟永侯秦浩民的女儿秦凤舞。是吗？可秦凤舞他不知道是不是太敏感了，他不喜欢这个所谓的闲散王爷即墨佑天。尊主，眼下要不要立刻散发解药？那陆大夫唤着即墨佑天为尊主。不必了，让他们死在这场瘟疫里不是更好啊？省得本尊动手。是，但是尊主，属下看到秦凤舞有些本事，只怕是本尊知道他有些本事，否则怎么能够从无畏乡底下生还？那不必担心，这法子隐秘，他发现不了。显然他对自己的手法很有信心。抬头看着窗外时不时飘雨的天空，那股压抑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现在的心情。小姐，那个陆大夫好生奇怪啊，说是来治病的，却整天看着我们煎药，不去瞧瞧病人，还对着倒掉的药渣鼓捣半天。素白这2天来察觉的不对劲儿，回禀给秦凤舞。他看了一眼正在帮忙熬药的陆大夫，见他时不时就会打开药罐闻一闻，虽说是要看熬药的程度，但也不是这么个探好呀。陆大夫辛苦了，煎药都这么仔细。这也没什么，都是为了老百姓着想，这熬药啊也是一门学问啊，还请陆大夫多多指教才是。这熬药火候很是重要，熬久了药效就重，熬得不够又不能够药到病除，多闻闻多看看总是没有错的。到底是陆大夫资历深，不是晚辈能比的。看样子
还得让我那2个丫鬟好好学学才是。这么搞药的方式，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哪里，我也是摸索了很久才得出这个门道的。受教了。表面上秦凤舞虚心受教着，但是心下已经暗暗做了计较。趁着深夜，第一次闯进即墨战天的房间。婉儿，你是在想本王，所以过来看看。你傻笑得一个什么劲儿啊？婉儿，怎么了？我觉得宣王没有表面上那么不谙世事。何以见得？即墨战天此刻也恢复了往常的冷静。在他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脑子也在飞快地搜索着关于即墨佑天的信息，然而思来想去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他身边的陆大夫行为举止实在是太过怪异了，而且你三哥给人的感觉不是表面上那么可亲。婉儿，你如何觉得？不知道，就是感觉而已。感觉？对，感觉。你信我吗？你信我吗？信，你说的本王都信。你这次过来，星辰他们可有跟来？自然，就是三哥到的那日到的，现在就在城内，隐于暗处。那就好，你马上叫星辰他们注意一下宣王的动作，联系起这一切，就仿佛预谋一般。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三哥有关，但是防着点总是没错的。好。还有，从明天开始，我一个人研究药方，不要让陆大夫过来打扰我，不管是有意无意都不许。我怕他们不是真心实意来赈灾，就把他们有预谋。好。我怕你三哥别有用心，他碰过的吃食，你要格外小心。好。三个掷地有声的好字，无不在显示着他对秦凤舞的绝对信任。你去取些病人的血，小心些，不要直接碰到，也不要让你三哥的人看到。婉儿要做什么？我大概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在作祟了。连日来的专心研读医术和苦思冥想，到底是没有白费的。总算是有了一些头绪，现在就是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心中猜测的那种东西。一种藏匿于高山之上、背阳之地、洗阴潮湿的毒药。趁着黑夜，蓝夜一点了一下感染瘟疫的人的穴道，用针戳破他的手指，拿着瓷瓶挤去了不少血进去。果然如此，他可以笃定登州的百姓不只是瘟疫那么简单，而是中了毒，一种叫食阴草的毒。婉儿怎么样？有何发现？正当时厉害高明，将它下在老鼠的身上，通过老鼠传播到人的身上，叫人以为是鼠疫。如此一来，那一开始的猜测是对的，这里头确有阴谋。可恶！即墨战天怒喝一声，脑海里不由得就开始怀疑即墨佑天。婉儿不必顾及本王，有什么想法直说便是。我觉得你三哥是想借瘟疫打响自己仁德的名义。三哥他也在觊觎皇位。若是这样，这一切这场阴谋就说得通了。这是一场阴谋。既然如此，宣王为何不早早的出手相救呢？因为他要我们在这场瘟疫之中死去。蓝爷爷还是有些迷惑的抓脑袋，素白都有些看不过眼了。笨死了！你家王爷不就是储君的最佳人选，人家当然要除掉了。这场瘟疫既除去了最大的障碍，也博得了好名声，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原来如此，王爷，好在被秦小姐识破了，要不然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燕一，你把本王的脸都丢尽了。蓝燕一委屈的瘪嘴，退到了一边。那婉儿，眼下我们该怎么办？给百姓解毒是重中之重啊。战天，你让星辰他们立刻出发，去附近最高的山上，面向太阳的方向找龙石兰过来，越多越好。找到之后不要声张，悄悄带回来。我怕被你三哥知道了，他在暗中阻拦。这一点，即墨战天也是深知的。如今，不管是不是即墨佑天，也要好生防着。秦小姐，你……宣王，我好了。感染瘟疫那几日，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来这鼠疫的症状与种食阴草的症状极为相似，想来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就想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左右都是死。想不到还真的救了自己，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左右都是死。想不到还真的救了自己。秦凤无面不改色，说的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如此说来，百姓有救了。那秦小姐是怎么为自己解毒的？说来就巧了，这食阴草喜阴，而我正好在毒典上看到过它的克星就是龙石兰。本王就是奇怪，秦小姐怎么会有那个什么龙石兰呢？那是个什么东西呢？秦凤舞悄悄地朝即墨战天望去，你三哥藏得真深。说来倒是巧了，我正好有随身携带各种草药的习惯，真好，这里头就有带着龙石兰的花枝。说着，就从衣袖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小瓷瓶，里面便是龙舌兰的花枝。他故意展示在即墨佑天的面前，就是要看看他会不会趁着这个机会做手脚。秦小姐，那我们赶紧为百姓解毒吧。即墨佑天迫不及待地想要拿过秦凤舞手中的瓷瓶，这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的很多。这事儿好办，让本王派人去找，你只需要说那龙神兰长什么样子就行了。如此一来甚好。哦，对了，宣王，你还得派人把老鼠都赶尽杀绝了，好以除后患。那是，杜大夫，你赶紧把现在这瓶药拿去给百姓服下，能先救下多少是多少。他接过即墨佑天手中的瓷瓶，没有想到这个女娃子小小年纪懂得还真多。果真是龙神兰呀，这东西一般人可是不识呢。秦小姐当真是博学多才呀。秦凤舞故意摆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羞涩地说道：哪里，你夸奖了，我不过是跟百木爷爷学过点用毒罢了。什么？百木爷爷？毒王谷谷主百木生，若是这个姑娘她是百木生的徒弟，那就不难解释了。陆大夫，你那么惊讶做什么？陆大夫，大家伙还等着解药呢，你快去啊！是。陆大夫已经惊得说不出话了，快步离去。战天，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应该不会下毒，不过会把解药换掉。好在我们早就做了准备，他们不会得逞的，就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换掉解药。如果换，那么就能断定他们就是幕后的黑手了，不是吗？皇位之争本就血腥，你为民，别人为弊，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不儿，三哥他会不会？不会，再下毒只会暴露了他。我已经表明了自己在百木生那里学过毒，再者，我先前声称得了瘟疫，可以说是以身试险，如今没事就是一个例子。想来他们不会那么笨，不过估计他们会换药来诋毁我的名声。如此一来就有了证据。真不愧是我儿，心思缜密，既救了百姓，又让人露了馅儿。久不见太阳的登州，终于有了些许的生气。就在这温暖的午后，也传来了如自己预料一般的消息，药失效了。秦小姐，你看，你的药不管用的，前头几个都好多了，可是后来服药的没有什么效果呀。秦小姐，你这般看着我做什么？难不成怀疑我换了药不成？难道不是你陆大夫换了药？秦小姐，你血口喷人，这种救人于危难的事情，陆某为何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恐怕你心里有数。我的药只经过宣王和你的手，采药也是宣王去弄的，龙舌兰我也亲自看过，没有错。我除了想到是你换了药，还能想到谁？难不成是宣王？陡然间将即墨佑天扯到了明面上，陆大夫知道事情便有一些棘手了。你无凭无据就乱冤枉人，难不成秦小姐是钟永侯的嫡女，就可以这么欺负人不成？陆某没做，也没有换药。小姐，这是陆大夫挤出来的药汁，你瞧瞧。素兰很快取来了药汁，同时也惊动了早就知晓的即墨战天和一直以为会势在必得的即墨佑天。秦小姐，你这般笃定恐怕不好吧？陆大夫是跟着本王来的，难不成你是在怀疑本王不成？本王看你到底还是年轻，医术不清吧。不过没事，毕竟年少，偶尔出错也没有什么。再者，能有这般胆识，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三哥莫要胡说，我儿的医术一般人比不得。三哥久不在墨都，恐怕还不知道轰动墨都的那件大事吧？哦，什么事啊？顾家宝少主顾少卿双腿瘫痪，5年不能站立行走，可是最近他竟然站起来了。即墨佑天心中一顿，莫不是医好他的是秦凤舞？是我儿。顾少主以100万两黄金作为酬谢。陆大夫拿着袖子擦了一把冷汗，眼角看向即墨佑天，他面上没有变化，可心里边已经在翻江倒海了。陆大夫，这么冷的天还会出汗，可真是辛劳。陆大夫，这么冷的天还会出汗，可真是辛劳。金小姐，你实在是太过分了，陆某忙到现在，有汗水不是正常。陆大夫，是与不是，我一试便知。你真的天真的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人知道那东西吗？秦凤舞从素兰手中拿过瓷瓶，缓缓地打开瓶盖，这里头根本就不是龙舌兰的药汁，而是蛇破花。一席话震得陆大夫有些神魂颠倒，站立不稳。陆大夫，你刚才说不是你换的药，那我知道当你不知道，那难不成是宣王换的药？当时我可跟宣王将龙舌兰的细节讲得清清楚楚。即墨佑天看着秦凤舞，心中满是怒火，恨不得此刻就上前去掐住他趾高气昂的脖子。七弟，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三哥会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三哥，七弟没有其他意思。既然三哥说没有弄错草药，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你让人摘来的草药，哼，有何不可？凤舞又拿起龙舌兰，在水里泡了一会儿，只一会儿，它的根部就渐渐地显出红色。谭大夫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不去仔细研究毒物的大夫，对于这点都不知道。这些蛇破花在反水中泡过之后，所以根部就会变白。陆大夫，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即墨战天上前一脚就踢在了陆大夫的胸口。这个时候的即墨佑天只能弃车保帅了。陆景，王本王如此信任你，你居然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对得起本王吗？仙王，照你这么说来，你也是被他受累了？秦凤舞问道。是，秦小姐，本王从来不知道陆景清是这样子的人，是本王用人不疑。七弟，秦小姐，你们随意处罚，本王绝无异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陆大夫抬头看着秦凤舞犀利的眼眸，又看了一眼自己的主子，他的眼里满是警告。没错，就是我做的。为了扬名立万，我之所以会和宣王来登州，就是为了扬名立万。如果我治好了这瘟疫，我陆景的名声就是打响的。陆大夫抬头看着秦凤舞犀利的眼眸，又看了一眼自己的主子，他的眼里满是警告。没错，就是我做的。为了扬名立万，我之所以会和宣王来登州，就是为了扬名立万。如果我治好了这瘟疫，我陆景的名声就是打响的。试问谁不想一生荣光在身呢？在这登州的百姓也会对我感恩戴德。只可惜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被你这个黄毛丫头给抢先了，我不甘心，所以我换药，我要你身败名裂。这一切跟宣王没有关系，都是我自作主张。是我跟官兵说红根白根都可以，是我事先将药浸泡在了樊水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当真可恶，你罔顾他人性命，你该杀，死几条人命来换我这一生的大好名声，他们死得很值得呀。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即墨佑天随手抽出一名官兵的刀，狠狠地刺向了陆大夫的胸膛。王爷，陆景，你去吧，本王会替你报仇的。瘟疫终于在不久之后全部治好，登州在遭此大难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于是决定回墨都去。来到城门口，秦凤舞在琢磨着今日的登州怎么这么奇怪，就听到外头一阵整齐而嘹亮的声音。多谢秦小姐救命之恩，你的大恩大德，登州百姓没齿难忘。秦凤舞和即墨战天纷纷为之一怔，快速走出马车，只瞧见杭知府带领着登州的百姓齐刷刷地跪在自己的面前，看着他们一张张朴实的脸和盛满感激的眼神，秦凤舞禁不住鼻子一酸，眼睛涩涩的。他紧抿着嘴，快速下车，扶起地上的杭知府，冲着百姓大声喊道：你们快起来！秦小姐，我们不起来，我们要这样子跪着送你出城。我秦凤舞何德何能要你们这般相送？只要你们都好好的，我就开心了。大家都起来，我秦凤舞知道大家的心意了。就让我们送送你。面对这群热情感恩的百姓，秦凤舞都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谢谢，谢谢你们。杭知府，回去吧。回去吧。说完，这次不再回头的上了马车，混杂在百姓群中，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人却阴狠地看着马车的离去方向。一路上欢歌笑语，好不快活。突然间，蓝叶一紧急地拉住了缰绳，神色凛然地说道：爷，秦小姐，我们遇上麻烦事了。两个迅速走出马车，看到眼前这景象，立马倒抽了一口冷气。外头站立着全部都是蒙面的黑衣人。战王，秦小姐，你们好日子到头了，拿命来吧！哼，想要本小姐的命，你们还早了800年。上次要不是战王出手，我早就把你身边的丫鬟给解决了，哪还有你的命？拿命来吧！即墨战天不用深想就知道了，这伙人就是上次劫杀素白他们送解药的那会儿。简直不自量力！一声落下，这条宽阔的羊肠大道立马变成了浴血奋战的沙场。时间一长，死伤就是在所难免的。小姐小心！素兰看向秦凤舞的方向，一声高呼，3个黑衣人同时攻向秦凤舞，3柄大刀直朝秦凤舞的头上劈去。即墨战天一声怒吼，用尽全身内力震开了周围的黑衣人，快速奔向秦凤舞。秦凤舞有些不甘地闭上了眼睛。即墨战天，如果有来生，或者我那么幸运能再重生一次，我定来找你。只那一瞬间，他没有感觉到刀锋落下来，而自己则是躺进了一个结实的怀抱。即墨战天一个飞身就将人捆在了自己的怀里，带着他在空中盘旋一圈，顺势一脚一个将黑衣人踢得老远。这时没有被撂倒的黑衣人趁着即墨战天无暇顾及他，上前就一刀狠狠地劈在他的背上，划出一道伤口。即墨战天转头怒视着黑衣人，
一剑精准无误地刺进那人的胸膛。五儿，没事了。秦凤舞这才猛然睁开眼睛。上天，五儿，你没事就好，这点小伤，本王不碍事。我秦凤舞何德何能，只顺手救了个人，就换来他的真情，他的次次以命相护。自己放着这么好的男人，不赶紧抓紧了，简直就是傻瓜。五儿不哭，本王不喜欢看见你哭，本王真的没事。秦小姐回来喽！秦小姐回来了，秦小姐是神医啊！往常躲着自己的那些人，这一次没有再躲起来，而是一个劲儿的往跟前凑。秦凤舞被这一声声震慑住了。小姐，这回你可出名了。秦小姐啊，我们现在才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是坏人，哪会砸了东西还赔钱呢？是啊，秦小姐，我们误会你了。秦凤舞觉得有必要出去说一下，要不然这回府的那段路都被堵死了，啥时候才能回家呀？大家伙都回去吧，我秦凤舞啊也不在乎这点名声。秦小姐就是豪气啊！那些个官家小姐个个比不得你。秦小姐，我家孙子病了，能否给瞧瞧啊？行啊，阿婆，回头再叫你孙子来中永侯府来找我。谢谢秦小姐，你是好人呐。就是，以后谁要说秦小姐的不是，我们不依。只要一场小小的变动，仿佛就把秦小姐从人见人怕的小魔女一下子推崇到了人见人爱的天神一般的存在。在城门口逗留了好一会儿，老百姓才散开，留出一条道来。小姐，这次进城感受如何？感受吗？当然是爽了，哈哈。随之而来的便是秦凤舞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皇兄，这马车里的人是谁啊？西凤楼里2楼靠街的一个雅间里，一个穿着鹅黄色衣服很是美艳的女子朝着窗外秦凤舞的马车看去，问着身边温文尔雅的男子，不知兴许是哪家的大家闺秀也说不定。哼，不就是哪家小姐吗？用得着那么大的排场吗？本公主还没有那么大的阵仗呢。男子看着自己任性的妹妹，无奈的摇摇头。回到中永侯府，秦凤舞走进前厅，却见到了自己不怎么想见到的人——即墨允天。爹！看见他，秦凤舞原本甚好的心情一下子就没了。五儿啊，你可算是回来了，把爹担心死了，以后不许这么胡闹。爹，五儿没事，你放心。没事就好啊。这是你们怎么才回来呀？这宣王都回来好几日了。见过宣王。不必多礼，说来啊，本王还要感谢你，要不然登州百姓还有本王都要被陆景给蒙骗了。宣王不必如此，身为莫国人，能为莫国出一份绵薄之力，这都是应当的，担不得一个谢字。五儿，你不知道你娘有多担心你，整日的吃不下饭，人都消瘦了。好在宣王回来跟我们说你的事儿啊，报了个平安回来，要不然啊，现在你娘还着急呢。那行，多谢宣王了。爹，你和宣王慢聊，我去见见娘。他就不愿意跟即墨允天假客套，说完就一溜烟的没人影了。进了凤青兰的院子，老远就看见凤青兰没有什么精神的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娘，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五儿没事就好，下次不许这样了。娘，你都瘦了。娘，你都瘦了，都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害你吃不下饭。娘是担心五儿，但是也相信五儿的医术。娘没有因为你吃不下饭。胡说，你明明就是瘦了。唉，是有点担心，但更多的是确实没有胃口。近几日来吃什么都不香，整个人厌厌的，没有什么精神。秦凤舞一听，心头有些欣喜，赶忙抓住凤青兰的手，给她探起脉来。探着脉搏，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了。娘，太好了，不枉费喝了那么多的调理药，我马上就要有小弟弟了。什么？五儿，你说的是真的？自然是真的。娘，才1个多月，不到2月，你这是孕初的反应，回头我给你配2副安胎药，吃了就好。真是太好了，这回咱们要把小弟弟保护得好好的，瞒多久是多久，正好现在是冬日，借着衣服多挡2个月。凤青兰知道他在担忧什么，那年是想来也是在他心里落了坎的，重重的点点头，眼下没有比这一刻更加幸福的事情了。刚回到梧桐院，坐下没多久，外头就冲进来一个人，一个头上蒙着丝巾，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秦雨晴，
跪到秦凤舞的面前。堂妹，二姐姐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凤舞，二堂姐，你要我救你什么？一冲进来就跪在我跟前，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秦凤舞又欺负了你。赶紧起来吧！不会的，没有人会说的。凤舞，救我！我现在真的是生不如死啊！二堂姐，你这样我可消受不起。我秦凤舞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秦雨晴这一刻才终于明白自己到底惹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是曾经跟他作对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是我的不对，我不该有那样的想法，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想这样的，只要如同鬼魅一般的活着。如果这样，我宁愿死了。他解下了头巾，露出了一张比想象更加惨不忍睹的脸。面对这样一张脸，秦凤舞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这就是他的杰作。那日去看秦雨晴的时候，不是他最后说出那些个狠毒的话，秦凤舞还不至于下此毒手。堂妹，你看我这张脸，受如此下去，还不如死了算了。我发誓，以后见到你就躲得远远的，唯你是从，再不嫉妒你，不诅咒你。素兰，你觉得他会改吗？不等素兰张嘴，秦雨晴立刻接过他的话：改，我一定改。真的，把手给我。哦。他这才反应过来，忙不迭的就把手伸了过去。原本只是想要装模作样，做样子，没想到一探上脉息，就发现不对劲儿了。没想到他不光中了美人痘，还中了另一种毒。看样子大抵就是利用了他的那个人，想要他死，想要灭口。素白，你去药房将第3层架子上的青瓷瓶拿过来。素白，你去药房将第3层架子上的青瓷瓶拿过来。小姐，秦雨晴看着手中的青瓷瓶，仿佛看见了救命仙药一般。这是治你脸上红点的特效药，以前有见过你的症状，我这正好有一瓶，拿去吧。每日1颗，服上10日便好。堂妹，姐姐谢谢你，姐姐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再来害你了，绝对。秦凤舞才不会理会他这般的誓言呢，不过是看在他快死了的份上，想他死得好看点罢了。这秦雨晴前脚才刚走，素白就嘟着嘴不满地说道：小姐，他心眼这么坏，你怎么还要帮他解毒啊？就应该让他愁死。他不止中了美人痘，还中了一种慢性毒，我一时也查不出中了什么，不过他离死不远了。素白这才恍然，原来是这样啊。秦凤舞这才回来的第2日，宫里头的即墨城就让人传口谕让他进宫，可秦凤舞一听就头大，死活不去。人家无奈只能如实回禀了。秦爱卿啊，你女儿是不想要她的100万两黄金了。皇上，小女莽撞，还请皇上恕罪呀！赶紧起来，你女儿真性情，这次又立了大功，还要好好的褒奖才是啊！这样，封秦凤舞为郡主，封号季安。悬壶济世，保民平安。秦凤舞非但没有受罚，还得了一个郡主的称号。这一眼的功夫，墨都城里人人都知道了秦凤舞获封了郡主。季安郡主，恭喜恭喜啊！即墨昊天几乎咬牙切齿地说着违心的话。不敢，韩王你这般急冲冲来，倒不像是来贺喜的。即墨昊天看着他的脸，就恨不得上前撕烂了。自己被整整关了1个月的禁闭，如今他居然没有被瘟疫害死，还因为这事获封了郡主，这叫自己如何不气？季安郡主医术了得，如今本王的8夫人，你的5妹卧病在床，可否请你去瞧瞧啊？我为何要救？是个人我秦凤舞都得救不成？为何要救？是个人我秦凤舞都得救不成？她是你的堂妹，不管如何总是要去看看的。难道季安公主不怕自己好容易博得的好名声，因为不顾念手足亲情而毁了吗？韩王，我秦凤舞从来都不在乎这莫须有的东西，我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100倍还之。他秦洛蝶若是没有害人之心，我秦凤舞定会救他。只可惜他处处害我，那我为何还要在意这点名声，去救一个置我于死地的人？好啊，真是好样的，你当真不救？不救。就在两人僵持之下，素兰匆匆走了进来。小姐，昨日在街上碰到了那个婆婆带着她孙子过来了，你可现在去瞧瞧。去，让人到院里的药房等我。韩王，不好意思啊，我有病人过来，恕不奉陪。秦凤舞，韩王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见。我也再说一遍，
秦洛蝶我不会去救，韩王还是另请高明吧。他一个王府的八夫人，我可高攀不起。你韩王府，我可高攀不起。撂下话，就直接出了房门。秦凤舞，你不要太嚣张，本王不会让你好过的。吉木昊天本来想利用秦洛蝶病重，将秦凤舞诓来韩王府。只要他踏进府门，在府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可就由不得他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凤舞居然那么决绝，而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无用的秦洛蝶造成的。秦洛蝶躺在比在侯府还要破烂的床上，惊恐地看着吉木昊天。吉木昊天二话没说，就将人拽到了地上。你这个贱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秦洛蝶默默地承受着他的怒火。吉木昊天打累了，离去的那一刻，他噗一声往外吐了一大滩血。堂姐，我错了，真错了。直到这一刻，他才醒悟自己有多么蠢，为何要和命运抗争，为何要去争那些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自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堂姐，若是妹妹真心悔过，你会不会护我？来到顾府，在子无的带领下来到顾少卿的院落，站在院门口，就看见顾少卿一身湖蓝色的织锦绣长衫，在青松之下上着雪景。看见秦凤舞缓步走来，快步迎了上去。凤舞，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我没事，少卿，才1个多月不见，居然已经健步如飞了，看样子已经没事了，东西啊。这都是凤舞的功劳，若不是你，像我顾少卿兴许这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医者自当如此，况且你还付了那么大一笔诊金，说来我才不好意思呢，先前还提那么过分的要求。素兰，把东西递上来。素兰低着头，心里略带兴奋地走到顾少卿跟前，打开锦盒，顾少卿朝里头看了一眼，里面是一株千年灵芝，一看就是价值不菲。凤舞，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替登州百姓答谢你的，要不是你及时送来物资，恐怕登州的百姓如今还面临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同时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义不容辞地帮助我。而顾少卿不仅没有感觉到开心，心头反而充满着苦涩。子无，收着吧，子无，收着吧。子无，送回去，我们可消受不起季安郡主的礼物。一道湖蓝色的身影疾步走来，这人便是花雨熙。花小姐，这不是什么礼物，这只是我代表登州百姓感谢少卿的。若不是他相助，登州还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危险，所以这是登州百姓感谢少卿，它不是礼物，而是一份真诚感谢的心意。再好的淑女看见情敌都是无理取闹的。她高抬着下巴，看上去有一些目中无人。雨熙又吩咐子乌赶紧收下。凤舞，多谢。不仅是顾少卿觉得尴尬，更让秦凤舞觉得自己要过来这个决定是大错特错的。既如此，就多谢季安郡主。雨熙，你过分了。表哥，表妹的心意你不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这般伤我？为何要这般伤自己？秦凤舞她不喜欢你。花雨熙是因爱生恨了，所以她一直隐忍着。少卿，花小姐并不欢迎我过来，改日再聊。秦凤舞也不愿被人看作是那种吃着碗里就惦记着锅里的人，拉下了脸，不等顾少卿挽留，转身离开。顾少卿看着秦凤舞头也不回的离去，尽量隐忍着心中的怒火，憋着不发。雨熙，你越来越没有规矩和分寸了。没有规矩的不是我，而是表哥你。表哥，你看看我，表哥可曾想过我的感觉？表哥不喜欢我就已经让我很痛苦了，为何你还要如此记挂着那个心中没有你的人？饶是再端庄的人也会被逼疯的。他长长的不说话，凉透了花雨熙的心，哭着转身愤然离去。来到西凤楼，以红立马就欢喜的迎了上来。秦小姐，有个冤大头花1万两包下了那里，我想1万两呢，而且那里的暗门很隐蔽，绝不会被发现，所以有冤大头送钱，那确实是不要白不要。那我们去卧龙居。秦小姐，卧龙居也有一个有钱的冤大头，这么奇怪，这世上什么时候有钱人那么多了？我秦凤舞是要发财的架势吗？诺远，你要不要跟我上去看看，是哪个白痴这么烧钱？齐莫诺雨一听，心想：七嫂，你以前不是也这么烧钱吗？你要不要跟我上去看看，是哪个白痴这么烧钱？嫂，你以前不是也这么烧钱吗？不过一想到可以去砸场子，心头这兴奋劲儿就立马上来了，使劲的点头。秦凤舞一脚踢开了倚凤阁的门，没有看见里头是谁，就听到身旁的吉莫诺雨叫出声：原来是你！
姑娘，又见面了。大胆，哪来的刁民，竟敢擅闯！来人，给本公主轰出去！你是公主？哪国的公主？我怎么不知道啊？说出来也不怕吓着你。凌玉，你又在胡闹。兄，是他们擅闯进来，你凶我做什么？各位，皇妹无礼，吓着各位了。不妨事，幸好他没有亲自动手，否则断胳膊断腿就是必然的。这位小姐，本宫乃是轩辕国太子轩辕郎玉，而她是本宫的皇妹轩辕灵玉。敢问你们是？我是莫国中有侯之女秦凤舞。啊，原来你就是那个秦凤舞啊！又不是公主，只不过治了一场瘟疫就得郡主封号的大臣之女，有什么好嚣张的啊？原来你就是那个秦凤舞啊！又不是公主，有什么好嚣张的？是啊，只不过是大臣之女，但是我秦凤舞什么都敢做，即使打了一个公主，那也是常事。轩辕郎玉没有理会两个人之间的较劲儿，一直看着极目诺雨。这位姑娘是？极目诺雨一扭头，就是不愿意搭理他。想起那件事儿，他心里就堵得慌。她是我莫国的八公主极目诺雨。说到郡主的身份比不过你，那公主的身份够高了吧？原来是诺雨公主。七嫂，咱们回去吧。好，我们回去。怎么怕了？知道你国公主比不过本公主了吗？公主殿下，你最好出去打听打听，我秦凤舞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不怕你是公主。就如我刚才说的，即便是公主，惹毛了我，我也照打不误。轩辕灵玉被他身上突然散发出来的煞气给吓到了，但回过神来，早就没有秦凤舞他们的影子了，这才骂道：你要不怕挑起两国战事，就尽管来，本公主等着你。而出了西凤楼的极目诺雨，一路上都嘟着小嘴巴，嘴巴翘得老高，还念念有词的：大坏蛋，大混蛋！说，你和那个轩辕朗玉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讨厌他？原来呀，这丫头在轩辕郎玉面前丢了那么大一个人呢。那日极目诺雨在宫里待得有些发闷了，就一个人在街上闲逛，正巧碰上了一个女子在卖身葬母。这不，善良的诺雨一下子就同情心泛滥了，立刻就想从兜里掏出银两给那个女的。姑娘，莫要被骗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那么可怜了，不帮助他还说他是骗子，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他说他是从登州过来，一路乞讨到墨都，那为何身上居然还有钱买孝衣？难不成是从老家带来的？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骗子？轩辕郎玉也不着急，走到那卖身姑娘的身后，一把把盖在尸体上的席子给揭开了。这位公子，你何苦要对我娘不敬？就是你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呢？轩辕郎玉也不恼，随后缓缓地蹲下身来，伸手抵顶尸体的咽喉，尸体也终于在轩辕郎玉的钳制下，再也忍不住猛烈地咳嗽出声。好啊，竟敢骗我！说着打算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吓得那俩母女东西都没有收拾，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仓皇而逃。他们跑得飞快，极目诺雨只能作罢。他一想起刚才居然那么笨，那么拙劣的骗术都能够被骗到，觉得自己笨死了。极目诺雨顿时就觉得自己丢脸丢大发了，直接落荒而逃。所以这就是你见着他要躲的原因？极目诺雨嘟着嘴不甘愿地点点头。这有什么？还不先让人犯错不成？再说了，你是单纯上当受骗也是正常不过的。不过显然这小妮子的小脾气没有那么容易下去。从西凤楼回到中永侯府，他就一直闷闷不乐的。好啦，别想了，净想些不开心的做什么？七嫂，你说我能不想吗？他又不是太子那还好，我要是摆出公主的架势，他也不敢乱说什么。没想到他居然是轩辕国的太子，要是他说出去，让我可怎么活呀？总之就是他多管闲事，我宁愿被那两个骗子骗呢。哼，依我看你是讨厌人家，可人家太子对你好像挺有好感的。秦凤舞就刚才可瞧得真真的，那轩辕郎玉看着他可是满满的温柔呢。哼，七嫂你可别胡说，我才不相信呢。若是有缘能嫁给他，那不是挺好的？长得好看，这脾气也好，还是一国太子，上哪去找这么好的男人啊？七嫂你就会笑话我，我不理你了。诺雨，我可不是调笑你。你难道没有听说轩辕国皇室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吗？是什么？我也只是听说，不过此事确实是真的。轩辕国的皇帝自己选择皇后，不能出纳后宫，除非皇后大婚之后无多出，方可纳妃。还有这样稀奇的事？是的，这还得从轩辕国的太上皇说起呢。轩辕国的太上皇年纪轻的时候，微服出巡，碰上了一个江湖女子，在太上皇屈尊下降追求之下，两个人在宫外头成了亲。当时太上皇早已有了皇后，且有子女在身，
他封女子为贵妃，位同父后。但即便如此，那女子也生气太上皇隐瞒自己是皇上一事儿。不管太上皇有多宠爱她，给她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感动不了她那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心。在皇宫只待了短短3个月，就负气离宫，仅留下一张今生不愿再见的字条。皇上得知之后后悔不已，他整整寻了5年都没有寻到，于是下令命令皇上自己挑选心爱的女子为后。太上皇可真是情深呐！确实情深。真是的，那个什么轩辕朗月都进年关了，怎么还跑墨都做什么呀？许是来庆贺新年的，也许是来和亲的。和亲？对，和亲。轩辕国只有一个公主，而我们墨国也生下一个适龄的公主，不是求娶就是嫁公主，别无其他。不是求娶就是嫁公主，别无其他。吉莫怒语呼吸陡然间一滞，难道自己真的要面对那样的命运吗？爷，自从你认识了秦小姐，笑得真是越来越傻了。暗夜看着一直笑得傻愣愣的吉莫战天，深深鄙视了一眼，出声说道：多嘴。是，也就秦小姐能治你，这下一定能够把秦小姐给俘获了吧？机会很大，这东西比顾少卿给的100万两黄金值钱多了，代本王把它送给我儿，非膈应死顾少卿不可。爷，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也不知道我儿这会儿睡了没有，这才几日不见，本王都快想念的发疯了。暗夜，我们现在就走，不等天亮了。暗夜的嘴巴瞬间张大，整张脸怎一个苦字了得。爷，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而即墨战天不在的这几日里，除了秦凤舞会想念之外，还有另外的人在惦记着，有些自然是希望他一辈子不要回来，有些当然是真正为他担忧的，比如即墨允天，他早前去过了战王府，从蓝燕衣那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于是就想来问问秦凤舞，即墨战天到底去了哪里。拜见贤王。秦小姐，七弟和你一起去的登州，也是一起回来的，怎么至今未见到他人？我不知道啊。一来确实是不知道，二来是即使知道他也不想说。怎么可能？我说的就是实话。贤王，你既然不相信我，又何苦来这一趟，不是白跑吗？秦小姐，本王不是来跟你打哑谜的，本王要知道自己七弟在哪里。且不说我真不知道他在哪里，就算真的知道，我也不会跟你说。一个冷漠的男人，我为何要告诉你？秦小姐，本王的耐心有限，你给本王说清楚，本王几时冷漠？王爷，你怎么不冷漠？娶了她，却如同娶了废人一般。你既然不喜欢，当初为何要娶？既然不喜欢，至少应当做到彼此尊重才是，而不是让她唯你是从。你生生把一个花骨朵般的少女逼成了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你敢说你不冷漠？你生生把一个花骨朵般的少女逼成了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你敢说你不冷漠？即墨允天一下子恍然，原来他是在怪自己不该那么对待安陆云啊。秦小姐，你只知道儿女情长，你又怎知道这里面有不同意义吗？不就是为了皇位之争？我秦凤舞对这点局势还是了解的，然而我就是瞧不起你，瞧不起你伤害别人的感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本事的人才不会叫女人受委屈。她是安国侯的女儿，不是本王，那也会有别人。安国侯的女儿就该被你们如此对待？他安国侯如果多几个女儿，我秦凤舞敢断言，他会将你们4个王爷轮着每人送上一个。为了确保他安家出一个皇后，他安国侯干得出这事。没错，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他当初才会选择安陆云，用安陆云来分散即墨昊天那边的势力，至少让安培怀成为两头倒的人。你既然都知道，那就应该明白本王这么做的目的。贤王，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安培怀也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抛弃亲生女儿的人。他一句反问，即墨允天衣袖下的手紧了紧。安陆云他何其无辜，成了一个无辜的牺牲品，这也便罢了，至少你应该对他好些。他不是像安婉婷那样的人，他和他的姐姐不一样。即墨允天被反驳的说不出一句话，他细细的回想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想要好好的对他，虽然不会喜欢他，但起码会给他王妃的尊荣。然而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限制他的行动，他突然就将他控制了起来，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贤王说不出话来了？本王的事与你无关，本王来找你是来问七弟的事，不是来跟你探讨本王家事的。贤王妃好不好，也不是你一个外人能管的。既如此，我秦凤舞恕不奉陪。贤王，你将来不要后悔才是，错过了那么好的女孩，今生想要再遇见可就难了。话落，就再也不理会即墨允天，径直回了房间。我儿，轩辕国太子和公主，还有东陵的太子来我墨都，今日草朝已经觐见，皇上为表欢迎，特意在宫里设了宴。
他们不是早就到了，为何今日才觐见？对于这一点，秦浩明也很是疑惑。设宴就设宴呗，矮人也不关我的事。设宴就设宴呗，矮人也不关我的事。但是皇上要你进宫参加宴席。秦凤舞一听头都大了，宴席什么的最不喜欢了，往往在宴席上总能整出一些幺蛾子。想都不想直接说道：不去。我儿不得任性，轩辕国的灵玉公主指明要你参席。那个公主是闲的没事干吗？不去，谁爱去谁去。胡闹，往日也就罢了，但是这次是公主指明，且不说我们不能失了礼数，就是你这样子一来，恐挑起两国纷争啊。是啊，这么大冷的天，在湖上举行宴会，也不怕冻着。弯腰伸手探了一下池水，不成想水竟是暖的。原来是这样，这么特别的地方，那些个太子公主看了也是觉得稀罕的吧。哼！就在他细细观察的时候，一道娇俏又带着点讽刺的声音响起。秦凤我觉得有些刺耳，眉头不由得微蹙，转向来人，却原来是安婉婷。秦小姐，这是第一次到碧华池吧？哦，是啊，这就难怪了。秦小姐，你就好像乡下人进城一般，瞧着什么都新鲜。哼，是啊，谁说不是呢？我大漠国竟有这般奢华迷人的地方，怎么能不好好欣赏？想来这种连冬日里都暖和的地方，世间少有，他国未必有的。我这般入迷，自然是因为她的美了，是真正的敬畏。原本有些得意的安婉婷脸色一下子变得酱色，却气得憋不出一句话。秦凤舞，你等着，今日才是我安婉婷大放异彩的时候。冷哼一声，快速落了座。没想到秦小姐竟然也过来了，本王还以为你会为自己的妹妹内疚呢。韩王，我秦凤舞有什么好内疚的？倒是韩王该内疚才是。哼，本王问心无愧，倒是秦小姐你见死不救，害得自己的妩媚身亡，你的心可真狠呀。我秦凤舞的脾气世人皆知，不救又怎么了？我倒是要问问韩王了，为什么我妹妹好端端的会小产，好端端的会大出血？即使大出血好生调理，也不会有大碍，可是为什么她就这样没了？韩王，你不觉得奇怪吗？秦凤舞，你不要血口喷人。韩王，我只不过是猜测假设，你那么激动做什么？莫不是……闭嘴！秦凤舞冷冷一笑，淡淡的瞥了一眼秦墨昊天，真想提醒他一下，就他这定力，还真不是当皇上的料。秦墨昊天见他这般藐视自己，愤恨的一甩袖子，转身离去。唉，明知道说不过我，还要来给自己找不痛快，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没多时，这宴席的主人公们差不多就到齐了。轩辕狼玉和他的皇妹轩辕灵玉，他自然是已经见过的。那么另一个穿着银袍华服的，想来就是那东陵国的太子东陵素了。东陵素脸上笑意盈盈，但是眼睛里却未见笑意。秦凤舞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即墨城欠差不多的都来了，独独少了即墨诺雨，脸上隐隐有了怒意，朝着身边的太监说了什么，那老太监就立马点点头退了下去。不多时，即墨诺雨才缓缓过来。儿臣拜见父皇。平身，还不快来见过两位太子？见过轩辕太子、公主，见过东陵太子。这是朕的八公主即墨诺雨。诺雨公主还真是平易近人，一点也瞧不出公主的样子。灵玉。轩辕狼玉不满地呵斥着轩辕灵玉，轩辕灵玉这才不满地闭了嘴巴。诺雨还不退下，真丢人！他带着一肚子委屈，坐在了秦凤舞的身旁的位置上。他的心思，秦凤舞怎么不知？秦凤舞冲他微微一笑，用唇语说着：“放心，没事，谁也逼迫不了你。”有他的安慰，心情一下子就好了不少，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这副俏丽的模样落进了对面轩辕狼玉的眼里，是越看越喜欢。皇上，臣女准备了一支舞曲给你们助兴，如何？这个时候，安婉婷起身说道：“助兴？但是本公主听闻季安郡主多才多艺，本公主倒想要她讨教一二。”轩辕灵玉出声打断了安婉婷，她的目光一直看着秦凤舞。秦凤舞，听说战王喜欢你喜欢的紧，本公主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秦凤舞无奈起身：“不好意思，要叫公主你失望了。我秦凤舞可是什么都不会呢，不会弹琴，不会跳舞，更加不会女工。怎么可能呢？本公主听闻季安郡主不仅武艺超群，而且医术了得，前不久还治好了登州的瘟疫。公主可真是抬举我了，我还真只会武艺和医术，其他的确实不会。那如此，你与本公主比比如何？本公主想要向你讨教一二。莫皇，这不要紧吧？走不过就是比武，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不惜借此讨个好，何乐而不为呢？”
平常歌舞也确实无趣，两个人比试甚好，别有一番意味。轩辕灵玉见状很是欣喜，神情有些骄傲地看着秦凤舞，那眼神仿佛就是在说你输定了。灵玉，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哼，本公主倒要看看战王喜欢的女子有多了不起，本公主要让她知难而退。你都未见过战王，怎知道他是你喜欢的人？你别管，本公主光听着他的事迹就是喜欢。姬安郡主，如何呀？好吧，我比，只不过是哪个舞就说不好了。公主殿下，我怕误伤对方，不如点到为止。自然。不多时，只见他穿着一件粉色舞衣出来，很是过身，显得他的身姿窈窕，胸前的丰满还稍稍露了出来，透着一股子风情。一个公主看上去就跟艳丽的舞娘差不多呢。秦凤舞忍不住为她默哀，真是可怜啊，没个公主样子，尽学会搔首弄姿了。姬安郡主，可准备好了？公主殿下，你这是做什么？你穿成这样如何比舞啊？公主殿下，你这是做什么？你穿成这样如何比舞啊？秦凤舞哪能不知道他说的舞是什么舞啊？不过他就是故意的。你想跳，可我不愿意丢人啊。你这是什么话？跳舞难不成还不穿舞衣？哎呀，对不住啊，原来公主殿下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可不会这个舞。我说的舞艺是武功的意思。姬安郡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不早点说清楚呢？安婉婷特别别扭地喊着秦凤舞郡主的名讳。嘿，那不如安小姐和公主殿下比试比试。刚才你好像想献舞来着。这么想出风头，那赶紧的呀！赢了公主殿下，你这名头可打响了。哪能啊，公主殿下是找郡主你比试，我这么凑上前就算什么呢？郡主莫要寻我开心。场面上一时有些尴尬，这到底是比还是不比？莫华，这仨到底是比还是不比呢？只是此舞又非舞，总不能叫大家干等着吧？秦凤舞斜了一眼东陵素，对他的印象就降低了一个层次。季安郡主，先前是没有说清楚，但是也不能服了轩辕公主的面子，就比武，即使是注定要输，也算是陪着轩辕公主助兴一回。是啊，既然皇上都下令了，那我秦凤舞就献丑，以愚笨之姿陪公主殿下一舞，一博大家一笑。说的那叫一个无奈呀！姬安郡主，那就多谢你陪着本公主一起了。是，不过公主殿下，刚才我也已经表明了，我不会跳舞，不如就跟在公主殿下身后一样画葫芦，如何？只要你答应，我凤舞就有机会翻盘。秦凤舞虽然确确实实不会跳舞，但是她轻功了得，这身姿比一般常年习武的还要柔软轻盈，而且有些过目不忘的本事。自然，既然郡主都已经说得这么明白，本公主难不成还会咄咄逼人不成？既如此，还请公主快些表演，好让我等观赏一下公主的舞姿呀。极梦昊天有些奉承地说道。轩辕灵玉拖着纤腰坠尾长裙缓步走到中央，手指摆出孔雀的形状。秦凤舞走到轩辕灵玉身后3尺远的地方，轻轻松松的就摆出了和他一模一样的姿势，而且更加入木3分。随着轻灵的音乐响起，踩着乐点，身子渐渐舒展舞动起来，一展臂，一抬足，长裙一撩，旋转开来，就像是一只真正的孔雀。轩辕灵玉又骄傲地抬着头颅，眼波里流转的尽是得意。然而就在他提裙转瞬的那一刹那，他看见了秦凤舞抿嘴微笑，正和自己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轩辕灵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这几年也就学了个3成，然而秦凤舞嘴上说着不会，却将孔雀舞他的精髓演绎到了极致。一曲结束，众人还在秦凤舞的表演中没有反应过来，这一次是别人的专场，但他就是有本事抢别人的风头。莫国真是人才辈出呀！季安郡主真是了不起，连轩辕国民间的舞蹈都会呢。率先出声的便是一直不嫌事大的东陵素。季安郡主，你怎么能诓骗本公主？我确实不会舞，只不过我跟公主你一样幸运，都见过这个舞。孔雀翎是则孔雀舞舞曲中的一种，它源于轩辕国一个特有民族傣族的传统舞蹈，以效仿孔雀开屏而延伸出来的舞蹈。最先前由男子所调，但是男子展现不出孔雀的灵气和妖娆，后来才有女子加入，到如今以女子跳此舞居多了。轩辕灵玉惊的下巴都要掉了，因为他说的分毫不差。我曾有幸去过那里住过几天，天天看他们跳舞，倒是把这舞记住了一些。今日公主殿下你一跳，我就想起来了。两个人跳的都好，真是不知道谁输谁赢呢。齐梦成这下就有些为难了。
明面上定然是秦凤舞胜了的，但是他还不知道轩辕狼玉他们此行的目的。这个确实难说呀。季安郡主很是了得，但林玉公主毕竟习武多年，功力还是不能比的。父皇，你不公，明明就是季安郡主赢了。面对即墨城这么偏袒轩辕灵玉，即墨诺羽不舒服，立马就站了出来。胡闹，还不回去？是谁说本王的武儿输了的？一道银色的身影从舞池飞起而下，隐隐地落在秦凤舞的身边。谁允许你穿这么少给人跳舞的？你当自己是小丑吗？给人表演，以后不许！战天！即墨城惊讶的出声，他一直以为即墨战天没有回墨都，是在躲着自己。轩辕灵玉一阵欣喜，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即墨战天，还露出女儿家的娇态。早就听闻即墨战天喜欢秦凤舞，可没有想到竟已经达到了这般地步。他的眼里始终都只有秦凤舞。若是刚才的愤怒还不至于让自己恨到秦凤舞要死，那么他现在真想秦凤舞即刻就死了，自己好取而代之。父皇，刚才你是在说武儿输了？即墨城看着他的眼神大有威胁的意思，心下就有些不喜了。这不喜自然是对着秦凤舞的。是，孔雀翎一舞自然是林玉公主跳得更好了。即墨战天压根不理会他眼中的苦愁，扶着秦凤舞就坐回到席上。墨皇，这位就是战神王爷战王。就是面前这个男人，居然连曼陀罗的毒都夺过了，害得自己的国家足足损失了5座城池，到如今不得不来奉承墨国，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不是他厉害，只是恰巧碰上了秦凤舞。东陵太子正是。即墨战天见有人提到自己，却是充耳不闻，眼里就剩下秦凤舞了，哪还容得下别人呢？场面一时略显尴尬，即墨城只能笑着说着：东陵太子随意。行了，别夹了，我都饱了。好好，那我儿要不喝点酒啊？还是不要了吧，女子喝酒容易吃亏。他放下手中的筷子，故意看向即墨昊天和即墨允天的方向，说道：三哥，想不到你也回来了。是啊，过年了，再怎么闲散在外，还是要回来和大家团聚的不是？三哥无事就好，可七弟和我儿就没那么幸运了，回来的路上碰上了杀手，可是要置本王于死地呢。三哥，想不到你也回来了。是啊，过年了，再怎么闲散在外，还是要回来和大家团聚的不是？三哥无事就好，可七弟和我儿就没那么幸运了，回来的路上碰上了杀手，可是要置本王于死地呢。什么？战天，那你们还有这样子的事啊？什么人这么大胆，居然敢刺杀当朝王爷？他的反应异常气愤，就如同是顶好的兄长关切着自己的弟弟。而即墨昊天已经紧张的脸色有些发白了。无事，受了轻伤，但若是没有我儿，兴许本王就回不来了。是呢，背后的人心狠，派了一波不止，还另派了一波杀手过来，好在我们留下了一个活口，就等着严刑拷问背后的主子是谁了。对，一定要严惩。是，父皇。不过眼下轩辕太子、公主和东陵太子都在这儿，细问这事儿可不是时候。明早本王就拉来带那人来见父皇。也好。本公主只是觉得平常歌舞大家都见过，不如我们想个游戏，大家也好热闹热闹。哦，是什么游戏啊？在轩辕国，那些头花、击鼓传花、诗词歌赋已经没有什么新奇了，现在实行比唱。哦，倒是新奇，说来听听。规矩也是简单，就是本公主唱一句，接下来的那个人开头第一个字是要本公主唱的那句末尾的那个字，谁接不上来谁就要认罚。这罚什么？就由上头一个唱的人说了算。妙啊！在座年轻人居多，想必没有什么意义吧？其他人表面上都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公主压根儿就是在针对秦凤舞。倒是即墨诺羽有些为难，他苦着脸偷偷地瞧了一眼轩辕狼玉，难道自己又要在他面前丢脸一次不成？作为公主的她开始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最好大家都不要注意自己才好。可往往越是不想让人注意，就越是有人盯着。太子哥哥是不想看她出丑吗？可本公主就偏要，没有一个公主样怎么当太子妃？若不是花姐姐一心向着那个顾少主，本公主宁愿她是本公主的嫂嫂。哼，谁丢人还不知道，别到最后自己出丑了。你还是本公主的亲皇兄吗？轩辕灵玉顿时觉得委屈极了，越看即墨诺羽是越不顺眼。那么我们抽签决定顺序吧。秦凤舞随手就抽了一个签，那么好死不死的，
正好排在轩辕灵玉后头。这还不算，安婉婷紧随其后，她顿时有种两面夹击的感觉，很快就决定顺序。一向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五公主吉木诺言是头一个，她缓缓站起身来，想了一会儿，清幽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协议双风里，落日半人愁。愁字开头也没有什么难的，难就难在接曲的人是吉木诺语。她愁眉紧锁，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愁字开头的曲子有哪些。八妹妹，叫你不好好学，现在后悔了吧？吉木诺语淡淡的瞥了一眼，这个时候他也已经无所畏惧了，反正都已经丢脸了。本公主不会，接不上，甘愿受罚。吴姐姐你说吧，罚什么？吉木诺言也就是她这么一个妹妹，又怎么多做为难呢？随便让她挑一个自己拿手的表演了就是。本公主没有什么擅长的，甘愿罚酒一杯。话落，就端起酒杯朝众人一敬，仰头就一饮而尽了。该本公主了。轩辕灵玉优雅的起身，双手叠于胸前，轻咳了2声，清了清嗓子：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情难为情。秦凤舞看着他得意的嘴角，就别瘪嘴，别说唱了，就是古词就已经把自己给难倒了。怎么，季安郡主接不上来吗？接不上来，本公主可要出难题了。轩辕灵玉讥笑地看着他。秦凤舞原本还好的脸色，在看到轩辕灵玉冲自己讥笑之后，瞬间垮了下来。输人不输阵，就这么喜欢跟自己对着干吗？不就是唱歌吗？可也没有规矩，非要唱什么呀？现代好听的歌曲多了去了，哪个不是张嘴就来？你这是什么歌？本公主怎么听都没有听过，说出个出处来。出处？秦凤舞懵了，这歌的出处是现代，难不成让自己把自己是穿来的跟人家说一遍不成？郡主，该不会是你瞎编的吧？郡主，该不会是你瞎编的吧？这句话还就点醒了秦凤舞。没错，就是瞎编的。不是说唱吗？难道还不允许人即兴发挥，接出来不就成了？秦凤舞一副不就是这样的表情，轩辕灵玉气得牙根疼。哼！无奈之下，只能任由他过关了。可接下来要接的安婉婷就犯难了，这中字怎么往下接啊？安小姐，快接啊！中吗？中，只要音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公主殿下，这多长时候不打算接不上啊？秦凤舞故意向轩辕灵玉问道。10个数，1、2、3。随着那道规律的数数声传来，安婉婷脑子有些犯晕，视线看出去的东西都在打转，脑子里回想着3个字儿：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安小姐，你可别急别晕啊！你要急晕了，这碧花池的小岛可没有供你休息的地方。郡主放心，我不是要晕，只是确实打不上来，甘愿受罚。安小姐也是顶顶好样的，我也不为难，你就跳一支舞给大家助兴吧。安小姐，你觉得可以吗？好，还请大家稍等，容我去换下衣服。不多时，安婉婷已经换上了一身湖蓝色长袖舞裙，长长的水袖一甩，舞动着身姿。当舞乐响起，整个人轻盈地开始旋转起来。安婉婷一边舞着，一边观察着众人的反应。从他们享受和满意的表情中，她看到了赞许，对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脸上也隐隐有了得意之色。她跳的舞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呢？是呢，我也觉得熟得很，就只是少了点东西而已。跳得再好也没有舞儿好看。我说怎么感觉那么熟呢？原来安婉婷是想要胜过我呀。真是有意思了。看着安婉婷无比妖娆的身段和更加精湛的武艺，秦凤舞都不知道是应该佩服她，还是应该笑话她不自量力。说实话，安婉婷跳的确实比秦凤舞好看，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功夫底子了。可是连续时不时的转圈，她就是不相信她的脑袋能受得住。看样子安婉婷她为了赢过自己，还是蛮拼命的。不多时，安婉婷果然如自己猜测一般，体力渐渐开始不支，手上也越发的没有劲道了。安小姐，会不会跳啊？为何舞步这般凌乱？千万可别摔了。轩辕灵玉见着安婉婷看上去有些不太好，名上说的这般好听，实则是想要她快点出丑才好。越是不想发声的，她越会发声。在众人还在欣赏舞曲的时候，咚的一声，正在旋转的安婉婷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众人在一阵惊愕之中，
安婉婷当殿晕了过去的事再一次发生了。婉婷，安世成见自个儿的妹妹晕了，连忙上前查看。原本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得意安婉婷表现的安贝怀，看见自己的女儿陡然间倒地，一下子就恼怒地看着秦凤舞。季安郡主欺人太甚，明明知晓本侯的女儿身子羸弱，为何要提出这个惩罚？分明就是故意为之。皇上，妹妹刚才有些不适，季安郡主也是看在眼里的，却偏生提出这个惩罚，分明就是故意的。安国侯、安小侯也不得胡说，游戏助兴，输了便该认罚。再者，本侯的五儿也从未逼迫安小姐一定要认罚。秦墨城这下为难了，同时也觉得特别丢人，居然在外宾面前丢了这么大一个脸面。原本以为这事就此结过，可是就在安婉婷被人扶下去的那一刻，安世成收到了即墨昊天的讯号。他跪倒在即墨城的面前，请求他为自己的妹妹做主。与此同时，安贝怀也在一旁添油加醋。皇上，季安郡主和小女本就有过节，这分明是故意的，还请皇上做主啊！季安郡主，你有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可说的？我儿没错，如何要说？即墨城见即墨战天这么护着秦凤舞，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被人灌了迷魂汤，实在是太过向着秦凤舞了。战天，朕在问季安郡主，不是问你。主，是谁指使你刺杀战王的？回皇上，是韩王指使小人的。即墨昊天怔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和自己素不相识的人，竟然会一口咬定自己。他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父皇，儿臣冤枉呀！儿臣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分明就是栽赃陷害儿臣。你还狡辩！如果不是你，他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冤枉了你？儿臣真的冤枉呀！儿臣从未想过要杀害七弟呀，必定是有人要栽赃陷害儿臣，将父皇明鉴。皇上，小的没有胡说，小的身上还有韩王府的玉牌。即墨昊天顿时慌了，因为这个玉牌确确实实就是韩王府的东西。怎么，在人证物证面前，你还想抵赖不成？儿臣绝不会做出这等残害手足之事啊！父皇，若是儿臣所为，那儿臣岂不是太笨了？明知道行刺不能够100%的成功，为何要让手下佩戴玉牌？那岂不是不打自招，未免太过明显了呀！皇上，臣女可不知安小姐身子这般孱弱，不过是刚才见安小姐想要为大家助兴来着，只不过被臣女抢了先，就不想她白白准备一番才提出的这个提议。你怎么可能看不出婉婷的身子孱弱？分明是胡说！你是大夫，又如何看不出来？哼，五儿是大夫，但也不是神仙，他和安婉婷隔得有些距离，怎么可能瞧得出来？皇上，臣女提出这个惩罚的时候，可是询问过安小姐的，安小姐并未推脱。那想来，她定是觉得自己可以的，才会应承下来的。臣女自始至终都未曾逼迫过她。即墨城皱着眉头看着底下的人，对安贝怀一众人心头已经有些不喜了，连带着即墨昊天在他心里都打了折扣。行了，自己无用，就要勉强，怪不得别人。安贝怀他们如同掉进了深渊，因为他们看见了即墨城眼里的不耐烦和一丝不喜，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叫轩辕太子、东陵太子看笑话了。无妨，那位小姐身子重要一些。这场晚宴就在这一系列的闹剧之下落下了帷幕。回去的时候，即墨战天一直跟在秦凤舞左右，连秦浩明都插不进来。见着他一直缠着自己的女儿，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战王，男女有别，你会损坏我儿情欲的。猛然间听到秦浩明的话，秦凤舞心头泛起了咯噔了。他回想起了秦浩明，他其实不愿意自己跟即墨战天走得亲近。爹，我儿知道你的担忧，但是我儿的心想要给王爷一次机会。本王不会让侯爷失望，更加不会让五儿失望。本王一生一世只会有五儿一个人。这是对秦浩明的表示诚意，也是在跟秦凤舞做着承诺。秦浩明微叹了一口气，轻轻的摇摇头，转身离去。儿女是福是祸，都是命啊，这一切都逃不开的命。即墨战天一直将人送到了梧桐院，才有些恋恋不舍的要回去。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秦凤舞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问他上哪儿去了。你这急着做什么去了？经得他这么一问，他这才记起来自个儿这么匆匆忙忙进宫的目的，立刻唤来了暗夜。只见他从暗夜手中接过一个黝黑发亮的东西。五儿，这是本王送你的礼物。秦凤舞接过之后，这才发现是一条鞭子。他细细的摸遍鞭子，似有灵性一般。
此时他已经有8分肯定这是什么东西了，然而他还是抬头疑惑地看着寂寞战天，不敢确定。这是我儿想要的蛟龙神鞭。你怎么拿到的？本王打败了顾家主，他承诺送给本王的。看他说的轻巧，事实上哪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啊？不止打败了顾家主，就是他顾家堡36护卫也一个个被打败了，才诓骗来这蛟龙神鞭的。这回子顾家主还气得牙根疼，跪在祖宗面前不肯起来呢。谢谢。能为我儿做的都不用谢，本王愿意为你。秦凤舞抬头踮起脚尖，飞快地在他右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在寂寞战天没有反应过来之际，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冲着外头的他喊道：不许跟人说出去，要是让我知道叫别人知道了就给你扣分，你就死定了。寂寞战天愣愣地摸上自己的脸庞，轻轻抚摸着刚才他亲过的地方，笑得就跟傻子一般，一动不动的。爷这下高兴了吧？暗夜突然就冒了出来，寂寞战天一拳打在了暗夜的脸上，警告地说道：你没有看到，没有听见，否则……暗夜对上他仿若要杀人的目光，连忙点头，溜得贼快。他可不敢瞎说，保不齐就会被发配边疆了。寂寞战天从中永侯府回到战王府里，进门蓝燕依就告诉自己寂寞允天过来了，正在书房等着自己。七弟，六哥，你怎么没有回府啊？这是有什么事情吗？还能有什么呀？不就是你吗？那黑衣人现在在哪里呀？在地牢里面。你有什么打算？打算自然是有的，本王在宴席上挑明留了活口，就看有没有人先来杀人灭口。你认为是谁？难道那人还没有供出主谋是谁？那夜猫认罪的太快了，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别有用心。招供了，是二哥。那为何？因为招供的太快。简单几个字，寂寞允天就已经了解他做这事的动机了。那我们今夜静观其变吧。两人对望一眼，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就等着他们送上门。两个人在书房之内静静地等待着外头的动静。看似已然入眠的战王府，实则每个角落都布满了寂寞战天的影卫，只等着敌人来自投罗网了。外头传来打斗的声音，原本闭着双眼的寂寞战天咻地睁开眼睛，清冷地开口：六哥，鱼儿落网了。是。来到地府的入口，只见10多个黑衣人被影卫围困在中间。说，谁派你们来的？那几个人也是硬骨头，他们不答话，也不开口。不说是吧？难不成你们想尝尝18般刑罚的滋味？然而这些话丝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没有完成主子的任务，死有何惧？寂寞战天和寂寞允天纷纷为之一怔，这波人的胆识和夜猫实在相差太大了，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手底下的。燕一，先带下去，严刑拷打，让他们松口。话音刚落，那几个人纷纷倒地。蓝燕一连忙上前查探，回爷死了。七弟，你还打算带着夜猫面见父皇吗？见。如今看来，不管是不是二哥所为，他的嫌疑也摆脱不了的。若能够一举将他给打得翻不了身最好，若是不能，六哥，你随本王来。两个人一起回到书房，寂寞战天从暗格之中取出了一个匣子，递给寂寞允天，里面居然是一块兵符。寂寞允天诧异地看着他，这是一块铁骑军的兵符，而这铁骑军从不出兵征战，只负责镇守皇城，也是轻易不可调动的。六哥，这个交给你。铁骑军现在效忠于我，没有这兵符，本王一样能够调动。现在给你是以备不时之需。为何如此一说？难道会发生大事？不全是。那为何？本王遇刺，恐怕背后不止二哥那么简单，或许还另有其人。这背后之人不好说，眼下形势并不明朗，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不好对付。且不说能不能一举击溃了二哥，就算是能，也难保他不狗急跳墙。所以我们要做好万全之策。六哥，七弟无意皇位，但是他们都防着本王，本王不得不早做打算。六哥，你是本王除了我儿之外唯一信任的人，真到关键时刻，你手上的兵符兴许就是本王的救命稻草。寂寞允天一下子觉得手中的兵符沉甸甸的，看着寂寞战天信任的目光，他重重的点了一下头。在骁龙神鞭交到秦凤舞手中的那一刻，顾少卿也从子夜口中得到了顾家宝传来的消息，蛟龙神鞭被人取走了。子夜，爹说了是谁了吗？能从顾家宝带走蛟龙神鞭，想来那人必定是不凡的。少主，是战王。战王？顾少卿脸上泛起了一抹苦笑。我终究是比不过他，也终究是进不到他心里。
蛟龙神鞭是顾家的东西，自己不能给，但是别人却做到了。也许这就是自己和他的差距了。他可以为他倾尽所有，自己却不能。目光悠远地看向前方，喃喃一声：也好。朝堂之上，气氛诡异的有些压抑。季莫成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跪倒在大殿之上的夜猫，恨不得现在就将他凌迟处死。季莫昊天在看到夜猫的那一刻，突然就放松了心神。这个人不是自己派出去的人。说，是谁指使你刺杀战王的？父皇，当日一共有2拨人马，说不定就是其中一拨。二哥忘记叮嘱了，也未曾可知啊。逆子，你还想抵赖不成？派了1拨不算，居然是2拨，你还有什么说的？这下季莫昊天总算是明白了，自己只不过变成了别人的替罪羊，真可恶。父皇，儿臣没有就是没有，儿臣绝对是冤枉的。说不定这个玉牌就是这个人偷来的，说不定就是有人故意策划好了一切。季莫昊天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他直接挑明了，说不定就是战王派人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就是为了故意陷害自己。大臣们一听，纷纷流言四起。皇上务必要好好查查才是，千万不能冤枉的，可也不能放过了。二哥这是怀疑本王在自导自演。为了能让大家信服，季莫战天是不得不搬出秦凤舞，因为这件事就只有秦凤舞是最好的证人。林爱卿，季安郡主现在可在府上？是，吾儿今日未出门，就在府上。吾儿今日未出门，就在府上。语毕，立刻派人去宣了秦凤舞进宫。秦凤舞一进来，没有向季莫成行礼，就噼里啪啦的打开了话匣子，把遇刺那一幕说的是要有多危险就有多危险，还把季莫战天受伤说是像鬼门关走了一遭一样，最后不忘狠狠地瞪向季莫昊天，咬牙切齿地说道：夜猫眼看要被杀之际，当即就立马吐出是韩王所为，我秦凤舞说的九五虚言全部属实。季莫昊天的心就像是掉进了冰窟窿，自己是有100张嘴，那也没有秦凤舞这般能说会道啊，哭喊着：父皇，此事真与儿臣无关呀，真不是儿臣所为，一定是有人陷害儿臣的。还说与你无关，证据都摆在眼前了。父皇，给儿臣一次机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的。你说，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季莫昊天转向夜猫，质问他：你口口声声说是本王是你的主子，那么本王问你，本王与属下之间的暗号是什么？口口声声说是本王是你的主子，那么本王问你，本王与属下之间的暗号是什么？闻言，夜猫和季莫佑天心头纷纷咯噔一下，千算万算，怎么就偏偏漏了这一点？夜猫一狠心咬破了藏在牙齿里的毒液，瞬间毒发，盯着季莫昊天说出最后的话：王爷，你好狠的心呐！属下可是为你尽心。季莫昊天慌了，他死了，那还有谁能给自己作证呢？好个逆子，居然当场下毒！好啊！来人！等一下，皇上，这人刚才不死，偏生韩王询问的时候死了，分明是有蹊跷。不管怎么说，季莫昊天都是他安倍怀的亲外甥，能帮一把是一把。韩王残害手足，虽证据不足，但意图明显，褫夺封号，罚俸3年，提请效尤。听到裁决的季莫昊天一下子瘫痪在了地上，没有比这个惩罚更让人觉得丢人了。他愤恨地看着季莫成离去的背影，只差一步，他就会走上极端，而季莫佑天就恰巧看见了这个极端。二哥，三弟相信不是你所为，父皇他今日偏心了。父皇他本就偏心其弟，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依本王看啊，二哥还是与本王一样，闲散在外的好，不要争了。不要争？凭什么就该是其弟的？季莫佑天知道机会来了，立即又添了一把火。可这也是没办法的呀，明眼人一瞧就看得出父皇有意其弟，难不成要做出逼宫的事不成啊？听到逼宫2字，季莫昊天脸上隐隐有了笑意，但他始终没有理会季莫佑天，而是飞快地离开了。季莫佑天朝着他离去的背影冷冷一笑：唉，想不到季莫昊天的脑袋还是挺聪明的，没有一举将他给灭了，真是可惜。即使夜猫不死，一口咬定季莫昊天，父皇也不会要了他的命的，顶多就是幽禁而已。为何？因为父皇他子女稀少，当年大哥的事并没有犯多大的事，
却被发配边疆。想来父皇一直心怀芥蒂，但是又拉不下脸面让大哥回来，所以以后对我们兄弟几个犯错，处罚都不会太重。更何况这次确有漏洞，此番惩戒已经让二哥颜面无存了。原来如此，只是没有一棒子让他彻底翻船，只怕他还会出来作妖。他作妖，你收妖便是了。噗嗤，秦凤舞瞬间就被即墨战天给逗乐了，正要说些什么，素兰正好闯了进来。小姐，大厅里那位轩辕灵玉公主和安婉婷正在等着你过去。这个公主是干什么？还有安婉婷昨晚上不是晕了吗？不好好养着，出来做什么？说是那公主想看墨都，然而小姐你比较熟悉，就过来请小姐你给她带路游玩一番。纯粹就是没事找事。这大冬天的，就算再美的地方都不美了，哪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我儿既然不想去，我们不去就是了。去？怎么不去？要是不去，那公主指不定就借此发飙了，怎么能让她得逞？老王陪你。秦凤舞白了一眼，心想：你要是去了，我不是更遭罪？是个人都知道那轩辕灵玉喜欢你。不用你去了，反而更加麻烦。你呀，还是赶紧回去，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我可不相信那寂寞昊天就真安定了。即墨战天脸上有些大写的不愿意走。若是你在，那安婉婷和轩辕灵玉还不黏糊着，我怎么放手整治他们？就是对付他们，我就够累了。哎，行了，你别添乱。他们若是欺负你，只管教训就是，本王给你撑腰。秦凤舞甜甜一笑，这种放手去做，背后有人的感觉还真不错，冲着他点点头，就随着素兰出去了。明面上秦凤舞带着他们逛墨都，实则上轩辕灵玉就是故意刁难秦凤舞的。秦凤舞真是不愿意理会这个矫情的公主，就自顾自地逛起来，在小街贩的摊子上东瞅瞅西看看。哼，真是粗俗，一个郡主居然会去看这么破烂不堪的东西，难不成忠永侯府没有银两了不成？谁说不是呢？忠永侯府好歹也是侯府，俸银什么的并不缺。既然郡主，你好像确实有些丢面啊。安婉婷真的是不怕死的，还在那里起哄。秦凤舞冷冷一笑，转身对他们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唉，我的俸银是不少，可是前段时间登州闹瘟疫，我呀连带着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献给了登州，皇上也没有说起要补偿银子，就封了郡主。可是这郡主那也是实打实的没钱啊，哪有钱到有名的首饰店里挑首饰呢？说完还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刚才的簪子。秦小姐是好人呐，你要是喜欢，小人这簪子就送你了。原本看好戏的两人就这么生生地被打了脸子。哼，还真是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东西。哼，还真是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东西。秦凤舞不以为意，就将一锭银子放在小贩的摊位上，拿去，把衣服补补吧，这么冷的天可别着凉了。他瞅见小贩的衣服破了，日子想来是不好过的，他是想帮他，但同时也是故意的。秦小姐是真正的好人呐。轩辕灵玉被他这一举动气得直跺脚，他这一来分明就是把自己给搞得很恶毒一般，他哪里能置上示弱呢？旭儿，给这大街每人1锭银子，以表本公主的仁德。公主，这里少说也好几百人了，真的每人1锭？废话，难不成本公主连那点银子都没有吗？秦凤舞还生怕他一会儿会反悔，连忙上前跪谢。公主殿下真是仁爱，墨都的百姓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了。大家伙赶紧过来，谢谢轩辕国的灵玉公主，真是世间的活菩萨呢。很快，轩辕灵玉的身边就围了个水泄不通。公主殿下，这人越来越多，手头上带的银子不够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快？不是足足带了2万两银票出来吗？你还不赶紧的，快去找太子哥哥拿钱！是想让本公主再丢人一些不成吗？轩辕灵玉和安婉婷被百姓们围个水泄不通，甚至连外头的秦凤舞都看不见他们的踪影。直到旭儿回来，一个个派发了银子，打发了百姓，他们这才冲出了人群。一问旭儿派了多少银子，却不想整整派掉了自己5万两银子。秦凤舞，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轩辕灵玉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分明就是掉进了他的陷阱里。公主殿下怎么如此一说呢？我秦凤舞可从来没有叫公主殿下如此做啊，是公主殿下你自己为之，我还要替墨都的百姓好好谢谢你才是。公主殿下，今年关了，你怎么在墨都？来人原来就是花雨熙，他看见轩辕灵玉，脸上一阵欣喜。雨熙，许久不见，不曾想你竟在墨都，是什么时候过来的？秦凤舞瞅了一眼花雨熙，整个人都不好了。轩辕灵玉、安婉婷这2个人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花雨熙，这最不喜欢自己的3个人，今个儿都聚齐了。公主殿下，表哥在墨都，所以我前段日子就来墨都了。
表哥？是那个富甲一方的顾家宝少主吧？正是。那他又怎么会在这里？他这般一问，花雨熙的视线再一次投向了秦凤舞。这一下子，轩辕灵玉大概也能猜出来几分了。吉安郡主，真是好巧，你怎么会和公主殿下一起？花小姐，既然大家都认识，不如一起。安婉婷见状，立马提议：“你们尽兴就好，我还有事。”吉安郡主，你这是在敷衍本公主吗？本郡主陪了公主殿下这么长时间，难道还不许本郡主离开？再者，本郡主确实有事，公主殿下若是不信，大可跟过来看看。哎，行了，你走吧，省得在这里碍本公主的眼。公主似乎特别不喜欢吉安郡主。安小姐，你这是明知故问。其实说实话，本公主也不喜欢你啊，你就不用跟本公主拐弯抹角装腔作势了。安小姐，本公主看你也是喜欢战王吧？没有错，公主殿下，我确实喜欢战王，但是无奈战王喜欢的是秦凤舞。哼，依本公主看，战王也不过是图一时新鲜，他绝对不会爱上秦凤舞的。而你也不是本公主的对手，最好给本公主死了这份心思。公主殿下，我有自知之明，战王想来也是看不上我的。可是只要有秦凤舞一天在，那么战王绝对不会喜欢上公主殿下，这一点我还是可以肯定的。你，安小姐是活得不耐烦了吗？想必花小姐对秦凤舞也是不喜的吧？他话锋直指花雨熙，花雨熙一时无措，想不到自己的心事居然已经变得如此明显。公主殿下，花小姐，不如我们3个人合作，一起将秦凤舞送出墨国。你想怎么做？其实说来简单，但是也不简单。我需要花小姐的帮忙，眼下恐怕秦凤舞那边也只有花小姐诚意道歉，才是她最相信的。可花雨熙听到安婉婷的计划，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公主殿下，安小姐，这种害人的事情我是做不来的，是我不能帮你们。话落，转身离开。秦凤舞坐在窗前，看着外头飘雪，有些百无聊赖。那个寂寞战天怎么回事？都有2日未来了。小姐，战王今日忙呢。忙什么呀？素白气呼呼地冲进来。怎么生气了？不是去找燕一去了吗？开开心心的去，怎么就带了一肚子气回来？那小子欺负你了不成？怎么了？战王今儿个陪那个轩辕公主去了。刚才还浅笑盈盈的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在了那里。素白，你别胡说，这事可不能瞎说。素白说的又岂会是假？小姐，你不要多想，也许只是皇命难违。素兰若不是说是皇命，也许秦凤舞还会往只是想要不令轩辕灵玉难堪的层面上想。现在就受困皇命了，那么将来会是如何呢？他甚至有些不敢想象。日子无聊的发闷，不如出去走走，如何？素白和素兰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想着战王他恐怕是要倒霉了。可是没有等他冲出大门呢，中永侯府门口就来了一个气势汹汹、年纪约莫40多岁，眉宇间倒是感觉有些熟悉的男人。秦凤舞，麻烦你将蛟龙神鞭还来。秦凤舞一下有些懵了，该不会是顾少卿的父亲顾长云吧？顾家主？正是。秦小姐，你也知道这蛟龙神鞭是我顾家家传之宝吧？秦凤舞点点头。顾某很感谢秦小姐治好了我儿的腿，但他已经付了诊金，还请秦小姐归还神鞭，顾某感激不尽。顾家主，这神鞭是战王赠予我的，你又有何理由讨要了回去？好像有失大家风度啊。顾某输给战王，战王得去这鞭子，我毫无异议。但是如今你得了这鞭子，岂不是埋没了？顾家主，难道将这蛟龙神鞭一直搁置于祖宗祠堂，就不是埋没了吗？据我所知，顾家祖上也就只有你们老祖宗这蛟龙神鞭的拥有者冠世长鞭，其余人对长鞭可都不感兴趣啊。祖上也就只有你们老祖宗这蛟龙神鞭的拥有者冠世长鞭，其余人对长鞭可都不感兴趣啊。秦凤舞句句犀利地问道。顾长云一时恼怒，即便如此，那神鞭也得归还我顾家，你配不上。哼，你又怎么知道？我倒是觉得与其让他在祠堂里蒙灰，还不如在我手里练练来的好。再说配不配也不是你说的，听闻这鞭子有些灵性，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小姐，你想如何？也简单，顾家主不是觉得神鞭在我手中是一种浪费吗？那最起码要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我们就来比一场，
顾家主虽是从商之人，但是顾家也是世代习武，武艺定然不弱。我秦凤舞年纪尚小，且资历也浅，若是硬拼，自然是打不过你的。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秦小姐，但说无妨。既为神鞭，不如顾家主退一步，用鞭子与我比试。秦小姐的秉性，顾某很喜欢。比试自然要比，就按照秦小姐的要求比试一场。爹，等一下。两人正要开打，顾少卿一脸焦急地冲了出来。爹，骁龙神鞭既然已经到了凤舞的手中，你这又是在做什么？还有没有一点气度了？顾长云被顾少卿这没由来的训斥，这脸面一下子就很难看了，眼神有意无意地瞥向了花雨溪。若不是他的那封信，自己又怎么可能这么鲁莽呢？凤舞，是家父的不是，神鞭已是你的了，哪有收回的道理？没什么，蛟龙神鞭是你顾家传家宝，落入外人之手，自然是心疼不甘的。不过比试而已，我也想要向顾家主证明，蛟龙神鞭在我手不会辱没了他的威名啊，也好叫顾家主放心不是。凤舞，不必勉强，你不是家父的对手。没事，君子一言还驷马难追呢，我秦凤舞说出的话可收不回来。你退鞭，是输是赢，我秦凤舞都甘愿接受。凤舞，不必再劝，我也想要跟伯父过过招呢。秦小姐，你这一声伯父我爱听，你这丫头的性格我倒是喜欢。伯父，那开始吧。伯父，那开始吧。秦凤舞可不会因为顾长云是顾少卿的长辈而让着他，出招快准狠，绝不手软。顾长云见他挥鞭犹如蛟龙一般，浑然天成，那神鞭就好像长在他的身上一样，使得游刃有余。伯父，你可悠着点，我秦凤舞兴许别的比不过你，这挥鞭子我还是很有信心的。秦丫头好胆识。看样子顾长云对自己的芥蒂已经完全消除了，用力向后一拉，灌引内力，顾长云手中的鞭子瞬间变得粉碎。这神鞭你用的顺手，就给你了。多谢。丫头，有空来顾家堡坐坐，伯父欢迎你。少卿，我们回去吧。在回去的路上，顾长云语重心长地说道：少卿，你还喜欢那丫头呢吧？愣了半晌，顾少卿才点点头答道：是。这个字儿尽是道不尽的苦涩。少卿，以后你喜欢什么人都随你，爹回去就跟你娘说，一切都依你自己，不逼你。错过了好姑娘，挺可惜的，也是爹不好，就不该听信那谣言。爹不好，就不该听信那谣言。这番话震得花雨溪几乎挪不开步子，脚上似乎绑了千斤石铁一般，举步艰难。不是错过了，而是做的不够多，我比不上他。唉。顾长云叹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似是安慰。来这儿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好好的看看你呢，腿果然好了，真是好啊！好，这么大的恩情，我们顾家可不能忘。记得能帮就帮一把，那丫头是好样的，我也挺喜欢的。是。两个人说笑间远去，花雨溪停留在原地，再也挪不动一步，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回想着刚才顾长云说的话，只觉得写一封信是自己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个决定了。秦凤舞，如果没有你，这一切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我不一定要一个健全的少卿，只有一个爱我的少卿。可是现在全被你破坏了。抬起脚，不是走向顾府，却是去往了另一个方向。得知消息的即墨战天匆匆赶来，几步就要走进梧桐院，却被素兰和素白二人冷着脸给拦了下来。战王，对不住，小姐这会儿不想见你。即墨战天只当是秦凤舞怪自己给他惹了麻烦，根本没有想到他生气的是另一回事。见他们拦着不让自己进去，索性就站在月亮门前，冲着里头喊：果儿，是本王没有考虑周全，也不知道顾家家主会找上门来，是本王不好，你先让本王进去啊！就在屋子里头的秦凤舞哪能听不见这么大声的叫喊？可一想到他今天居然和轩辕灵玉在一起，心底就火大，就不舒服。即墨战天在外头喊了半天，也不见里头有动静。他有些怀疑秦凤舞是不是被自己给宠坏了，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烦人的公主，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结果又妥妥地吃了一个闭门羹。想想这些，他心中也有一丝气恼，一甩衣袖，愤然离去。在秦凤舞那里吃了一肚子火的即墨战天回到战王府，不顾疲乏，
就在教场上甩开架势操练起来，见他气得居然连饭都不吃了。爷啊，你今天怎么回事啊？火气这么大呀？哼，本王又在我儿那里吃了闭门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本王没有及时出现的关系。蓝燕一听完，眼角直抽抽，心头忍不住在想，恐怕不是因为白日里顾长云的事情，而是因为另外一件事吧。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想着到底要不要说呢。爷啊，没进去你就回来了，我儿真的是被本王给宠坏了。今日被那公主烦了一天，心情本来就糟糕，索性就回来了。听完他的话，蓝燕一脑门上就飘过来2个字：完了。木讷地开口：素白今日正巧过来，刚刚好看见轩辕公主过来了。话只说到一半，可也足够清楚明白了，羞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燕一，你怎么不早说呀？蓝燕一刚想大呼冤枉，这一眨眼就没了人影。我儿，你个大骗子，这才几天啊，你就被那个美艳的公主给勾去了，大混蛋，你给我滚开！我儿，你这是吃醋了吧？鬼才吃醋，我才没有。啊，瞧都没有瞧见，吃什么醋啊？你误会了。误会？哪误会了呀？你要不讲出个所以然来，我就扒了你的皮。今天诺雨脚崴了，那轩辕林玉只不过是来报信的。你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诺雨怎么会受伤的？见他这么着急自己的妹妹，自己这心头都有些不舒服了，缓缓地跟他说起了白日里的事情。今个早上，即墨诺雨被东林素给缠着了，恰巧轩辕郎玉经过，想要为他解难。2位太子本就不对盘，这一番较量下来，双方都有了气性，起了争执，结果推搡之间就摔倒了。对不起，我儿，本王不知道你误会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以为你在耍小性子而抽袖而去，我不该觉得是自己把你宠坏了。我儿，我认大认罚，只要你不再像刚才那样子不理我，那样子的你令我好害怕呀。像刚才那样子不理我，那样子的你令我好害怕呀。行了，是我不好。即墨战天看着他红扑扑的小脸和粉嘟嘟微翘的小嘴，头脑一热，思绪一空，俯身就将薄唇给踢了上去。秦凤舞的眼睛陡然间睁大，满眼的不可思议，我被吃豆腐了。谁允许你亲我的？还把我的嘴都给啃破了，你叫我怎么出去见人啊？本王，我儿，收起你的心思，以后没我允许不许这样。秦凤舞言辞警告着，他表面上点点头答应了下来，心头可还盘算着呢，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公主殿下，他的行礼对轩辕林玉来说很是受用。战王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昨天陪了本公主整整1日，想来他对本公主还是很上心的。既安郡主，你也不要太过伤心，男人3妻4妾都是很正常的，本公主不介意你嫁来战王府做小。秦凤舞差点没绷住，要不是昨夜和即墨战天早早来解了这个误会，说不定啊，自己可能真的会被他给激怒了。明明是自己缠着他，非要说成是即墨战天主动陪他，还非得逼着即墨战天使用暴力将人扔出去才肯罢休。下意识地朝他屁股看去，好像是屁股先着地来着吧。公主殿下，如此说来，我被战王抛弃了，他移情别恋了。那是，可是昨天晚间的时候，战王怎么还特意跑来跟我解释说是公主你硬要缠着他，最后好像他还把你扔了。公主殿下，你的那里没事吧？眼见别人戳穿了，轩辕灵玉恼怒地瞪着秦凤舞，朝他怒吼：秦凤舞，哎，我在呢。你，公主殿下，我秦凤舞跟别人可不同，不会因为你是公主就让着你，你也不需要在我面前说着莫须有的来刺激我。如果王爷真的看上你，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我秦凤舞才不会与人共侍一夫。不过我相信战天他不会叫我失望的。收回视线，转身离去，气得轩辕灵玉憋不出半个字来，冲着身后的血儿发火，却不想再一次扯动了伤口，痛得他嗷嗷直叫。听着身后传来的怒骂声，秦凤舞心里头别提有多畅快了。你一个会些三脚猫功夫的人，还怕这点痛啊？丢人！秦凤舞进门就不忘调侃他一番。哼，七嫂，我都受伤了，你还笑话我，还不赶紧来给我看看，真的要疼死我了！你去找些冰块，敲碎了，用纱布裹好了送过来。一会儿就用了一个冰袋子进来，秦凤舞伸手接过，就把冰袋子放在了齐木诺雨的脚上。啊！七嫂，你这是给我看病呢，还是想冻死我呀？齐木诺雨不满地嘟着嘴，可是明显感觉到脚踝没有刚才那么痛了。忍着，冰敷一会儿就好。
七嫂真是有本事，我七哥真是太有福了。七嫂，你嘴巴怎么破了？昨天夜里摔的。吉莫诺语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有些紧张的秦凤舞，怎么瞅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七嫂，你干坏事了？别胡说！哼，我听说2位太子好像都对你挺不错的呀。七嫂，我不想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我厌恶。诺语，你不想，没人能逼你。你七哥说过的，难道你不相信你七哥吗？本王不娶，本王只会娶武儿一人。听着秦凤舞的名字，吉莫成的心头没由来的窜出一股火气，但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对一个女人这般入魔。朕又不是不同意你娶秦凤舞，你可以娶公主为正妃，娶她为侧妃吗？所以当初说今后只会有母妃一人的父皇，后来就娶了别人。兰妃多少是吉莫成心头的一根刺，否则他不会纵容吉莫战天这般的放肆。战天，朕是逼于无奈，哼，无奈，被逼无奈，所以才纳妃。你怎么不说你无用？怎么不说你不忠？放肆！这件事，朕是逼于无奈，朕没有不忠。你母妃去世这么多年，你可曾见过朕在宠幸过谁？神都去了，做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给谁看？这一声声质问，逼得吉莫成喘不过气来。他以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已经是弥补了。沉默，诡异的沉默。约莫过了一会儿，吉莫战天觉得已经无话可说了，就准备起身离去。等等，还有什么事情？你也知道朕的位置是你的，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朕都要帮你铺好后路。莲玉公主就是你强大的后盾，所以你必须去。除夕之夜，只要他们开口，朕就会下旨赐婚。你以为皇位就真的那么好吗？本王不在乎，你若敢赐婚，本王不介意把人给弄死了。抛下这句话，吉莫战天不再逗留一刻，只留下心里被他这句话震得发怵的吉莫城。出了芷兰宫，迎面就看见了轩辕郎玉还在院子里没有离去。秦凤舞冲着他微微一笑，说来也是奇怪啊，他并不讨厌这个轩辕太子，跟轩辕灵玉给他的感觉完全是两个样子的。你对他笑什么呀？行了，轩辕太子喜欢诺语，我只是出于礼节而已。就算是礼节也不行，以后不许对着别的男人笑，不许对着别的男人笑。不是啦，见他总觉得挺亲近的。亲近？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是亲人一般，那种你和诺语一般关系的感觉，你明白吗？没有你想的那样，是真的如同亲人一般的感觉。亲人？许是他身上那亲民的气质吧？不想了，总之我向你保证，这里只有你。他点点自己的心口，这是他第一次正正经经的做出承诺，怎能不叫他激动呢？兴奋之余也不顾及四周是否有其他人在场，一把抱起了他，欢快的大步朝宫外头走去。你放我下来，不嫌丢人啊！一会儿外头又要乱起流言，说我不知检点了。可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么莽莽，不是那么的事与愿违的。他在小心观望的四周，视线迎头就撞上了充满怒火的轩辕灵玉。秦凤舞，你个不要脸的，给本公主下来！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吉莫战天抱着秦凤舞一个侧身，快步退开了3米远。那个转身带起秦凤舞的长发，正好扫在轩辕灵玉的脸上。旭儿，去喊人！既然郡主伤了本公主，看看莫国的皇上应当如何处置。战天，放我下来！吉莫战天也知道，如果请来吉莫城，只怕他又会对秦凤舞多一分偏见，恋恋不舍的轻轻将人放下。你敢？轩辕灵玉，本王不介意现在就将你送回国，仗本王不怕。若不是这个女人，父王又怎么会生出让五儿做小的念头？若不是这个女人，父王又怎么会对五儿的态度转变得那么快？旭儿，算了，本公主无事，我们走。怎么那个轩辕太子那般温文尔雅，这个公主就这么刁蛮任性？安小姐，本公主想知道你是如何打算的。轩辕灵玉优雅地靠卧在软榻之上，屋子里点燃着熏香，使得整个人如梦似幻。他在吉莫战天和秦凤舞那里受了委屈，心有不甘，立马就叫人换来了安婉婷。他高傲地逆视着跪在地上的安婉婷，如果不是逼不得已，他真的不屑与自己的情敌去合作。倒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计划，只需公主殿下出一点点力就行了，其余的我和二王爷已经安排妥当了。公主殿下到时候只要以太子的名义将战王从秦凤舞的身边引开就成了。
就这么简单？是，既然如此，就不怪本公主下手为强了。安婉婷做着她认为周密的计划，却连林玉盘算着自己的打算。两个人看似合作，实则各怀心思。秦凤舞压根就不知道他们两个居然搅和在了一起，在他眼前的就只有一个麻烦需要解决。在他的床上躺着一个已经脱去外袍，只剩下白色里衣的寂寞战天。你这是做什么？当然是休息啊。这是谁的床？自然是我儿的呀。好啊，你还知道这是我的床？那你躺上面干嘛？给我起来！我还没嫁呢，别得寸进尺啊！我儿，早点休息吧，累了一天了。要睡回去睡，不能留下。我儿，本王只是想和你待着，本王要时时刻刻的证明自己的忠。哎，停！行了，我知道，你也真是够小心眼的。行了，我知道，你也真是够小心眼的，不就误会了一次吗？好了，正经的回去吧。我娘这是不知道呢，她知道铁定饶不了你。她还记着你前些天乱闯的事呢。马上起来，你战王府又不是没床，再不走我要扣分了。寂寞战天一听，迅速的站了起来。自己已经有90分，好不容易得到了90分，只差一步就满分了，可不能功亏一篑呀。好，那本王先回去了，没有本王的保护，你要小心点。是。秦凤舞在素蓝素白二人精心的打扮下，准备盛装出席今天晚上的除夕家宴。出了大门，一辆熟悉的马车停在大门口，他一进去，寂寞战天就把最舒服的位置给腾了出来。看够了没有？没有看够，我儿穿什么都好看，一辈子也看不够。哼，不要脸！等我将来变成老太婆，你就不那么说了。不会，真的，一辈子。哎，行了，少没脸没皮了。今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最讨厌就是宴会了，烦人。哎，行了，少没脸没皮了。今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最讨厌就是宴会了，烦人。秦凤舞就头疼的要命，不过这次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歌舞诗词、备用衣物、舞裙一个都不落下。他倒是要看看谁还会来刁难他。说起来，我儿有没有随身备一些迷药之类的东西？说到今天晚上的宴会，寂寞战天有着一些打算。秦凤舞虽然疑惑，但还是乖乖的伸手去拔下头上的簪子，轻轻转了一下，瞬间就打开了。寂寞战天一阵诧异，原来他换下自己送他的簪子是另有目的的。这是什么？是迷药，外加一点点的春相思。你要这些做什么？自有用处。我儿把这些给了本王，那你自己可还有其他防身的东西？有的。他说着就晃了晃手上的金镯子。寂寞战天当下就明白了，心里也放心了不少。他的五儿这么聪明，想来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进了宫，男女是分殿等候的，女眷都要先去未央宫向皇后娘娘请安。凤青兰和秦凤舞在宫女的带领之下走进了未央宫的正殿，跪在皇后的下手，恭恭敬敬地问了安。皇后倒是个和蔼的，倒是皇后下手的一个贵妃打扮的一个女子，阴阳怪气地说道：想来这位就是静安郡主吧？果然是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呢，难怪先前名声那么差，还能将战王迷得神魂颠倒的。姨母。安婉婷连步轻移走到他的身侧，轻昵地唤了一声。静安郡主当然是出众的，现在莫国的人可称她是神医呢，也难怪战王喜欢的紧了。这俗话说得好，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是静安郡主人品贵重，品貌端正，这草嘛也是好草，战王自然就回心转意了。哦，这也难怪。秦凤舞极不文雅地翻了一个白眼，同时也知道那个贵妃是谁了，原来是极墨昊天的母妃云贵妃。参见云贵妃，参见云贵妃。秦凤舞还是碍于身份上前恭敬的行礼。秦凤舞就这么跪着，却迟迟未见云贵妃，喊她免礼。云贵妃是故意的，可秦凤舞也不是白瞎的，不等云贵妃喊免礼，她就起了身。静安郡主，你这是藐视我吗？不是啊，贵妃娘娘，我是怕我跪坏了，以后战王知道了来找你算账呢。刚才安小姐都说了，战王喜欢我喜欢紧的，我呀也不怕臊，王爷他说拿我当宝贝呢，还说了谁要是让我受了委屈，他就跟谁拼命。哼，也是，跪坏了你娇贵的身子，本宫可赔不起。哦，对了，安小姐，本郡主可要提醒你一下，你可以把我比成草，我是不当紧的，可如果战王知道了你把他比成了马，哎呀，我可不敢想啊。安婉婷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安小姐，你放心，本郡主不是那多嘴的人，自然是不会说出去的。
安婉婷的脸色一下子从惨白变成了铁青。秦凤舞，你不要得意，一会儿又得叫你好看的。行了，都来了，不如一起去梅园赏梅吧。在这也是无趣。皇后出声说道，打破了这尴尬。聪明如她，皇后怎么能看不出来这两个人在暗地里较着劲儿呢？今日是好日子，她可不想被人给破坏了。出了未央宫，秦凤舞小心地搀扶着凤青兰，跟在众人后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裙子正被人给扯住。原来是燕儿郡主啊，怎么了？姐姐以后会是我七皇婶吗？燕儿这么直白的话，倒是把秦凤舞给难住了。燕儿又调皮了，姐姐都害羞了。吉莫诺言娇笑地呵斥着燕儿，可看着秦凤舞的眼神是满心的欢喜，他也在为自个儿的妻弟高兴呢。燕儿就是可爱，这话七皇叔爱听。闻声望去，见即墨战天已然往这边过来了。七皇叔，燕儿喜欢你七皇婶吗？喜欢，七皇婶是燕儿的救命恩人，燕儿喜欢七皇婶。可这话听进凤青兰的耳朵里，可就不那么乐意了，摆着脸道：善王，你可不要随便乱说。这三姑六婆都没来说亲，聘礼都还没下，我五儿怎么就成了你的妻了？还有点诚意吗？吉莫诺言看着即墨战天，冷不住就笑出了声，倒是有些想看着自个儿的妻弟怎么对付未来岳母了。娘，你急什么？赵王他还没有合格呢，咱们不着急。你女儿我吃了那么一个大亏，总该让她好好补偿才是。听到这话，凤青兰是特别的满意，就是说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他把人给娶了回去。即墨战天一听，幽怨地看着秦凤舞，众人不理他，掉头就走。不过介于即墨战天脸皮那么厚，就怎么可能让秦凤舞就这样走掉呢？上前一把拉过秦凤舞的胳膊，他回头凝视着他一眼，看着他可怜巴巴的小眼神，一下子就心软了。让凤青兰他们先行一步，自己先搞定了他再说。五儿，剩下的10分什么时候给啊？急什么？这梧桐院的院子都让你进来了，那你着急做什么？五儿，不将你娶进门，本王心里不舒坦。他毫不犹豫的就将人拥进了怀里，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踏实，才觉得安心。不远处的三人看着这一幕，纷纷猩红了双眸。这个秦凤舞真是太不要脸了，光天化日之下就这般卿卿我我。安婉婷，想不到你还有些脑子，居然真的被你猜中了。那现在是本公主上场的时候了吧？安婉婷点点头，随即看向这次计划中最重要的人物花雨熙。花小姐，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罚了。你若是临时撤退，我安婉婷不介意鱼死网破。好。安婉婷从怀里掏出一包药粉，递给花雨熙。花小姐，秦凤舞她能不能喝下这东西，就全靠你了。花雨熙接过药粉，握在手中，就好像千斤担一样重。轩辕灵玉刻意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确保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即墨战天的面前。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才缓步起身。战王，本公主和太子哥哥找你有要事相商，可否借一步说话？金凤舞疑惑地看了一眼即墨战天，原以为他会一口拒绝，却没有想到他竟一口答应了下来。好，本王随你去。五儿，自己小心，等本王回来。留下这句话，就随轩辕灵玉离去了。西安郡主，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不知道可不可以？好。西安郡主，我在那里的脚亭让人备了茶水和点心，不如过去坐坐，我们慢慢聊。秦凤舞也没有深思，便答应了。花雨熙客气地招呼着秦凤舞落座。秦凤舞瞅了一眼四周，这个亭子的周围居然没有其他人，就冲这一点，他心头起了疑。西安郡主，其实我是想向你道歉的。感情一事身不由己，我却一直固执己见，甚至时常对你不敬，是我的不是。现在我想通了，今日以茶代酒，跟你赔个不是。西安郡主能否给我个面子，喝了这杯茶就算是和解了。秦凤舞看着花雨熙，又将茶杯拿到嘴边，细细地嗅了一下。他没有闻出茶里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看着花雨熙好像在很期盼自己喝下这杯茶，看着茶杯之中零散飘着的几片茶叶，他几乎可以断定这茶水有问题。还没有喝就放下了手中的茶杯，他要试探一下。西安郡主，这是不肯原谅我先前的无礼吗？还是在害怕什么？难不成在这皇宫深院，我还会害你不成？说着就将自己手中的茶杯一饮而尽。不是，只是茶水太烫，你是少卿的表妹，本来就没有多大的过节，何来认错一说？我喝就是了。
再一次端起茶杯，在他看不见的时候，从袖口滑落一颗丹药，滚落带到茶杯里，一起喝下去。西安郡主，你能原谅我，我就放心了。花雨熙拍拍胸口，暗暗地观察着秦凤舞的变化，想来药效应该要发作了。花小姐，你多想了。秦凤舞故意摇摇脑袋，做出一副不舒服的样子。花雨熙佯装紧张，起身上前扶住秦凤舞摇摇欲坠的身子。多谢，想来是吹了风，着了风寒，有些不适。西安郡主，我扶你去休息一下吧。秦凤舞点点头，颤颤悠悠地站了起来。谢词还没有说出口，就佯装晕了过去。安婉婷看事成了，连忙从暗处走出来。安小姐，她晕了，眼下我们该怎么办啊？花小姐，放心，我们现在去梅园附近停止宫，我的贵妃姨母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一路上都不会有什么人妨碍我们的。到了那里，将人放在停止宫，东林太子自会去那里的。秦凤舞悠闲地架在两个人身上，倒是有些佩服，原本身子有些娇弱的安婉婷，居然为了对付自己，瞬间变成了大力士了。自己可是明明在使着内力，加重自己的力量呢。听着他说停止宫、东陵太子什么的，倒是猜出了几分，看来他们是想要把自己送上东陵素的床。两个人咬着牙，终于来到了停止宫门口。秦凤舞一直低垂着脑袋，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伸出手指将金镯上的机关给打开了。安小姐，我不行了，好晕。话落，花雨熙就松开了秦凤舞，软绵绵地躺在了地上。安婉婷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儿，随即头一晕，就躺倒在地上。小姐，我不行了，好晕。话落，花雨熙就松开了秦凤舞，软绵绵地躺在了地上。安婉婷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儿，随即头一晕，就躺倒在地上。秦凤舞这才猛然睁开眼睛，立马撩起躺在地上的安婉婷，抬头看了一眼停止宫的牌匾。你那么想嫁王爷当王妃，那我送你一个太子妃如何？话落，就将人带进了殿宇，扔在了大床上。这时那个东陵素还没有过来，顺道又在房间里撒了一点迷情的药物。安小姐，这可是个好东西，给你助助兴，免得你一会儿感觉疼，定叫你欲仙欲死。搞定了安婉婷，秦凤舞又急急忙忙地将花雨熙扛到了一边的假山旁，让她靠坐在石头上，细细端详着安睡的容颜。秦凤舞真的有些不忍心下手了。花雨熙，你好自为之吧。战王，我儿去哪里了？他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那一句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把自己的心揪得生疼。他跟他说过要他等自己回来，但人却不见了。为什么会不见了？去哪里了？王爷，我儿呢？我儿在哪里？寂寞战天不敢对上凤青兰迎着泪花的目光，他不敢跟他说他把我儿弄丢了。是啊，郡主在哪里啊？都找过了吗？凤青兰也感觉到了一丝异样。难道我儿出事了？不会的，我儿那么聪明，不会有事的。皇后娘娘，云贵妃，停止宫那边。小个的小宫女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跪在皇后的面前。出什么事？皇后问道。回娘娘，里头有人，好像确实出事了。小宫女说完，不忘偷瞄一眼云贵妃。云贵妃表面上紧张，可眼底尽是得意，得手了。莫不是有人在那里休息？今儿个在梅园一直未见季安郡主呢。皇后娘娘，过去瞧瞧吧。熙宁公主，我儿她真的出事了吗？皇后已经领着众人去了停止宫。极目战天飞快地来到停止宫，在殿门前就听到里头传来一声声女子娇喘的声音，心陡然间沉到了潭底。我儿。众人已经来到了停止宫，皇后听着那些个不堪入耳的声音，很是不悦。皇后娘娘，这里头来人，给本宫把门打开，看看里头到底是谁。极目战天立刻飞身上前，先一步打开了房门。一个人冲了进去，不是他的五儿，视线随即移开，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了自己的眼睛。此时沉浸在欢愉中的两个人被那一道突兀的开门声给惊醒了。安婉婷的视线移到门口，战王，他正在嘲讽地看着自己，自己不是和他惊愕地看着还在自己身上趴着的男人东陵素。皇后领着众人冲进屋内，原本得意地跟在皇后身后的云贵妃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东陵太子，麻烦你穿好衣物出来，关于此事，你是否应该给本宫一个交代？语毕，转身离开。
待众人包括东灵素都出去之后，云贵妃立马上前：“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变成你了呀？那秦凤舞呢？不知道，我不知道。姨母。”大家伙都聚集在了宫门之外。即墨占天和凤青兰见到里头的人不是秦凤舞的时候，都松了一口气。皇后脸上满是怒气，这东灵素此来墨都，目的不言而喻，令他不得不怀疑安婉婷的用心了。来人，还不快去请皇上来！小宫女急急忙忙地来到御书房，却不见即墨城，随即就将此事告诉了一直跟在即墨城身侧的老太监康公公。康公公知道此事耽误不得，连忙去了勤政殿，就听到里头有女子的喘息之声。康公公一惊，这皇上已经是好几年不见女色了，怎么就突然开始贪欢了？还是在这除夕之夜这天？康公公挠了一把花白的头发，面色一凝，似是下定决心一般，快速地敲了敲门，冲着里头大声喊道：“皇上，皇后娘娘那边出事儿了，唤您过去。皇上，皇后娘娘那边出事儿了，唤您过去。”刚刚运动完的即墨城有些疲惫地趴在轩辕灵玉的身上。单天啊，不要理他，我们继续啊。天玉公主，你怎么会在这里？单天啊，说什么？轩辕灵玉睁开双眸看向男子，他一直以为和自己在一起的是即墨占天，却没有想到不是他，而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单天呢？单天！在轩辕灵玉一阵阵惊叫声中，即墨城终于了解了事情的始末。看样子，自己是着了自己儿子的当了。该死的！行了，别哭了。灵玉公主就入朕的后宫，今夜就册封你为玉贵妃。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回皇上，事关东林太子。安婉婷在云贵妃的帮衬下，已经穿戴好了衣物。东灵素早已等待在外间，眉头深锁，不悦地看了一眼东灵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皇，事情已经发生，本宫愿意担责任。不，皇上，我是被人陷害的，一定是有人害我，可能，说不定是吉安郡主。哦，是吗？可是本郡主今日进梅园开始就未曾与你接触，且与花小姐一聚之后，随后就去寻了诺雨公主，与你可一直未曾碰面，且你又有何证据？众人纷纷望去，只看见秦凤舞和即墨诺雨一起走了进来。皇上，臣女冤枉，诺雨公主可以作证，且当时我与花小姐一起，又怎么害人？即墨城看见秦凤舞，心里很是不悦的，自己的儿子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来陷害老子，这是谁都不能忍的。此事朕会查清楚的。不可能，你明明晕。什么？晕？安小姐怎知我晕过？安婉婷立刻被呛得说不出话。请皇上明察秋毫啊！请皇上明察秋毫。秦浩明和安贝怀同时下跪。你们一个个的说，到底有没有陷害一事？回皇上，臣女为何要害他？若说要害，我又怎么能请得动东林太子？东林太子可是在宣室殿，我一个女子可不能到那里，如何害？再者，诺雨公主一直与我在一起，她便是最好的证明。是啊，七嫂，吉安郡主一直与儿臣一起。墨皇，确实无人，本宫与安小姐是情投意合，情不自禁才做出的这事儿，还望墨皇原谅。安婉婷不敢相信地看着他，这个人霸占了自己，还要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推吗？一时气愤，当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既然如此，就封安婉婷为和顺公主，之后同东陵太子远嫁东陵。占天，你随朕来。即墨占天恋恋不舍地看一眼秦凤舞，脚下生根一般挪不开步子。占天，如果不想牵连他人，你就给朕过来。五儿，等我回来给你交代。话落，就跟着即墨城的步伐离开了停止宫。随着即墨城回到勤政殿的即墨占天，心思全在了秦凤舞的身上，对即墨城根本不愿多加理睬。轩辕灵玉还在嘤嘤的哭泣，即墨城听着这声音就有些烦躁。若不是她是公主，对即墨占天有利，对于她的脾气自己还真的是喜欢不起来。这就是你要和朕谈的事儿。却想不到儿子送给自己这么一份大礼，为了一个与世俗不武的秦凤舞，他居然做到了这个份上。父皇不喜欢吗？父皇不是一向很喜欢灵玉公主吗？好得很。朕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你休想要娶秦凤舞，不管她多么出色，多么功勋卓著，
就仅凭这一点魅惑人心的本事，朕就不许，朕不能让他毁了你。低头的轩辕灵玉冷冷一笑：秦凤舞，本公主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本王吗？你烦了！期末战天，不要以为朕宠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这辈子休想娶到秦凤舞，朕绝不许他毁了你。你这辈子休想娶到秦凤舞，朕绝不许他毁了你。能不能娶到是本王的本事，与你何干？你若敢动他，本王也不独活。即墨战天狠狠地扔下一句话，摔门而去，独留即墨城仰天叹息。一直在宫里寻找花雨熙的顾少卿，终于在停止宫附近的假山旁找到了昏睡的花雨熙，伸手拍了拍他的脸颊，因为吃痛，花雨熙这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安小姐，事成了没？雨熙，什么事成没？表哥，你听错了。那你紧张什么？没有。雨熙，今夜过后，明日我们就回去，我会先将你送回花家的。表哥，不要！他哪能不知道这句话里的意思呢？他不要自己了，自己被他给彻底遗弃了。表哥，不要！我错了，我不该帮着安小姐去害秦凤舞的，我知道错了，求你不要送我回去。原本良善的他变成了这副样子，真是叫人失望的。他这样叫自己该如何去面对秦凤舞呢？我意已决。语毕，决然离去。而等在停止宫外的即墨昊天见到东灵素出来，上前就把他给带到了角落里。东灵素，你是故意的。是又如何？本宫和他都中了魅毒，还不成要我们暴毙而亡？他显然没有想到东灵素居然是这种趁人之危的小人。你既然知道中了毒，为什么不指认是秦凤无所谓？早就没有了媚药的痕迹，说了有谁相信啊？再者，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就不怕东窗事发？到时候于你于我都没有好处。你放心，本宫不会亏待你心爱的表妹的。说来，她又不爱你，你又何苦这般？你也不用这会儿假仁假义表现的这般深情，否则刚才怎么会轻易离去？一句话就点到了他的痛处，他只能恼怒地瞪着东灵素，眼里尽是不甘。王爷放心，本宫说话算话，回去之后自会派人接应于你。事成之后，也望你不要忘记了那5座城池的承诺。东灵素拍拍他的肩膀，高声笑道，那笑声在即墨昊天听来是特别刺耳的。不过为了自己的目的，他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只要事成，自己的敌人都将会是阶下囚。梅园的一角里最初的地方，秦凤舞静静地凝望着梅树上的梅花，思绪杂乱得很。即墨战天踏着沉重的步伐缓步走了过来。雾儿，我错了，对不起，我不该小心眼儿，不该不相信你的。雾儿不苦，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将计划说给你听，是我不好，让你误会上心了。刚刚你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轻易答应了那轩辕灵玉？你明知道他对你亏欠已久。我只是想要降低他的戒心，我把他送上了父皇的龙床。你个笨蛋，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不是想要我欠你啊？我这辈子都要还不清了。我儿从来不欠，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能让我儿为这种事情分忧。我不应该离开的，对不起，我儿，幸好你没事。你个傻瓜，大笨蛋，我是那么笨的人吗？话落，踮起脚尖拉下他的脑袋，唇重重地贴了上去。即墨战天从惊愕到慢慢享受，纵情的相拥热吻，没有哪一刻比这一刻来得美好了。他仿佛终于等到了花开，等到了他完全接纳自己的那一刻。本以为可以好好的消停的过个年，却不想宫里头来人了，那个新封的玉贵妃要自己进宫陪他说话。这个轩辕灵玉真是闲得没事干啊，当个玉贵妃还要挑事儿不成吗？不许去。行了，我正无聊着，去就去呗，顺道看看诺云，这丫头心里头定还存着心结呢。行了，别担心，我不是那么没用的人，你要是一直这般护着我，我可就真的成了无用之人。我秦凤舞可不想做没用的人。那你小心，若有事直接报本王的名号。明白的，有你这个后盾，我秦凤舞天不怕地不怕。随后秦凤舞就进了宫，轩辕灵玉坐在主位之上，高高扬起他的头颅，
那一身华贵的贵妃服饰衬托着她更加的妖艳一分。谢安郡主，见到本宫不跪，可知不敬？不好意思，玉贵妃，战王说了，让我千万别跪，否则就让他吃苦头。玉贵妃，我想你不会再想要来一次吧？秦凤舞，你别得意！秦凤舞，你别得意！你以为弄走了安婉婷，本宫又成了贵妃，你就能如愿嫁给战天了吗？实话告诉你，皇上下了死令，都不会让战天娶你的。娶不娶嫁不嫁，好像还由不得别人插手吧？哼，你真是太天真了，有什么能比皇权来的更有说服力？贵妃娘娘不必操心，这不是你能管的。若是你就为了向我炫耀这事儿，那么恕我不能奉陪。你就不怕本宫去向皇上告你的状？不怕，我有战天护着，我忠永侯府有战天护着。话落，不再多做停留一刻，转身离去。秦凤舞并没有因为轩辕灵玉说的那些话而影响自己的心情，正准备去看看即墨诺雨，却往芷兰宫的路上赶巧看见了轩辕郎玉。太子殿下，饶是自己的妹妹因为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心里头对她就是无法恨起来，那股子亲近的感觉只增不减。季安郡主，季安郡主听着倒也别扭，太子只换凤舞即可。好啊，那凤舞也不要如此见外才是，换郎玉即可。太子殿下，饶是自己的妹妹因为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心里头对她就是无法恨起来，那股子亲近的感觉只增不减。季安郡主，季安郡主听着倒也别扭，太子只换凤舞即可。好啊，那凤舞也不要如此见外才是，换郎玉即可。还是算了，叫你朗玉太子好了。为何？因为身边有个醋坛子，我怕他吃醋发脾气。朗玉太子。什么？你妹妹灵玉公主多少因我受难，为什么你一点也没有责怪怨恨我的意思？本宫能说不吃吗？因为本宫不讨厌你，或者说喜欢。而林玉她处处与你作对，战王又极其护短，能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并不奇怪。本宫早就劝说林玉不要执着，可她偏要如此，将来也是哪里惹恼了她。最重要的一点，说出来恐怕连你都不会相信。是什么？本宫对林玉没有对你来的亲近。林玉她不像是我轩辕皇室的人，林玉她不像是我轩辕皇室的人。我族人善文也善武，且脾性相差无几，温润不软弱，温和不失霸气，贵气自然天成。林玉她显然是被宠坏了，从小刁蛮任性，嚣张跋扈，且脑子不够聪明。有你这么说自己妹妹的吗？可一点也不像大哥的样子。可他也从来没有把本宫当成大哥看。那么大概几时回去？16册封礼之后。这么快？那你喜欢诺雨吗？是喜欢的，却只怕是第一眼就喜欢的，只是他好像不喜欢本宫。看样子你对女子的心思还不了解呢。诺雨他呀是喜欢你的。真的？那为何他对本宫这般的疏远？他有他的心结，你若真心相待，就用真心来感化他吧。好，我进去看看诺雨，你呢？不了，凤舞与你长谈甚欢，有缘再续。说完，色有留恋的看了一下宫门，蓦然转身离去。即墨战天去了贤王府，许久未来到贤王府，里头却没有过新年的喜悦。他随手拉了一个下人过来，才得知即墨允天和安陆云吵架了，而且还吵得不轻。原因也是很简单的，走不过安婉婷出了事儿，安陆云想要回安国侯府去看看他，就是即墨允天不许。安陆云骂着即墨允天不爱他，就要控制自己的自由，骂他霸道专制，一个牺牲品，他也是有尊严的。然而也不知道即墨允天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打心底就不愿意再让安陆云跟安国侯府的人来往了。恼怒之下甩了安陆云一巴掌。至此之后，两个人已经整整冷战了2日了。安陆云一直待在房间未出，而即墨允天一直把自己困在书房里。六哥。即墨战天推门进了书房，就看见即墨允天面露憔悴的盯着窗户外头发呆。七弟，今日怎么有空过来啊？若本王不来，都还不知道六哥你居然颓废成这副德行，你且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七弟啊，你的秦凤舞是好在哪里，让你这般痴迷啊？他不答反问，弄得即墨战天有些莫名其妙。七弟，本王好像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六哥，喜欢有什么不好的？喜欢就是喜欢，你一个堂堂王爷喜欢自己的王妃，难道还怕别人说三道四？她是安培怀的女儿。六哥，动了凡心甚好，好好珍惜才是，不要想那么多。六哥，
现在可不是你被儿女情长所困的时候，二哥他很有可能勾搭上了东陵太子。怎么说？本王听我儿说，这次发生的事情都是安婉婷谋划的。他本欲要陷害我儿，毁他清白的，却不想反被我儿识破。我儿可不是好惹的，直接就把他给送上床。想不到秦小姐不仅聪明，还行事果断，果然是不肯吃亏的主啊。六哥，你再仔细想一下，以安婉婷一人之力，他能请得动东陵太子来做这事儿？要知道，东陵素可是冲着诺玉来的，二哥定是许诺了东陵素好处了。本王无意皇位，但他几次三番的害我儿，本王就不能饶他，绝不能让他得逞。七弟放心，六哥自是全力助你。即墨战天是绝对信任他的，所以他才会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两个人在书房里商量了好一会儿，决定让即墨允天先暂作回避，以备不时之需。即墨诺玉有些闷闷不乐的靠窗坐着，只动一次凡心就又烦成这个样子了。七嫂，你惯会取笑人。我刚刚可和轩辕太子一起过来呢，瞧他一副要进来却不敢进来的样子，看着就叫人心疼啊，可怜呢。许是有缘无分，若他只是普通百姓就好了。不想那么多，还有半月他便回去了，心里一切因你而定。我明白的。喜欢一个人不是随便说说的，但也不是那么随便可以坦然接受的。即墨诺玉还在寻找那个心结的交叉处，唯有解开才能接受。小坐了一会儿，趁着天色还早，就赶紧出宫了。小姐，外头好像出事了。秦凤舞眉头一拧，与即墨战天对视一眼，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没过多久，二房一家齐刷刷的来到了梧桐院，那个柳香河更是带头就扑通一声重重的跪在地上。凤舞啊，婶婶求你了，求你了，救救我家雨晴吧，她快不行了。没有想到那个毒居然蔓延的这么快，这么快就要了秦雨晴的命。没有想到那个毒居然蔓延的这么快，这么快就要了秦雨晴的命。我儿又不是神仙，你们找他又有何用？秦凤舞微微蹙着眉，他不是不救，而是无能为力啊。他实在不知道秦雨晴中的是什么毒。凤舞，我求你了，救救我女儿。起来吧，我去瞧瞧就是了。说完，秦凤舞起身就要去看看，却不想被即墨战天一把拉住。瞧他的架势，恐怕不说清楚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就拉起即墨战天进了屋子。我儿，他要害你，本王没有一掌打死他就已经是仁慈了。如今他自作孽，上天要他死，你为何要救他？战天，我只是不想让背后的人得逞啊。秦雨晴她不是真病，而是中了毒。有人在我给她下了美人豆之后，又给她下了一种慢性毒药。想来背后那个人要杀人灭口，再嫁祸于我，我又岂能让他得逞？只是可惜的是，到如今我都还不知道他到底中了什么毒。听他这么一解释，即墨战天立马就懂了他的意思，随即点点头，算是应下了。等我回来。来到秦雨晴的住所，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他身上死气的影响，整个房间都阴沉得很，即便外头阳光很好，也暖不进这屋子。坐在秦雨晴床边，抓起她软绵绵没有一丝力气的手，细细的把脉。可是柳香河和老夫人还在一边哭哭啼啼的叫自己不能心安，不耐烦的冲着他们喊道：给我安静点，不知道大夫看病切忌喧哗吗？被他这么一喊，柳香河他们瞬间止了哭，连大气都不敢喘了。足足叹了有一盏茶的功夫，可依旧查探不出什么头绪。老夫人，这病我瞧不出来。怎么可能？确实瞧不出什么病，你们另请高明吧。不可能，你连邓州的瘟疫都治得了，怎么就治不好雨晴的病了？你果然心思歹毒啊！果然是本性不改，别人相助是好意，可不是让你们诋毁的。难道不是吗？外头的人都号称你为神医呢，神医怎么能连这点小病都瞧不好？神医？神医又不是神仙，能随便随手一挥就能药到病除的。哼，你们可真看得起我秦凤舞，想当初怎么不见你们夸我？哼，你们可真看得起我秦凤舞，想当初怎么不见你们夸我？我秦凤舞听得最多的就是一无是处、嚣张跋扈。哦，对了，好像当初战王退婚时说的那3个理由，有很大成分就是从你们口中流出去的呀。堂姐，不是这个意思，我娘她只是太心急了，你尽力了就好。柳香河打死也想不到自己另一个女儿居然帮着外人说话，瞪大着眼看着秦雨燕。还是三妹妹明理一些。这话叫秦雨燕听得心里直发慌。雨燕，你是怎么回事啊？她是你亲姐姐，你们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说话？够了！好啊，你反了！娘，真是受够你了！姐姐快死了，你还要吵？好啊，你胆儿肥了，敢跟娘犟嘴！你就是这样，从小就偏心大哥和二姐，我就好似可有可无一般。我怎么了？我说的就是实话，堂姐她尽力了。话落，
就一把狠狠推开了柳香河，哭哭啼啼的跑了出去。哎，行了，闹够了没？有这时间还不如去另寻法子。秦凤舞看着乱作一团的两个人，就觉得烦躁，抬脚就快步离去。苏兰，你觉不觉得这日子太无聊了？今日元宵，不如出去走走。素白跟着蓝燕一去了元宵灯会，我们也去走走。小姐，我陪你散散心。起身拉过素兰的手，就往外头走。迎头正好碰上刚刚从宫里回来的寂寞战天。五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今日元宵，去灯会上看看。也好，本王一起。难得一起出来走走，还是在元宵佳节这样的日子里和秦凤舞一起。寂寞战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战天，你过来瞧瞧，这里正猜灯谜呢。五儿想猜灯谜？想不到战王和金安郡主也那么有雅兴，出来赏玩。闻声望去，知道是谁呢？却原来是安婉婷和寂寞昊天。秦凤舞皱了一下鼻子，那脂粉味儿实在是太重了，只差没有当场咳出声来。两个人均未理睬他，两人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季安郡主见到本公主，连行礼都忘了吗？哼！秦凤舞冷冷一笑，这安婉婷和轩辕灵玉还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安婉婷被秦凤舞这一举动气得眼珠子只怕没有掉下来了，转身轻轻摇了一下寂寞昊天的胳膊。表哥，美人撒娇到底还是有些用处的。七弟，你未免把江郡主给宠坏了吧？毕竟尊卑有别，怎么可以这般的蛮横无理？哼，二哥，你可真会说笑。我儿她连正儿八经的皇室公主都从不姓李，为何要向一个已经半只脚在别国的公主下跪呢？既如此，公主跪不得，那见本王怎么还不下跪啊？二王爷，你也不用拿这套来唬我。别说你是韩王的时候，我就没有正儿八经的行过礼，更何况你如今品阶掉了一级，只是二王爷了，这也是够二的。秦凤舞，你这是在找死！寂寞战天伸手紧紧拉过秦凤舞，将她护在身后，面容瞬间冷凝。二哥，不介意就在这里比比。寂寞昊天更是怒火中烧，他深知自己打不过他，不过一想到再过不了多久面前的两个人就将消失，这心里头就畅快了不少，岂让你们得意一段时间？七弟啊，说笑了，不过是玩笑而已，我们之间何必在意那些虚礼呢？这话听到秦凤舞的耳朵里，只是想笑的。虚伪莫过于他吧。安婉婷有些气恼地看了一眼寂寞昊天，想不到自己的表哥竟然这般懦弱，气得他一跺脚就转身离开。寂寞昊天见状立马追了上去。表哥，你就这么看着我被人欺负不成？你怎么不好好教训一下呢？你到底在怕什么呢？表妹，何其于一时，且让他们得意一会就是。表哥现在可不能再冲动做事了，你放心，他们得意不了多久。安婉婷气得不行，她继续使着小性子，闹着别扭，角嘴嘟起，凤眸藏着一丝温怒。她这副样子，把原本就好色的寂寞昊天了不得心里痒痒极了。表妹，这里人多眼杂，去表哥府上，表哥告诉你我的计划。安婉婷一听，顿时眉开眼笑，想到将来秦凤舞凄惨的模样，心里就痛快得不得了，立马点点头就应下了。被搅和了好兴致的秦凤舞一扭头就准备回侯府去了，真是倒霉到喝水都要塞牙缝了，好好出来游玩一番都能碰上自己讨厌的人。五儿，怎么了？不去猜灯谜吗？不去，没心情。寂寞昊天将人带进了一个僻静的院落，关上房门，寂寞昊天色眯眯地看着安婉婷。表哥，赶紧说说你的计划吧，这里味儿大，说完了我得赶紧回去。安婉婷大惊，惊恐地看着目露银色的寂寞昊天。表哥，你不要乱来啊！我是和亲的公主。和亲的公主？表妹，你已经是破败之身，让表哥尝尝，别人又不知道，你怕什么？他连连摇头，一步步后退，咚的一声，脚跟终于踢到了床沿，已经无路可退了。不要！不要！此刻的安婉婷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小白兔，等着别人宰割，而自己就是那头狼。他心里头就只有一个想法，虽然和东林素合作了，但是也绝不能便宜了那小子。大哥，我可是东林的太子妃，你这样做会毁了你和东林素之间的约定的。约定？婉婷，你真是太天真了。表哥和他约定的时候，你和安国侯府就已经被绑在一起了。莲花，从了表哥，表哥答应你，等事情之后就拿千金将你从墨都给换回来。话从了表哥，表哥答应你，等事情之后就拿千金将你从墨都给换回来。你知不知道表哥喜欢你有多久了？
看着你喜欢七弟，表哥有多痛苦，你可知道？你无耻！我是东陵的太子妃。即墨昊天逼近安婉婷，就是狠狠一个嘴巴子。表妹，让表哥好好疼你。不要，表哥，求你了，我不想变成那样。别给本王装清高，你在东陵素身下有多了，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他已经没有了耐心，毫不客气地霸占着。他承受着即墨昊天的侵袭，思绪已经飘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唯独不变的就是恨。他恨秦凤舞，恨即墨战天，恨东陵素，也恨在自己身上驰骋的男人。而他也知道，这个男人现在是自己唯一的依傍了。这般想着，玉臂轻轻地搭上了即墨昊天的背上，抬头靠近他的耳边，亲吻着他的脸颊。一曲终了，安婉婷微喘地趴在即墨昊天起伏的胸上。曲终了，安婉婷微喘地趴在即墨昊天起伏的胸上。表哥，你刚才说等事成之后就会换我回来，是真的吗？这是自然，表妹，将来表哥称帝，就将你接回来，你就是表哥的皇后。真的啊？自然是真的。不把你哄开心了，怎么让你为本王做事呢？表妹，你嫁到东陵，可要好好的在东陵素耳边吹吹枕头风，让他尽快的派人过来，越早越好，这样子表哥才能尽快的接你回来。只要我能回来，我就亲手杀了秦凤舞，还有这个男人，我同样也不会放过。这才乖呀。战王，你觉得如果诺雨嫁给郎玉太子如何？他喜欢就好。秦凤舞就知道他会这样说，于是朝着即墨诺雨后面的方向努努嘴。即墨战天这才看去，一眼就看到了温文尔雅的轩辕郎玉，看着他好似在暗中保护着诺雨一般，并未上前。战天，我们赶紧走吧，别耽误了人家的好事。战天，我们赶紧走吧，别耽误了人家的好事。说着就拉起了他的手，假装没有看见诺雨一般，风一般的逃离了他的视线。秦凤舞拉着即墨战天绕过了轩辕郎玉的身后。战天，你去偷袭下郎玉太子，把他打到诺雨的面前去。他那副使坏的小模样令即墨战天心痒痒的很，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暗地里就朝着轩辕郎玉背后就是一拳。啊！轩辕郎玉惊叫一声，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两人对上眼的那一刹那，时间都仿佛静止了一般，眼中只有彼此。轩辕太子，一个人逛灯会也是无聊，不如一起吧。两个人彼此谁也不说话，就这么一直在街上闲逛着，一路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皇宫。就在这儿吧。轩辕郎玉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他低垂的小脸，仅仅只是一路静谧地走来，他都觉得异常满足。取下腰带的玉佩，伸手递给即墨诺雨。送你的，只是来魔都不为自己留下更多的遗憾，你知我心就好。我愿意等你3年，可不可以给本宫这个机会？即墨诺雨迟迟未接，他害怕接下来之后将来有负于他。轩辕郎玉看出了他的心思，拉过他的手，郑重地将玉佩放在他的手里。收着吧，你不用想太多，只是想要送件礼物给你。话落，生怕他还要递回来，逃似的离开了他的视线。正月18，安婉婷出嫁的日子，吉时一到，安婉婷一身嫁衣，端坐在豪华无比的马车之内。随着马车开始晃动，他知道出发了，盖头下的红唇微微勾起。莫国，莫都，我安婉婷还会回来的。秦凤舞，到时候你可不要太惊讶。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了东陵境内，入境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这一路上都未曾关心过安婉婷的东陵素，在进入东陵之后，第一次闯进了马车之内。太子，你大白天的闯进来，莫不是有事？有事，自然有事。你先出去。他冲着翠竹说道。翠竹出去之后，东陵素嘴角勾起危险的笑意，看得安婉婷心里头有些发怵，跨前一步捏住安婉婷的下巴。你个荡妇，别以为本太子不知道你和齐墨昊天在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之事。听罢，安婉婷的瞳孔瞬间睁大，没有想到他知道，那么为何他还要娶自己呢？若不是为了那5座城池，你以为本宫甘愿受这屈辱？你以为你能当上太子妃，简直就是做梦。安婉婷，准备好受烈狱之苦了吗？随后，马车里传来了安婉婷痛苦的叫喊声。马车外的翠竹听到之后，想要冲进去救她，可是东陵素身边的侍卫却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他们正色眯眯地看着翠竹，翠竹连连后退，看这样子，他哪里不明白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他以为跟着安婉婷来到东陵就会有好日子。日落西山，翠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生气。东陵素撩开车帘，瞅了一眼地上的翠竹，冲着侍卫们喊道：如何？多谢太子，就是经不起折腾，已经死了，死就死了，本殿下的太子妃也赏赐给你们，去吧。东陵素朝着马车之内嗜血一笑，这就是背叛本宫的下场。皇上他许是感觉到了他的龙威受到了威胁。那爹，女儿自有法子，皇上向来多疑，就将功劳转向皇族便是了。如今保全忠勇侯府全家才是重中之重。当下景凤舞就做出了一个决定，给安济堂弄一个幕后老板，他便是即墨战天。景凤舞并未跟即墨战天说起这一层面上的事情，可这异样到底会引起他的注意，多少也能猜出一些，心下有一种莫名的恐慌。舞儿，我们成亲吧。怎么那么突然啊？不突然，难道舞儿你不想嫁给本王？战天，你合格了，我秦凤舞要嫁也只嫁你一人，只是什么？只是我娘怀孕了，眼下可不是我要出嫁的好时候，我最快也要等到我娘生产之后，我得确保她无虞才是，我可不想再失去一个弟弟或妹妹。好，但是也要先定亲。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后退步，景凤舞哪能不从？好，咱们先定亲，我给他好好的把你这个多金的男人给绑牢了才行。景凤舞和即墨战天对视一眼，彼此还在消化着刚刚即墨佑天带来的消息。即墨昊天背后必有动作，要小心提防。战天，看样子你三哥的水也深得很，他表面上不谙世事，这心里头比谁都通透。景凤舞的一席话给即墨战天敲了一个警钟，上次的事情已经暴露了一些他的本性，难保这一次不是故意虚张声势的。是呢，以前都把他想得太简单了。即墨战天蹙眉沉思，事情在无形之中越来越复杂了。在他们为这两人沉思的时候，却疏忽了一直野心勃勃的二房。王爷，外头没有被人发现吧？没有，王爷放心。即墨昊天很是满意秦浩宇的表现，如今能不能将忠勇侯府拉下水，就看他的表现了。他朝着身后的袁将一抬手，袁将立马会意，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到秦浩宇的怀里。秦浩宇看着信封上印有秦浩明亲启的字样，一时不明所以。这是什么信件？你不需要知道，总之这东西很重要，你去将它藏在你大哥的书房，别让人发现了。舞儿，本王来下聘了。众人纷纷围坐在前厅，秦浩明回来就被眼前的阵仗给吓了一跳。108个大大小小的箱子几乎摆满了整个院子。你性子咋那么急呢？本王就是性子急，舞儿这么优秀，不先下手为强，将来要是被人给拐跑了，本王找谁要人去？之后便是蓝燕一捧着礼单，报了一长串礼品的名称。蓝燕一一口气不断，足足念了半个时辰。这聘礼可谓是天价了，连皇上大婚也没有这么奢华。即墨战天自信满满，他就不信秦浩明夫妇会不同意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王爷，这聘礼咱不能收。为什么？少了最重要的9件，再贵重的聘礼那也不是聘礼啊。燕一，怎么回事？还不赶紧去办？蓝燕一的内心有100种委屈，早跟你说了，请个宫里的嬷嬷过来帮忙，晚些时候再去提亲也不迟，偏偏不听。这下好了，丢人了吧？秦浩明一听，瞬间也明白这信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会对大哥不利的。王爷，你要我做什么都不打紧，可是我不能做出伤害我大哥的事啊，这会陷我于不仁不义的。要是将来你当不上皇帝，至少我还有大哥可以帮衬，绝不能这一下子就给毁了。哦，不仁不义。说来，你忘记了你的那2个女儿可都是死在秦凤舞见死不救的份上。是，王爷，我自然是没有忘的。不过这些都是秦凤舞一人之过，与大哥无关，是我无能为力。行了，你兄弟2人情深，本王也不为难。今日你先回去，往后有事本王再寻你。你放心，只要你好好的替本王办事，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是。确定秦浩宇走远之后，即墨昊天让袁将附耳过来，袁将点点头，就着手去办了。秦浩宇，到时候你就会来求着本王的。这下好了，丢人了吧？侯爷夫人说道：“王爷的诚意我们都知道，
只要我儿愿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儿，哎呀，战王，看样子我儿是不愿意的，劳烦你还得把这些个聘礼给带回去。娘，你胡说什么？谁说我不愿意了？我儿答应了。你只能对我一个人好，什么都得听我的。若是将来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秦凤舞可不介意来一场休夫。自然，本王哪里舍得我儿伤心。定亲这事就在这匆匆忙忙准备不全之下给定下了。本欲是要留着吃午饭的，宫里头却突然来了人。极目战天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事情似乎又事关极目诺语。去吧，诺语重要，这饭嘛随时都能吃。行，我儿可要给本王留着饭，本王从今以后只吃你做的。行，还不赶紧去，说诺语有事，看我还嫁不嫁你。极目战天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院子里跪着的3个美人低垂着头。晏一，这就是你替本王干的好事儿，你就这么让人堂而皇之的进了战王府？蓝燕一那一个委屈啊，这怎么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推呢？爷啊，皇上赐的，我怎敢不让人进门呢？会被砍头的。哎呦，想不到王爷怪会享受的，不过也太狠心了吧！这么3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儿，王爷怎么舍得让他们在冷风里头跪着呢？一道酸溜溜的声音传了进来，就瞧见秦凤舞一脸不爽地走了进来。我儿，你听本王解释。哼，解释什么呀？我儿，这些人是父皇赐的，与本王无关。我儿，你要相信本王，本王正要处理他们。你打算如何处理？我儿，本王打算……等一下！不等极目战天下决断，3个人中其中一人开口打断：王爷，若是处置了我们，那也得想想是谁将我们赐给王爷的。说的有理呢，王爷，该怎么办呢？既已到了王府，父皇也无权干涉你们的去留。我儿，你说怎么办？人家长得蛮漂亮的，想来一定有很多人会喜欢的。那人心下一喜，秦凤居然还会夸自己漂亮，该不会是要留下自己吧？拉下去，发卖到青楼；拉下去，发卖到青楼。想来那里的人一定都很喜欢。王爷，饶命啊！我可是皇上赐的，是皇上赐的。侍卫们才不顾他的叫喊，架起他就将人拖出了王府。另外2人见状，都纷纷低下头，不敢再轻举妄动。王爷君主，奴婢不敢妄想，就让我们留在府里当丫鬟吧。知道反抗下场只会很惨，那么就退而求其次，总比被人卖去青楼要好。王爷啊，他们可想当丫鬟呢，留不留呢？现在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那将来如何，谁又能预料得到呢？但是这次若是不杀鸡儆猴，只怕极目城往后还会不断的再媚人进来，还不如一次性的给解决了。只是他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极目城会那般的乐此不疲，打翻了一波，后头还有。那么我儿就让这2人也去青楼。秦凤舞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郡主，你好歹毒的心思，我都已经求饶，你为何苦苦相逼？哼，若你们真心求饶，大可以说放自己归去，为何还要留下？难道真就一点心思也没有？看着他们2人僵硬的表情，秦凤舞就知道自己果然没有猜错。当下极目战天就大手一挥，决定了他2人的去处。堂姐，你这未免也太善妒了吧？你就不怕皇上将来不待见战王？秦凤舞瞅着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秦雨燕，原以为是个聪明的，想来却也不过如此。善妒？我秦凤舞就从来不怕他们善妒，且我早早就摆明了那3个条件，世人都知道，缘何善妒？那又如何？既然要入皇门，这种事情表姐应该要早早适应才是。想来那3个条件，世人也无人做到啊。哼，若是做不到，我宁可不要。这下你可满意？满不满意与我何干？我只怕皇上怪罪。那你如此关心做什么？皇上的决断好像你也管不了吧？你喜欢战王就直说呗，我也不介意你去勾引，只是奉劝你，到时候别丢了面子才好。你不要太得意。我得意什么？堂姐，我也不拐弯说话。是，如今战王是宠着你，可谁能保证最后他依然如此？我可不相信。你不信，我信。自然，本王怎么会让我儿失望呢？极目战天突然走了过来，深情凝视着秦凤舞，眼底满满的宠溺。你是不是也要到青楼去？本王不介意帮一把。一句话打得秦雨燕再不敢言。不要！逃一般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你怎么突然过来了？烦。皇上还是不厌其烦啊，你呀就受着吧。不行。那你想要如何？以后再要送来，
就直接结果了。不行。为何？那些女子本就无辜，我不想你这样染上血腥。再想想其他方法好了，不能杀鸡儆猴，也不能罔顾性命。我儿你……不是我仁慈，而是不想你背上残暴的名号。不能杀，卖到青楼，卖给牙婆又无用，那该做什么法子呢？秦凤舞眼波一转，突然想到了一点。那就这么办。不久之后，墨都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段开启了一家济安堂，世人都知道里头的坐诊大夫就是济安郡主秦凤舞，而里头没有小厮，全是清一色的女子。秦凤舞唤她们药女，专门负责签药、膳药和采药。小姐，你这招厉害，找了那么多白工，省了不少钱，还把自己名声给搞了起来，厉害啊！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倒是叫别人得了便宜。即墨城冲着轩辕灵玉就发了好一通脾气，你一个皇帝直接把秦凤舞给抓起来不就得了吗？即墨城又哪里不想这么做呢？但是秦凤舞并无大错，而且立了大功，在百姓们的心中也是有些威望的。轩辕灵玉就哪里想得到这么多，他就是等着迎面男子过来给自己出个主意。你可算来了，这主意行不通，压根就离间不了战王和秦凤舞。这不是很好吗？很好什么呀？好名声全都叫秦凤舞都博去了。你这是眼睛短了。皇上是一个国家最权威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威望超过了皇帝，你想皇帝会怎么做？话说得如此明白，脑子再不好使，那也听明白了几分。是的，是好事儿，长此以往，他只会自寻死路。轩辕灵玉拉过即墨佑天的手，就往床边带，缠绵温存了一番，轩辕灵玉靠在了即墨佑天健硕的胸膛。你若每日来可好？你若每日来可好？若不是你床上那点本事好，我可不愿意天天来。那可不行，若是被人发现了，岂不麻烦？发现什么呀？这翠华宫，老皇帝根本就不来。再是流连那软玉温存，他总要起身离开的时候，即墨佑天穿戴好衣物，从衣袖里掏出一包药粉，递给轩辕灵玉。这是什么？你将它下在皇帝的吃食里。这是毒药？是，不过放心，一时半会儿要不了皇上的命。皇上病了，某些人才能够行事呀。万一死了呢？他死了，战王就会登基，到时候你我要是被发现了，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放心，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即墨战天、秦凤舞，还有即墨昊天，他们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你只要好好的听话，总有你要的。那他们都当不上皇帝，将来谁做？还能有谁？即墨佑天缓缓摘下了脸上的面具，轩辕灵玉看见他的脸，显然有些不敢相信，没有想到自己给老皇帝戴的这顶绿帽子居然是他的儿子。宣王自然是本王了。林玉，你可要好好听话，将来成事你还是贵妃如何？等着。自然。哎，爹，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没什么，就是皇上近来好像对爹有所不满吧，时不时的就针对我。听罢，秦凤舞眉宇微蹙，按理说爹对皇上有救命之恩，自己再不讨皇上喜欢，那也不至于会故意针对啊。爹，你可瞧出了什么不对劲儿？秦浩明摇摇头，自己想着本分，说话也并无大错，可是即墨城看他的眼神就是有些不满。爹，可能是因为女儿开了济安堂的原因，皇上他可能觉得女儿名声大有赶超他的意思，皇上他许是感觉到了他的龙威受到了威胁。那爹，女儿自有法子，皇上向来多疑，就将功劳转向皇族便是了，如今保全中永侯府全家才是重中之重。这即墨战天前脚刚走，老夫人和柳香河就领着双眼通红的秦雨燕从后厅里出来了。老夫人，刚才战王这是来提亲了。是。婚事定下了？定下了。那婚期？说笑了，才下聘，纳吉还没有定下，没有那么快的。再者，我儿说要等夫人生产之后再考虑日子，所以不急。既然定下了，就应该早早把日子定下来。他们二人这是第二次定下婚约，你就不怕再出什么意外？老夫人操心了，我的婚事我自个儿做主，不需要你操劳。你反了，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哪能由着你胡来？我的父母也不是你啊。你，我也不拐弯抹角，将来凤舞出嫁，让雨燕陪嫁，当凤舞的陪嫁应试。
此言一出，惊得秦浩明简直不敢相信，凤青兰更是气得有些发抖了。俗话说人不要脸树还要皮呢，我秦父母还是头一次听说敢这个人当小妾，堂姐，古来嫡姐出嫁都有姊妹做应试的规矩，如今堂姐你的姐妹就剩下我，自然是由我陪堂姐出嫁了。妹妹可真是会为姐姐着想啊，真是谢谢啊。可我秦凤舞也说过不下10遍，只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你以为你甘愿做小我就会同意？你想的真是太美了。看样子前些日子战天的警告没有什么用处，那我明确告诉你，我不介意为妹妹你寻一门好亲事，保你是正房，如何？你太过分了，雨燕好心过去帮你顾宠，你居然说出这些忘恩负义的话。即便雨燕不当陪嫁，你就真以为战王往后不会纳妾？要是王爷做不到，他也休想要娶我的女儿。再者，我五儿怎么就忘恩负义？你们什么时候有恩于五儿了？浩明，你怎么也这么不知分寸？这是好事，姐妹俩联合才不会让人趁虚而入啊。那么想做小，那么想嫁战王？是。你以为你想当应试，人家战王就会收？别在这儿白日做梦了。别说五儿不愿意，就是我也不会同意的。此事不用多说了，好好的日子就会寻晦气。你什么意思啊？晦气？怎么连我也是个晦气的了？不孝啊，大大的不孝！不孝？是你为老不尊，还是我爹不孝？供你吃，供你住，供你穿，还不知足？现在倒是赶上门来跟我抢男人了。你们二房一家可真是了不得，想来我们中永侯府的庙小容不下你们这几尊大佛。我爹是愚孝，才不敢把你怎么样。我秦父母向来可是目无尊长的，若是再拿手指指着我，我可不介意废了。大伯，堂姐，雨燕真没有别的居心，就是喜欢战王，想待在他的身边，我不会跟姐姐抢王爷的。求姐姐成全我一片心意吧。成全你？谁成全王爷？王爷可是见着你就碍眼，别给我说好听话，我可不吃你这一套。爹，你还在等什么？一个孙子想要侯位，一个孙女明目张胆的跟女儿来抢夫婿了，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浩明啊！老夫人这下慌了，也意识到了不对，不能分啊，分了哪还有现在的好日子呢？晚间，即墨战天从宫里头回来的时候，秦雨燕就将人堵在了去往梧桐院的半道上。王爷，滚！即墨战天不带一丝犹豫地脱口而出，而且眼眸瞥见了秦雨燕有些不正常的脸色。这个女人居然为了勾引自己来给自己下春药，真是不要脸。立刻唤来了星辰，将人打晕了，送往了一个全是男人的地方。料理完了秦雨燕，即墨战天才急急忙忙地来到梧桐院。战天，诺雨他怎么样？后天是诺雨的生辰，轩辕郎玉也派人送来了贺礼。诺雨他想嫁人了。出了什么事啊？诺雨倒是想通了，跟宝王说不想辜负轩辕郎玉和自己的真心，愿意以真爱之名和亲公主的身份去出嫁，只是那个轩辕林玉以乱了辈分为由出面阻止。他怪会整幺蛾子，真是丑人多作怪。他不同意，你们还真就这么着了？那倒没有，父皇说要斟酌一下，毕竟这身份上确实尴尬。你们可真是傻呀！两国和亲又哪有辈分之说？我可记得昭和元年的16岁的平阳公主嫁给了护拔的60岁的老皇帝，当时皇帝是平阳公主的哥哥，难不成那老皇帝还得换你们老祖宗为哥哥不成？本王提过。那为何？那轩辕林玉说自己以来和亲，元和还要派和亲公主过去，难不成是不相信他轩辕国的诚意？那皇上难不成就听信他的话？不是听信，而是想要从轩辕拿些好处，只是顺着他的话找台阶下。这皇帝也真是想得出，居然要拿即墨诺雨的婚姻换好处，这简直就跟卖女儿没有什么两样啊！哼，皇上真是老来越发糊涂了，真是人精，人家提的那100万还知道还呢，我这郡主就连封地都没有，就知道往自己怀里兜。若是诺雨不是公主，就没有那么多事了。非公主又谈何容易？况且父皇他定会想到这一点，不管诺雨犯多大的错，他绝不会废掉他的公主之名。看样子必须得给轩辕朗玉传个信才是啊！我儿放心，快马加鞭，10日之内必有回复。在兰陵坊的客房里，传来了秦雨燕惊天的叫喊之声。她看着自己满身的吻痕和就睡在自己身边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裹紧着被子，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自己真的被即墨战天送到了青楼里。当他一脸颓废地回到中永侯府，就看见秦凤舞脸上好似画着似有似无的笑容看着自己。
秦凤舞，你会不得好死的！你害我！我不得好死，还是你痴心妄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才惹怒的寂寞战天，自己惹了他，就不要怪我狠心。秦凤舞，都是你！你先害了落蝶，又害了姐姐，如今终于是到我了。你做了这么多坏事，就不怕遭天谴吗？哼，我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要不放过我，我不妨告诉你，秦落蝶她是被寂寞昊天打死的，与我无关。她一次次害我，终究不过是害人害己。还有你姐姐秦雨晴，她若没有害人之心，怎么会死？而你其实巴不得她死，不是吗？秦雨燕瞬间止住了哭闹，被戳穿了心思，一脸的惊恐。没有，你胡说！若我是坏人，那你的本质比我更加恶劣，居然会期盼着自己姐姐的死。你以为她死了，你就可以明目张胆的跟战天示爱了吗？那也要看我同不同意，看他要不要你。你应该庆幸他只是将你送进了青楼，若是被我碰上，我会毫不犹豫的将你的双眼弄瞎，看你还敢不敢窥忌我的男人。秦雨燕渐渐无力的瘫软在地上。我秦凤舞说狠心是狠心，但是你们不招惹我，我绝不会去害你们。你们触及了我的底线，我便不能轻饶。别怪怨任何人，要怪就怪你的非分之想太多。语毕，甩袖离去。这件事情被秦浩宇知道之后，整个人都气得发抖。他看着一直哭泣的秦雨燕，觉得没用极了，又一个好好的女儿给废了，自己的出路又少了一条。即墨怒语直奔了秦凤舞的院子。开心了吧？大概轩辕狼玉早一步得知了即墨怒语的心思，可是却迟迟未见即墨城回应，大抵是猜出了一些他的心思的。还不等即墨战天派人去将消息带到，他就已经派了求亲的使臣来到莫国，并且带了大批的聘礼。物件是小，更重要的是他大手笔将2座城池作为聘礼。即墨城很是满意，当下就答应了。即墨诺语的婚事算是成了。即墨诺语不停地绕着小手指娇羞地点点头。诺语，你怎么一下就改变了主意啊？那日看见他远去的背影，我才知道原来他在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仿佛都在一点一点的掏空。所以这一次我要为自己的心做主，哪怕是以和亲名义，也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诺语，你一定会幸福的，轩辕太子他一定会给你幸福的。即墨诺语眼中闪着幸福的泪花，轻轻地嗯了一声。哪怕是以和亲名义，也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诺语，你一定会幸福的，轩辕太子他一定会给你幸福的。即墨诺语眼中闪着幸福的泪花，轻轻地嗯了一声。他一定不会令自己失望的。这边即墨诺语是幸福了，边关传来了消息，东陵再一次进犯莫国。与此同时，还有虎拔2国联合进犯，打到莫国有些措手不及。七弟，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六哥，按理是不应该的，这里必定大有文章。大有文章？是，战事就只刚停，2国元气大伤。作为战败国的东陵，国力比莫国更加不堪。再者，2者刚刚联姻，又怎会无缘无故的出兵偷袭？这里头必定有玄机。莫都最近出现了不少的商人和外来人口，事情似乎找到了突破口，2个人同时豁然开朗，相视一笑。七弟打算引蛇出洞吗？自然。大哥，你可要救救我家闵正啊！看着哭作一团的2房一家，秦凤舞就心烦意乱得很。爹，这件事你若是插手，难保不被人扣上徇私舞弊的罪名。大哥，我知道你为难，不求你把他救出来，只求留下他一条小命啊！是啊，浩敏，只要能保下他一命就好。哎，这是证据确凿，而且有那么多人作证，难不成你让我滥用职权不成啊？这一席话让2房那一家子心底凉了个透。战王啊，你和凤舞马上就要成亲了，这么好说也是一家人，你若是肯帮忙，闵正他一定会没事，求求你了。国有国法，大理寺自有决断。在他看来，秦闵正完全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二弟，大哥确实无能为力。再者，你或许还不知道，皇上已经对我有芥蒂，若是我利用职权干预，只怕我们这一大家子都没有好日子过了。别哭了，大哥尽力了，咱们回去吧。浩宇啊，你在说什么呢？难不成你要眼睁睁的看着闵正死吗？一个无力帮，一个不愿意帮，
秦浩宇淡淡的扫了一眼秦凤舞他们，却将他们的身影映在了眼底，扶着几乎快要昏死过去的老夫人，默默不语的出了大厅。秦凤舞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睛微眯，总觉得秦浩宇最后那一眼很是不寻常。爹，你累了，回去歇着吧，别为这些烦心事而伤了神。你也犯不着内疚，皇子犯法还与庶民同罪呢，更何况只是一介官宦子女。秦凤舞和即墨战天手挽手的走在了回梧桐院的路上。战事又起，你是否……是要去，去也不是真去，只是事情过后可能就真的要去了。本王怕一离去墨都有变动，所以想来一招将计就计。秦凤舞瞬间就被点醒了，脸上一副了然的样子。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尽快吧，事情越早解决越好。沃儿，待所有事情结束，我们就成亲可好？这事儿不是早就说过了，等娘生产之后我们就成亲。一天没有成亲，就一天不能安心。伸手揽过他的脑袋，深深地埋进他的胸膛，似乎只有这样拥着他才能够感觉到真实。华灯初上，秦浩宇的书房里直到深夜还在亮着灯，手上赫然拿着前段时间即墨昊天想要交给他的书信。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然而他就是想要陷害秦浩明。5个子女没有一个好下场，这一切都是因秦凤舞所起的，都是秦浩明的自私和不帮衬导致的。大哥，你别怪小弟无情，是你无业在先，我要为我的子女们报仇。朝堂之上气氛严峻，坐在龙椅上的即墨城脸色暗沉，气色很是不佳。此次东陵来犯，哪位爱卿愿意领兵出征啊？不等其他人作答，即墨昊天就先一步站出来说道：父皇，七弟他人称战神，派他前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即墨战天冷冷地瞟了他一眼，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狐，心想道：果真如此。自然，要本王领兵也不是不可。好，那择日出兵。见他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即墨城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不过什么？父皇，此次两国联合对抗我国，恐儿臣一人之力难挡，所以此次还请叶大将军一起出征。被点名的叶无疆一阵欣喜，自从即墨战天领兵打仗开始，自己已经好久都未出战了。末将愿意随战王出征。好，两人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那自然再好不过了。出征仪式就这么定下了。出征的队伍来到了寒门关外，即墨战天命令众将士驻地休息，又将叶无疆换到了自己的帐篷之内。王爷，你找末将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叶将军，如果本王离开，叶将军有几层把握能答应？王爷可是有什么要事？叶将军，若是本王跟你说墨都有人正在密谋造反，你可相信？叶无疆呼吸瞬间一滞。王爷是谁？这下即墨战天100%的确定自己没有找错了，完全交付于他也定是没有问题的。且不问是谁，叶将军你可相信？叶无疆思虑了一会儿，他相信即墨战天定是不会随便信口开河的人，他能如此一说，那么必定是确有实实的。末将相信，王爷交付于末将便是，末将定不会让王爷失望。即墨战天满意的点点头。那么有劳将军一人前往战场，本王就立马赶回墨都。若是无事，本王立刻赶回来。若是确有此事，那么战事恐怕也只是个噱头。叶将军不必担忧，王爷放心去吧，这里一切有末将。好，叶将军，这一路上能够为本王不在军营之中保密多长就是多长，免得节外生枝，扰乱军情，你可明白？王爷，末将明白。金銮殿上，群臣纷纷恐慌地围成一团，而他们的四周满是黑衣侍卫。即墨昊天带领着黑衣人傲视着坐在龙椅上的即墨城。畜生，你想干什么？来人！父皇，别白费力气了，外头的侍卫早就被儿臣控制住了。大胆！秦浩明大喊一声，拦在了即墨昊天的面前。秦侯爷，你还以为你是当年那个英勇杀敌的少年将军吗？也老了，你打不过本王的手下的。来人，属下在。来，和秦侯爷过招。话落，黑衣人立马起身攻向秦浩明，秦浩明一个不慎，就被他一掌给打在了胸口，连连后退了2步。放眼望去，那些文臣早就被控制起来了，就无暇顾及自己。你联合东陵？
父皇，你也老了，但还不算太笨。没错，是儿臣就是和东陵来个里应外合，儿臣就是和东陵来个里应外合。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个逆子！为什么？父皇，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太过可笑了吗？为什么？因为本王想当皇帝呀，因为父皇你偏心七弟。为什么？你就是个可笑的例子，装的清高实则虚伪。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想要七弟当皇帝是出于愧疚，得了吧，人都死了，还说什么愧疚？既然愧疚，何必当初了？被当众揭了伤疤的即墨城脸色瞬间煞白，因为他说对了，自己就是出于愧疚。本王就是想要当这个皇帝，就是这么简单。本王将要本王身上所有的耻辱都给讨要回来。即墨昊天快步逼近了即墨城，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狠狠地将人从龙椅之上撩了起来。即墨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即墨昊天一撩袍子，正要坐下，咻的一声，一支箭从耳边划过，牢牢地嵌入了龙椅之中。是谁？是本王。即墨城和群臣好像看见了救星一般，直勾勾地盯着殿门。殿门外赫然出现了一道白色的身影，来人就是即墨战天。即墨战天，本王在。你不是去战场的吗？怎么会在这里？因为本王和七弟早就料到这是你的阴谋，不过这来了一个将计就计罢了。来人，将这个逆子给朕拿下！哼，七弟真是好本事，居然被你给看穿了。多谢二哥夸奖。七弟，你是怎么知道二哥我在筹谋这一切的？两国才刚刚和亲，他东陵怎么可能贸然出兵？且他们国力也支撑不了多久，能想到的只不过是一出调虎离山之计。所以那日在朝堂之上，你才会那般祈雨让本王出战。就单凭这2点？不，就单凭这2点？不，最重要的是，二哥你要本王死，而为何要本王死，这点就不用本王多加解释了吧？本以为他会心灰意冷，乖乖束手就擒。你以为本王就这样子输了吗？你以为本王背后就只有东陵族相助吗？即墨战天心头一震，那股不好的感觉再一次涌上心头。父皇，儿臣谋逆，有忠勇侯相助。这一记晴天霹雳，震得所有人都有些恍惚了。秦浩明在刚才和黑衣人对战之时本就受了伤，突如其来被人如此冤枉了一把，顿时脸色煞白。二王爷，你莫要血口喷人，我怎么可能会相助于你？缓缓地跪倒在即墨城的面前。臣冤枉，是冤枉吗？如冰的声音贯刺入耳，彻底凉透了秦浩明的心。他不敢相信，曾经一起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曾经自己誓死护卫，说要保我一生荣华的皇帝，怎的就变成了听信谗言的小人了呢？父皇，你这是什么意思？儿臣已与武儿定亲，朕旁人都知道秦后绝不可能造反，你怎么妄自偏颇？定了亲又如何？气势被人供出了，想必一定会有纰漏。难不成一个堂堂王爷还会无凭无据的冤枉了人？没错，父皇，儿臣就是要秦后相助才这么顺利的，否则仅凭一己之力怎么能够逼宫了？儿臣没有那么多的兵马，儿臣有证据，证据就在秦后的书房，去搜一搜便知真假。来人，去搜！你这分明是要陷秦后于不忠不义。西木城，汉子尚且不明，你又怎可断定？你反了！没错，本王就是反了。说是你胆敢伤害秦后一家，伤害本王的武儿，本王不介意血染皇宫。中永侯府之内突然涌进了一批官兵。金小姐，对不住了，秦后谋逆，我等前来搜寻证据，得罪了。武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造反？你爹出了什么事啊？你爹出了什么事啊？凤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二房的一家见到突如其来的官兵，都被吓得不轻。秦凤舞的思绪被他们给打断了，他们朝着老夫人望去，大难临头，他们倒是真的担忧了起来。只是眼睛瞟向了秦浩宇的时候，在他的眼睛里分明看到了慌乱。二叔，你慌什么？什么？见他如此魂不守舍，秦凤舞就知道他一定有鬼。秦浩宇他慌了，
他想的那封信一定是跟吉梦昊天有关的，自个儿上当了，彻彻底底的毁了。大人，找到了。一个官兵手里拿着一封信，走到领头的面前。秦浩宇赫然一瞧，正是吉梦昊天交予自己的信，做不得假，整个人浑身无力的瘫软在地上。完了！来人，将钟永侯的家眷全部带走。小姐，怎么办？这事不关下人们的事，所以那些官兵也不会乱杀无辜。你们两个去战王府，有战天在，我们一定会没事的。秦凤舞一行人并没有被带往到了金銮殿，而是直接被关进了大牢。因为即墨城怕秦凤舞一出事儿，就让即墨战天给失控了，所以一开始他就不打算让秦凤舞出现。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一定是你，是你！老夫人指着凤青兰就是一顿抱怨，一定是为了你，浩明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闭嘴！瞥了一眼秦浩宇，看着他整个人混沌的样子，他可以笃定问题就出在了他的身上。他有些懊悔，自己怎么就对他们放松了警惕呢？糊涂的不是我爹，而是你儿子。你该去好好问问他做什么事。老夫人他们糊涂了，然后一起将目光移向了魂不守舍的秦浩宇。只见他喃喃自语道：“不是的，不是的。”领头的将领恭恭敬敬地将信封呈给了秦墨城。秦浩民，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王朕对你宠爱有加，多加信任，这就是你对朕的报答，这就是你对朕的报答。联合朕的儿子，逼朕退位。即墨昊天适时的添油加醋。父皇，儿臣这里还有未送出的秦侯的亲笔信件。他从怀里掏出事先准备的信件，那是前些日子秦浩宇偷偷的从书房里盖了章拿出来的白纸。秦爱卿，要不要亲自读一读呢？秦浩明哆嗦的拿起信件，一封封的读。他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不可能！还有什么不可能的？这里证据确凿，就是不可能。我从未单独与东陵太子接触，两人如何传递信件？这信也绝对不是我写的。秦侯，你就不要推脱了。你若亲自出面，自然是不可能，否则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秦后是通过你弟弟秦浩宇与本王联络的，本王自然也不可能亲自联络了，是吧，舅舅？本王自然也不可能亲自联络了，是吧，舅舅？这个时候，即墨昊天还不忘把他那个两面三刀的舅舅给扯进来。安倍怀更是连连喊冤道：“皇上，没有的事儿啊，一切与臣无关呀，臣一概不知啊。”即墨城冷笑一声：“你更该死！刚才你已经叛逆了，还说什么无关？”即墨昊天在心底冷冷一笑，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为自己陪葬。很快秦浩宇就被带了上来。说，你是不是和你大哥勾结，和这个逆子勾结，来谋夺朕的皇位？不是，与我无关呀，我不知道那信是什么东西啊。秦浩明痛心疾首的看向了秦浩宇：“弟弟，你为何要勾结别人陷害于我？大哥，我不想啊，谁叫你不帮我的？我只想要后位而已，你给我就是了。可是你偏不给我，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王爷他说，是要陷害你，就能够给我荣华富贵。我造了什么孽力啊？害了我的五儿，害了我的夫人呀！我早该听他们的话，将你们给赶了出去。来人，把这个逆子秦浩民、安培怀，还有他们的家眷全部处死。你敢？即墨战天当下就拦在了秦浩明的身边：“给朕让开，否则朕连你一起杀。”好，杀就杀。若是我儿死，本王说不能替他报仇，那么本王就和他一起死。即墨城哪能不知道他这是为了救秦凤舞而威胁自己，但是他也知道他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暂且押往大牢，听候发落。即墨战天一刻不肯停歇的就往大牢里赶，进入牢门，一把就将秦凤舞给拥进了怀里。五儿，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不，有事，本王的五儿怎能吃这样子的苦？走，我们现在就走。战天，你这是劫狱。你倘若早点把侯位给让出来，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所以你这下高兴开心了，所以你一点也不怕死了。
他当然是怕的，一提到死，别说是他了，就是他身后的老夫人，他们更加是怕的。浩宇啊，你这个糊涂的东西，怎么能做下这么糊涂的事儿啊？都完了。娘，别说我，要不是你一直灌输给我那个什么大哥没有子嗣，将来侯卫是咱们二房的这个念头，我怎么会这么做？这一切还都不是因为你，要不是为了替他们报仇，我至于上别人的当吗？对面牢房里的即墨昊天突然间传来了可笑至极的笑声。你笑什么？本王笑你太笨了，比本王还要笨。你胡说什么？都是你害的我，你还说只要我帮你，将来你当上皇帝就给我好处，好让我做忠永侯。没想到啊，原来你就那么点本事，要造反呢？那你怎么不成功啊？可没有人逼你，是你自己落入陷阱的。陷阱？什么陷阱？秦雨燕是本王亲手打死的，连那腹中的胎儿也是本王亲自弄没的。秦敏慎舞弊是本王找做的。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枉我和妹妹还有弟弟一心为你，你却毁我前程。若不陷害你，却又知道秦浩民为保侯府满门，绝不会徇私舞弊，又怎么会让你爹更加的向本王靠近呢？如此说来，想来秦敏正的事也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喽？哎呦，没想到还有一个聪明的。哦，不是，是你一向聪明，只不过你在这个档口栽了跟头。可恶啊！你害一个秦洛蝶不够，居然还要害死我的心肝宝贝！说，雨晴是不是你害死的？不是本王。好啊，到了现在你还想否认吗？大家都要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不是你的话，会是谁呢？不是你的话，会是谁呢？那本王怎么知道呢？说来，要不是三弟无意间内惧，难不成造反，本王恐怕不至于到这一步。这番话突然就点醒了秦凤舞。没错，背后之人一定是即墨佑天。不过好在本王还有你们一起陪葬。即墨城回到勤政殿，心里妒忌烦躁着，在勤政殿里直摔东西。轩辕灵玉赶巧就过来了。皇上，你受惊了？受惊是小，到底是有惊无险。最可恨的是战天居然那么袒护那个秦凤舞，不除掉他，朕这一日都难心安。皇上消消气，要打要杀还不是你说了算？皇上你可是莫国的皇帝呀，你说的话谁敢不听啊？哼，你以为朕不知道这个道理吗？那为何？轩辕灵玉是故意这么问的，他就是要让即墨城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这样才能下定决心除掉秦凤舞，不是？战天说他要是死了，要么血染宫廷，要么和他一起陪葬。轩辕灵玉一阵惊讶，他居然能为他做到这般地步，这心里头的妒忌和恨意瞬间就涌上了心头，小脸上满满的义气。战王他实在是太胡来了。没错，就是胡来。眼下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叫他陪秦凤舞一块去死，那绝技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就不能打杀了秦凤舞。哎，秦凤舞果真是祸害，当初朕怎么就看上了他呢？皇上不要着急，臣妾有一计。哦，什么计划？说来听听。皇上，不如先将战王诓骗来宫里，然后我们再这样。只要先把他控制起来，除掉了秦凤舞，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即墨城倒是对他有些满意了，想不到这个看似胸大无脑的公主，还是有点小聪明的。殊不知，真正聪明的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皇上，不如先将战王诓骗来宫里，然后我们再这样。只要先把他控制起来，除掉了秦凤舞，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即墨城就以秦凤舞为条件，将即墨战天诓骗进了宫。即墨战天站在依兰殿的门口，心头起了犹豫。即墨城为什么召见自己？不是在御书房，也不是在勤政殿，偏偏要来这就没有人居住的依兰殿，总觉得蹊跷。战王，你也来了，皇上正在里头等着你呢，快回去吧，别叫皇上等急了。老太监这般催促，倒是叫他更加犹豫了一分，心中举棋不定的时候，里头传来了即墨城的声音：“还不赶快进来！朕可不能保证随时会改变主意。”就是为了秦凤舞，即墨战天下定决心
踏上了依兰殿的台阶。才刚刚踏进依兰殿，迈步到殿中央，就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了关门的声音。猛然回头，看见2个彪形大汉，极墨战天顿时惊觉不妙，立刻就朝着门口奔去。却不想才迈出了几步，就发觉自己渐渐开始全身无力了。该死的，上当的！上当也已经晚了。今天你休想踏出这依兰殿的门！齐莫城，今后别想让本王叫你一声父皇！你子，真是为了你好，跟那个秦凤舞在一起，他只会毁了你。你是天生的帝皇，你绝不能毁在一个女人手上。哼！你以为本王稀罕你的位置？本王不稀罕，也不屑。不管你需不需要，朕都要将你推上皇位。你以为你这样就是救赎了吗？你错了，这只不过是会显示你更加虚伪，你永远也得不到本王母妃的原谅，永远。没错，这就是他认为救赎的方式，他认为的自己违背诺言之后的补偿。来人，给朕把战王拿下，关在这依兰殿中。你以为凭借他们几个能困住本王？战天，朕当然是知道你的本事，所以在这个房间里早就下了软筋散，想必你现在应该浑身无力了才对。这个软筋散不是普通的软筋散，它的药量是普通的10倍，哪怕你内力再深厚，也挨不过多久的。所以认命吧，认命，绝不认命。话是这么说，可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了，又哪里来的力量在顽强抵抗呢？突然一个侍卫从他脖子处狠狠一击，极墨战天当下就昏死了过去。他这一去一直未归，进宫过来探查，蓝妍一这才知晓，悄悄地潜伏到了依兰殿门口。他一时无措，只能试着用内力与极墨战天沟通。爷，妍一，本王被玄铁拴住了，一时出不去，你马上回去保护好我儿，万不可让他有事，必要之事，且语且法场都在所不惜，你可明白？属下明白。蓝妍一不敢耽搁，收到了吩咐，就立马回去了。咯吱一声，门突然开了，原本昏暗的房间突然照进了光亮。待他看见来人，眼底只浮现了深深的厌恶。战王，你可还好？你可后悔了？如果你当初娶了本公主，可就没有现在的下场了。极墨战天不理他，觉得跟他多说一句都是累的。他的冷漠让轩辕灵玉感到了挫败。哼，你现在不说话不要紧，那就让本公主来说。王爷，今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了。秦凤舞他一到50，马上就要问斩了。什么？你再说一遍。秦凤舞他就要问斩了。极墨战天发出惊天的叫喊之声，震得轩辕灵玉的耳朵有些生疼。轩辕灵玉惊恐地捂着自己的胸口，喘着粗气，耳朵一直嗡嗡地作响，逃似的离开了依兰殿。极墨战天使出浑身力气，想要崩断自己身上的铁链，然而到最后甚至咬破了自己的嘴唇，都无济于事。极墨战天使出浑身力气，想要崩断自己身上的铁链，然而到最后甚至咬破了自己的嘴唇，都无济于事。我儿，我儿！他大声喊叫，一声声呼唤着秦凤舞的名字。那悲凉之音环绕着整个宫殿。已人押上刑场的秦凤舞，一身雪白的球衣也阻碍不了他的风华，他依然直挺挺地傲立着。我儿，都是爹不好，若不是爹心软，也不至于毁到这个地步啊。不怪你，不怪你，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啊！要不是你心善，我还不要你呢。爹，不是你的错，咱们能一起死，不用将来女儿看着你们老去，不也很好？爷娘，你们要先投胎哦，到时候等着我，我还做你们的女儿，好不好？好，能有我儿这么孝顺的女儿，当然好啊。好，自然是好的。对了，还有小弟弟，弟弟要做我的弟弟啊。是呢，还有弟弟。时辰到，行刑！一声令下，秦凤舞几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战天，对不起，这辈子做不成你的新娘，那么下辈子好吗？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投生在你的时代。这个时候，法场外头突然涌进一大批百姓，他们口中高呼着：“皇上开恩，饶了秦小姐！皇上开恩，饶了秦侯爷！皇上开恩，他们都是大好人呢！皇上开恩，冤枉啊！”
这一声声的喊冤之声响彻了整个墨都，撼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灵。秦凤舞猛然回头，看到了自己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在这里，有一种生的希望在心底里蔓延。爹娘，也许我们不用死了。暗处的蓝叶一和素白他们纷纷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下子就算不用劫法场，秦凤舞他们也有救了。这是因为小姐她平时行善积德的关系啊，她为百姓做了多少？这一次这紧要的关头，是秦凤舞自己救了自己。秦墨城正得意呢，终于要将秦凤舞给杀死了。可还不等他得意一会儿，监斩官就慌慌张张的闯进了御书房。急什么？秦凤舞死了没？百姓前来阻止，根本无处下手。他们正等皇上再下定夺，要杀秦凤舞恐怕是不行了。皇上若是执意如此，恐怕会激起民愤。什么？想不到啊，想不到啊！没想到秦凤舞居然如此得民心。若不是他善妒，不能让战天纳妾，给他个皇后当当，倒是对战天很有好处。只可惜他不能容二人，这点就是不行。那皇上现在该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先将人押回大牢再说呀！皇上，百姓们不许啊，怕你暗地里把人给杀了。反了，反了，都反了吗？秦墨城双手撑着玉案，脸色乌青，很是不自然，像是中毒了一般。那慢性毒药显然是被激发了出来，噗的一声，一口污血洒在了白纸之上。皇上，来人，赶紧去召太医！秦墨城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勤政殿内，秦墨城的龙床之前，太医们纷纷摇头不知所措。皇后含泪吩咐太医们先下去。晚间的时候，秦墨城才悠悠转醒。怎么样？朕得了什么病啊？回皇上，太医们说是像中毒，又不像是中毒，诊断不出啊。废物，一群废物！那他们说了，这还能活多久啊？皇上别忧心，好生调养，不会有大碍的。刚才太医们说了，好生调养，也不过2-3年的功夫，这叫秦墨城怎么能忍受呢？那就好。皇上，不如叫秦凤舞过来给你瞧瞧，他不是神医吗？住口！秦墨城还是执拗的不肯听劝告。也是，眼下自己要杀他，他却要来救自己，换谁也拉不下去这个脸面的。皇后被他喝退了出去，只能摇摇头，无奈的随他去了。经过3日之后，登州的百姓联名上书，求即墨城饶秦浩民全家一条性命。之后是虬州、临兰县，甚至偏远的州府，都是联名上书的。看着御案上那一封封联名书信，晃得他眼睛都有些刺痛了。他知道秦凤舞定是杀不成了，否则一旦激起民愤，自己这龙椅恐怕就坐不稳了。哎，皇上心烦什么？心烦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轩辕灵玉看着他张张合合的嘴巴，却是只能听到细如蚊蝇的声音。他的耳朵在那日已经被即墨战天那一声带着内力的咆哮给震伤了。皇上，你消气，既是如此，那就顺应民意就好了呀。顺应民意？难不成你不想秦凤舞死了吗？想，当然想。那你还说顺应民意？皇上，我们表面上顺应民意不就行了？哦，说来听听。皇上大可将秦凤舞流放边关，这流放的路上是生是死，可就和皇上没有关系了呀。即墨城听到这番话，顿时豁然开朗，这个主意甚好。随即就迅速下达了旨意，感念秦浩明一家3人曾对朕有救命之恩，特免其死罪，流放边关，即刻照办。贤王府里发生了一件令即墨允天差点后悔万分的事情。王妃娘娘上吊自尽了。脚下生风一般，疾步走到安陆云的房间，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被人救下了，平躺在了地上，看着面色煞白、毫无血色的安陆云，他一步一步的走得缓慢，跪倒在了安陆云的面前。云儿，云儿，你醒醒，醒醒呀！为什么要死？为什么呀？云儿，我错了，我错了，求你，求你不要死，我要死啊！云儿，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现在说会不会太晚？云儿，对不起，是我太偏执了，才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是不是很恨我？
云儿，对不起，是我口是心非害了你，你活过来好不好？云儿，你醒来，至少让我补偿你。不管你是安排怀的女儿，我都爱你。我错了，不该那么固执的，给我一次机会，至少一次呀。那一声咳嗽顿时止住了即墨云天的哭泣，他定神望着怀云儿。安陆云拧紧了眉头，缓缓地睁开眼睛。王爷哭什么？说我死了，王爷不是少了一个累赘？安国侯府没了，我还有什么资格活？没有本王的允许，你怎么可以死？王爷，我现在是罪臣之女，如今只是要以死谢罪。若是不死，来日连累了王爷，那可如何是好？总之就是不允许你死，哪怕皇命难违，我要护你一世周全。云儿，你是我的妻呀！安陆云顿时愣在了那里，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原来他是在意自己的。你不是说你不会喜欢上我，也不准我喜欢你，那我如何是你的妻？以前说的都是屁话，我错了，错得离谱。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你一辈子都只是我的王妃。原来是真的，自己终于等到他说爱自己的这一刻了。可是这一句话叫自己等得好辛苦，为这差点付出了性命才换来的承诺，自己非要好好教训他不成？你喜欢我，可我不喜欢你。你现在马上给我出去！好，我出去，你好好休息。即墨云天乖乖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却对着门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依兰殿，即墨战天还在跟身上的玄铁较着劲儿，尽管身上满是血痕，他依然没有要放弃的打算。蓝燕依再一次悄悄地潜伏到了依兰殿的附近，将秦凤舞的近况汇报给了即墨战天。爷，秦小姐无事了，和秦侯爷一起被发配边疆，永世不得还朝，也暂时可以放心了。我儿没事就好，发配边疆也好，将来本王去找他。是的，爷，若不是墨都的老百姓拼命护着，皇上没有别的法子，恐怕我等最后还是要接法场才能够将人给救下来。如此一来，也是省事了。只是秦小姐此去路途遥远，且护送出城之后只留有2个官兵押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他这才猛然间察觉到不对劲儿了，用尽全身的内力对蓝燕依喊道：爷爷，马上追上我儿，他有危险。什么？齐莫城他想要在世人瞧不见的地方下手，叫我儿死得不明不白，快去！蓝燕依一个警醒，才道：坏了，一个放松，倒是疏忽了片刻不敢耽搁，立马就回了府，朝着秦凤舞他们离去的方向火速赶忙。这一路上走得不算太快，出了墨都之后，那些看守的官兵也骤然减少到了2个。在他们围坐在一起休息喝水的时候，却不知道危险正在一点点的靠近他们。爹娘，小心！小心也是无用，今日定要你的性命！话落，3个人的周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的黑衣人。秦凤舞，我等奉命而来，拿命来吧！哐的一声，只见面前有道蓝色身影闪身而过，抵挡住了面前的刀刃。小姐，我们来晚了。素兰一个快步疾奔而来，刚刚获得了自由的秦凤舞，在她的眼前就飞来了一条长长的鞭子。小姐，接着！这是即墨战天千辛万苦从顾家堡带出来的蛟龙神鞭，发狠似的朝着敌人挥去，宣泄着心中的怒火，一直隐忍的悲痛在这一刻宣泄而出。我儿，够了，人都死了，灵魂就好像不在身体里面一般，目光呆滞的朝着墨都的方向，嘴里喃喃的呼唤着即墨战天的名字。虎儿，没事了，没事了。秦小姐，你放心，王爷只是被软禁，他没事。被软禁了，战天他被软禁了，我必须回去。小姐，太危险了，你还是快逃吧。让开！我儿，你别固执，你若有什么万一，你叫爹娘怎么办？你若死了，你叫拼死来保卫你的他们怎么办？你若死了，战王他就等于死了呀！爹，我必须去，战天他有危险。秦小姐，什么危险？眼下我爹流放，安国侯和即墨昊天都死了，战天又被软禁，叶大将军在边关，朝中可以说的无人照应。你说这个时候若是有人动手，是不是事半功倍？背后还有一只推手，就是即墨佑天，所以你们不要拦我，我必须去。秦小姐，你不能去，我等马上回去便是，我向你保证，一定保王爷无虞的。虎儿，你别胡来！身后传来一道九尾的声音：娘，
外婆。来人正是凤启云，秦凤舞的外婆。五儿，你这是在胡闹！望这么多人拼死赶过来救你，你这一回去对得起他们吗？可是，没什么可是，跟我回去，我相信他们的属下一定会救出他的。五儿喜欢的人，应当没有这么无用才是。好，叶一，你快回去，告诉他，等我。是。素白，你去吧。小姐，你不要我了。素白，叶一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而你也不能一直跟着我，你总有一天也是要出嫁的。苏白不停地抿着唇，摇头，嘴里支支吾吾的，多有不舍，可是视线还是转向蓝叶一离去的方向。乖，小姐我不需要你照顾，倒是需要你帮我看着战天。我没有回来之前，你可不能让他和其他女子有交集，你可明白？小姐保重。说完就转身离开。你们也走吧。小姐，为什么？你们听我说，一红，你和追风他们回去把七凤楼给关了，我怕到时候朝廷查出你们与我有关，牵连到了整个七凤楼就得不偿失了。御膳堂的孩子们还要你们照顾，你们跟着我走了，谁来照顾他们呀？小姐，你多加保重。一红在御膳堂等着小姐回来。会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姐，你多加保重。一红在御膳堂等着小姐回来。会的，我一定会回来的。苏兰，你也走吧。只可惜小姐我现在身无分文，没有办法给你置办好的头面和排场，也不知道你此去会不会受到他母亲的排挤，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照顾你的，因为他曾经答应过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所以你放心，不会有什么难处。只是当初说是出嫁才将你托付于他，不曾想却是因为我落难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有最好的理由。小姐，你知道他心中无我又何必自己平添烦恼？苏兰，给自己3年时间，不管最后你能不能住进他的心里，但至少你要为自己争取这个机会，就3年。3年之后你也不再年轻，如果那个时候他还不能接受你，你就回来找我，小姐我再给你寻一户好人家。五儿，快点，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不能再耽搁了。苏兰，去找你的幸福。小姐，保重。苏兰，去找你的幸福。小姐，保重。五儿是真的很爱那个战王吗？一时无话，只是轻轻的点点头。只是那一下，凤启云也能感觉到那个即墨战天在他心中的分量，心底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如果为了五儿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愿意回去。五儿放心，外婆答应你，定不叫你们分离的太久。现在我们赶紧上路。外婆，我们现在是要回香潭山吗？不能，香潭山也是不安全的。我们去毒王谷暂时避一避，等你娘生产之后再做打算。好。勤政殿，即墨城支撑着自己半残的身子，怒视着面前笑得十分儒雅的男子。父皇，你老了，你该退位让贤了。混账东西，你是不是想跟那个畜生一样，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不，父皇，儿臣当皇帝那是实至名归的。父皇，你老了，你该退位让贤了。混账东西，你是不是想跟那个畜生一样，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不，父皇，儿臣当皇帝那是实至名归的。你以为儿臣这么些年来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拉拢民心呢。儿臣为了能够顺利登基，不遭人诟病，为了今日可是做足了准备。这么些年，儿臣在外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还是有一些声望的。所以你就放心把皇位禅让给儿臣吧。你做梦，你做的那些也抵消不了你逼宫上位的事实。父皇，你怎么这是做梦呢？儿臣逼宫说出去，谁又会相信呢？世人可不知道儿臣有那么多手下呀。你气得即墨城一口老血喷了出来。父皇，你还是消气。父皇，你还是消气。瞧你身上的毒都已经发出来了，再不好好调养，这日子那就到头了。为什么？父皇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因为我也想当皇帝啊。你以为我不想吗？我比谁都想当皇帝，因为我要为我死去的母妃报仇。你以为只有兰妃是为你而死的吗？
我的母妃也是，她也深爱着你。可是，在兰妃进宫了以后，一切就都变了。你终日流连在兰妃的宫中，你可曾想过母妃的感受？她病了，然后她死了，最后好在兰妃也死了，真好啊！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只可惜你眼中除了她生的战天，就再也没有别人，甚至不断的为她能够登上皇位找路子。所以你找上了秦凤舞，没想到她不领情退婚了。你眼中除了她生的战天，就再也没有别人，甚至不断的为她能够登上皇位找路子。所以你找上了秦凤舞，没想到她不领情退婚了。谁曾想到她又后悔了呢？我没有办法，于是就想下毒毒死秦凤舞，可惜事情没有成功。她真的是命大呀！不过没有关系，我又想了另外的计策，刚好赶上登州发大水，所以我一手策划了这场瘟疫。我想好好的，到时候我解决了瘟疫，登州的百姓就会对我甘之如饴，一切奉我为主。谁曾想居然又是被秦凤舞给我破坏了，我好恨呐！也好狠毒，登州的百姓何其无辜，居然就是因为你这个逆子白白死了那么多条人命。父皇别急，还有呢，你以为刺杀战天的人马都是二哥的吗？你错了，那里也有我的人。你以为刺杀战天的人马都是二哥的吗？你错了，那里也有我的人。眼看着就要成功了，结果还是被秦凤舞给解决了，真是可惜啊！好在我还留了一招，就是把这个罪名推到了二哥的身上。二哥也真是冤枉呀，没有杀死战天，还好好的把自个儿的爵位给弄没了。我不是昊天他会造反，也是你，父皇，你可真是难得的聪明一回啊！没错，也是儿臣挑唆的。你的毒是我下的，就是为了给二哥早日下手的机会。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二哥居然还知道拉人下水，把我最恨的秦凤舞给拉下水了，真是太好了。也难得二哥脑子好使，只不过我也知道有战天在，定然是轻易杀不了他的，所以我就让林玉给你出了那个计策，把战天给关了起来。父皇，你还真是没有让我失望啊！父皇，你还真是没有让我失望啊！什么流放边关再杀了，也是你的主意吧？没错呢，父皇，你觉得可惜吗？那个秦凤舞如此得民心，是当一国之后的料呢。你想要这皇位，那也要看朕给不给。朕早就立下了遗嘱，你即便登基，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言不顺那又如何？皇位即便是给了战天，那也要他有命来做呀。那我想想，现在他应该在黄泉路上找他的秦凤舞去了吧？你是什么意思？我皇，你还不至于老糊涂吧？我说战天，我的七弟，你最疼爱的儿子死了，我已经命人闯了依兰殿，将如今手无缚鸡之力的他给杀了。你个畜生！来人，来人！父皇，你怎么不喊了呀？父皇，你怎么不喊了呀？再喊呢，看看有没有人应你。今日这皇位我坐定了。三哥，果然是深藏不露啊！战天，来人就是即墨战天，而他的身后是即墨允天，还有蓝燕一等人。他的外头是特骑军，那支一般人不轻易调动的军队。他一身破败的白袍，身上胳膊上全是勒痕，散乱的发丝看上去狼狈不堪。可是他眼中的锋利和嗜血都无法阻拦他的风华。即墨佑天瞬间就意识到自己败了，迅速的抓过即墨城，护在自己胸前。七弟真是好本事，被玄铁困住还能够调动铁骑军呢。三哥，是你太得意忘形的。早在七弟遇刺那一次，他就预感到了二哥背后还有一人，所以才早早的将兵符交予了本王，今日才不至于让你得逞，七弟这才逃过一劫。即墨佑天，你以为你今天能够逃出本王的手心吗？即墨佑天，你以为你今天能够逃出本王的手心吗？
你别妄想了，今日本王就让你命丧在这御书房里。哦，七弟，你若不想背上弑父的罪名，大可朝我的脸上劈来。七弟，你不敢的，放三哥走，我就留下父皇的性命。战天呀，让他走，让他走，朕的性命要紧。即墨战天面对着他的呼救是充耳不闻，他的眼里就只有将自己和秦凤舞分开的罪魁祸首了。三哥，永别了，这是你害我儿的代价。随着话落，即墨城惊恐的眼中直划过一道寒光，就在脸的咫尺之间，剑面上的寒气紧贴着自己的脸颊，一把长剑精准无误的插在了即墨右天的额间，扑通一声赫然倒地。大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即墨战天居然有这样的本事，让自己一招致命。战天，都解决了，我们回去吧。扑通一声赫然倒地。大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即墨战天居然有这样的本事，让自己一招致命。战天，都解决了，我们回去吧。正当他们纷纷离去，就蓦然听到身后一声巨响，回头却看见即墨战天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爷，七弟他怎么了？爷怕是这几日担惊受怕，劳力过度，且又有些体力不支，所以眼下放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没什么大碍的。素白，找人将中永侯府打扫得干干净净，等着我儿回来，等着本王回来。王爷，你是要去找小姐吧？对，是要找，也要找东陵报仇。即墨战天在5日之后就领着铁骑军前往了东陵边界，他是要吞并了东陵，方能解心头之恨。他一直在派人寻找秦凤舞的下落。那日素白只不过随口说了一句会不会跟着凤起云回了湘潭山之后，他就立刻抛下了三军，马不停蹄的跟着素白来到了湘潭山。那日素白只不过随口说了一句会不会跟着凤起云回了湘潭山之后，他就立刻抛下了三军，马不停蹄的跟着素白来到了湘潭山。篱笆门是开着的，心下有些激动，莫不是真的在这儿？快步走了进去，四下找寻，却未见人影。抬头又瞧见主屋上的那扇门虚掩着，真的在这儿？快步迎了上去，正要开门，那扇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儿真的在这里，太好了！门开了，对上眼的那一刻，那欣喜的表情立刻僵在了那里。你怎么在这里？里面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离去许久的顾少卿。战王，我忧心凤舞，听素兰说他可能在这里，所以就过来了。我儿本王自会寻找，就不劳顾少主费力了。战王此言差矣，我与凤舞是好友，如今他有难，他心爱之人无法保护他，那么作为朋友的我，自然应当出一份力的。战王此言差矣，我与凤舞是好友，如今他有难，他心爱之人无法保护他，那么作为朋友的我，自然应当出一份力的。顾少卿一席话堵得即墨战天一时无话。他说的没有错，就是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才会落得如今两人分离。听说王爷领兵攻占东陵，说要灭了东陵，这是为何？东陵可是早就下了降书，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咄咄逼人？除了不能弑父，所有阻碍的人都死了，眼下就剩下东陵了，本王必要东陵为之付出代价。顾少卿的心瞬间就受到了冲击，他这是在为他的爱情报仇呢。只凭这一点，就凭这一点，自己就永远都比不上他，他认输了。战王，凤舞不在这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战王，凤舞有你，何其有幸，相信你们定会白头偕老的。此话一出，顾少卿毫不犹豫地踏了出去，他生怕自己会突然反悔自己说出的话。清晨的空气格外宜人，晚睡的秦凤舞没有被阳光唤醒，叫醒他的是一道响亮的婴儿的哭声。快速的起身打扮，冲进凤青兰的房间，抱起摇篮里的小小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前不久凤青兰刚刚产下的孩子。舞儿，你每天一起来就抱灵儿，瞧把你爹给眼馋的。那是，灵儿是我心爱的弟弟，我当然得抱着了。爹又不会抱小孩，让他抱，万一摔着怎么办？灵儿怎么每日就知道睡觉啊？逗他也不笑。舞儿啊，灵儿才多大呀，还没有满月，你就是想让他笑啊，还早着呢，最起码要满月才知道怎么笑。哼，那一定是弟弟没有我聪明，我就没有出月子就会笑了。秦凤舞压根就忘记了自己本就是穿越而来的人，非同凡响的嘛。是呢是呢，咱们的舞儿聪明着呢。
屋子里时不时就传来欢笑的声音，这是经过这么大的波澜之后最平和的时光了。白天帮忙照顾秦凤玲，顺带帮着百木生种植那些毒花毒草。这一次倒是发现了一个新的品种，蹲在院落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么多蓝色的小花。白木爷爷，这个是什么花呀？五儿啊，这花叫护心草。护心草？是啊。那这花有什么用处呢？这个花可以制成迷药，人在昏迷的时候还能够让人说真话呢。秦凤舞一阵恍然，那就好比不需要催眠术就能把人催眠了一般，眼里顿时发出贪婪的目光。小丫头，想要这个护心草了吧？秦凤舞快速的点头。五儿啊，这护心草在摘下之后15日之内才有用，过了15日就没用了。你现在想要，那也是没有什么用了。秦凤舞嘟着小嘴，一阵失落。爷爷，你喜欢外婆，为什么不追求她呢？不是不追啊，是你外婆她心里一直有着你外公啊。爷爷，你喜欢外婆，为什么不追求她呢？不是不追啊，是你外婆她心里一直有着你外公啊。这还是秦凤舞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自己的外公，倒是起了兴致。那爷爷，你知道我外公是谁吗？自然是知道的，他也是痴情的种，若不是那身份，想来他和你外婆之间倒也是神仙眷侣呢。外公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呀，是一个可以给你尊贵身份的人。被他这么一说，倒是勾起了秦凤舞想要一探究竟的心思。整整缠了百木生1个下午，也没有掏出什么有用的话。名叫好奇的小虫子把自己挠得浑身直痒痒。五儿，你过来。外婆。五儿，你是不是特别想回到战王的身边？是，很想，非常想。五儿，等你娘出月子，我们就出发。去哪里啊？去你外公那里。外公在哪里啊？你外公在轩辕。外公在哪里啊？你外公在轩辕。出发去轩辕国之前，秦凤舞从百木生那里拿来了不少好东西，迷药、迷迭散、软筋散，几乎能用得上的东西都被搜刮走了。白木，启云，怎么了？还有什么要带的吗？我去准备。生哥，我凤启云活了大半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懂的，都懂的。你去吧，去找他。分离了这么多年，对他的惩罚也够了。你我这么多年相处下来，我已经很满足了。你没有对不起我，我都是心甘情愿的。外婆，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外公而不选百木爷爷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就像你喜欢战王，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吗？喜欢就喜欢了呀。哎呀，真是的，跟你这个小丫头说这么多做什么？外婆老了，不跟你瞎扯。那外公是什么样的人啊？到底多大的身份啊？是啊，娘，我也好想知道我爹是什么人。你从小就不提，怪好奇的。暂时保密，到时候就知道了。这么说着，其实是怕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会不会原谅自己当年的任性出走呢？自己还能不能顺利的回去？一路上小心翼翼来到了轩辕国皇城脚下。刚入城中，凤启云就像城里人打听着花将军的府邸。秦凤舞心头咯噔了一下，花将军莫不是那个护国大将军花雨熙的父亲花延庭吧？要是那般，场面岂不是很尴尬？唉，凤启云刚打听完，回到马车上，就听见秦凤舞的一声叹息，问道：虎儿，怎么了？外婆，那个花将军该不会是护国大将军花延庭吧？凤启云哪里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瓜葛，想都没有想就点了点头。唉，外婆你是不知，我与那花小姐说来还是有些过节，也不知花将军会不会因此而不帮忙。咱们五儿不是向来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这会儿子知道怕了？外婆，不是啦，人家不是怕，是见面多少会尴尬。再者，那个花将军知道他女儿在我这里吃过亏，还能帮我们吗？哼，我找的又不是他，是他老子。他老子要是不帮忙，看我不撕了他。说来，凤启云跟花老爷子渊源颇深呢。他和花老爷子本就是师兄妹，而花老爷子打小
就住在武林之上颇有地位的凤家，而凤启云就是凤家的大小姐。哎呦，这是打哪儿来的难民啊？是不是知道花老爷子过大寿，所以过来讨口饭吃啊？要不是有凤启云拦着，秦凤舞真想上去就给他2巴掌。五儿，瞧好了，等下外婆就叫他跪在外婆面前磕头认错。走到门口，就有2个家丁在外面迎客。这位小姐，你可有我们花府的请帖？没有。既然没有请帖，那可有带寿礼？我家老爷子宅后，带了寿礼也算是祝寿，也可入内。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带，为何前来啊？还不快快离去！哼，我只要看看谁敢不让我进去。我凤启云今日就要进去，好给我师兄好好拜个寿。花府里头，花老爷子正在喝着茶，跟着几个小辈聊着天。那一声巨响，陡然间就让自己停住了手，立马放下手中的茶杯，飞快的起身。是师妹啊，是娘娘！脚下生风，就冲了出去。老爷子老当益壮，一口气冲到了花府的大门口。果然是他，几十年未见，真是一点变化也没有，而自己却已经老成了这副德行。师兄，师兄！在众人诧异他们果然认识的时候，花老爷子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凤启云的面前，参见皇贵妃。皇贵妃，秦凤舞这才恍然，莫不是自己的外婆就是太上皇寻找了多年的皇贵妃吧？师兄，叫什么皇贵妃啊？她都退位成太上皇了，我哪还是什么贵妃啊？哪儿能啊！即便太上皇不是皇上，那你还是太妃啊！太上皇这么多年独居，就等着你了。凤舞，他冲着他微微一笑，没有多言。随后跟过来的花雨熙更是惊呆了，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见到的人，居然会出现在自家的门口。爹，这是言婷，快来参见皇贵妃。她是你爹我的师妹，也是太上皇找了那么多年的未果的人。闻言，花言亭立马就跪了下来。一众宾客又哪有不跪之理呢？纷纷下跪，一个个只盼望着这个所谓的皇贵妃不要降罪才好。青兰、浩民还有我儿，咱们进去吧。师兄都出来迎了，没有不进去的道理。凤舞，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可曾安好？一切都好。那就好。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出事之后，就立马赶往了墨都，只是你已经不在了。多谢。少卿啊，你跟这位小姐认识啊？两人尴尬一笑，抬头就看见一众人正齐刷刷地看着自己。师妹，这小姑娘是谁啊？这是我的外孙秦凤舞，若不是为了她，我也不会来这一趟。那这么说来，这位便是……是，这是凤青兰，我与太上皇的女儿。这是我女婿秦浩民。好啊，好啊，原来是公主殿下。师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身孕，是不是一早就知道的？为何还要离去呀？还一走就是这么多年，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哼，我心里就是过不去。启云，启云！随着又一声的轻唤，门口出现了一道藏青子的身影。他老了，那个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已经老成了这般，头发花白，满脸的皱纹。你怎么老成了这个样子？人老了，可是启云你却一点没变呢，还是那么漂亮。启云啊，这小姑娘是谁呀？她呀，这是我外孙女秦凤舞。这是我们的女儿凤青兰，或者应该叫轩辕青兰。外公，爹。夫人，不能叫爹，得唤父皇。没事没事，叫爹好啊，亲切。太上皇，这下终于放心了吧？人啊，回来了。太好了，我呀又多了一个人疼我。我外公是太上皇，那我在轩辕是不是又可以横着走了？你呀，是我儿吧？长得真漂亮，也不愧是朕的外孙女呀，有我们轩辕皇室的气魄。那个莫国的老头子就是有眼无珠，放着我这么好的儿媳妇不要，居然还要杀了，真当可恨。哼，还说呢，那个季莫成就是个伪君子，浩敏救他3次不知感恩，居然还要赶尽杀绝，说什么流放边关，压根就是虚晃一招，居然背后派人来劫杀。好在他儿子手下的小将军前来搭救，
否则我的吻可就见不着了。外婆，咱们能改天再续吗？今天是花爷爷的寿辰呢。第二日，太上皇就下命，皇上下旨意封凤启云为太后，凤青兰为朝凤公主，而秦浩明为定安侯，秦凤玲为世子，并赐府邸一所，而秦凤舞却没有任何头衔，只是一个小姐。原因却是最简单不过了，皇后不许。她对皇上说，所有人都可以由着太上皇册封，就是秦凤舞不行。她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因为秦凤舞而落得那般下场，就恨得牙痒痒。不能杀了她替轩辕灵玉报仇，至少可以让她没有身份。这样一来，她想要回墨国和即墨战天在一起，那就绝对不可能的事了。启云啊，朕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武儿。如今朕退位为太上皇，这事儿也由不得朕做主。秦凤舞很难受，可也不能去怪任何人，这一切就好像是注定一般。他坚强地扯出一丝笑容说道：外婆，我没事，总会有办法的。外婆，我没事，总会有办法的。七嫂，所有的思绪被这一道清脆的声音所打断。诺雨，七嫂，你受苦了。诺雨，你别太激动了，小心身子。一直跟在后头的轩辕狼玉紧张兮兮的看着即墨诺雨的肚子。太子表哥，原来是表妹啊。语毕，笑声四起，三个人同时笑了起来，笑得太欢，倒是有些肚子疼了。哎呀！诺雨，你莫不是有喜了？哦，今早上知道的，还没有来得及跟父皇母后说呢。凤舞，要不去本宫的东宫坐坐？我们在这里好像也挺碍事的。狼玉，等，朕还有话问你。是。凤舞的事，你父皇母后当真不可能松口。皇爷爷，母后依着灵玉的事情不肯松口，父皇心里也有一些怨念。若不是皇奶奶当年对父皇有恨，只怕今日连皇奶奶的身份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定下来的。狼玉，等，朕还有话问你。是。凤舞的事，你父皇母后当真不可能松口。皇爷爷，母后依着灵玉的事情不肯松口，父皇心里也有一些怨念。若不是皇奶奶当年对父皇有恨，只怕今日连皇奶奶的身份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定下来的。说来，凤启云也不是皇上的亲生母亲。若不是皇上小时候不小心掉进河里，是凤启云救了他，今日只怕也是难以给他太后的身份。外公外婆还有太子表哥，你们不必如此，我的事情不急。哼，不急哪能不急啊？这事关你的终身大事啊！林玉那丫头就是自找的，让她不要去墨国，她偏不听，当了贵妃也就罢了，还自己作死，和那个即墨佑天勾搭在一起，没有将她赐死，就已经是给我们轩辕交代了。他这么一说，凤启云的心里舒爽极了。林玉那丫头就是自找的，让她不要去墨国，她偏不听。他这么一说，凤启云的心里舒爽极了。轩辕狼玉自然是知道这个理的，所以他并没有去埋怨秦凤舞。是，你知道就好。你父皇和母后脑子不清楚，你可得对你妹妹好点儿。是。皇爷爷，你放心，要是狼玉感觉七嫂不好，我头一个就不愿意，看我不教训他。太子表哥，林玉他这般，你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凤舞，你该不会是觉得本宫是因为皇爷爷的旨意才迫于无奈对你好吧？本宫只说一句，你就明白了。若是可以选择谁是本宫的亲生妹妹，本宫宁愿是你。为何？原因本宫曾与你说过呀。原因很简单，轩辕灵玉也未曾将他当成哥哥看待。说来这兄妹俩也真是没有一处相像的地方。好了，本宫先和诺雨回去，晚上还有宫宴，只怕母后那边不好对付，你也小心才是。秦小姐，你这是对本宫对皇上有什么不满的吗？皇后逆着眼逼视着秦凤舞，她看着秦凤舞那张精致的小脸，恨不得撕烂了。皇后娘娘误会了，臣女只是见到皇后娘娘你的天颜，自感卑微罢了。要不是你是皇后，我才懒得奉承你呢。她心里头偷偷的补了一句，要知道自己能不能封上郡主，还得看她的眼色。行了，这大好的日子你也别扫兴。
皇上推搡了一把皇后，示意她不要多事，她到底还是清明的。是，皇上，臣妾知道，不能扫了大家的兴致。你，坐在主位一旁的凤启云一听到这话，急脾气差点就上来了，幸得花老爷子打了个圆场。太上皇，微臣恭喜你，终于寻回了师妹，先干为敬。花小姐，本宫看你是越来越漂亮了，真不愧是我轩辕的第一美人，确实不是那些凡夫俗子能比的。真可惜啊，本宫一向喜欢你，有心想让你成为本宫的儿媳妇。本宫一向喜欢你，有心想让你成为本宫的儿媳妇，只是……闻言，坐在皇上下手的极目诺女手中一紧，心里不舒服极了。皇后娘娘，你说笑了，太子已然有了太子妃，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倒是惹得太子妃不高兴，就是臣女的过错了。哼，哪里是说笑呢？本宫是真心喜欢你啊。再说了，太子又不是100%不能纳妃，要是太子妃3年无所出，不就成了？只是要你等上3年，你可愿意？轩辕狼玉心头一股子怒火，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如此厌恶自己的母后。母后有后无后，就用不着你操心了。诺宇他已经有了身孕。什么？真的吗？太好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好啊好啊，这要当曾祖父了。秦凤舞有些小得意。看吧，丢脸了吧？既然有了身孕，为何不早早的过来禀告本宫与你父皇？今早才探出了喜脉，本就想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说出来，好喜上加喜。只不过儿臣不知道母后竟是这般的想要儿臣无后，想要我轩辕无后。狼玉，本宫是你母后，你这是什么态度？皇后顿时觉得她养了一个白眼狼的儿子，可她也不想想从小分给她的母爱有几分。行了，这高兴的日子你瞎闹什么？不过是玩笑话，你们这么当真做什么？太子妃怀孕，本宫自然是高兴的，只是有些埋怨这么好的事，怎么不早早说出来？好了，你也别急，今儿个高兴就不要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凤启云淡淡的瞥了一眼太上皇，附耳在他耳边轻轻的说道：汉哥，你这儿媳妇儿我可不喜欢。朕也不喜欢，谁让儿子喜欢呢？也不知道皇后的耳朵是咋长的，竟被他给听了过去。刚刚被皇上哄着降下来的火气一下子升了上来。太后这么多年不在宫中，这突然冒了出来，还带了女儿女婿，还不知道这女儿是不是父皇的。皇后，你这是什么意思？皇后，你要注意你的言行。皇后，你怎么可以无凭无据地说出这么不着调的话呢？怎么就没有可能了？一走就是30多年，走的时候好像也没见人知道她有了身孕啊。本宫这般猜疑有何不妥？本宫倒是觉得朝凤公主不是父皇的女儿可能性很大，否则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一家子落难了就回来了，分明就是借此来投靠轩辕来了。皇后娘娘，你这么怀疑我们别有用心，又没有别的证据，仅凭你随口一说，我们可是不会承认的。证据？要证据还不简单，滴血验亲。父皇，滴血验亲恐怕不妥，到时候若是有个误会，叫我们怎么给皇奶奶交代？皇后的脸面也不好看呀。眼见着皇后的气势有些萎靡了下去，秦凤舞故意做出松了一口气的模样，还说道：皇后娘娘，你这是相信了我的外婆吧？那样就好了，我们也就放心了。验，必须验，本宫就要查个清清楚楚。皇后娘娘，我外婆绝对是清白，要是你执意这么做，若是正如你所言，我们甘愿认罪。可我坚信外婆的清白，要是你是污蔑，这份委屈叫我年纪一大把的外婆如何承受啊？凤启云故意极度委屈地说道：查，你查，要是我是清白的，这份委屈叫我这个快入土的人如何承受？启云，朕相信你的，不查，我们不查。若是冤枉了太后，本宫愿意给太后跪上一个时辰认错。皇后娘娘，你可当真？本宫是皇后，说的自然是真的。若是冤枉了太后，本宫愿意给太后跪上一个时辰认错。皇后娘娘，你可当真？本宫是皇后，说的自然是真的。达成一致之后，皇后很快就命宫女取来了清水。宫女端着一盆清水跪倒在太上皇的面前：滴吧滴吧，也好叫人知道我凤启云是清白的。我一生坦荡，绝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哎，最终拗不过凤启云，太上皇还是拿起了小刀，轻轻地在手指上划开一个口子，滴了几滴血在清水里。皇后在一旁暗暗地看着，那双如狐狸一般上挑的眼睛透露着势在必得。凤青兰左右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还有一副胸有成竹的秦凤舞，点了一下头，
难不成自己的母亲还信不过吗？娘，我来帮你。你毛手毛脚的，万一把自己割破了一个大口子，到时候养伤还得麻烦。还不等自己回过神来呢，秦凤舞就快一步走到他的身侧，一手抓住他的右手，一手拿起小刀，当着皇上皇后的面割破了凤青兰的手指。我来帮你。你毛手毛脚的，万一把自己割破了一个大口子，到时候养伤还得麻烦。秦凤舞就快一步走到他的身侧，一手抓住他的右手，一手拿起小刀，当着皇上皇后的面割破了凤青兰的手指。皇后一瞬不瞬地看着，两种血液竟融合到了一块，整个人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满眼的不可置信。皇后娘娘，如今事实都摆在了眼前，你看……皇上无奈地看了一眼已经傻眼的皇后。秦小姐，皇后毕竟是一国之母，再者她这般推测也不过是为了确保皇室正统，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否则朕不认你这个外甥女。是，皇上舅舅，我儿怎么为难皇后娘娘呢？秦凤舞，你不用假好心，你定是故意诓骗本宫入局的。皇后娘娘，一直都是你自己说的，臣女可未曾说过半句。滴血验亲是你说的，恩怨受罚也是你说的，臣女至始至终都未曾说过半句啊。皇后，我儿已经大度，你居然还要这般的胡搅蛮缠，就是该罚。皇后，我儿已经大度，你居然还要这般的胡搅蛮缠，就是该罚。太上皇顿时有些恼怒了，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惹出来的，有人给他擦屁股，那就该收敛，居然还要这般，简直就是愚昧。哼，人家是皇后，我在她眼里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后，我也不指望她跪，好好的兴致都给搅没了。秦凤舞更是轻捏了一下凤青兰的胳膊，痛得凤青兰当下就流下了眼泪来。秦凤舞还不忘给她使了个眼色，凤青兰会意，哭得更加卖力了。太上皇那个心疼啊！皇上，好好的家宴都给搅了兴致，你看怎么办吧？皇后，你还不赶紧跟太后认错？什么？你再说一遍！朗玉，你就这样看着你母后在外人面前丢人不成？你怎么就一句话也没有啊？果然还是你妹妹跟本宫亲啊！若是林玉在这里，能有的人这般欺负你母后？母后，这是你自己说的。皇后咬了一下嘴唇，膝盖哆嗦了半天，终究还是跪了下来。后，这是你自己说的。皇后咬了一下嘴唇，膝盖哆嗦了半天，终究还是跪了下来，咬牙切齿地说道：太后，臣妾知错，起来吧。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指望皇后往后不要这么莽撞才好。到底是一家人，今日的事也就各位知道，师兄不说我们不说，也没有人知道，就当没这事儿吧。他这话说的显得自己特别大度。秦凤舞是真当就想当下给凤启云竖大拇指了。太上皇和皇上都觉得凤启云识大体，还知道维护皇后的颜面，这般一说，却让众人都封了口了。一场好好的家宴被搅得兴致全无，就匆匆散了。太子表哥，今日你也看见了，皇后她因着林玉的事情已经迁怒到了诺玉，往后你要更加关心诺玉才是，莫要叫她受了委屈。那是自然。五儿，你个调皮鬼，刚才你是故意的吧？谁叫他冤枉人来着，而且还那样对我。本来嘛是想要讨好他的，是他自己不识趣，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五儿，你个调皮鬼，刚才你是故意的吧？谁叫他冤枉人来着，而且还那样对我。本来嘛是想要讨好他的，是他自己不识趣，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你呀，对了，五儿，刚才滴血验亲我自个儿来就成了，为何你？因为我在里头加了点东西呗。什么？你这是不相信你外婆我啊？外婆，你消消气，我不是不相信你，哪敢不相信你啊？听我说嘛。五儿，你快说，我也着急呢。夫人别急，且听我儿慢慢说来。我儿做事难道还没有个分寸呢？外婆娘，其实滴血验亲并不可靠，有的明明就是亲生子，但是血液相克就不能相容；有的明明不是亲生子，但是血液相同却能相容。我会那么做，只不过是要确保万一而已。五儿，你说的可是当真？你要不相信，随便弄点起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凤启云想是这般想的，可是他都问心无愧了，又何必做出如此多此一举的事情呢？秦凤舞他们这儿是眉开眼笑着呢，可是可把交房殿的皇后给气炸了。凤舞他们这儿是眉开眼笑着呢，可是可把交房殿的皇后给气炸了。眼见着发疯似的皇后，皇上怎么劝也劝不住，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待皇上出了交房殿之后，皇后却突然悄悄地出了交房殿。
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趁着夜色行走在寂静的宫闱之内。夏日的夜色正美，天上的月亮也特别亮。这一晚上，秦凤舞睡意全无，一个人悄悄地爬上屋顶，抬头望着天上半圆的月亮，若有所思。战天，你还好吗？思念如泉涌，一发不可收拾。他在想他，而他亦在想着他。帐篷之中，烛光之下，素白端着一壶热茶，撩开帐篷的帘子，探身而入，就看见即墨战天一如往日愁容不展的样子。王爷，夜深了，早点休息吧，别一直这样，小姐知道了只怕会不高兴。放着吧。王爷，你不能这么玩命。素白，本王有分寸，可有五儿的消息吗？王爷，夜深了，早点休息吧，别一直这样，小姐知道了只怕会不高兴。放着吧。王爷，你不能这么玩命。素白，本王有分寸，可有五儿的消息吗？爷！蓝燕一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脸上兴奋的表情难以抑制。爷，有秦小姐的消息了。真的？在哪儿？爷，从轩辕传来消息，轩辕的太上皇找到了离宫出走多年的皇贵妃，而且是带着女儿外孙女一起回来的。那个皇贵妃就是秦小姐的婆婆。真的？即墨战天有些难以置信，他的五儿竟有这般的奇遇，脸上露出了这么长久以来都未露出过的笑容。千真万确呢，秦夫人如今已经是朝凤公主了呢。那么如此一来，我儿最起码也是郡主了。这样子的话，以她郡主的身份，就不怕来没国的了。爷，秦小姐没有封号。蓝燕一，你把话给本王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爷，是莲玉公主的母后，轩辕国的皇后娘娘有意针对秦小姐，故此秦小姐没有封号，也没有任何的品阶。可恶！好不容易事情有了这么点进展，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可恶！好不容易事情有了这么点进展，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他样子对轩辕灵玉的惩罚真的是太轻了。欣喜的面容一点点变得凝重。燕一，你马上让在墨都的日华和明月赶去轩辕皇城，确保他在轩辕安全无虞。是。王爷，太好了，小姐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即墨战天淡淡的应了一句，缓步走出帐篷的门口，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透过月光想着他。五儿，你在轩辕可一切安好啊？麻烦这位小哥进去通禀一声，秦凤舞有事求见华老爷子。那两个家丁就是上次寿宴上的两个家丁，见过秦凤舞是知道他的身份的，连忙不敢怠慢，先将人引进了前厅，又立马去前院禀告了老爷子。华小姐，秦小姐，你今日来是做什么？我是来向花老爷子打听少卿现在的下落的。你找表哥做什么？花小姐，你不必紧张，我只是想要见一见我身边的素兰而已。花小姐，秦小姐，你今日来是做什么？我是来向花老爷子打听少卿现在的下落的。你找表哥做什么？花小姐，你不必紧张，我只是想要见一见我身边的素兰而已。素兰，是你将你的丫鬟托付给我表哥的？是我托付的。为什么？因为素兰她喜欢少卿，我想让她待在喜欢的人身边。你为什么？因为为了不让她留遗憾。喜欢没有为什么，不喜欢也没有为什么。喜欢没有为什么，不喜欢也没有为什么，难道这就是表哥不喜欢自己的原因吗？你难道就不怕自己的丫鬟为情受伤？表哥连我都不曾接受，更何况你一个丫鬟。心诚则灵，他愿意用他的心换他的情，即便受伤也甘之如饴。早在素兰去找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苦果。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做，将来他一定会后悔万分的。所以我才劝他一定要顺着自己的心意，只是用尽手段得来的一定不会幸福。要牢牢记得，花雨熙，你并不坏，只是爱的极端。也许这就是少卿不爱你的原因。你的爱让人觉得呼吸沉重。小姐，一道熟悉又略带哭腔的声音入耳，抬头就瞧见素兰正眼泪汪汪地奔向自己。素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哭了？小姐，你好就好了。说什么傻话？小姐我自然是好的。小姐，我这般自私，你真的不怨我吗？若是怪，当初就不会让你走。他。秦凤舞的视线转向一直默默不语的顾少卿，抿嘴一笑，会好的。最后又走向顾少卿，扬唇一笑。少卿，多谢。为你甘愿。少卿，谢谢。只是你将来就会明白的。将来吗？是。我明白。你眼下打算如何？不知道，但是我的内心告诉我，
今生我和他的缘分未尽，我的心再难容他人。这话也是在告诉他，即使没有即墨战天，自己也无法去选择你。今生我和他的缘分未尽，我的心再难容他人。好。两人目送着秦凤舞离去，再多的不舍也只能化成相思。素兰，进过来，我们回去吧。素兰原以为他会因为秦凤舞而一直留在皇城，眸光里闪动着疑惑。见过了便没有遗憾了，再多留再多看也只会让自己徒留悲伤。只是素兰，你不会觉得不开心吗？跟着我，我却给不了你什么，身份感情什么都给不了，你可后悔？没有回应，只有那淡淡的微笑。他不后悔，此生不悔。秦小姐。刚刚才入睡不久的秦凤舞被一道陌生的声音给惊醒了，警惕地看着来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男一女，见他醒了之后便立刻跪倒在他的面前。秦小姐，我等奉王爷之命前来保护于你。王爷？除了他没有别人了，看样子他已经知晓自己在轩辕的境况了。你们叫什么？回秦小姐，我叫日华，她叫明月。秦小姐。刚刚才入睡不久的秦凤舞被一道陌生的声音给惊醒了。你们叫什么？回秦小姐，我叫日华，她叫明月。起来吧。既然过来了，想必你们都是他值得信任的人。从今后起就跟我在轩辕，往后我就是你们的主子，你们可明白？是。看着两人，顿时觉得真是时候，还愁没有个帮手，这下好了。当下就吩咐着二人去盯着皇后。他隐隐约约觉得皇后这边将会是自己的一个突破口。时间在这样安逸的日子里过得飞快。来年的初夏，即墨诺于产下了小皇孙，为之皇上大赦天下，举国同庆。太子妃终于生了。皇后直至即墨诺于生产数个时辰之后才姗姗来迟。母后，孩子正在睡着，你何故要吵醒他？怎么，本宫心疼孩子，还不允许本宫抱抱？说着就将小皇孙从摇篮里给一把抱了起来。哇的一声，小皇孙惊得这么一下就立刻哭出了声，那哭声把即墨诺于心疼的不行。母后，你把孩子放下，他都被你吓坏了。轩辕朗月看着哭泣的孩子，立马上前抢过孩子送到即墨诺于的怀里。怎么，本宫是他皇奶奶，还不许本宫抱一下吗？可是有你这么吓唬孩子的吗？秦凤舞立刻就呛出了声，他真是有些怀疑皇上当初是不是瞎了眼了。母后，如果你一直这般无理取闹，就请你出去。不过是孩子哭，有必要如此大惊小怪吗？还有你秦凤舞，以下犯上，就是该当何罪？来人，给本宫拖下去打10大板。皇后，你又在瞎胡闹什么？好在这个时候太上皇和凤启云赶了过来。秦小姐以下犯上冒犯于本宫，不过是小惩一下，有何不妥？难不成本宫一个皇后还治不了一个没有品节的小姐？皇后娘娘，你这实在是太冤枉我儿。若不是你惊扰了小皇孙，我儿也是急了，也不会顶撞于你。本宫与父皇说话，你插什么嘴？你母后，诺宇刚刚生产，需要安静休养，请你出去，不要打扰了诺宇坐月子。好啊，好啊，你们一个个居然挤兑着本宫，本宫可是皇后，今日本宫就要治了秦凤舞的罪，看谁敢阻拦本宫！啪的一声，皇后被打了，被凤启云给打了。我倒要看看谁敢打我的宝贝外孙女！皇后捂着自己的左脸，瞪着凤启云，可是她又不敢怎么样，狠瞪了一眼在场的众人，愤然离去。外公，我儿有件事想问你，你能告诉我吗？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问吧。外公，这是个秘密，我悄悄问你。哎呦，什么时候我儿也变得这般神神秘秘了？好吧，随朕过来。在众人不明所以的目光之下，秦凤舞跟着太上皇走出了东宫，回到了云来殿。外公，在皇宫里可有什么逃生出口之类的？有的，就在冷宫之内，有一条密道通往东林街，愿邻国公府的院内，是作为大难之时逃难所有。吾儿，你是不是有事啊？是，也许这事解开之后，皇上就愿意给我封号了。哦，是吗？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你还想知道什么？外公定当相告。外公你真好。从太上皇口中得知，这条密道只有身为皇上才知道，不说皇后，就是连原先住在邻国公府的老国公一家都是不知道的，可谓是极其的隐秘。只是在30多年前，
一夜夜里，皇宫之内突然闯进了一个小男孩，调查之下才知道，这孩子就是邻国公家的公子，不小心闯进了密道，来到皇宫的。当时还身为皇上的他，立刻就重新赐了府邸，这座宅子也就荒废了下来。听完这事，秦凤舞越发觉得疑惑了，既然只有皇上知道，那为什么皇后会知道这密道之事呢？太不可思议了。直到秦凤舞在宴会上见到了一个人，这一切才豁然开朗。恭喜皇上皇后，恭喜太子太子妃，喜得临儿。微臣敬皇上，先干为敬。邻国公好酒量。秦凤舞被这邻国公3个字儿给吸引住了。邻国公约莫40来岁，虽然已到中年，但是依然很是意气风发。在这细细打量之下，他竟在他的眉宇之间看到了轩辕灵玉的影子，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在脑海里萌生着。秦小姐刚才好似是在看我。邻国公挑眉一问，眼中居然带着一丝色意。秦凤舞冷刺一声，还以为是什么正人君子，没有想到竟是一个大色魔。是的，邻国公，听闻邻国公一门忠烈，祖上更是为了轩辕皇室做了不少贡献，所以我很是好奇，邻国公是怎么样一个人？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难怪皇上会赐予邻国公一门永袭爵位的殊荣。邻国公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被秦凤舞随便这么一说，就给糊弄过去了。宴会之后，秦凤舞就立刻命世华和明月去打探一切关于皇后和邻国公的消息。不出半日，就有了眉目。皇后本名楚微婷，正是邻国公的表妹，可以说2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看样子皇上御驾亲征那一年，2人一定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件事，想必小姐听了一定会更加开心。是什么？小姐，正如你所猜测，轩辕灵玉很有可能根本不是皇上的孩子。轩辕灵玉他是在皇上御驾亲征那年有的，出生之时说是早产3月。原来在那一年皇上御驾亲征的时候，皇后有一次突然来到军营，说是倍感想念夫君，就不顾险阻过来陪伴皇上。那次之后，就传来了皇后再次有孕的消息，7个月之后就产下了所谓的早产儿轩辕灵玉。日华明月做得很好，你们一个盯着皇后，一个盯着邻国公。那个邻国公绝不会像外公说的那样忘记了密道事情，反而他定是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利用这个密道和皇后偷情，简直就是可恶。是，爷啊，秦小姐来信了。他的五儿来信了，头一次来信。是谁送来的？是明月，不过他现在已经立刻赶回去了，说是秦小姐有大事要做，什么事情都写在了信里面了。太好了，爷啊，是什么好事啊？五儿再过不多久就能回来了，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呀！爷这下该开心了吧？是啊，再不回来，恐怕自己就要亲自寻去了。那这仗还打吗？既然打了，本王就要打下这东陵，叫他们知道惹毛本王的代价。是。报！一个小兵拿着一份降书，跪倒在即墨战天的面前。严一，你说说，这是东陵第几次下降说的？爷啊，这是第6次了，你愿意接吗？哼，他要降，本王便要踏平了东陵，且叫他看看惹毛本王的下场。投降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土地和赔偿，哪有将整个东陵都吞并来的爽快？只是一切始料未及的事情，总是来得那样突然。东陵国的皇上在第6次下降书依然未果之后，亲自书信一封，直接命使臣带到了墨国，交给了即墨城。他东陵愿意成为墨国的附属国，效命于墨国，而且年年进贡，条件这般诱人，即墨城又怎么会不答应呢？随即立刻派人转告给了即墨战天，要他立刻收兵返回墨都。凤舞，你也是急了吧？秦凤舞点点头。从前些日子他一直频繁入宫，轩辕狼玉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如今战事一停，即墨战天也已经回到了墨都，他恐怕是着急了。那一丝丝的急躁，他一定是有所目的才会如此这般。凤舞，你是不是有事难以开口？太子表哥，我接下来说的话你都信吗？轩辕狼玉问道，只是很坚定地点了一下头。若是我胡言冒犯了呢？恕你无罪，且本宫相信你不是那种会妄加揣测的人。太子表哥，我听闻灵玉公主乃是早产，可当时宫里盛传，虽是早产，却如同足月产一般。宫中传灵玉公主是有妇才会如此。表哥，我是学医的，不瞒你说，早产的孩子绝不可能如足月孩子一般，两者之间就身体而言差距非常之大。闻言，轩辕狼玉心头打了一个颤，这话什么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轩辕灵玉并非轩辕皇室，
母后她做出了有违妇道的事。细想之下，自己和轩辕灵玉竟毫无相同之处。他潜意识里已经相信了秦凤舞所言。你想要怎么做？本宫相信你。为何？什么都不怕的凤舞，怎么这个时候显得这般胆小了？本宫好像与你说过，若要妹妹，宁愿是你啊！本宫相信你定不是空穴来风，你定有你的依据。本宫也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她虽是本宫的母后，但是本宫与她之间早就没有了母子之情，而这一切都是林玉出生那年开始改变的。谢谢。你想怎么做？你尽管说，也不必觉得亏欠。若林玉真的不是轩辕皇室，我们又怎能容忍外人玷污了轩辕的血统？我前几辈子一定是积了大大的福分。说完就咧着嘴笑得有些傻气，随后就细细的跟轩辕郎玉说了他的想法以及一些对策。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若说证据还真的找不出来，眼下唯有设计计策引皇后入局这个法子了。再者还需要皇上那边有所松动，才不枉费自己苦心筹谋的这一切。皇上，太子殿下求见。父皇，郎玉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儿臣见太和殿灯火通明，知晓父皇定然还未安歇，便过来瞧瞧，且命工人熬了鸡汤，想来一会儿便能够送到。太子呀，不想这点还是你懂事啊。就连你妹妹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她刁蛮任性，不叫朕头疼那就是万幸的。是呢，父皇，说来好像母后也很久都没有这般关心过父皇你了吧？顿时皇上面色一僵，渐渐陷入沉思。很久了，你母后好像生了林玉了以后就没有再这么细心过了。父皇不觉得母后变了很多吗？怎么会呢？你母亲就是任性了一些。他哪能感觉不出来呢？依然狡辩着。郎玉，你可曾怨恨你母后偏心疼爱林玉？自然是怨恨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母后是不是儿臣的亲生母亲。郎玉，你可曾怨恨你母后偏心疼爱林玉？自然是怨恨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母后是不是儿臣的亲生母亲。儿臣和母后不像，却像极了父皇，儿臣深感庆幸。父皇，你说为什么林玉和儿臣和父皇你一点都不像，甚至连母后也不像，唯一像的就是性子。你说林玉她长得到底像谁呢？都说林玉像娘家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啊，可是儿臣觉得林玉特别的像林国公啊，不是全像，也有着5分的相像了。没有想到林玉居然是像到了母后的外祖母家，这情况也算是难得呀。皇上的脸色越发的深沉了，严峻而冷凝。郎玉啊，你也不要多想，当时的产婆一举认定林玉是早产，想来不会有错的。哦，是吗？怎么，你是在怀疑什么？没有怀疑，父皇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哦，是吗？怎么，你是在怀疑什么？啊，没有怀疑，父皇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只是儿臣听父母说起了早产的孩子有别于足月产的孩子，早产的孩子再怎么强健，他的身子骨相较于足月的孩子都要虚弱。而当时工人们都说林玉像极了足月产的孩子，一点也不像早产。还有父皇，你大概不知道吧，给母后接生的产婆在林玉出生后不久就失足落水死了。还有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宫女都死的死，逃的逃，没有了踪迹。见着皇上有些执迷不悟，轩辕郎玉终于扯开了所有的伪装，将事情摆在了明面上。太子，你不要随意猜测，这种关于皇室颜面又岂容你肆意胡说。朕知道你是为了秦凤舞能有一个正经的身份，所以才来这般的编排你的母后和你的妹妹。你这般感情用事，何以担当太子之位啊？父皇，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你不愿意去调查一番吗？父皇，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你不愿意去调查一番吗？或者说，你默许了有人混淆皇室血统的行为？去混淆皇室血统，彻彻底底的在他的心头起了疙瘩。回想起那年的场景，真的是漏洞百出啊！一向娇生惯养的皇后，怎么会突然来到军营呢？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太子，你可有证据？没有证据，仅凭林玉早产，5分像林国公，还有母后知道皇宫密道这3点而已。什么？你再说一遍。父皇，儿臣说
幕后知道冷宫之内有我轩辕皇族备用的逃生之道。皇上的眼眸顿时变得猩红，可见其愤怒。秦凤舞是如何知晓的？轩辕狼玉如实的将他知道的一切悉数告诉皇上，一五一十，没有丝毫错漏。太子，这事事关皇室颜面，朕要亲自确认了，才能做下一步打算，你可明白？次日一早，皇上和轩辕狼玉便换上了便服，做好了一切准备，去找秦凤舞了。凤舞，此事因你而起，事关皇后，若是你猜测有误，承担的后果，你可明白？是，皇帝舅舅，若真是如此，我的身份……皇上一抬手就阻止了他要说的话。皇帝舅舅，若是这事儿正如我所预料一般，能否给我公主之尊？好，若是你保轩辕皇室血脉正统有功，朕就封你为护国公主。现在马上去邻国宫的老宅。秦凤舞不再多言，立马带领着皇上来到了老宅，一路直奔东厢院。他指着门口说道：皇帝舅舅，里头有人居住的痕迹，你进去一瞧就知道我所言非虚。此时的皇上内心非常忐忑，他想看见又不愿意看见。皇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头下定决心，推门而入。踏进房门的那一刻，脸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皇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头下定决心，推门而入。踏进房门的那一刻，脸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可恶！皇上气结，走到床前，一把扯开被褥，叮当一声，一声金属落地的声音。闻声望去，入眼的竟是一只凤头簪，那个簪子就如同针一般刺痛着皇上的眼睛。皇上上前就把他狠狠地踩在脚下，用力地碾压着，以发泄自己心头的愤怒。凤舞，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仅凭这只发簪定不了皇后的罪行，你还有什么法子能够让她自行暴露？于是秦凤舞说出了早就想好的法子。满月宴才刚办不久，再办百日宴会不会惹人怀疑？父皇，这点你多虑了。皇儿毕竟已经是我轩辕皇室3代相传，可以说是确保了储君之位，为他弄得隆重一些也未尝不可呀。皇上听着有几分道理，认同的点点头。事情就这么定下了，如今要做的就是等着那一日的到来。远在墨都的即墨战天却是被即墨城勒令留在战王府内，不得出声，而牵着他的理由便是他最亲的兄弟即墨允天。若是即墨战天离开墨都半步，便会将即墨允天关进大牢，定要将他后悔一世。即墨城已经入魔了，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将他困在墨都城中，绝不能让他去找秦凤舞，绝不能。练武场上那挺拔的身影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挥汗如雨，不知疲惫，像是在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愤怒。七弟，是六哥无用，连累了你。六哥，不是你的错，与你无关。老王无事，此事与你无关，你不必如此。如今六嫂有孕，你应当好好的照顾她才是。只是不用多说，这件事情该愧疚的不是你，而是即墨城，他根本就不配为一个父亲。七弟，你这般称呼父皇恐怕不妥。哼，他不是，他想要阻止本王今生见不到我儿，那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他可以利用你牵制住本王，但是却管不了我儿的脚步。本王相信我儿定有法子得到一个至高无上的身份，然后风光的来到墨都，回到本王的身边。即墨战天抬头仰望着天空，那一抹哀伤再次浮上了眼眸，叫人心疼。吾儿，你快回来，要快点回来。小皇孙百日之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焦虑的等待之中，也终于迎来了那一日的到来。多谢父皇特意为皇儿举办百日宴，儿臣席，多谢父皇恩赐。多谢父皇恩赐。太子妃啊，把朕的孙儿抱过来给朕瞧瞧。是。在他将小皇孙交于皇上的时候，皇上又转手交给了皇后。即墨诺雨的心头升起了一股担忧，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让皇后抱过了。小皇孙在他的怀里陡然间就大哭了起来，顿时吓得皇后花容失色。即墨诺雨那个心疼啊，快步上前就夺下了皇后手中的小皇孙，不满地瞪着皇后。你那是什么眼神？他哭与本宫何干？皇后娘娘，所有人都知道你不喜欢小皇孙，既然不喜欢就不要抱，抱了何故要弄哭小皇孙？可怜见的，你看小皇孙哭得多厉害。秦凤舞故意像上次一样激怒皇后，
大胆！秦凤舞竟敢以下犯上！大胆！秦凤舞竟敢以下犯上！皇后，五儿说的有何不对？不爱就不报，你分明就是故意为之。小皇孙哭闹就是与本宫无关。皇后气得涨红了脸，眼睛时不时地看向邻国公那边，以寻求帮助。皇上，秦小姐说话确实太过武断，兴许孩子只是不习惯娘娘抱而已，她这般无礼，理应制裁。皇后，凤舞只是忧心孩子，你未免也太不小心了，也太小题大做了。皇上，难不成你在怀疑臣妾虐待自己的孙儿吗？好吧，皇上，你竟然帮着外人，你想想我们的林玉是怎么被人害得那般下场的？这是林玉自己要走的路，与人无忧。再者，朕已如你所愿，不给凤舞封号，你还要这般揪着不放做什么？为何处处与凤舞作对？皇后气得只差是没有背过去了，从无声的掉眼泪变成嚎啕大哭。够了，你一国之母，难道还不嫌丢人吗？撂下这句话，就愤然甩袖子离去了。好好的一场宴席，再一次弄得不欢而散。皇上，皇后出去了。出发。大部队来到老宅，而东厢院里的人丝毫没有察觉。站在皇上身侧的秦凤舞抬头看了一眼皇上，他眼底的愤怒叫人觉得恐怖，从里面传来的声音更是叫皇上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了。婷儿不是跟你说过往后不要来了吗？再这样子下去，叫皇上发现了可怎么办呢？哼，本宫受了欺负，也没有人来安慰本宫。皇上分明是向着秦凤舞，叫本宫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本宫本来跟你说说，心里就憋屈了难受。你啊，每次都这样子沉不住气，一受了委屈就来找我，可咱们也不能这样子一辈子呀。表哥，本宫不与你说，还能跟谁说去？好了，表妹，皇上不心疼你，表哥心疼啊。虽然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情景，但是不难想象，两个人在里面正在做着如何不堪的事情。皇上再也不愿意多听一句，一脚就踢开了大门。好了，表妹，皇上不心疼你，表哥心疼啊。皇上再也不愿意多听一句，一脚就踢开了大门。皇后还来不及拿衣物去遮盖自己赤裸的身体，就被皇上一个箭步上前掐住了咽喉，而邻国公也早已被暗卫团团围住了。皇上，饶命啊！皇上，你不能直接掐死了皇后，还没有弄清楚林玉公主的身世呢。说，轩辕林玉是不是朕的孩子？皇上，林玉是你的女儿啊，千真万确。只要林玉没事，只要她活着就好，绝不能让皇上知晓。皇帝舅舅，你相信皇后的话吗？来人，把皇后押解回去，去将林国公一家抄家，全部关入大牢，还有楚家也是一样。郎玉，真对不起你呀，竟叫你看到了你母后如此不堪的一幕。父皇，无事。太子表哥，这是护心草，你且只是将草汁混入皇后吃食当中即可。好，本宫这就去办。凤舞，你不要怪父皇耽误你的时间，他的子女就本宫和林玉，若是林玉就是父皇的孩子，父皇只希望你这次去莫国能够想办法救出林玉罢了。他冲着轩辕郎玉点点头，明白的，我都明白。东宫之中，邢凤舞陪着极目诺雨逗弄着小皇孙，静静等待着从大牢里传来的消息。七嫂，都会过去的，会好的，你和七哥都会好好的。还记得老和尚说过的话吗？他说千山万水总相逢，苦尽甘来常相伴。是啊，苦过总该甜了吧。东宫之中，邢凤舞陪着极目诺雨逗弄着小皇孙，静静等待着从大牢里传来的消息。七嫂，都会过去的，会好的，你和七哥都会好好的。还记得老和尚说过的话吗？他说千山万水总相逢，苦尽甘来常相伴。是啊，苦过总该甜了吧。虽然是用药才让皇后吐露的实情，但是皇上也不得不接受事实。轩辕灵玉他并非是轩辕皇室的血统。皇后，你果真是好样的，只是朕想不通，你如此保全林玉，疼爱他，为何同样是你的亲生子的郎玉，你却视若无睹？岂无爱，当初何故要嫁给朕？我轩辕皇室向来不逼迫于人。因为父皇要臣妾当皇后，因为表哥娶了别人。原来自己只是他的无奈之选，真是可笑至极。
所以因为儿臣是父皇的孩子，母后，你才不喜欢儿臣。皇后点点头，如今已经生无可恋了，害怕过后受尽刑罚之后，就什么都不怕了。来人，将皇后带下去，处以极刑。皇后已经处决了，那么阻碍也就没有了。皇上欣然册封秦凤舞为护国公主。然而，秦凤舞知道这护国公主的意思，也知晓自己根本就担当不起，遂让皇上另册了封号武阳公主，且送她将士100人，以彰显她的轩辕的身份，好叫即墨城为之忌惮。对此，秦凤舞甚为感激，终于能回墨国了。明月，你让日华快马前去探探战天那边的情况，好来汇报。是，小姐，叫日华快去快回。秦凤舞还盼望着日华能给自己带来好消息的，没想到日华先去了一趟墨都，没有把自己给气坏了，气呼呼地对着秦凤舞说道：小姐，我要说的是，一会儿你听了可别生气。说吧，我有准备。小姐，皇上让那个东陵公主住进了战王府，还命令王爷不能将人给赶出去。什么？日华，你再说一遍。东陵公主住进了战王府。委屈、愤怒、伤心，所有负面情绪一股脑地冲着秦凤舞袭来。可恶，那个东陵公主，你最好在我赶到之前就给我滚出战王府，否则我秦凤舞定要叫你好看。太慢了，太慢了，这破马车，以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墨都啊？小姐，你消消气，王爷也是皇命难违，皇上他怪会威胁人的，王爷他不想的。日华，最快还有几日行程？约莫还有5日路程。什么？5日太久了。明月，日华，随我一起驾马去墨都。是。命日华牵来了马车，一个翻身跨马而上，什么都没有带，就驾马飞奔而去。一个劲的赶路，只一口气不停地奔向了墨都。不管他多久没有回来，墨都的百姓依然是记得他的。见着他在城门口，就纷纷前来问候，着实把秦凤舞感动的不行。哼，我秦凤舞终于回来了。秦凤舞不管不顾，一路直奔战王府。一到战王府的门口，就干净利落的翻身下马，紧盯着紧闭的朱红色大门。秦凤舞心里头的火气就不打一处来。这里头有着一个女人，一个觊觎自己男人的女人。看我不进去扒了她的皮，往后退了好几步，再是一脚就踹开了大门，大喊一声：寂寞战天，你该签到的给我出来！大门应声而开，入眼的就是闻声而来的寂寞战天。那么多日的思念，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彻底将自己击溃了。去他的东陵公主，住了就住了，只要这个男人是我的就行。我儿，战天，寂寞战天不敢相信是真的，是真的，飞奔向秦凤舞。刚才还有些距离的2个人，瞬间就拥抱在了一起。我儿，是你们，是你们，你回来了。是的，我回来了。战天，唇上瞬间觉得一股温热，在毫无防范之下，寂寞战天就吻上了他的唇。那般热烈，那般霸道。无防范之下，寂寞战天就吻上了他的唇。那般热烈，那般霸道，惊得众人纷纷别过头来，不敢再看。这个战况实在是太激烈了。素白捂着嘴，嘤嘤地抽泣着，激动得不能言语。太好了，小姐她终于回来了。而彼时，有一双嫉妒的眼睛狠狠地瞪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2个人。公主，那个女的怎么那么不要脸？是谁啊？哼，这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等有伤风华的事，这位小姐的脸皮可真是厚啊！本公主还真是自愧不如啊！秦凤舞不用多想就知道，这个女的定然是那个什么东陵国的嫡长公主。战天啊，我俩都订过婚了，怎么在家里亲个嘴儿还不行了？怎么不行？连本王都是你的，你说行就行。我当是谁啊？原来是逃犯秦凤舞。来人，还不赶快将人给抓起来！战天，他是谁啊？怎么那么大的架势？我好怕啊！天，他是谁啊？怎么那么大的架势？我好怕啊！他呀，不过是东陵扫过的公主们，打不过本王就投降，还要派人来和亲，真是没用。小国又如何？本公主就是正经的公主，而你只是一个逃犯。我秦凤舞乃是轩辕的武阳公主，论身份可不比你差。什么？还有，你最好马上收回你的手，我可不敢保证一会儿他还好好的。可笑，那也是在轩辕而已，这里是墨国，在墨国你就是个逃犯。哪怕是逃犯，本王也宠着，
谁敢伤他分毫，本王就灭他全家。表现不错。婉儿，这里太吵了，我们进屋再说。蓝燕一站在门口，举棋不定了好一会儿，憋了许久，才预备敲门。还不等他敲那么半下，门就打开了。婉儿睡着了，吵什么呀？爷啊！皇上得知秦小姐进战王府了，派人来宣她进宫。婉儿累了，本王心情不好，等着哪天心气顺了再去见她。蓝燕一站在门口，举棋不定了好一会儿，憋了许久，才预备敲门。还不等他敲那么半下，门就打开了。婉儿睡着了，吵什么呀？爷啊！皇上得知秦小姐进战王府了，派人来宣她进宫。婉儿累了，本王心情不好，等着哪天心气顺了再去见她。爷啊，这样真的好吗？寂寞战天没有接话，只是斜眼冷冷地瞟了一眼他，吓得蓝燕一屁颠屁颠的就回禀了来通报的人。秦凤舞这一觉足足睡了6个时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若不是肚子饿得受不了，恐怕这会子还没有睡醒呢。婉儿，饿了吧？起来吃点东西。小姐，快来吃，一会儿该凉了。秦凤舞立马就蹦跶下了床，一屁股坐在饭桌前，呼哧海塞起来。婉儿慢点儿，小心一会儿噎着。再不吃可真要饿死了，都2天没有好好吃饭了。婉儿，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若不是听说那什么东陵公主住进了战王府，本小姐至于那么拼命吗？秦凤舞又扒拉了2口饭，这才心满意足的摸着自己的小肚子。婉儿，肚子里怎么能有小宝宝呢？这句话可把秦凤舞给批得外焦里嫩的。小着呢。小姐，你是不知道，贤王妃上次和贤王一起过来，咱们王爷盯着贤王妃的肚子看了好一会儿呢。贤王妃她有身孕了？是呢。素白，你孩子生了吗？小姐，我没有成亲，哪来的孩子啊？啊？燕一怎么这么不上道啊？小姐，不是。婉儿，事情并非如此。素白她忧心你，说了你不回来便不成亲。素白，你个傻瓜，你家小姐我能有什么事啊？小姐，战天，既然我都来了，咱们尽快给素白办喜事吧，可不能再耽误了。蓝燕一脸上一阵欣喜。真的？你猴急个什么劲儿啊？不嫌丢人吗？不丢人不丢人。王爷，秦小姐，燕一求你们为我和素白做主。战天，还不赶紧的，我的素白着急了。行了，本王自然是什么都依着我儿的，现在很晚了，明日再说。爷，不好了，小王妃今日发动难产了。什么？婉儿，你能救他们？好，我们现在就出发。皇上他早在1个月前就将贤王妃接进了宫里，就是为了牵制六哥，牵制本王。什么？太可恶了！战天，让他们赶紧加快速度，难产万不可掉以轻心啊！赶到宫门的产房之外时，里头已经乱糟糟的，乱成了一团。寂寞允天不停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来回踱步，脸上满满的担忧和急躁。六哥，秦小姐，求求你救救云儿。放心吧，定会保贤王妃无忧的。随即二话不说就推门而入，快步走到床边，就见他大汗淋漓，面目因为疼痛而有些狰狞。贤王妃这阵痛了多长时间了？8个时辰。陆云，陆云，你听我说，不要大声喊叫，保存力气，相信我，我一定能保你们母子平安的。他再一次点点头，一切就交给你了。七弟，怎么回事啊？怎么没动静了？陆云，你听我说，不要大声喊叫，保存力气，相信我，我一定能保你们母子平安的。他再一次点点头，一切就交给你了。七弟，怎么回事啊？怎么没动静了？六哥，你相信我儿，会没事的。听我的口令，我说用力就用力，明白了？安陆云抿唇点头。陆云，憋气，用力。安陆云紧抓着被子，紧咬着唇，闷哼一声，顿时觉得肚子一空，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响亮的哭声，哇哇哇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屋子。生了！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是位小世子。好啊，都有赏，有赏！恭喜六哥，终于母子平安。七弟，谢谢你带着秦小姐过来。只是如此一来，一会儿父皇那里怕是要传你过去。无妨，本王不怕，我儿也不会怕。那就好。即墨城派人过来传话了，被即墨战天一口给回绝了。王爷，皇上知道您不愿意过去，他说了，若是您将我阳公主带去，他就立马将贤王妃连同小世子一起送回贤王府。王爷，皇上知道您不愿意过去，他说了，
若是您将我阳公主带去，他就立马将贤王妃连同小世子一起送回贤王府。走就走呗，如今我的身份还能怕他不成？战天，你会保护我的，对吧？自然。清正殿内，里面传来了即墨城不停咳嗽的声音。他强撑着身体，半躺在龙床之上。战天，你让他过来，我儿就在这里，你有什么说就是了。火阳公主，你会医术，且来帮朕看看朕的病，可有法子医好？秦凤，我觉得这是世间最好笑的笑话。当初是谁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如今又是谁有求于自己？你若为朕医治，朕就下旨还你爹清白，而朕也同意你嫁给战天。战天，这个条件还真是诱人呢，你说值不值得呢？我儿，你说呢？反正医不医，本王也是取定你了。火阳公主，你要明白，若是你没有这个身份，在莫国就是一个逃犯，而你爹永远都背有通敌叛国的罪名。你要知道，这可是大大的不孝。逃犯，通敌叛国，哈，是啊，还有这样的罪名。即墨城不知道是不是病得糊涂了，还是他太得意了，竟然没有察觉到秦凤舞这话里的意味。通敌叛国是你说的，莫国的老百姓谁人不知我爹是冤枉的？只有你这般愚昧，才会觉得这罪名与我爹而言是那么重要。再者，莫国有什么好？比起莫国，还不如在轩辕来的自在。我娘可是正经的皇室公主，比在莫国好上千倍万倍。你一时不义？不义。好，好得很。秦凤舞，有朕在这一日，你休要想嫁战天，休想！能不能娶，本王说了算，不劳你操心。战天，朕是你的父皇呀！即墨战天哪能不知道他是自己的父皇呢？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做的一切才更叫自己心寒。你若要我医治，我便听你的，我愿意一试。只见他摇摇头，拉着他的手，再未说话，径直走出了勤政殿。即墨城绝望地躺在床上，目光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变得惨淡无光。战天啊，明天就找人给素白算个好日子，让他俩成亲吧。那就那么办吧。等着把燕衣给嫁了出去，过儿，本王就娶你过门可好？好啊，只是那个时候你六哥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会的，你放心，一切有本王在，会好的。不把你娶进门，本王这心头不安心呢。我这般在你怀里，你还不安心什么？有你的地方，我心足矣。一大早起来就张罗开来，那般的大张旗鼓的，可把素白搞得有些抬不起头来了。可是人家蓝燕衣可乐呵得很呢，有人开心，有人就不开心了。不出来作死一下，他那心里头就不舒坦。公主，东陵公主那边派人过来传话，说是要上街走走，想让蓝将军给他当侍卫。冬儿进门给回了话：燕衣，有人叫你给他当小厮，你可去不？燕衣好歹也是一个小将军，凭什么呀？不去。媳妇儿说的有道理。如此，便让冬儿去回了话。那梅香虽然不乐意，倒也是没有说什么，反而往冬儿的手里塞了一锭银子，乐呵呵地说道：冬儿妹妹，你收好了。冬儿妹妹，你收好了。说来，其实上次也有我的不是，还请你原谅。姐姐的诚意，你就收好了吧。就在冬儿微愣之间，梅香早就已经远去了。冬儿，让你去回个话，怎么去了那么久啊？素白姐姐，冬儿刚刚去小姐了，这才回来晚了。素白姐姐莫要生气了。公主，蓝将军怎么不在了呀？他被战天叫去办事了。素白姐姐，你可真幸福，有蓝将军那么好的男人喜欢你，冬儿可劲羡慕你了。你放心，跟着小姐，小姐将来也会给你找个贴心的人。是呢，咱们公主是最好的。哼，谁稀罕？若是能成为战王身边的女人，何苦去变那小厮？你也是个没有头脑的，放着娘娘不当，要给下属当妻子。冬儿的真心无比鄙夷。什么是最好的呀？王爷。冬儿一愣，后知后觉的才反应过来，面露笑容，娇而不媚的冲着即墨战天行礼。王爷。即墨战天理都没有理他，直接绕过了冬儿。不是有事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不是有事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是有事，有事让燕衣去办了。本王清闲了，就过来陪我儿。素白走到冬儿身边。冬儿，我们出去吧。冬儿心头一凉，
有些不甘心的跟着素白走了出去。素白姐姐，公主这儿不用人伺候了吗？冬儿开口问道。素白觉得冬儿特别不识趣，眉心微蹙的说道：都说了王爷不喜欢人打扰，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下去吧。一会儿小姐若是有事，自会来唤我们的。是。一个人唉声叹气的趴在小深亭里。可恶！冬儿妹妹，一声娇呼吓得她立马转过身来。梅香姐姐，你怎么过来了？不用陪着你家公主上街吗？唉，我家公主金枝玉叶，如今连个护卫也没有，就我跟着也不放心啊。公主她索性就不去了，这会儿子正在屋子里头闷闷不乐呢。唉，这能怪得了谁呢？人家不愿，难不成还要逼迫她吗？再者我也知道，你家公主的话比王爷的话都顶用，想来定是他不让蓝将军出来吧。你家公主的话比王爷的话都顶用，想来定是他不让蓝将军出来吧。梅香看着冬儿笑而不语的样子，就知道他在顾忌什么，随即又说道：其实吧，我也是蛮能理解的，毕竟我们两个公主面上有些不和，他不让蓝将军过来也是情理之中。是呢，左右也是为难的，还请姐姐不要怨恨我家公主才是。不会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分罢了。我家公主虽为和亲，实为质子，半年都没有自由，如今的身份这不尴不尬的，也是怪可怜的。想必你家公主的事儿，你也是有所耳闻吧？她这般悍度，叫我们公主可怎么办呢？你说说，自古以来，男人三妻四妾天经地义，武阳公主怎么就有这般惊世骇俗的想法呀？轩辕皇室向来如是，公主她自然是这般的。什么？那是难怪了。你是不知道，我家公主可好了。她说我在她身边尽心伺候这么多年，说是她以后成为王妃，就让王爷抬我做姨娘呢。她公主可好了。她说我在她身边尽心伺候这么多年，说是她以后成为王妃，就让王爷抬我做姨娘呢。你家公主可真好。梅香姐姐，若是抬为姨娘，那好歹也有人伺候，不用再做伺候人的事儿了。就是这个理儿，谁说不是呢？话说冬儿，你家公主定不会这般吧？她这般善妒，也定是防着身边的丫鬟的。我可听说，从小跟在她身边的素白就准备配给蓝将军了，也不知道素白这心里头是不是甘愿呢？冬儿，你家公主可有说将来怎么安置你呢？没有，倒是素白姐姐说过，将来公主定不会亏待了我。哦，那是再好不过的，应当是不会亏待了你的。我瞧着这府上还有不少的青年才俊，将来定是好好的。梅香觉得这个时候提点的已经差不多了，再说下去就会让人觉得刻意了。瞧我这记性，出来给公主熬参汤呢，跟你说了这会儿的话也就给忘记了。你忙着，我先走了。看着梅香飞快离去的背影，心头也是越发的羡慕梅香能跟着东陵止宿这个好主子。